我弄了一个官位。他在家里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上班？我不去，我不去。哥哥为什么不去？姐姐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要我去？林默是胎传进这个世界的，上一世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一天在逛街的时候突然遇到抢劫，他只不过跟着人群逃跑的时候多看了那个劫匪一眼，然后他就被劫匪锁定目标了，结果就被劫匪追着一刀搞死了，死的也真的是挺冤的。不过那个劫匪的手法不错，一刀毙命，他都没感觉到什么痛苦，人就没了。再之后就穿到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架空的世界，虽然也是古代，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这个朝代。最重要的是，这个朝代女子还可以做官，只是现在这些女官在朝堂上也只是充当一些吉祥物。用现代的话说，这个工作就是会议记录员助理，而且现在朝堂上的女官也就只剩下一个了，其他的大部分都嫁人辞官了。毕竟这还是一个男尊的古代世界，女子嫁人后，国家还是不希望她们继续抛头露面。不过那个女官最近也要嫁人了，所以就空了这个职位出来。职位一空出来，林尚书立马就想到了自己家里的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吧，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小到大她都与旁人真的完全不一样。总之，林尚书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丫头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搬个小椅子混进那些婆子堆里面，听那些婆子们讲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每天都这样。正事儿是一件都不干，天天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坑爹娘凶姐那是常事儿，哭闹打滚也是常态。她这个性格，嫁人那是在想屁吃，哪个人愿意娶一个这样的媳妇儿回去啊？所以不如帮她谋一个官职，以后也算是有个出路。反正她不嫁人也不会辞官，等以后年纪到了干不了了，说不定那时候的圣上也能看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儿上优待她。最主要的是，这个工作是真的很清闲，基本没啥事儿。说是辅助，可是史官能干得很，他过去啊就是处在那儿当个吉祥物就好了。爹，你偏心，为什么要我去上班？对于现在的生活，他是真的很满意。父母青梅竹马，非常恩爱，家里没有姨娘小妾，哥哥姐姐也很照顾他，他们也都是一母同胞。他就想做个混吃等死的咸鱼而已啊！每天就是吃吃瓜，看看画本，现在靠父母，以后靠兄姐，年老靠侄儿外甥，完美呀！可以说，他穿越到这个世界，那就是穿到了他梦想中的天堂啊！可是现在，老父亲居然逼着他去上班，这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啊！亲生的，亲生的，不能打死。混账！你哥哥如果不出意外，今年就能考中。你姐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京城中也是小有名气，以后嫁人也不需要担心。啊，你呢？你能考功名吗？能嫁人吗？啊，你呢？你能考功名吗？能嫁人吗？能，我能嫁人。只要爹爹你给我选一个人，我马上就可以嫁。不就是嫁人吗？老爹的眼光还是可以的，他选的人品方面不用担心，我嫁人后还能继续过咸鱼生活。你想嫁人，那也得有人选呢。好的人，林尚书不忍心让自家这个混世魔王去糟蹋，差的他也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呀。算了，你还是准备去当官吧，好好干，争取干一辈子，这样你就有着落了。以后我和你娘不在了，也让你哥哥姐姐侄子外甥多照看你一点。系统，你说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去上班？我
哥哥姐姐为什么不用去？他们是不是针对我？这个系统是前几天绑定的，林默这几天天天带着系统出去吃瓜。这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父母对你比较看重吧，也可能是你真的比较懒，他们怕你饿死。哎呀，放宽心一点，我选中你也是因为你懒呢，不然我怎么可能选中你？这种茫茫人海之中，你就是那天定吃瓜的茶。我怎么感觉你说的不像是好话呢？故意针对我？其他人听到这一人一桶的对话，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知道这个系统存在的时候，是在7天之前。那个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疯了，后来才发现，所有人都能听到这丫头和那个叫系统的心声。在为这个丫头谋求官职的时候，林尚书也把这个系统的事情和宣德帝仔仔细细地说了。宣德帝对林默和这个系统还挺好奇的，所以直接就答应了让这个懒丫头去蹭个官位。还坐在地上干什么啊？爹都已经走了，你就算是再撒泼打滚都没用了，还不如好好听话，明天跟着爹去上朝。大妹妹知书达理，不需要我多操心，可就是这个小妹是真的让人操心啊，也难怪爹要费心给她弄一个官职。哥，你要是今年高中了，那是不是也要上朝了？是的，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丫头又想搞什么鬼？以后咱们家3个人一起上班，难受啊！我以后要是起不来，麻烦哥哥过来扛我一下。得了，这个家伙是真的没救了。父亲让他过来看他一下，要是看他实在是难受，就好好安慰他一下。现在看来不需要安慰了，这丫头连以后上朝起不来的事情都想好了。筒子，我说我真的要去上班吗？我真的干得来这个活吗？应该可以吧，毕竟你只是去当个助理，怎么样都行吧。不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打死也不会去上班的。好像听到了什么噼里啪啦的声音，只是一下子这个声音又没有了。我这个妹妹从小的习惯就奇怪，平时喜欢一个人待着，睡觉也一样。她院子里的下人没有听到她的喊话，基本都是在外院。每次这丫头喊人的时候，那一嗓子真的吓人，和男人似的。把丫鬟们支那么远，每次这么喊人多累啊。你不懂，这是注重隐私啊。早就想到你会逃了，所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你们这是对我有多了解呀？你就死心吧，你哥哥和你爹爹对你的了解程度比你想象的更深。哎呀，放心吧，如果早上你要是无聊，我就给你爆瓜吃，绝对让你每天的生活过得精精彩彩。臭丫头还不起来，要去上朝了，千万要看住默儿，别让她在朝堂上睡着了。你们说，你们妹妹真的能干好这个差事吗？难说。哎呀，你们就不能安慰我一下吗？也给你们妹妹一点信心，她其实也不是那么不靠谱。苍天的大地啊，我好困呢，我不想去上班。宿主，习惯就好了，也就是站几个小时而已，你就好好的当个吉祥物就行了。筒子，我不想站，要是能找个地方坐下就好了。默默，稍微忍一忍，我到时候给你找瓜吃，有瓜吃，早朝就不难熬了。这一路上，林默和系统的嘴巴就没停过，一人一桶，从天南聊到地北，林尚书那是听得目瞪口呆。别人家偷情他们也聊，别人家的孩子是谁的他们也聊，还有别人家男人行不行他们还聊，这是干嘛呢？到了，赶紧下车，等会儿你就跟着李大人。李大人，小女就麻烦大人照顾了。林大人不用多礼，林千金也挺和我眼缘，以后就要一起共事了，大家都是同僚，
也不谈什么照顾不照顾的。不一会儿，朝堂上的官员就为这一件事情吵起来了。李大人笔杆子写的都快要飞起来了。林默问了一下李大人需不需要帮忙，李大人拒绝了他的帮助，所以他现在就是站在这里做个吉祥物。童子，有什么大瓜吃吗？好无聊啊。童子，有什么大瓜吃吗？好无聊啊。有，还说皇帝的大瓜呢。朝堂上争论的声音一下子就小了很多，所有人的眼神都在偷偷地看林默这一边。皇上的瓜是能随便吃的吗？这里这么多人，你就不能随便选一个吗？你们这个皇帝是真的穷，你别看他现在在这外面这么好，其实内裤都是破的，这都已经缝了3次了。好穷啊！难怪每次皇上赏赐都是赏牌匾，我之前还以为是皇上文雅，原来纯粹是因为穷啊！林尚书现在已经在思考全家人该怎么埋了，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家估计很大可能会暴尸荒野。这个童子是怎么知道我内裤的事情的？还有，这林家丫头听到这样的问题，怎么一点都不害臊呢？没想到他们父皇的日子居然过得这么艰难呢！皇上居然连内裤都是破的。之前皇上总是和他们哭穷，他们还以为是假的，没想到皇上是真的穷啊！干嘛突然都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他穷还不是因为国库没钱，他还得自己补贴钱进去，这又没什么其他的收入，不就只有从自己身上省了吗？不过你们这个皇帝真的是个好皇帝，虽然穷了一点，但是其他的方面都非常不错，比我之前见到过的那些皇帝好多了。那是，我们皇上可以允许女子科考做官呢，这个思想境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系统还在不停地说其他皇帝昏庸的例子，林默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其他的朝臣包括皇帝也都听入迷了，他们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今天朝堂上的氛围都好了很多，大家一边听系统的瓜，一边商议国家大事，这一心二用啊，还挺刺激的。皇上，齐王世子仗着自身身份强抢民女，抢占良田，还杀害无辜之人，此事绝对不能姑息呀！是啊，皇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齐王世子此举实在是太过分了呀！林默的兴趣也被吸引到这边来了，他们两个这边安静了，这两个大臣就开始发挥了。皇上，齐王世子嚣张跋扈，在京城为所欲为，不知道多少人深受其害啊！这便是齐王世子犯下的种种事件，还请皇上过目。混账！林默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幸好李大人反应迅速，一脚把他给踹倒了。你拉我一把不行吗？非得用脚踹？忍住忍住，这还上朝呢。皇帝正准备骂人，话都到嘴边了，结果被林默差点把这个情绪给怼回去。现在好不容易紧张起来的气氛一下子就散了。林尚书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了，有一个这样的女儿也真的是造了孽了呀。皇上，齐王世子乃是齐王唯一的子嗣，当年齐王护卫边疆因战受伤，后面暗伤复发，不幸亡故。对于他留下来的唯一子嗣，臣以为还是要仔细对待，以免伤了边疆将士的心。处罚一个有罪之人还要顾虑这么多，哼，这也真的是笑话了。护国将军冷着脸看向林默，太子和二皇子不动声色地挡住了他的目光。我呸！这天下是父皇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又不是齐王的天下。这林家丫头说的没错，处罚一个有罪之人为何要顾虑这么多？我呸！什么因为暗伤复发亡故，分明就是死在了女人床上。可如果他不是暗杀复发亡故的，那齐王府这些年的荣宠可都是骗来的了。
童子，你详细的说说呗，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一说。为了不被林默发现大家在偷听，他们还假装继续商讨事情，只是声音小了很多。这个护国将军之前是齐王的部下，是齐王把他给提拔上来了，他和齐王还有点不清不楚的关系呢。好刺激啊！好刺激呀！齐王表面上一直在滨江守卫，但是他都是在滨江吃喝玩乐，打仗守边疆都是信王干的，信王的腿就是战争中伤到的。对于这个弟弟，他一直都没有太关注，他一向沉默寡言，存在感极低。如果齐王真的干了这些事情，那就得把这些事情昭告天下。谢王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也该好好的补偿他。齐王身体不好根本就不是因为打仗，而是纵欲过度，而且他男女不拘。护国将军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英俊男儿，他也就把护国将军给收了。皇上，吃瓜吃得正畅快呢，可不能让无关紧要的人给打扰了。所有人都被护国将军那一嗓子给吓了一跳，要是被他说出来，他们都能够听到林默的话，那还了得啊！真不愧是他儿子，反应就是快。我刚刚好像听到了有人在讲话，难道是我听错了吗？该不会被发现了吧？大家这不是都在讲话吗？人家在商量着国家大事，你到底还要不要吃瓜？要，当然要啊，不然这站在这里多无聊。你继续说齐王和护国将军的事情吧。还好，没有被发现。护国将军跟了齐王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几乎都是蜜里调油。齐王为了他，连王妃都忽略了。只不过好景不长，齐王喜欢的是年轻好看的人，护国将军在滨江风吹日晒的，很快容貌就被新人给比下去了。以色示人，这哪能长久啊？那护国将军都失宠了，为什么他现在还这么护着齐王？该不会是一个恋爱脑吧？恋爱脑又是什么脑啊？不过听上去不像是一个什么好脑子。赶紧继续说呀！虽然他失宠了，但是齐王给他的补偿，一路提拔他，还给他娶了媳妇。虽然那个媳妇也是齐王睡过的。护国将军被两个武将捂着嘴巴控制着，已经快要羞愤死了。他的秘密已经快要全部被那个系统抖露出来了。不得不说啊，这护国将军度量挺大的，这么大一顶绿帽子，好像还戴得挺舒服的。反正这护国将军知道自己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一直都很尊敬齐王。最重要的是，他对齐王还有感情，夫妻两个有时候还会一起去伺候齐王呢。他夫人生下的两个孩子都不是他的，都是齐王的呢。这人脑子真的没毛病吗？那他知道他的两个儿子不是他的吗？知道啊，他还开心得很，因为两个孩子都很像齐王，所以他的感情又重新有了寄托。这一件件事情实在是太精彩了，护国将军真乃男人中的奇人呐！护国将军被气得翻着白眼儿，马上就要晕过去了。不远处的太医一个箭步冲了过来，直接一针扎了过去。护国将军一下子就清醒了。想在我面前晕过去，没门儿！事情还没说完呢，不许晕！呀，这么快的？护国将军的瓜还没吃完呢。是啊，他们也是第一次觉得上朝的时间过得这么快。可以啦，皇帝还有护国将军和齐王的瓜，给我收集了不少能量。反正齐王不是个好的，护国将军也不是个好的。你们国家不是穷吗？直接抄了他们两家不就有钱了吗？我查了一下你们国家的律法，他们犯的各种罪也够抄家了。对呀，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只是一个小小助理，这个事情我可管不着。不过都有人上奏折了，估计皇上也会让人好好调查吧。我们就等着吃瓜就好了。累了，赶紧下朝回家吧。您累什么累？就站在这里吃瓜就累了？宣德帝清了清嗓子，宣布了退朝，不过还留下来一些大臣，连尚书也在内。这是要兴师问罪了吧？
我完了，我们家完了呀！不过皇帝并没有说林默无礼的事情，只是让这些人管好自己的嘴巴。哎呀，这恐怕有点难呐，毕竟这么多人都能够听到，那万一有谁说漏了嘴，那怎么办呢？臣遵旨。林默坐在马车里等着自家老爹，等着等着就睡着了。林尚书一回来就看到睡着撅着屁股对着他的糟心女儿，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烦人呢。到家了林默都没有醒，林尚书让林七直接把他给扛出来了。他还把在朝堂上发生的事情都和妻子儿女说了一遍，越说脸色越差。所以说我儿现在已经是过了明路是吧？感觉以后的日子会更加闹腾了，是怎么回事啊？当天晚上，宣德帝看着自家3个儿子和臣子们送过来的一大堆内裤，满脸的尴尬。太丢脸了，真是太丢脸了！这丫头能不能不要吃我的瓜呀？这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的瓜都还不够吃吗？皇上，是否需要把之前的内裤换掉啊？不过皇上那些内裤啊，是真的不能穿了，连屁股蛋子都兜不住了。换吧，送都送来了，不要白不要。他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皇帝呢，不过等抄了齐王府和护国将军府，他说不定啊就能够富裕一点了。而且这个系统居然还有一个保护机制，这是皇帝派人试探出来的。明天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起不来啊。既然你知道起不来，那为什么现在还不睡觉？睡不着啊。你看晚上的时间这么美好，为什么要浪费在睡觉上面呢？而且今天白天我也睡够了，现在正是精神的时候啊。我现在帮你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现代时间凌晨2点钟了。你要是再不睡觉的话，估计早朝就得完蛋喽。偷偷打瞌睡还行，要是你一头栽了下去，那可就丢脸丢大发了。既然睡不着，明天要上班的话，那他得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够熬夜，明天又能早起。你这是打算把被子枕头抱到哪里去啊？那边可是你爹娘住的院子，你该不会是想抱着被子枕头去跟你爹娘睡吧？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能不能有点数？谁说我要和我爹娘睡了？我只是在他们门口打个地铺而已，这样我爹起床的时候就能顺便把我带走了。不是，怎么感觉二小姐越来越不正常了？系统现在也是拿她无话可说，可能是别人的地界睡得香吧。林默刚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里面的林尚书和林夫人被这呼噜声吵得直皱眉头。你要是再打呼噜的话，就去偏房睡。不是，我没打呼噜呀，我都醒了，这个呼噜声还有，这怎么可能是我打呼噜呢？夫人，真的不是我打呼噜，你看，我都醒了，这呼噜声还有，说不定是守夜的下人在打呼噜。你去外面提醒一下，要是累了的话，就让他们直接回去休息吧。大人，林默在这个动静中都丝毫没有醒来，反而睡得更香了。我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这糟心宿主，有这么一个糟心女儿，林家也真是够惨的。那玩意儿醒了没有？赶紧给我弄醒！大晚上睡在我门口，是想吓死我和他娘吗？那玩意儿醒了没有？赶紧给我弄醒！大晚上睡在我门口，是想吓死我和他娘吗？好家伙，这糟心丫头居然是穿着朝服睡觉，这是打算醒来之后连衣服都不用换直接走是吧？哥，你干嘛呀？我还要上朝呢。你这时候吵我睡觉，等会儿你帮我去上朝吗？你知不知道上班很累的？还上班很累？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看你把咱爹给吓的。大晚上你不在自己的房间睡觉，跑到爹娘的房门口干嘛？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人都在？都是因为你打呼噜引起来的。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打呼噜跟驴叫似的？
你爹娘都被你呼噜声吵醒了，然后你爹就打开门一看，被你给吓到了，然后场面就变成了现在这样。虽然我没有其他的宿主，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会是我现在以及未来遇到过的最糟心的宿主。这系统讲话也真的是挺好玩的，形容的也挺到位的。这呼噜声可不就和驴叫似的吗？那个爹，你没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吓你的，我说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又怕第二天上班耽误了，所以才想着在你门口打地铺的。这是一个什么脑回路啊？耽误上朝跟在门口打地铺有什么联系吗？我就是想着早上爹起床的时候，顺便可以把我叫醒带走，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你看我连朝服都换好了。胡闹！你个姑娘家怎么可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啊，那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今天看你是第一次犯，我就不追究了。以后你要是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看我怎么收拾你！看来以后不能在门口打地铺了。所以你还是没有放弃打地铺的想法是吧？还好现在是祸害爹爹，要是让我带着小妹去融入那些贵女圈，那我真的感觉自己人生都是灰暗的呀。他们林家世代簪缨，怎么就出了小妹这么一个胡闹的呢？很好，上朝的时间到了。这一晚上一家人都没有睡好，林家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毕竟偷偷盯着他们家的人也不少。这林家小丫头实在是太好玩了啊！她是怎么想的？把地铺搭在她爹娘门口，她难道就不怕吓死她爹娘吗？听说是小林大人晚上睡不着，又怕第二天耽误早朝，所以就干出了这样的事情。关键是他刚刚睡下就打起了呼噜，然后把屋子里的林尚书和林夫人全部都吵醒了。林尚书差点被吓晕啊！这林默这人实在是太好玩了。林尚书这古板性子是怎么养出这么一个女儿的？不对，这林尚书年轻的时候追林夫人好像也挺不要脸的，只是后来才慢慢变沉稳了。要不是我3个皇儿成婚了，我都想让她来当我儿媳妇了。皇上，您是认真的吗？今天你给我安分一点，知不知道？不听王八念经。你才是王八，你全家都是王八。不对，这小混账是我的亲生女儿，不能这么骂。哎呀，林尚书到了呀！小林大人来了没有啊？尚书大人可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可不是嘛，听闻尚书大人家里的大公子和大小姐也是人中龙凤，尚书大人可是好福气。你说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福气呢？生下来的孩子全都是来讨债的。哎呀，果然个人有个人的命啊！你们没事吧？大早上的抽什么风？林默倒是非常开心的和那些大人聊得起来，整个就是一个游刃有余。不一会儿，他就把跟他聊天的那个大人的信息全部都给透了出来。宿主，别问了，人家底裤都还给你问没了。我觉得你是干错一行了，你适合去当包打听。人家好好跟你聊个天，你把人家家里事全部都给套出来了，有这样聊天的吗？靠，他居然还真的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被套出来了。这不是他们主动和我聊天的吗？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这聊天不八卦，那有什么好聊的？不过这位大人还是不错的，就是听他的描述，他好像是个妻管严。你不要乱说，我怎么可能会是妻管严？我可是一家之主。宿主，你这能力是真的厉害了，真不愧是在各大丫鬟婆子中锻炼出来的。人家千金小姐从小都是学琴棋书画，你从小就是背着个小马扎去听八卦。哪里，过奖了。这琴棋书画，京城中的千金小姐基本上都会。
我总得玩点不一样的吧，这样才能显现出我的与众不同。丢脸，实在是太丢脸了。怎么还不上朝啊？今天的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终于，在林尚书快要崩溃的时候，李公公过来通知上朝了。这么快的吗？我们好像才刚到啊。快个屁呀，快！到了朝堂上，林默乖乖地站在了李大人身后，开始发起了呆。朝堂上的各位大臣们开始商讨起了国家大事。皇上，护国将军的事情，臣已经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和齐王府联系颇深。齐王生前驻守边关的事情，我也查出来了一些东西，还请皇上过目。虽然昨天已经知道了护国将军跟齐王府的事儿，但是具体查出来的比昨天系统说的还要多，甚至还要荒谬。说起来也真的是搞笑哈，他堂堂一个皇帝，居然被一个死人骗了这么久。皇上，信王殿下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也该是时候为他找回公道了。好像今天处理的事情就是昨天他八卦的事情吧。系统，你不是说信王的腿受伤了吗？那他的腿还能治吗？他可是为国家征战的大英雄，要是真的残疾了，那真的是可惜了。众人立即支着耳朵听着，确实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当然可以治，就是一些陈年旧伤堆积在一起的问题。他的腿当时断了的时候没有接好，齐王对他又不好，自然不可能派好的医师给他，所以这才导致耽误了病情。堂堂王爷受伤，皇上也不管的吗？我记得皇上不是这么冷心冷情的人呢。皇帝当然是个好的，他当初还特地派了最好的太医，搜寻了最好的药材过去，只不过全部都被齐王给昧下来了。新王就算是知道，又无可奈何。太医回来之后也不敢做过多的声张，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医，怎么能够斗得过王爷呢？而且齐王当时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说是他一个小小的太医，简直小菜一碟。后来回来之后，他就告老还乡了，骨头没有接好，就只能打断重新接了。只不过这个不是玩的事儿，必须得医术高明的人、有经验的人才敢干。唉，我真是好人没好报啊！那个齐王一家子荣华富贵享尽，信王却被欺压了大半辈子。皇上，齐王利用自己的身份无恶不作，还请皇上严惩齐王府，特别是齐王世子。信王殿下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一定得好好讨回来呀。还好我在膝盖上面绑了棉花，不然就扑腾一下跪下去，膝盖都碎了。齐王府和护国将军的事情就交给大理寺去办，至于信王，这么多年的委屈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慢慢来吧。对于这个弟弟，他还是挺愧疚的，要不是他忽视，齐王也不可能这么欺负他。靠！谁在前面放屁了？这个味道，太冲人了。这丫头是情绪粉碎机呀。谁放屁啦？他们没有放屁，哪个人放屁啦？居然还连累他们！赶紧自己主动站出来。兵部侍郎放的屁，他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吃了一把炒豆子，这个屁自然就放得臭了。早知道早上就不吃这个炒豆子。哎，现在怎么没人说话了？该不会是大家都闻到臭味了吧？有兵部侍郎的大瓜，你要不要听一听？要，有瓜不吃那是傻瓜，肯定得听啊。刚刚那么沉重的话题，终于可以听一听瓜，缓解一下了。他现在无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放这个屁呀！要是不放屁，是不是就不会被这小祖宗给盯上了？宣德帝让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然后又开始商讨了另外的事情。只是他们都分了一丝心神在吃瓜。兵部侍郎的小妾跟他的管家偷情啦！兵部侍郎的小妾跟他的管家偷情啦！惨呐，真的是太惨了！赶紧说，怎么偷的情啊？
这管家长得很帅吗？我看兵部侍郎也是一个帅大叔啊，难不成他家的管家长得比他好看？那个管家长得贼眉鼠眼，肯定是没有兵部侍郎好看。但是谁让兵部侍郎忙呢？他天天早出晚归的，一回到家大部分时间也在夫人的院子里，而且他有3个小妾，这样一分的话，其他人见他面的时间不就不够了吗？那个小妾就是因为寂寞难耐，所以才和管家偷情的。至于为什么他们偷情没有被发现，那自然就是因为兵部侍郎太喜欢工作了，一回到家和夫人聊的也都是工作上的事情。老两口简直就是工作狂与工作狂的结合。厉害了，想不到这世上居然还有人喜欢工作。要不把我这个职位也让给他吧，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多舒服啊。你倒是想得挺美。要不是他派了这么多工作给兵部侍郎，那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吧？你说既然没时间，为什么要纳那么多小妾呢？他这么喜欢工作，而且妻子也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干嘛非要纳小妾呢？搞不懂，真的搞不懂。这个小妾可不是兵部侍郎主动要的，是他的老母亲给的。他的母亲很不喜欢侍郎夫人，所以动不动就会给侍郎夫人使绊子。这个小妾就是他母亲的替身丫鬟，他母亲做主把这个丫鬟抬成了姨娘。原来是被迫的呀，家里有一个不拎清的长辈也真的是挺造孽的。世界上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对的对的。其实长辈有时候真的不应该插手小辈的房里事，儿孙自有儿孙福，插手这么多干嘛呢？年纪大了，好好的养身体，好好的颐养天年不行吗？非得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家里有一个好的老人，那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一个脑子不清楚的，那真的是祸害一家人。对的对的。想不到这邻家小丫头年纪不大，想法倒是挺成熟的。哎呀，最惨的就是兵部侍郎了，那个小妾还怀了孕呢。他家那个老夫人知道小妾怀了孕之后，简直就是把那个小妾给捧在手心里。自己儿媳妇生的正经的孩子不喜欢，偏偏喜欢自己儿子被戴绿帽子的产物。哎呀，搞不懂，真是搞不懂。虽然大家都很可怜兵部侍郎，但是这个瓜大家也是吃得心满意足。爱卿啊，这件事情朕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不过朕觉得你首先得处理好的是你家老夫人。老人家嘛，年纪大了，该养老的就养老，后宅的事情就让他少掺和了。我记得你夫人还不错，她管理后宅，你应该可以很放心。臣知道了，这件事情臣一定会处理好的。处理好了和朕说一下。吃瓜也得吃一个完整的瓜是吧？最好那个小妾的下场他得知道。父皇，您这不是往人家的心口上扎刀子吗？人家家里的事情您就不要掺和了吧。怎么能叫做掺和呢？父皇这叫关心臣子，他要是连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不好，怎么处理国家大事呢？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二哥说的没有错。得了，全家就我一个是正经人，要是有后续了也告诉我一声。你们这一家子真的是一模一样啊。你这个混账玩意儿是想干什么？小莲还怀着孕呢。娘，以后家里的事情你就不要掺和了。夫人管家挺好的，这个小莲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她自己知道。我居然被瞒了这么久，也是我愚蠢。家里的小妾和管家偷情，这说起来也真的是好笑啊。要不是娘你这么纵容她，她怎么敢干出这样的丑事？他对林默还是蛮感激的，虽然他当众揭露了这件事情，落了他的脸，那要是不把这件事情揭露的话，他这个绿帽子恐怕就得戴一辈子了，还得养别人的孩子。兵部侍郎让人随便一查就查出了很多的证据，管家的房间里啊，甚至还搜出了小莲的肚兜。你们这样对得起我吗？
你们这样对得起我吗？小莲啊，我可是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的呀。你要是没有亏待我，为什么不让我做正妻？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夫人吗？为什么不让大人休了她，让我做正妻？当个姨娘有什么好？还不是一个伺候人的。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居然还想当正妻？你不过是一个奴婢，你忘记是谁把你给买回来的了？我把你带在身边将近10年啊，就算是养一条狗都养出感情了吧？你现在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虽然不喜欢卫氏，但是卫氏是正经的官家小姐出身，你拿什么跟她比？而且你就算是做姨娘，那也是风风光光，府里的其他2个姨娘根本就比不过你，你过得甚至比一般人家的正头夫人还要好，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母亲，够了，她还怀着身孕呢。本朝律法，男女通奸者流放千里，直接把他们送官吧。流放千里，夫人，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可以把我给发卖了，求您千万不要让我被流放。就让他被流放，让他死了都太便宜他了。林默回到家之后，就听着系统对这边的转述，听得津津有味。在吃饭的其他4个人也听得津津有味。其实有一个这样的系统也挺好的，可以用来打发时间。那老太太怎么办？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好像是她的责任，如果不是她乱点鸳鸯谱，那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兵部侍郎打算把这个老夫人送到老家去，由老家的族老管着，这老夫人也翻不起什么水花了。你说为什么有些人要自己作死呢？你看一个老太太在儿子身边过得还不舒服吗？有丫鬟伺候着，每天被人当老祖宗似的供着，就这样还不满足，还要挑事情。现在好了吧，要不送到老家去了。在老家他的辈分可就不是最高的了，还有那些族老们呢。他这一次干的事情可不是什么小事儿，都差点混淆了家里的子孙后代，族老们肯定不会放过他的。自作孽不可活呀！看来兵部侍郎也不是那种愚孝之人，朕最不喜欢那种愚孝之人了，那种人害人害己。没想到这件事情，皇上居然提前知道了，这都已经不需要侍郎大人来禀告了。我听到的和他亲自说的怎么能一样呢？明天还是得让他自己亲自说一说。不过把家里的那个老夫人送走之后，相信他家情况会好很多。哼，就是那个老夫人自作孽呀。你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什么叫我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我一直都是一个文艺少女，好不好？文艺少女这个词儿跟您搭边吗？林七从书房一出来，就看到屋顶上某个家伙跟猴子似的在上面乱窜，不用想就知道那家伙是谁。林尚书看着儿子往那边屋顶上面看，他也跟着看了过去，不过他的眼神没有儿子好，看不清楚屋顶上面是个什么东西。咱们家什么时候有猴子了？那屋顶上面怎么有一个猴子在跳舞？咱们家什么时候有猴子了？那屋顶上面怎么有一个猴子在跳舞？那不是猴子，那是你女儿。然儿啊，她这是在屋顶赏月作诗吗？您看一下那个动作和姿势，您觉得然儿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动作姿势吗？那是墨儿，他爬到屋顶上面撒欢去了。啊，他又要搞什么事情？不行了，我得去看一看。这丫头大半夜不睡觉爬到屋顶上面干嘛？要是摔下来了怎么办？啊，月亮，你真美呀！你美的就像是一个大饼，看起来就好吃。怎么样，我这个诗做的不错吧？我这是体验派、生活派诗人。你开心就好。你说你没有文采就不要秀了，好不好？你大哥和你爹来了，赶紧从上面下来吧。我不，
我得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文采。反正明天又不用上朝，休息3天呢。爹哥，我用你们做形象，给你们做一首诗吧。不用，你好好的把你的文采留着吧。你们的头真圆哦，好像一个大皮球。快点记下来，快点记下来，让皇上也乐一乐。哎，赶紧想办法把他给弄下来吧。这要是摔下来了，不断胳膊也得断腿。你以为我不想让他下来吗？可是你看他现在，能听得进去我说的话吗？我能听得进去，你说话呀。得了，看来是真的醉了。来，我给你们跳一个舞。不要！荡秋千喽！这糟心玩意儿啊，这简直是要我的命啊！我的天哪！你自己要作死可千万别带上我啊！我可是一个新生的小系统，我还没有活够呢。哇，这个东西束缚了我，不然我一定要给你们表演一个飞天。还飞天是吧？你看我现在还让不让你飞？刚刚不敢动手，是怕这个家伙被吓到摔下来，现在就没有这个顾虑了。不一会儿，惨叫声就响了起来。这一次是4人混打，惨呐！惨呀！实在是太惨了。哎呦，真的是太乐了！这林家人的生活有林墨呀，是真的热闹。我从来不知道做事可以这样做，也不知道跳舞就是从房顶上面跳下来，还表演飞天呢。真的是笑死我了！来，把这件事情让大家也乐一乐。正好这3天不用上朝，大家在家里可能也会无聊，这件事情正好让他们开心一下。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吧？你差点就把你自个儿的小命给玩完了。我是想带着你和我一起吃瓜，不想让你变成别人吃的瓜。为什么你就不提醒一下我呢？实在是太丢脸了。我还没提醒你吗？从喝酒开始我就开始劝你，后来你爹娘来了我也提醒了你，结果你还越来越起劲儿。二小姐，大人和夫人还有大少爷大小姐已经在等着了，你要是再不出来，他们就亲自过来了。我不吃了，你去告诉他们我不吃了。二小姐，大人和夫人还有大少爷大小姐已经在等着了，你要是再不出来，他们就亲自过来了。我不吃了，你去告诉他们我不吃了。哎呀，你消消气，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我觉得你昨天的事情还没有你在你爹娘门口打地铺的事情丢脸呢。再说了，你脸皮不是厚得很吗？这么在意干嘛？人活一世，不就是要活一个自在吗？怎么感觉你现在还别扭了呢？我自己主动丢脸和被动丢脸，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总得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吧。在我爹娘门口打地铺，那我是知道的，可是这喝醉之后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缓一缓吧。既然他不吃的话，那我们就先吃吧，反正一顿饭不吃也饿不死人，他要是自己饿了，会自己主动找东西吃的。姓王殿下这么多年的委屈，终于可以沉冤昭雪了。皇上已经说了，您的伤他会尽全力帮您治好，现在太医们都在为您的伤想办法呢。是啊，齐王府和护国将军府现在已经被抄了，从他们府里搜出来了不知道多少金银财宝和稀世珍宝，可想而知他们这么多年做了多少坏事。现在国库正空虚，皇上连自己的内库都做不起了，他们居然还敛了这么多的钱财，享受着荣华富贵和尊贵的身份，却一点都不为天下百姓着想，被抄家也是活该。哎，你说皇上连自己的内库都做不起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周围的人都是自己人，也是知道林墨事情的。之前皇上不是一直跟我们哭穷吗？我们还以为他是装的，毕竟身为一国之主怎么可能穷呢？后来因为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了皇上居然连内裤都是有洞的。他不是喜欢赏赐功臣牌匾吗？本来我们都以为这是皇上的喜好，而且牌匾可以流传下去。可是后来经过一些事情才发现，皇上赏赐牌匾没有其他的意思，纯粹就是因为穷，因为其他的他也赏赐不起。原来你是这样的皇兄啊，果真是深藏不露啊。那位大人还把最近朝堂上面的事情全都跟信王说了一遍，包括林默和系统的事情。晋王听的那叫一个目瞪口呆，都觉得他们这是在讲神话了。你们说的这事情真的是认真的吗？居然还说起了鬼神。要是真的有鬼神的话，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做坏事？难道他们就不怕被报复吗？这些人的脑子没问题吧？都是朝廷命官了，居然还信这些鬼神？这么多的圣贤书都白读了吗？哎呀，王爷，那个系统不是鬼神，就是一个吃瓜系统。吃瓜系统的意思呢，就是看人的笑话。林默虽然是林尚书的女儿，但是完全就是一个不思进取的。林尚书因为怕这个女儿饿死，所以才给她谋了一个官位。现在这个小林大人每天就带着这个系统满朝堂的吃瓜，皇上的内裤也是他说出来的，包括齐王和护国将军的事情也是他吃瓜吃出来的。最近还出了一个兵部侍郎小妾偷情的瓜。怎么感觉你们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呢？你们上朝不是去商讨国家大事的吗？怎么还每天吃瓜呢？怎么感觉你们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呢？你们上朝不是去商讨国家大事的吗？怎么还每天吃瓜呢？殿下，不过这个事情啊，得千万瞒住林默，他还不知道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心里话呢。我提前跟王爷说，也是怕王爷以后上朝说漏嘴，万一真的说漏嘴了，那我们不就听不到这么多好玩的事情了吗？因为最近齐王爷和护国将军府被抄了，国库都被填满了，我们难得的有钱了呀。如果以后再有什么贪官污吏，那直接把这个小林大人给派出去，让他当场吃瓜，这样我们能够听好戏，又能够惩罚贪官污吏，而且国库又能添一笔钱财，这简直就是一举三得呀。他是个窝囊的，因为怕害了妻子儿女，所以这么多年一直躲着，避着齐王的锋芒。他没有母家，没有靠山，所以就只能靠自己。不过现在好了，齐王府已经连根拔除了，他的光明终于来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休息呀！以前真的是巴不得休息2天，现在这1天不去上朝啊，身上是真的不舒服。谁不知道你是去干嘛的？真不知道林夫人什么时候把女儿带出来走一走，也让我们跟着八卦一下呀。你说今天这丫头会吃谁的瓜呀？朕倒是希望她多吃几个贪官污吏的瓜。你是不知道，看着这满当当的国库，朕心里有多舒服。朕自从登基以来就没有这么有钱过。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真的是没谁呀。皇上，既然有钱了，那不如把您这穿在里面的衣服给换一下吧。这都补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虽然您的内裤换成了新的，但是您这些内衫也太旧了。换什么换？我觉得挺好的，衣服就是要穿软了才舒服，还能穿呢。就算是有钱了，也改不了你这抠门的德行啊。这一早上，林默居然难得的没有和系统八卦。宣德帝往他那边看了好几眼，在场的所有官员们一边商量着国家大事，眼睛也一边不住的往他那边看。眼看着这早朝的时间都过了一半了，要是再没有八卦的话，那这一早上就浪费了。宣德帝轻轻的咳了咳，哎呦，总爷呀，我一个史官居然还得在早朝上面把别人给叫醒，干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在早朝上面干这样的活呢。
李大人伸出手指，轻轻地推了一下林默。大哥，你说他是怎么在上朝的时候睡过去的，而且还是站着睡觉？你问我怎么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在朝堂上面睡着，估计你也是第一人了。啥？他睡着了？林默一抬头就看见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包括坐在上面的皇帝。怎么办？怎么办？皇上该不会把我的头给砍了吧？怎么办？怎么办？皇上该不会把我的头给砍了吧？他是这么残暴的人吗？他一个明君知不知道啊？林默，你倒是大胆，居然敢在早朝睡着，你可知罪？知罪，臣知罪。臣不该在早朝的时候睡觉，不该在睡着了之后没站稳倒下。所以你是不该睡觉，还是不该没站稳倒下？重点错了，你后面那句话可以不用补充，知道你自己不该睡觉就行了。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不睡觉啊，而且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不会睡，只能够努力控制下一次睡觉不倒下了。笑什么笑？憋住！行了，念你初次犯，就不追究你的过错了。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可不能再犯了。臣以后绝不会再犯的，绝对不会在睡觉的时候倒下的，一定苦练站着睡觉的技巧。都给我毁灭吧！绝对不会在睡觉的时候倒下的，一定苦练站着睡觉的技巧。都给我毁灭吧！小林大人赶紧起来吧，地上这么凉，对女孩子家的身体也不好。系统，我怎么感觉这三皇子特别像笑面虎呢？口蜜腹剑的那种，他是不是想要算计我啊？你才笑面虎，你全家都是笑面虎，关心你还关心错了是吧？我就多余说那个话。哦，这三皇子只是看起来聪明，长了一张精明脸，实际上脑子不太行呢。得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小儿子脑子不太行了。系统，你怎么知道这个三皇子脑子不太聪明呢？他到底干过什么事情啊？也没干过什么事情，就是他小时候不想上学堂，所以学着后宫的妃子装病，但是那个妃子是假装怀孕，所以呀，这妃子呕吐，他也跟着呕吐，妃子难受，他也跟着难受。那个妃子为了争夺宠爱，故意去找皇帝，然后说：“哎呦，肚子里的小孩在踢他呢。”三皇子知道了，也去找他的父皇，然后说他肚子里的小孩在踢他。然后皇帝看着他就陷入了沉思，然后下一秒钟他就被打屁股了。那一年他5岁。这到底是什么喜剧人？到底是什么喜剧人？他想要装生病，不是有很多种装法吗？为什么非得学人家装怀孕？三皇子的脸色通红，整个人就和小龙虾一样。你说你装感染风寒不行吗？你非得装人家怀孕。当时他在批阅奏折。父皇，你摸摸我的肚子，是不是里面的孩子在踢我了？系统，除了这件事情，三皇子还做过什么不聪明的事情吗？他应该做过不少这样的事情吧？干嘛要吃我的瓜呀？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得选中我呀？早知道我刚刚就不多那个嘴了。三皇子做的不聪明的事情多着呢。他6岁的时候学画画，那天他们老师教他们画乌龟，他直接画了一个王八，而且还画上瘾了。后来每次做作业他也不写自己的名字了，就拿王八代替。每次作业太子和二皇子都是乖乖署名，就他在署名那里画了一只大王八。所以他这是把自己当王八是吗？我去你的！还有呢，他7岁的时候晚上不小心尿了床，但是他又怕被人发现，所以他就把自己的铺盖和二皇子的换了，还恶人先告状说二皇子尿床了，但是他没有换自己的裤子和衣服，大家就看着他穿着湿漉漉的裤子指责二皇子尿床。嘿，还有呢，他和三皇子妃的相遇也特别奇特。三皇子妃是将门之女，性格大大咧咧，没有心眼儿。
三皇子一眼就相中了人家。但是三皇子妃喜欢的是身强力壮、具有阳刚之气的男儿。三皇子生得太秀气了，后来他为了证明自己有阳刚之气，就天天跑到三皇子妃面前打拳，搞得三皇子妃以为他是过来挑衅的，然后两个人一见面就打架。这种追人的方式，古往今来都没有见过。三皇子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有你这么追人的吗？也难怪人家以为你是过去挑衅的。有一个这么不聪明的弟弟，有时候真的挺让人着急的。不过这人怎么把三皇子妃追回来的？那三皇子到底是怎么把三皇子妃给追回来的？按照他们这一见面就打架的情况，这追回来的方式应该也很奇特吧？他也记得自个儿女儿跟三皇子两个人是一见面就吵架，可是后来某一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就掺和到一起去了。也不是很奇特，三皇子妃不小心把三皇子打骨折了，然后三皇子就借机赖上了人家，说要让人家负责呢，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抱着人家大腿哭诉，说自己以后残了没人要了。三皇子妃看他也是实在可怜，然后就答应对他负责，他就这么抱到美人归喽。果然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三皇子内心虽然崩溃，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错，至少他把人给娶回来了。只要结果是好的，过程管他呢。他们干嘛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讨媳妇儿用点心机怎么了？你开心就好。啊，不行了，我得睡个回笼觉，在吃饭前不用叫我。还睡什么回笼觉？要不要我们出去转一转？其实这京城里也有很多瓜的，京城里的瓜可能比朝堂上面的瓜还要精彩。哎呀，赶紧出去转一转吧，也好让我收集一下能量。你又没有干什么活，每天就是杵在那里，有什么累的？你就让我睡一会儿吧，等我吃完中饭再带着你出去逛一逛，顺便把我大姐带上。我大姐经常出去参加宴会，到时候看下午谁家有宴会，带你去逛一逛。好，宴会一般都是尸骨多发地，又有瓜吃了。什么？你说他今天下午要出门？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出门。现在京城里想杀他的人不知有多少，很多贪官污吏生怕他把自己的事情爆出来，所以肯定会找机会下手的。虽然说皇上已经派了人在暗中保护他，但是难免不会百密一疏。那等会儿我要怎么拒绝他呀？突然不让他出门，也总得找借口吧？看着这一家四口把头发都要挠秃了，躲在暗处的暗卫终于忍不住现身了。那个林大人、林夫人，我们已经检验过了，小林大人身上的那个系统它有防护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小林大人，就连我们都不敢太过于靠近小林大人，所以你们就放心吧。那你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干嘛不说？看我们的戏是吗？中午，林默一边吃饭一边和系统商量去哪里玩了。其实不去宴会上面也可以，我带你去街上逛一逛，到时候别人家里的八卦也挺好听的。就不能两个都要吗？咱们先去宴会，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去街上逛一逛，两全其美啊。也不是不行，不过今天好像是谁家的宴会来着？哦，好像是长宁侯家小姐的宴会吧。我和她不怎么熟，不过她和我大姐的关系不错。宿主，还真的让我检测到大瓜了，就是长宁侯小姐的大瓜。她举办这个宴会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赶紧说一说。现在不好说，等去了宴会上面再和你仔细说吧。对着当事人说，能量能更足，而且你听的也更有代入感。我们想要听啊！你们去参加宴会，我们又不去。你们两个姑娘就这么出门也不太好，万一到宴会上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不如我带着你们一起去吧。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要脸了？你下午不是还要读书的吗？想不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大哥，吃瓜比读书还要重要是吧？行啊，那大哥就跟着我们一起去。
要不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正好我跟长宁侯夫人也有点交情，而且去参加宴会的夫人也不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还不如去和大家联络一下感情。所以你们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是吧？你们都走了，那我怎么办？在宴会上，大家看到林默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他们都知道林默和系统，毕竟这件事情皇上还是下了旨意下来的，所有人就算是知道也不能透露半点。不过林默来这个宴会是想干什么？难不成这个宴会上面也有瓜吃吗？你妹妹来了怎么不提前和我们说呀？也好让我们好好的准备准备。唉，那也得我有时间啊。果然，这种宴会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来的人都是俊男美女啊，这应该是一场高端的相亲宴吧？俊男和美女的结合生的孩子自然好看，而且又被精心的养着，这要是不好看就奇怪了。长宁侯小姐的瓜你还要不要听？要。长宁侯小姐的瓜你还要不要听？要。不是，怎么吃瓜吃到我身上了？长宁侯夫人现在正准备给长宁侯小姐找夫婿，她相中的是自己娘家的一个侄子，那个侄子吧，在外面的名声还不错，年纪轻轻也中了举，所以长宁侯夫人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干脆两家亲上加亲，女儿嫁到自己娘家也不会受到什么委屈。听你这么说，该不会是那个侄子有问题吧？怎么都喜欢亲上加亲呢？近亲结合容易生出畸形儿的，难怪有些人家生出孩子总是容易夭折。有血缘关系的表亲最好不要结合，容易祸害下一代。确实，现在很多孩子生下来之后，很多都养不大，有些本来生下来的时候好好的，养着养着身体就越来越差。原来居然是近亲结合导致的呀！是啊，所以最好不要近亲结婚。长宁侯夫人这个娘家的侄儿吧，长得人模狗样的，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渣。长宁侯夫人这个娘家的侄儿吧，长得人模狗样的，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渣。他不仅经常出入烟花场所，而且还在外面养了外室，这个外室已经给他生下2个孩子了。这个事情连他父母都不知道，瞒得可死了。所以他这是打算骗婚是吗？太恶心了吧！有些男的真的好恶心呢，也不知道在场的这些有几个人渣。就是，太恶心了。不是啊，那个人是人渣，我们不是啊。他没想到千挑万选，居然给自己女儿挑了一个这样的人。还好还没有交换庚帖，还没有定亲。要是等成婚之后再知道这些事情，那就真的完了。在场的公子们人品还是不错的，你不要因为一个人渣就牵连所有人，这只是一颗老鼠屎而已。啊，这颗老鼠屎叫做柳轩。是的，我们都是好人，我们才干不出这么渣的事情。你赶紧继续说吧，看看那个渣男还有什么更渣的操作。你赶紧继续说吧，看看那个渣男还有什么更渣的操作。确实是还有更渣的操作，他打算把长宁侯小姐娶进门，让她怀孕了之后才告诉她外室的事情，到时候一切都水到渠成了。而且长宁侯小姐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一般人为了孩子大部分都会吞了这口气的。我呸！不过那个外室也不是个好的，她生下第一个男孩后就把他的心气儿给养大了。柳轩虽然对他挺不错的，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满足于此了，所以他还勾引了这柳轩他爹，也就是长宁侯夫人的2哥。这2个孩子，大的是这个柳轩的，小的这个是柳轩他爹的。也就是说，柳轩现在养的这2个孩子，大的是自己的儿子，小的这个是自己的弟弟。林默感觉自己的 CPU 都快烧干了，这个外室有点牛逼呀！果然渣男自有天收。我感觉心里突然畅快多了，是怎么回事？渣男活该！长宁侯夫人气得两眼发昏，恨不得现在就去娘家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真的没想到这外面的人居然玩得这么花呀！长宁侯夫人父亲好像是柳翰林吧？他那个2哥
好像也在翰林院当差是吧？有时候长得老实的人做的事情可一点都不老实。也不知道柳家怎么处理那个外室，一个是孙子，一个是儿子，乱，实在是太乱了。林默和系统把这个渣男骂了800句不重样的，所有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多骂人的话。宿主，和你一起骂人实在是太爽了，我也算是真正了解到什么叫做出口成脏。哪里，我就是会一点骂人的皮毛功夫而已，和真正骂人的大佬比起来，哼，还差得远了。你确定你这是骂人的皮毛功夫吗？你这要是皮毛的话，那我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不过有成语叫做出口成脏吗？你小妹在家里是不是经常骂你们呀？我感觉她骂人骂得好熟练呢。你妹妹才骂你们呢，我小妹最温柔不过了。大哥，你这滤镜有点太深了吧？林默一个人坐在凉亭里面吃吃喝喝，没有一个人敢上来和他搭话。大家虽然对他很好奇，但是对和他交往还是挺谨慎的，毕竟谁也不想让自己的事情成为瓜。长宁侯夫人和长宁侯小姐2个已经率先走了，虽然他们是东道主，但是大家也能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大家全部都化身成了瓜田里的茶。长宁侯夫人和长宁侯小姐好像抓住了那个柳轩养外室的证据，现在正在往刘府赶呢。就算是要闹事儿，那也得寻个由头啊。所以长宁侯夫人立马就寻了一个由头。从系统的角度看来，那就是抓住了蛛丝马迹，然后直接去算账了。主人是个缺心眼，系统也是一个缺心眼，2个除了吃瓜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管，不然可能早就发现他们俩的心声被听了。嘿嘿，打上去，把那个渣男打死！姑姑表妹，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事情。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外面养外室呢？你不承认没关系，人证我都带来了，那个女人我也带来了。我府里的下人看到你经常出入一个巷子里面，所以好奇就跟了上去，结果就看到你进了这个女人的院子，2个人还没有进院子就开始亲热了，而且这女人的2个孩子都叫你爹，这种不可能是乱叫的吧？郎君救我！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女人居然是自己儿子的外室？她说自己是一个寡妇呀！混账东西！你就说你认不认识地上这个女人？这女人的2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本来还想着亲上加亲，外孙女嫁过来之后，他们肯定不会苛待外甥女，这一切都挺好的。结果没想到这个混账居然在外面养外室，居然还生了孩子。爹，你也不用表现得这么生气，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不就是想在我面前表演一下，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我很明确地告诉你们，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的。在看到柳轩出入这个女人院子里的时候，我就让人提前去盯着。你猜后来又看到了啥？爹，你身体好得很，就不用在这里演了。这个女人不仅和柳轩勾搭在了一起，还和二哥也有关系，父子俩和同一个女人有关系，真的是笑话了。这场宴会果真是来对了，不仅吃好喝好了，居然还听了这么一出好戏。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柳轩和长宁侯小姐的事情彻底的崩了，那个外室直接被送走了。至于那2个孩子，虽然系统知道那2个孩子是谁的，但是有关于家族血脉的事，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所以那2个孩子也被送到了庄子里面去了。其实衣食无忧已经很不错了，一般的普通人家还得为生活奔波，这2个孩子要是不自己作死的话，安安稳稳一辈子肯定是没问题的。一般的普通人家还得为生活奔波，这2个孩子要是不自己作死的话，安安稳稳一辈子肯定是没问题的。主要就是摊上了这么一个老娘，如果那个外室不去勾搭柳二叔，那这2个孩子血脉也不会被混淆，下场肯定会比现在好一些。
在这儿又没有认亲的技术，滴血认亲本来就不科学，所以这2个孩子真的算是被他们那个老娘给毁了。你这个妹妹，算是把柳家给毁了。柳家还有2个姑娘没有嫁人呢，你这妹妹算是毁了人家的一辈子。杨宁县主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妹妹怎么就毁了柳家2个姑娘了？分明就是柳家那个柳轩毁了他们柳家。而且我妹妹和系统的对话都是在心里对话，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你要是不愿意听，你可以不听，没有人逼着你听。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暴露出来，那害的将会是长宁侯小姐。长宁侯小姐可能会因此毁了一辈子。你可怜柳家的2个姑娘，为什么就不可怜一下长宁侯小姐呢？我记得长宁侯府和县主好像也有血缘关系吧？你放肆！你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你放肆！你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县主的身份是用您父亲的牺牲换来的，您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您这么嚣张跋扈，万一到时候连累了您父亲的名声，那就算是后悔都来不及了。这个疯女人怎么又在这里闹事？打的居然是林家的大小姐！你是生怕自己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被林默知道吗？居然敢打我大姐，你找死！我爹娘都没有打过我大姐，你居然敢打我大姐，我非得撕烂你的脸不可！用点力，用点力，左右开弓！快来人，赶紧把他们2个拉开！这2个都是祖宗啊！在丫鬟去拉林默的时候，杨宁县主抓住机会打了林默一拳。居然敢打我妹妹，你活得不耐烦了！林然在外面的形象非常好，几乎所有的美好词汇都能够放到他身上。这一下，他算是破了自己的人设了。林七本来在自家大妹妹被打耳光的时候就想冲上去了，但是被旁边的那些公子们给拦住了。女眷动手，他们这些男的要是冲上去的话，那性质就变了。君子动口不动手，3位姑娘赶紧停手吧。是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宿主，动口咬他！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杨宁县主的胸被咬住了。你妹妹果真是与众不同啊！我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女子。干得漂亮！打架就得这么打，不管用什么方法，赢了才对。哼，你打我大姐1巴掌，我打你1顿，这一次咱们就算是平了。要是你以后再敢动我大姐1根头发，我保证让你以后更惨。这就是一个疯子，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难怪林然一般不带这个林默出来玩，还有这个系统也是个疯子，居然还支招。宿主，你刚刚真的是太帅了，简直是帅破天际。哎，一般一般，世界第3。哎，一般一般，世界第3。应该不只是第3吧？排第3、第1、第2，还有人敢排吗？在这场宴会结束，都没有人敢靠近林默，林默一个人也乐得自在。我的胸好痛啊，肯定被他给咬破了。县主，你以后还是少招惹林家姐妹吧。林默现在受皇上看重，他身上那个系统也奇怪，而且皇上摆明是护着他的。你要是再去招惹他，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皇上护住的肯定也会是他。不招惹他们了，以后再也不招惹他们了。宴会结束后，林家4人一走，大家就整个吵起来了。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子这么彪悍。本来我已经觉得杨宁县主的脾气已经够彪悍了，没想到和这位小林大人一比，杨宁县主还是不太行啊。我倒是觉得这个小林大人不错，他不会主动招惹人。要不是杨宁县主打了林大小姐，小林大人也不可能对他动手啊。不过杨宁县主这脾气确实该改一改了。林大小姐的身份也不低，她居然动手打别人的脸，这嚣张跋扈的脾气要是再这样下去，不知道还会惹出多大的祸事呢。哎，我说你怎么就直接动手了呢？你看你把人家给打的，人家的父亲是为国牺牲，你就算不看在僧面，也得看在佛面吧。是他先打我姐的，他先动手的，我为什么不能打回去？反正你以后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
有很多种办法可以给你姐姐讨回公道，你却偏偏选择了最会引起冲突的一种。你现在是朝廷官员了，动手打人会给你留下把柄的，到时候有些人想要算计你，就会把事情说出来。说就说呗，反正我也不想做这个官，我在家里待着挺好的。这家伙怎么就是油盐不进呢？娘，这件事情也怪不了妹妹，主要是那个杨宁县主太嚣张跋扈了，而且就算有人追究也不用怕，这里这么多人正在呢，是他先动手的，事情都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今天也是林然第一次动手打人，还别说，真的挺爽的。宿主，我赞同你的做法，有仇就得当场报，说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都是屁话。你要真的等上10年，那你就得憋屈10年。如果能当场报仇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受这10年的憋屈？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难怪咱们俩能够搭档，原来是我们心灵相通啊！神他喵心灵相通，你们这满口歪道理倒是挺像的。林尚书听着这些事情，整个人都已经麻了。在别人的宴会上面和客人打了起来，还动口咬别人的胸，他简直都不敢想象那个画面。大人，冷静点，冷静点，这件事情是那个杨宁县主的错，是他先动手打大小姐的，所以二小姐才动手打他的。不管是谁先动的手，怎么能在别人的宴会上面打人呢？而且还是以这么下作的手段。君子动口不动手，知不知道？君子动口不动手，知不知道？当时也有一位公子说君子动口不动手，然后那个系统就让二小姐动口咬人，然后二小姐就一口咬在了杨宁县主的身上。君子动口不动手是这么理解的吗？你说这个小姐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她为什么非得跟一个穷书生跑呢？这个书生好像身上也没有什么优点吧，读了这么多年书还只是个秀才，他凭什么让漂亮姐姐喜欢他？因为这些话本小说都是一些书上写的呀，他们把自己最渴望的东西写进了书里面，所以剧情就是这样啊。切，讨厌，还不如去吃瓜呢。我说，你现在还不准备睡觉吗？明天就要早起去上班了。我说你一个姑娘家家，怎么喜欢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看看话本小说就行了，你怎么还看这种画册？在这个时代，这种画册除了洞房的时候会看一眼，其他的时间段姑娘们一般都不会碰的，好不好？你不懂，你不懂。再说我喜欢美色也是人之常情，你不知道这个画册上画的有多么香艳，人物画的有多么好看，这里面的女子形象妩媚多情，男子形象风流倜傥。虽然这个画册尺度有点大，但是也还是有剧情故事线的，我觉得比那些话本小说好看多了。是真的好看呐，要故事有故事，要剧情有剧情，要美色有美色，最重要的是有肉。那你看完之后可得把东西藏好一点，要是被你爹娘和大哥大姐发现了，一顿打肯定是免不了的。知道了知道了，等看完这一册我就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把他给我塞到马车上面去。王爷，您的腿还没好，怎么就来上朝了呢？虽然说太医已经重新把您的腿给接好了，但是您要是不好好休养的话，很容易有后遗症的。是啊，王爷，要上朝也不急于一时啊，以后的日子多的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把身体给养好。我的腿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而且这不是坐在轮椅上面吗？也不需要我动。我是真的想来见一见那个传闻中的小林大人。你们都把他描述的太神奇了，我的好奇心都已经被勾起来了。要是不来看一看，我估计睡都睡不着了。说曹操就到。行，已经到皇宫了。这位小林大人果然不同凡响，居然到皇宫了，还敢这么睡觉。
我怎么越来越感觉这些朝廷命官吵架跟街上的那些泼妇没什么两样，就差互相拽头发了。我也这么觉得。你看前面丞相的牙，菜叶子都还粘在上面呢，他是打算留着当中午饭吗？赶紧转过身来让我看看，谁愿意看你的后脑勺啊？他还以为丞相镶了一颗翡翠牙，居然是一片菜叶子呀！林默整个就是一个3D 立体环绕大笑，虽然他没有动嘴巴，但是大家都听到了他这极具感染力的笑声，这一个个哈哈哈，全部都砸进了丞相的心里面。你们3个有毛病啊！这么盯着人家的嘴巴礼貌吗？丞相大人，你要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一看吧，我们也正好告诉你那片菜叶子在哪个位置。不用了，谢谢殿下。皇上，西域想要寻求我们的庇护，就派了一个公主过来和亲。臣觉得外邦女子不宜嫁入皇室。传说中的西域美女，系统听到了没有？居然有一个西域美女要来。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女子？为什么你内心说话的语气这么猥琐？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哇，这西域美女都是能歌善舞，而且还大多数都是混血，大眼睛、高鼻梁、长卷发，超级好看。而且这一次他们送过来的是西域第一美人啊！不过这个西域美人被送过来可不仅仅是和亲哦，她是过来给皇帝戴绿帽子的。来，仔细和我说一说，皇上戴绿帽子是怎么回事？这个西域第一美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瓜？就是她是怀着孕过来的，还是她同父异母兄弟的孩子。乱伦？乱伦？她是带着任务过来的，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西域想要把她献给你们的皇帝，就算是皇帝不上钩也没关系。他们西域有秘制的药粉，只要皇帝沾上一点点就能够意乱情迷，到时候他就可以给肚子里的孩子上户口啦。这西域王子的脑子真的没问题吗？他确定是过来寻求庇护，不是过来拉仇恨的。这绝对是过来拉仇恨的，哪有寻求庇护是这么寻求庇护的？帮你的忙还要被你戴绿帽子是吧？西域国王不知道这位公主怀孕了，不然当然不可能把这位公主送过来。他是真心实意想要寻求帮助的，只不过这位公主和她的2个皇兄早就搞在一起了。这位公主知道自己怀孕后一直在遮掩，后来在得知自己要被送来和亲的时候，居然还松了一口气，而且直接打算在这里给孩子上户口。是黄色，不是绿色。这收美女还是得谨慎一些。西域不是有很多好东西吗？让他们送点其他的好东西来呗，什么辣椒、番薯、胡豆、芝麻、棉花什么的，这些都可以要啊。这可比一个西域公主有用多了。是啊，可以让他们多送一些这个东西过来，到时候把这些东西的种子全部都种上。这可比什么美女啊有用多了，这个是能造福百姓的。今天的事情你们都听见了吧？一切都按林默和那个系统说的做。那个什么公主让她原路返回，居然想让朕戴帽子。刚刚林默和系统说的那些东西全部都记下来，告诉西域使臣，庇护他们可以，但是得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到时候派几个人跟着过去，把我们这边没有的种子全都带一份过来。林尚书开完会回到家之后，看着捧着一本画本笑得龇牙咧嘴的女儿，心里那个滋味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你说这人废物吧，他有时候还挺有用的；你说他挺有用的吧，那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像是个有用的人吗？爹，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是不是觉得你女儿我今天特别好看？他就多余在这里多看他一会儿，浪费时间。经历过上一次的宴会事件之后，林默已经成为了各大宴会的红人，毕竟谁不喜欢吃瓜呢？我怎么现在一下子变得这么受欢迎了呢？嘿，
是不是上一次宴会中，我用我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他们？可能吧，毕竟他们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子，所以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猎奇心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瞧不起我？当然不是啊，我这个猎奇心理是褒义词，你可是我的宿主，我怎么可能会瞧不起你呢？哎，走，咱们赶紧去丞相小姐家的这场宴会吧，有大瓜。看好你妹妹，别让她在别人宴会上面发疯。放心吧，爹爹，我会好好的看着莫尔的。莫尔也不是那种没有分寸的人，他就是心大了一点而已。她不是心大，她是缺心眼。宿主，等会儿咱们找一个好位置吃瓜，今天的瓜特别香，而且是少有的瓜。放心吧，找吃瓜的位置，这个事情那简直就是我的强项。到了相府，居然是相府的管家亲自把他们两个给迎接了进去。看到没有，那就是林家的二小姐，上一次把杨宁县主的胸口咬破的那一个。淡定，不就是一点点小传言吗？以后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的多的是，我现在得习惯。赶紧和我说说，瓜在哪儿啊？谁身上有瓜？有瓜？见过小林大人，家父经常在家里说小林大人才华横溢，气质卓然，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哪里，丞相大人也不错，身居高位还勤俭节约，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就是，可勤俭了。上次早上还粘了一片菜叶在牙齿上面当中饭呢。系统说话的语气特别的真诚，完全让人听不出来他是嘲讽还是在夸赞。难怪那天早上父亲一回来就要刷牙，刷完之后还让家人都给他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呀。勤俭节约是这么用的吗？他们发现这个小林大人总是会把一些成语典故乱用。大家赶紧里面请吧，今日这个宴会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宴会，就是把大家请过来一起玩一玩而已。快点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瓜了。丞相府的瓜一定很香。赶紧开始吧，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丞相府香喷喷的瓜了。坐在人群中，本来想一起看戏的丞相府公子小姐们满头的雾水。我们举办宴会是想让你们来吃别人的瓜的，我们顺便蹭一蹭。嘿，这怎么还吃上我们的瓜了呢？这几位公子小姐此刻头脑风暴中，他们家应该没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也没有贪污过吧，应该没有吧。来，今天给你介绍的瓜是百合瓜。百合瓜？你是说丞相府有女的恋情？这在这里呀，叫做魔镜之好。你们干嘛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可没有什么魔镜之好。赶紧说，你就别卖关子了。哎呀，冷静点儿，听我慢慢说，这个事情还挺复杂的呢。还挺复杂，那是个怎么复杂法？这件事情跟丞相夫人有关。丞相夫人年轻的时候和李娘亲并称为京城双姝，被他们迷倒的公子和少爷不知道有多少。他们迷倒的不仅有公子少爷，也有一些女子，其中就有一位女子深深地爱上了丞相夫人。丞相夫人嫁人之后就很少出门了，那位女子对夫人思念之极，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她选择给丞相做姨娘小妾，这样就能每天见到丞相夫人了。而那位女子就是丞相府的二姨娘。林默三观炸裂了。她选择给丞相做姨娘小妾，这样就能每天见到丞相夫人了。而那位女子就是丞相府的二姨娘。林默三观炸裂了，其他人内心也爆炸了，特别是丞相府的几位公子小姐。众人心里现在就一个想法：丞相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自己居然引狼入室了吗？感觉丞相是个大冤种，是怎么回事？那丞相夫人跟二姨娘也是两情相悦吗？丞相夫人不知道二姨娘喜欢她，二姨娘平时表现的也比较内敛，所以是二姨娘单相思。唉，单相思，
这个二姨娘就有点深情了呀。丞相府的公子小姐们听到是二姨娘单相思，那个心一下子就放下去了。二姨娘没有生育孩子，丞相府的这几个公子小姐，大公子、大小姐和二小姐是丞相夫人生的，二公子和三小姐是三姨娘生的。林默现在是真的觉得这个二姨娘付出的有点太多了，这个暗恋太绝了，为了喜欢的人居然给喜欢的人的丈夫做妾。你说丞相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了吗？他这算不算是引狼入室？这些年一直有一头狼在暗暗地盯着他夫人，光是想一想都觉得鸡皮疙瘩起来了吧？皇上，现在不是幸灾乐祸的时候，咱们也得做好准备呀。您看丞相府就这么几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皇宫中的女子有多少呀？整个后宫之中除了太监就是女子了，您也得想一想这回事儿啊。虽然他的妃子不怎么多，加上这些伺候的宫女，后宫之中的人数那也不少呀。越想皇帝越觉得心慌。你说你对得起我吗？我看你可怜，把你纳进府里，结果你觊觎我的夫人。难怪这么些年二姨娘天天黏在夫人身边，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一天到晚都在夫人这里。她还挺得意的，自己的妻妾相处的这么和睦，这肯定是和自己有关呢，是自己把妻妾教育的如此之好。结果呢，自己的妻妾相处的这么和睦，这肯定是和自己有关呢，是自己把妻妾教育的如此之好。结果呢，我是喜欢夫人，我在14岁的时候就喜欢夫人。夫人精彩绝绝，风姿卓越，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嫁给你。你说你有哪一点好呢？你不就是占了一个男人的身份吗？如果我是一个男人，那我绝对不会让夫人受一点委屈。这么些年我跟在夫人身边，我也满足了，要杀要剐随你。大人，二姨娘在家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求大人饶她一命。父亲，求父亲饶二姨娘一命。三姨娘刚刚进府的时候，二姨娘怕她和夫人作对，所以就花了一些心思获得了她的好感。对于夫人生的孩子，她是视如己出；对于三姨娘生的孩子，她也对他们非常好，主打的就是不让人跟夫人作对。行了，我也不追究你了，你继续在府里待着吧。只要你对夫人一片真心，对孩子也细心关照，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吧。不过我可警告你，以后跟夫人相处给我注意点分寸，绝对不能和以前那样一天到晚黏着夫人。这是我夫人，不是你夫人，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的身份。你看前面那个大人的屁股一缩一缩的，他该不会是想拉屎了吧？你看的还真挺仔细的，前面那个是御史大夫，不过他不是想拉屎，他是痔疮犯了。某个想拉屎的官员松了一口气，还好，说的不是他。系统查了一下御史大夫的事迹，还挺波澜壮阔的，整个就是一个治医书。你们有病啊，干嘛全部都盯着我的屁股啊？10人9痔，我有痔疮不是很正常吗？你们有病啊，干嘛全部都盯着我的屁股啊？10人9痔，我有痔疮不是很正常吗？瞧瞧这紧绷的屁股，御史大夫平时锻炼应该还不错呀。怎么感觉这些官员们越来越变态了？是怎么回事啊？不过他也好想看一下御史的屁股呀。御史大夫年轻读书的时候，喜欢在蹲茅厕的时候看书，一蹲就是半个小时1个时辰，然后就把痔疮给蹲出来了。这一下子就开始了他的痔疮之旅。不过这几10年基本上没什么用，昨天又吃了一顿刺激的，所以今天就犯病了。果然，
上厕所得速战速决，有痔疮实在是太难受了。人家是胸怀大志，你是屁怀大志。也幸好御史大夫没有龙阳之好，不然这个屁股怎么办了？你要是敢出声，我戳你屁眼！太尉大人真是豁出去了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太尉这个样子，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听八卦呀。说的好像你不喜欢似的。孔子，有没有治痔疮的什么药啊？万一我大哥或者我爹也有这个毛病的话，那我作为妹妹和女儿也得帮帮他们呢。我谢谢你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方子，最简单的自然就是割掉咯，但是割掉之后也难保不会复发。不过有一个槐花、地榆、白头翁、白芷还有蒲公英能够治疗痔疮，外敷内服都行，缓解症状。还有一种海棠花也可以，具体的我这里也没有查到什么，毕竟我又不是什么医术宝典。不过不想屁怀大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久蹲或者久坐。比如你们上面的皇帝，他这天天坐着的最容易得痔疮了。不过他好像也有痔疮。不是，我招你惹你了？你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来了？连皇上都有痔疮，那说明这个病确实是不太好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你们干嘛都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又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病。哎，大家这是关心你，这要是不小心碰着你了，把你弄痛了，那作为同僚那多过意不去啊。是啊，你看皇上都这么关心你，还给你派了一个太医回去给你看一看，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太尉大人，刚才那一巴掌我可记住了。不能久蹲，不能久坐，那我可以久躺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件事情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呢？铁童，小林大人我是不是聪明绝顶啊？真不愧是你啊！赶紧坐起来，你爹和你大哥来了。下个月就是万寿宴了，是圣上的生辰，文武百官都会送一些东西给皇上的。你这段时间好好的准备准备。这皇上不应该什么好东西都有了吗？我就算是送什么都送不过来，我直接送他一个大瓜吧。这皇上不应该什么好东西都有了吗？我就算是送什么都送不过来，我直接送他一个大瓜吧。一个女孩子家家送皇上东西，最好可以体现自己的心意的，不需要太贵重的，只需要心意到了就好。心意呀，这个好像对他来说更难呀。人家小姐们会写字，会画画，会刺绣，他什么都不会呀。宿主，我记得你好像会木雕吧？要不你雕一个木雕吧，这个总能体现自己的心意了吧？对啊，我的雕工可是一流，谢谢你提醒了。这丫头什么时候会雕木雕了？他们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啊？第二天一上早朝，林默的心声就把自己给出卖了。木雕啊，确实是一个能够体现心意的好礼物。这林家丫头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手艺。别睡了，别睡了，我说一个新的瓜，让你精神精神吧。别睡了，别睡了，我说一个新的瓜，让你精神精神吧。是一个巨大的瓜，只不过这个瓜稍微有点味道。什么瓜？什么瓜？赶紧说。今天这个瓜是太师的。老头子，我好像没有招惹过你们俩吧？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居然来揭我的短呐！是的，现在满朝堂的官员最怕的就是被林默给点到。他们吃别人的瓜吃的是挺开心的，但是这件事情不要牵扯到自己身上。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太师尿裤子啦！尿裤子啦，裤子啦，死啦！太师白眼一翻，差点晕过去了。时刻待命的太医取出自己的长针，就往太师的穴位上面一扎。大人，放宽心，放宽心，年纪大了失禁，
也正常。还好啊，太师没有晕过去。皇帝给太子和2位皇子使了一个眼色，要不你们还是让我晕过去吧。怎么会尿裤子呢？该不会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吧？年纪大是一方面，可能主要是做梦了吧。我检测搜索了一下昨天晚上太师说的梦话，他好像一直都在找厕所，后来好像还找到了厕所。这个系统为什么连别人说的梦话都能知道呢？而且你为什么要管我尿不尿裤子呀？这满朝堂这么多人，为什么你非得挑我？做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找厕所，而比找厕所更恐怖的是，厕所找到了。是这么个道理。我小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梦，梦里也在找厕所，而且还找到了。为什么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没有发现尿床呢？那是因为我半夜起床给你换了裤子，还让人换了床铺。好吧，原来不是他没有尿床，而是哥哥在替他负重前行。我告诉你啊，不仅太师尿过床，大理寺少卿上次还拉过粑粑在身上。怎么又说到我身上来了？怎么又说到我身上来了？哎呀，谢谢你接替我承担了这个重担，这个好，我记住了。可是我并不想要替你承担这个重担啊，自己的担子自己挑，知不知道？我并不想负重前行。这难道就是他们国家的肱骨之大臣吗？连屎尿都控制不住的肱骨大臣，你赶紧说一说，大理寺少卿是怎么回事？就别卖关子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前段时间他不是拉稀吗？你也知道，在拉稀的时候任何一个屁都是不可信的，他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那个画面感，我顿时就想象出来了。想不到大理寺少卿这么严肃的一个人，居然还有过这样的丑事。你们说这个国家还有救吗？请皇上明示。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臣子连屎尿都控制不住，这件事要是传到其他国家去，那不是给他们乐大发了？你说你们也真的是，做梦的时候就不能做一个好梦啊？放屁的时候就不知道犹豫一下吗？皇上，做梦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至于放屁，谁知道这个屁放的是实的还是虚的？跟在皇上身边这么多年，自从那个小林大人上朝之后，这每天真的是笑话不断。如果说笑一笑10年少，那他绝对可以长命100岁了。最后皇帝还是把这2个人给训了一顿，还给立下了一个规矩：晚上做梦不管找没找到厕所，千万不要上厕所。放屁的时候千万得多加思索。爹，我又犯什么错了呀？我今天好像也没有干什么事情吧？可是他今天一起床就去上朝了呀，这才刚刚下朝，在朝堂上面他也很听话的，一句话都没有说，没有张嘴说，所以干嘛要把他关在门外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你今天就给我在外面好好的反省反省。今天一连揭露了2个朝廷重臣的丑事，有些事情吃瓜你不是这么吃的。也幸好太师和大理寺少卿是正经人，要是其他的奸臣，那非得找机会暗杀你不可。主要是他现在看见他就眼睛疼心口疼，他也需要好好的缓一缓了。既然你爹爹不让你进去，那我们不如在街上逛一逛吧，正好吃一吃其他的瓜，搜集一下能量。可是我这个衣服不太方便在外面行走啊。那就在外面买一件呗。你带钱了没？没有。得了，居然有人出门不带钱。哎呀，这也算是一个奇人啦。哎呀，就穿着这一身衣服走吧，咱们又不是去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就是在街上逛一逛而已。一个8品小官的官服，硬生生的被他穿出了状元郎春风得意的气质。人家说宰相门前7品官，咱们家2小姐这官位还不如宰相门前的门房呢。她怎么能把这衣服穿得这么嘚瑟的？
林默现在在京城也算是知名人物了，没走2步，居然有人把他给叫住了。小林大人今日倒是好闲情呢。这人的长相倒是还行，就是这穿衣打扮吧，花花绿绿的审美有点糟糕。这人怎么穿的跟个花孔雀似的？他难道不觉得自己这一身辣眼睛吗？我数了一下，他这一身起码有5个颜色，活脱脱的孔雀开屏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大理寺少卿的儿子魏正安。这个人倒是不错，就是脾气有点暴躁，审美有点差。什么叫他的审美差呀？他的审美超级好的，懂不懂啊？哎，别生气，别生气，你跟他计较什么呀？你爹在他身上都没有讨到好，你主动凑过去干嘛呀？魏公子好啊，大理寺少卿大人现在应该还好吧？其实林默就是很正常的关心了一下大理寺少卿，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毕竟在朝堂上面吃瓜，也是他自己在心里和系统吃瓜，他也不知道其他人能够听到呀。他就是想为自己老爹出一口气。今天在朝堂上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老爹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他不行啊。结果没想到他一露面，林默就给了他一个暴击。孔子，你说这个花孔雀审美不好，是怎么个审美不好法？具体和我说一说呗。这个花孔雀，他就喜欢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你是不知道，他院子里的丫鬟长得那叫一个奇怪，都可以开个奇珍馆了。正安，等会儿我们要不去你家吧？你们给我滚！你就是传闻中的那个林默，哼，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他现在居然这么出名了吗？居然还成了传闻中的人？哪里，传闻中的还不至于，就是当朝唯一的女官罢了。你们可以叫我小林大人。不是，你这人是听不懂话里面的语气吗？我这话是在夸你吗？你这理解能力好像有点不太行吧？你这人是听不懂话里面的语气吗？我这话是在夸你吗？你这理解能力好像有点不太行吧？苏主，人家好像不是在夸你，他好像是过来找茬的。过来找茬的？我好像还没得罪过什么人吧？除了那个什么县主。哎，正安，你冷静一点，你忘记皇上下的旨意了？我看他们现在还挺忙的，要不我们先走吧，就不打扰他们谈恋爱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人家在谈恋爱了？人家只是在说悄悄话而已。你看这个地方是多么好的私会场地，有哪个人和我一样闲的没事儿会走这个小巷子？还有这个花孔雀，你不是说他是来找茬的？我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来找我的茬？所以我肯定是打扰他们谈恋爱，他才过来找茬的。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居然无法反驳。你有毛病啊！你从哪里看到我们这是在谈恋爱了？哎，不是，这人这么气人的吗？他每天去上朝，难道没人想打他吗？我也算是第一次体会到了眉目传情是什么意思。走吧走吧，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正好我肚子饿了，我们去酒楼吃饭吧。你有钱吗？你就去酒楼吃饭？难不成你打算吃霸王餐？这人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他？林默肚子又饿又好奇这个花孔雀的那个奇珍馆，最后想到了一个万全的办法。在回大理寺少卿府的路上，花孔雀一脸的生无可恋。小林大人果真是学识渊博呀，也就是小林大人之前不在京城中露面，不然这京城有名声的才子才女中一定有您的一个。就是，谁以后要是说小林大人的坏话，我跟谁急？哎呀，还是要谦虚一点的。我的文采虽然不比我大哥大姐低，但是作为妹妹还是得让着他们的。我这人吧，不是那种体验派、努力派，我啊就是天赋派。天赋派是认真的吗？天赋派是认真的吗？这人刚刚诗性大发，给他们做了一首诗，说用诗去换取大理寺少卿府吃饭的机会。本来他们还挺期待的，但是下一秒听着这人嘴里说出来的诗词时，
他们简直怀疑自己平时学的那些东西和他说的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一样的了。天上的白云呐，它好像一朵棉花糖，甜甜蜜蜜，缠缠绵绵，我一口就能把它吃掉。你说大理寺少卿府那些丫鬟长得到底有多奇怪啊？我能一边吃饭一边去看他们吗？是啊是啊，我们也想一边吃饭一边看。你是把我家当什么了？应该可以吧？你和花孔雀说一下，让他院子里那些丫鬟过来伺候你们吃饭不就行了吗？孔子，你跟在我身边的时间久了，倒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果然近朱者赤啊！有一个自大又自恋的宿主该怎么办呢？确定这不是近墨者黑吗？你怎么把这个混世魔王给带回来了？你是还嫌我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吗？他怎么知道这个人居然会这么厚脸皮呀？不仅听不懂好话赖话，还硬跟着要来他家，居然还觊觎他的丫鬟。大人好，夫人好。如果能够忽视林墨的心声，那他看起来确实是挺乖巧的。花孔雀他娘长得可真好看，温温柔柔的，怎么花孔雀就是这副德行的？说的还挺形象的，儿子每天打扮的确实像花孔雀。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遗传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不是肚子饿了要吃饭吗？花孔雀家的伙食还不错的。原来是过来吃饭的。林尚书都不管女儿的吗？瞧瞧这孩子，连朝服都没有换。林尚书对这孩子也太不关心了吧。饿了吧？正好你们来的是时候，落座和我们一起吃饭吧，也尝尝我家和你家的饭菜有什么不同。林墨眼睛发亮地盯着夫人，盯得大理寺少卿和花孔雀心里都有点不安了。这混世魔王喜欢的应该不是女子吧？林墨眼睛发亮地盯着夫人，盯得大理寺少卿和花孔雀心里都有点不安了。这混世魔王喜欢的应该不是女子吧？哎，那他这个眼神是怎么回事啊？这花孔雀干嘛呢？干嘛要拦着我看漂亮阿姨？你这心思还能表现得再明显一点吗？林尚书到底是怎么教的女儿？怎么看女子的眼神还这么色眯眯的呢？小林大人喜不喜欢看才艺？不如我让一些丫鬟过来表演一下才艺吧，正好一边吃饭一边看。哇，居然真的有才艺表演，是漂亮姐姐吗？不知道啊，比起漂亮姐姐，我更喜欢看她院子里的那些小姐姐。我想知道那些小姐姐究竟能长成什么样，才能让这审美这么奇葩的花孔雀看中。花孔雀，你过来一下。哦，不好意思，喊错了啊。正安，你过来一下。原来大理寺少卿也叫他儿子是花孔雀呀，这也太巧了吧！你的笑声还能再大一点吗？哎，不是，这花孔雀是从哪里找到了这么多这样的人呢？这些小姐姐们长得可真是特别啊，不过也不是很难看，虽然有一种怪诞的美感。确实是有一种很怪诞的美感，不过这种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不被接受的。要不怎么说这花孔雀的审美很奇特呢？和其他嘲笑他们长相的人相比，林墨是真的很和善了，而且还叫他们叫小姐姐。在外面，一般人都是叫他们叫怪物的。要不是公子把他们带回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死了。你不是叫人过来表演才艺吗？怎么把你院子里的那一群人给叫过来了？你是想要把林墨给吓回去吗？这个家伙是冲着我的婢女们来的，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来咱们家？我的这些婢女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爹，你不能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们。宿主，咱们在外面收敛一点吧。你这个样子就像是戏文里说的那种纨绔子弟，还是强抢民女的那一种。坐姿豪放，吃饭豪放，还有这个眼神儿，哎呦，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你不懂，在外面可看不了这样的表演。小姐姐们在外面，咱们根本就见不到，所以现在看一眼少一眼。而且小姐姐们跳舞也很好看呢。你看花孔雀这个样子，
下一次要来他们家蹭饭，可能就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看个够本儿。而且我也不是白看的，上一次你不是搜寻医书搜出来一个治拉肚子的药方吗？到时候咱把药方留下给大理寺少卿。能不能把我拉肚子这个事情过掉？这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你还提？要不是你在这个早朝提起来，我都快要忘记了。哎，来，小林大人，我们敬你一杯。作为女子，在朝堂上面还是挺辛苦的吧？不用想就知道有诸多不便。啊，确实是有点辛苦啊，这上朝真的是太累了。啊，确实是有点辛苦啊，这上朝真的是太累了。小林大人，好像上朝也没有干过其他的事情吧？不，你不懂。对于我来说，只要走出我的房门，多走一步我都觉得累。你们说，我爹干嘛非得让我去上班啊？我都在家里躺了这么多年，再给我多躺几十年又怎么了？再说，我大姐也可以去上班啊。未来家里的一切有哥哥姐姐顶着，再以后有侄子外甥顶着，就让我当一个废物姑姑、废物小姨不好吗？瞧瞧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哥哥和姐姐都还没有婚嫁，你就惦记了他们生的孩子来养你。你这个姑姑小姨做的可真好。宿主，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又不是在家里，这是在别人家。我就要说，我得跟皇上提议一下，早朝的时候给我安排个椅子。我觉得信王殿下的轮椅就很不错。我看你怕不是要上天啊？人家信王殿下坐轮椅是因为腿还没好，要不然皇上把他的龙椅给你坐坐。小林大人别喝了，你现在已经醉了，不能再喝了。不要拦着我，接着奏乐，接着舞，我还能继续喝。还接着奏乐，接着舞呢。哎呀，你现在这个样子，估计都回不了家了。我都能想象到你回家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了。4人混合双打，那肯定是跑不了了。小林大人，你先在这里歇一歇，稍微缓一缓，等会儿我就让人把你给送回去。不用，怎么能麻烦你们送我回去呢？我带了坐骑，等会儿啊，我骑着孔雀回去就可以了。哎呀，早知道在你刚喝酒的时候我就应该提醒你了。你不该客气的时候挺客气，该客气的时候又不客气，你居然还想骑着别人的儿子回去，造孽！这宿主是在人家一家人头上蹦迪呀！你居然还想骑着别人的儿子回去，造孽！这宿主是在人家一家人头上蹦迪呀！这位小林大人，请你看清楚一点，我是个人，不是你的坐骑。他也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了。怎么我的孔雀还会说话呢？它成精了吗？你们看，我养的孔雀成精了，它居然会说话了。不行，我得骑回去让我爹看一看。快把它给我控制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为什么不跑啊？他满头的头发都被这个人抓着呢，他能跑哪儿去啊？不要这个头了吗？虽然遭殃的是自己儿子，但是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很好笑。不要拦着我上天，我可是天上的仙人，是不能站到地上的，不能沾凡尘。按道理说，一点普通的酒应该不至于让人醉成这样啊，都把人看成动物了，还想上天？你又偷我的酒，你又偷我的酒！这坛酒在树底下埋了10年，而且是烈酒，一般人根本就受不住。你看看，把人家给醉的。系统也无语了，他就说宿主就算是喝醉了，也不至于不认人呢。上一次上房顶醉成那样，都还认得自家老爹和哥哥呢。你干嘛要踹我的坐骑？你自己没有坐骑吗？这哪是你的坐骑，这分明就是我家的坐骑。请问我能当个人吗？他以后再也不穿的这样花花绿绿了，
实在是太伤人自尊了。他本名叫魏正安，好不好？这个名字多好听啊！他才不是什么花孔雀，更不是什么坐骑。系统，这个坐骑真的不是我的吗？不是你的，这真的是人家的，还是人家亲生的。你干嘛一直盯着他看呢？你干嘛一直盯着他看呢？你一个人怎么可能生出一只花孔雀？所以你是妖是不是？这一顿饭吃的是真的划得来，难怪现在家里的父兄都特别喜欢去上早朝。这要是他们也喜欢去呀。赶紧让人把他给我送回去。我的坐骑，就先放你们这里养着，等我有时间了再来接他。你才是坐骑的，我是个人，人知不知道？想不到这邻家丫头喝醉之后这么好玩啊！那天她来皇宫，也可以让她稍微喝点酒。我看她下一次会把谁当成坐骑。皇上，你可别这么想，喝醉的人是没有理智可言的，万一他把您当成了坐骑呢？那还是算了吧，他还是喜欢当个人。你们别拉着我，我还能喝。小林大人，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啊，这条狗有什么不同吗？爹，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不是过来接我的？只希望林尚书不要知道这件事情，不然他都不敢想象这家伙会被怎么揍。小林大人，你清醒一点，这是一条狗，不是你爹。你爹在家里等你呢，快把人给送到马车上面去。默默，这不是你爹，赶紧上马车回家了，你爹在家里等你呢。这怎么就不是我爹了？你看这眉眼，这长相，这分明就是我爹。你看这毫无波澜，又带着一点嫌弃的眼神，除了我爹，还会有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爹也知道你爹是这么看着你的呀，但问题是这只狗这么看着你，你觉得正常吗？连狗都觉得你荒谬了。走走走，赶紧上马车，我爹还没吃饭呢，我要把他带回去吃饭。这是夫人养的狗，小林大人要是把狗给带走了，等会儿我们怎么和夫人说呀？哎呀，就这么和夫人说吧，不然能怎么样？你今天把我赶出去这件事情，特别让我伤心。不过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了。清醒一点，宿主，这是一条狗，你说你把它认成你爹就算了，你还要把它带回去，你是生怕自己不挨揍是吗？像是在证明系统说的话是对的一样。开门，开门！我们把小林大人给送回来了。这是个什么操作？二小姐怎么把一条狗扛在肩膀上？能和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这条狗是怎么回事？小林大人在我们府上和我们大人夫人公子一起吃饭，后来就有点喝多了。这条狗是我们夫人的，所以他去你们那里吃饭，还抢了一条狗回来。爹，你怎么在家里啊？我不在家里能在哪里？和你一样在外面喝醉吗？你应该在我怀里啊，我怎么有2个爹呢？你跟逆女，你说谁是狗呢？爹，小妹喝醉了，你就不要和她计较了。是啊，爹，小妹现在连人都认不清了，还是先让她去休息吧。小林大人家这热闹程度啊，也没比他们家的好到哪儿去。他们家公子爱搞事情，小林大人也爱搞事情，估计林尚书和他们大人也挺有共同语言的。有时候不作死，就真的不会死。这一条狗做爹，这估计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了。爹，你别怕，我保护你。你给我闭嘴吧你！老天爷呀，为什么世上会有这样的女子？这也太好笑了吧！快把这件事情告诉皇上。这丫头可真的是真的开心果呀！还好有小林大人在，不然今天皇上的怒火肯定不会这么容易消。来，把朕的那条长毛犬
送到灵府去。论损，还是皇上您损呀。把林默揍了一顿后，皇帝送过来的这条狗也到了。皇帝这是真的把他们家的事情当成好戏在看呢，可能真的是这个酒的度数太高了吧。林默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皇帝还特别贴心的让他今天好好休息，不用去上早朝了。你没事儿吧？昨天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你别难过了，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能怎么样呢？而且昨天你爹也把你揍了一遍，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抵消啦。这件事情能这么抵消吗？能不能这么抵消，今天中午就知道了。淡定点儿，淡定点儿。系统说的对，昨天我爹就已经把我揍了一顿了，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过去了。今天应该顶多是把我骂一遍。还不给我滚进来！你干嘛呀你？你居然还真的滚进来！系统，你不懂，这代表了我的诚意。我爹看到我诚意这么好，也不会计较的。给我站起来！你看你这样成何体统？昨天你居然去别人家喝酒喝醉了，还抢了人家的一只狗。你瞧瞧你做的这些，都叫什么事儿？这狗哪来的？该不会是我昨天抱过来的吧？你昨天抱过来的那只狗已经送回去了，这只狗是皇上送过来的。他听说了你的事情，所以送了一只狗过来。连皇上都知道昨天的事情了？不只是皇上知道，现在京城里的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了吧？花孔雀是个大嘴巴，在林默走了之后，他就和自己的那些朋友出去喝酒了，然后把自己家发生的事情全部都给吐槽了一遍。林默本来在京城中的名声就挺大的，现在就更大了。林默本来在京城中的名声就挺大的，现在就更大了。你看看你做的这些好事儿，以后在外面绝对不许喝酒，知不知道？你一个姑娘家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幸好是在大理寺少卿家里喝醉，要是在酒楼喝醉，谁送你回来？你还把人家夫人的狗也顺了回来。你要是喜欢狗的话，我们给你买一只就行了呀。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在外面一定不喝酒了。我的天哪，我还喝个屁的酒啊！我喝个酒，喝的连皇上都知道了。我该不会是成为别人吃的瓜了吧？应该是的呢，你昨天给我贡献了不少的能量。其实我觉得你不去吃别人的瓜也可以，我可以吃你的瓜，收集能量。咱们是不是好搭档了？林默今天没有去上朝，朝堂上是真的少了好多的乐子，皇帝也没有人可以帮他缓解心情了。林默今天没有去上朝，朝堂上是真的少了好多的乐子，皇帝也没有人可以帮他缓解心情了。这些人都没有林家丫头那么好用，就是招待使臣的这么一件小事就能够吵起来，真要他们还有什么用？皇上，那些小国之人来咱们国家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要试探咱们的实力，所以这件事情还真的不太好办呢。大人们也算是尽心尽力了，皇上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吧。宿主，你给皇上雕的那个木雕怎么样了？还有大半个月人家就过生日了，你这还没开始吧？林默一下子就清醒了，也不知道这个丫头雕刻的手艺怎么样，不过都要雕刻东西给我做礼物了，这手艺应该不会差吧？完了，要不是你提醒我，都快把这件事给忘了。真不愧是你呀！你们这个皇帝生日还搞得挺声势浩大的呢，有很多小国家会过来给他拜寿，好多好多的瓜呢。好多好多的瓜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是到达了一片瓜田吗？要不现在你和我说一下呗？好多好多的瓜，你先给我说一个吧。好吧，为了防止你打瞌睡，我先跟你说一个吧。
说一个西江二皇子的卦吧，他好像明天就要到了。西江二皇子，众位大臣还是有点印象的，毕竟这位二皇子也算是人中龙凤，而且还是西江皇位有力的竞争人选。这个是小妈文学呢，西江二皇子和你们国家的二皇子不一样，你们国家的二皇子在房事上面是个木头，那个西江二皇子玩的可花了，还睡了他老爹的贵妃，贵妃生下的那个小皇子是他儿子。连系统都说你房事木，你到底在这方面能木到什么程度啊？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西江二皇子的瓜你等会儿再说，现在先说我们这二皇子的吧。你说的房事上面木是怎么回事？是时间短还是不行？你说的房事上面木是怎么回事？是时间短还是不行？谁不行了？你不行，我都不可能不行。时间是够的，也挺行的，但是太过于死板了，姿势也太匮乏了。你是不知道，这二皇子妃和2个侧妃是怎么在后面吐槽他的。这3个人不管谁和二皇子睡了，第2天准会开一个吐槽大会。但是怎么做到的？3个女人都对他不满意，不是说男人天生就会吗？其实主要原因就一个，二皇子不愿意学啊，他总觉得自己很厉害，身上有种莫名其妙的自信，然后一个姿势用到头。你是不知道，这二皇子妃是怎么说他的。他说嫁给二皇子这么多年，其他的没学到，但是在演戏方面的能力那是直线上升。不过二皇子这样也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啊？二皇子本人现在已经快要羞愤欲死了，太子和3皇子怕他当场情绪失控，所以死死地抓着他，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影响他们吃瓜，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影响他们吃瓜。二皇子凭借一己之力，让二皇子妃和2个侧妃成为了一派，直接断绝了宅斗，厉害吧？现在这3个女人每天要应付的就是二皇子，他们甚至还私底下交流演技，甚至还互相推脱。二皇子妃怀上第1个孩子的时候，他简直是想放鞭炮庆祝，因为后面他就不用侍寝了。二弟，没事，只要不是不行就行了。在这件事上面，你可以多学一学。哥哥我收藏了挺多孤本，等下朝了，就让人送几本给你，你好好的学一学。是二哥，你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3位嫂嫂着想吧？人家天天和你演戏多累啊！你们俩现在能别讲话吗？能不能让我自己好好的一个人静一静？你怎么能在这件事上不行呢？之前成婚的时候不是让人送了图册给你吗？你多好好的学一学不行吗？人家后宅在宅道，他的后宅倒好，一致对外，这个外也就是二皇子。想不到二皇子居然是这样的人，从外表看不出来啊。可不是嘛，上一次你还说3皇子是一个笑面虎，他们这兄弟几个都是表面上精明，你别看太子现在看着稳重的很，其实私底下玩的可开放了。所以今天主打的就是吃皇家的瓜是吧？孔子，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和我说说太子是怎么个开放法吧。我记得太子身边好像就只有1个太子妃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侧妃侍妾。3个皇子好像也只有2皇子有侧妃。我说的开放可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意思，我是说太子和太子妃玩的花样开放。你是不知道他们玩的花样有多么开放，他们和2皇子简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太子还收藏了很多的孤本，起码几大箱子吧，而且他还会学习哦。造孽呀！维持了这么多年的稳重形象，现在一下子崩塌了。想不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太子，我这2个儿子为什么就不能稍微平衡一下呢？一个玩得太开放，一个不会玩，真的是愁死了。觉得太子和2皇子他们2个应该互相结合一下，太子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去引导一下2皇子啊。让太子去引导2皇子，所以你是想让他们搞基？龙阳之好，
那他们两个之中可要不得呀。孔子啊，我发现我真的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的思想居然这么开放。我有说让他们俩搞基吗？你刚刚不是说让太子引导一下二皇子吗？这个意思不就是搞基吗？两个儿子长得都挺好看的，要是在一起也挺养眼的吧。想着想着，他的思绪就放飞了。哎，不行，这可是他儿子，不能乱想。其实皇室也不是没有龙阳之好的人，宣德帝的叔叔，也就是先帝的兄弟之中，就有喜欢男人的，而且还为了男人放弃自己的身份，和那个男人隐居山林。皇上，您在这时候发什么呆呀？底下的林默开始跟系统解释，他不是让太子和二皇子搞基，只是想让他们兄弟俩互相帮助。长兄如父啊，作为哥哥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弟跟妻子房事不和吧？你们说是吧？哎，行了，你别再说了，你越说我越不理解了。反正我大概懂这个意思就行了。你还要不要听西江二皇子的瓜？正经人太子、二皇子、三皇子一脸兴奋地站在下面吃瓜，吃自己的瓜哪有吃别人的瓜香呢？那个西江二皇子和你们的二皇子完全就是形成了其他的反差，他也是属于玩的开放的那一种，但是不像你们太子这么专情。这系统应该是在夸他吧？他也觉得自己很专情，他只爱太子妃呢。所以这个西江二皇子就只睡了那个贵妃吗？嘿嘿，不，除了他的亲娘，他把自家老爹的后妃基本上都睡了一个遍。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老爹的喜爱呢？因为他老爹的后宫全部都是他的女人，这天天枕头风吹着，他老爹肯定觉得这个儿子最好啊。林默现在已经三观炸了， CPU 也炸了。这个西江的二皇子也太牛逼了吧！就算是在现实世界的历史之中，你翻阅上下5000年的历史，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呀。请问他的肾还好吗？这位二皇子的年纪有多大？他老爹后宫的妃子有多少？这位二皇子今年28，他老爹后宫的妃子一共有123位，哪像你们皇帝这么寒酸，就那么几个。这又关我什么事啊？我虽然妃子就这么几个，但是我没有被戴绿帽子呀，还是被自己儿子戴绿帽子。哎呀，不过也能理解，你们皇帝连内裤都缝缝补补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养得起这么多妃子？哦，他今天穿的是一条新的红内裤，上面还绣了一只猪，非常漂亮。有些人实在是没忍住喷出来了，但喷到一半就得忍住，毕竟不能暴露自己。林默就没有这个顾虑了，他的笑声回荡在这个大殿之中，如雷声一般。也不知道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笑出这么浑厚的声音。这个系统说的这条内裤好像是我送的，我让人给自己做，结果被人给拿错了，送了过去。这多大个人了，你还在内裤上面绣小猪，还是红内裤。西江虽然没有你们国家大，但是人家真的挺有钱的，而且他们那边盛产玉石和各种宝石，等明天你就知道了。那个二皇子身上叮叮当当全部都是金器和宝石，看起来可富贵了。这一趟出使你们国家，这个二皇子也是为了自己的声望，能代表国家出使其他国家，这可见他现在在西江的地位有多高了。可不嘛，都是他睡出来的。说的好听点儿，是他把他老爹的妃子给睡了；说的不好听一点儿，那就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那些妃子为他说好话的机会。不容易啊，也不知到底是谁被谁睡了。人家贪图那个二皇子的身体，这个二皇子就图别人的一句话。我感觉还是他亏了。他想让后宫的那些女人帮他说话，那肯定得又说好话又出力气的伺候那些小妈，这费的心神可不少。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女儿？她为什么会懂这么多？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女儿？她为什么会懂这么多？大家虽然觉得林默的想法很出格，
但是这话怎么又听着挺有道理的呢？这一天早上吃的全部都是皇室的瓜，还别说啊，皇室的瓜吃的就是香。殿下，这个是太子殿下让我送过来的，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个是三皇子殿下让送过来的，他还让我给您带了一句话：学无止境。二皇子殿下，这个是皇上让人送过来的，他说让您不要丢他的脸，有事没事的时候好好的学一学。其他的大臣也送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过来，甚至连滋补身体的东西都有，主打的就是一个齐全。你们有毛病吧？送这些药材过来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身体没事啊！为什么会这么难啊？我记得你雕木雕不是雕的挺好的吗？平时没事的时候，你不是还给自己雕了很多千奇百怪的东西吗？比如你床下的那个鸭子。那不是鸭子，那是天鹅。比如你床下的那个鸭子。那不是鸭子，那是天鹅。啊，你桌子上面的那个应该是狗吧？挺像你家里那条长毛犬的。不是，这是狮子。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狮子吗？系统突然觉得自己提议他雕木雕这个事情有点不太行，这完全就雕的换物种了呀。要不你还是换一个礼物送吧。你这个木雕雕的好是好，就是有点抽象。你是抽象派的艺术家，不过抽象派的艺术家开始都是不被理解的。我就知道，最了解我的人是你。我也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家，只不过理解我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唉，那个，你好像抓错重点了吧？我的重点是抽象派，不是艺术家。他怎么感觉这个宿主脑子时不时的聪明一下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该聪明的时候不聪明，不该聪明的时候瞎聪明。其实林默在现代的时候脑子还是转得挺快的，毕竟要生活要生存嘛。可是在这个时代生活了10几年，摆烂了10几年，可能脑子就生锈了吧，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样。既然要做一个艺术家，那就不能半途而废，我一定会雕出一个完美的作品的，绝对让皇上满意。这一天的时间，林默居然真的老老实实的在房间里面干活。你这雕的是什么东西啊？大姐，物种都变了，你要是把这玩意儿送上去，我真怕你被砍头。你不懂，我这还是一个半成品，等完成品你就知道有多漂亮了。现在虽然有点不太好看，但是雕好之后就好看了。你确定雕好了之后就好看吗？你是认真的吗？半成品也不会把物种给转换了吧？你雕的是皇帝还是人类始祖？难不成皇帝在你眼里就这个样子啊？难不成皇帝在你眼里就这个样子啊？没想到那个丫头居然还真能沉下心来雕木雕啊！哼，我倒是想看看到时候她能送我一个什么东西。说真的，宣德帝对这个礼物还挺期待的。每年过生辰，其实文武百官都会送他很多礼物，有贵重的，有体现心意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贵重的东西，皇帝都让人偷偷拿出去卖了，来填补国库。那些体现心意的倒是能留下来，因为那些也卖不出去，所以他的私人库房里全部都是一些心意。说真的哈，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是没谁了。林尚书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自个儿夫人林默有没有搞事。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默儿就只会天天搞事情呢？默儿今天可听话了，一回来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再也没有出来过。听说是在雕刻送给皇上的礼物。那你们知道他雕的是什么东西吗？有看到过吗？那你们知道他雕的是什么东西吗？有看到过吗？没有啊，不过外面的丫鬟们听到了默儿一直在夸奖自己，说自己是什么艺术家什么的，所以应该他雕的还不错吧。算了，不管那个丫头了，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天上午那个西江二皇子就要到了。
怎么办？要是其他国家的人也能听到林默跟那个系统的对话怎么办呢？那明天稍微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反正明天迎接外国使臣，小林大人也需要在场。爹，这是你的活儿，你自己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把我带上？今天难得一天不用上朝，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的休息休息吗？你以为我愿意带你去啊？还不是皇上让我带你去的。李大人也得过去记录，你作为他的下属，肯定得跟在他身边呢。我警告你，等会儿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不然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警告你，等会儿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不然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哪儿不安分了？我每天都是安安分分的好不好？每天上朝，他基本上一句话都不说的那一种，每天乖乖的站在旁边，这还不安分吗？你的嘴巴是没说话，但是你的心理活动倒是挺精彩的。哎呀，没事没事，等会儿我给多说几个话，你就精神了。林尚书的手一抖，差点把林默给甩出去。爹，你就算再看不惯，也不要把我甩出去吧，我好歹是你亲生的呀。你要不是我亲生的，你现在就已经飞出去了。来了来了，他们外邦人的毛发这么浓密的吗？这个二皇子不是才28岁吗？比咱们太子的年纪大那么一点儿，可是为什么我看起来他像是30-40岁了呢？而且看他这大胡子，我总感觉他身上臭臭的。你的感觉没有错，这个西江二皇子已经半个月没有洗澡了，确实身上快臭了。不过他用香料都给盖住呢。希望那个二皇子听不到这小混账的话，不然两国的和平就完蛋了。希望那个二皇子听不到这小混账的话，不然两国的和平就完蛋了。李公公也做了伪装跟在身后，他要探查的就是这个外国人能不能听到林默和系统的话。乌尔见过各位大人。林尚书作为礼部尚书，直接开始和这个二皇子对接，两人你来我往的互相试探。皇子，我爹和这个二皇子眉来眼去的，在干什么呢？还靠得这么近，他难道都不觉得这个二皇子身上臭吗？小心我回去把他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这件事情告诉我娘。小林大人呐，这件事情可不行乱说，那是你亲爹呀。应该不会吧？你爹很爱你娘的，这个西江二皇子也喜欢美人，不喜欢美大叔。至于他们为什么表现得这么亲密，可能只是客套。不过看对方使臣的脸色，他们好像应该是听不到这小林大人和系统的对话。李公公还故作听差了的去问了一个人，有没有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那个人疑惑的摇了摇头，哪有什么女子的声音啊？在场的除了后面那个小矮子不知道是男是女，其他的不都是男人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李公公一下子就放心了。看来只有他们国家的人能够听到这小祖宗的心声啊。听不到就好，听不到就好，听不到的话，那优势就在我们身上了。以后只要是有使臣出现的地方，都把那个小林丫头给我薅过来，就算是她没什么用，也得让我们多听几个其他国家人的笑话。完了，皇上现在是越来越不正经了。乌尔参见皇帝陛下，陛下万岁。系统，你说这个二皇子长成这样，他是怎么把他那122个小妈给吸引的？靠床上技术吗？还是说他那些小妈喜欢他不洗澡，喜欢他毛发多啊？所有人都看向了三皇子。茶水太烫了。毛发是挺多的，居然还不爱洗澡。这么多毛发又不洗澡，难怪他们那边盛产香料，是为了掩盖臭味吧？西江二皇子总感觉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可是他一转头就发现这些官员们都是在各看各的，没有人看的。不对呀，难道是他感觉错了？
好险呐，差点被发现了。毕竟是来给皇帝过生日的，所以西江还带了不少礼物过来。主要是把这些东西全卖的话，应该能卖不少钱吧？我也觉得。哦，你们皇帝之前过生日，臣子们送的那些东西他基本上都卖掉了，除了些卖不出去的还在他的私库里放着，其他的都变成银子交到国库里去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皇帝真的是个好皇帝，就是忒穷了。二皇子远道而来，也辛苦了，要不先下去休息吧。今天晚上给你们办一个接送宴，也见识一下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多谢皇帝陛下体恤。早就听闻大雍朝地大物博，不管在什么方面都颇有建树。之前我虽然也来过这里几次，那也都是来去匆匆。今日总算是能够体验一下大雍朝的风土人情了。听闻皇帝陛下的3位皇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我们国家的男子自幼习武射箭，在武艺方面比较看重。皇帝陛下的3位皇子武艺应该也很好吧？不如晚上的时候我和皇子们比试一下，也正好见识一下皇子们的风姿。这就开始挑事情了是吧？可以让二皇子和他比，老二对老二，完美。不过在比试之前，可得让这个西江二皇子先洗个澡，气味攻击这可来不得。对，不管怎么样，得先让他洗个澡。半个月没洗澡了，人都臭了。到时候比试的时候，皇子们都不敢动手打他，这打到他身上多脏啊！大哥、二哥，晚上的时候要不你们上吧？你也知道我的武艺没有你们好，在才华上面我可以和他比一比，但是在武艺方面我还是不上去献丑了。你说反了吧？咱们3个人中就你武艺最好，至于你的才华，那估计是仅你自己可见吧。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伤我心呢？还是不是好兄弟了？既然西江二皇子都这么说了，那晚上就这么办吧。只是不知道你想和我哪位皇儿比试？老二，让老二对老二。怎么这话听起来这么怪呢？林尚书站在旁边已经面色如土了。尚书大人也不要太过于担心，皇上知道小林大人是怎么样的性格，不会和小林大人太计较的。但愿吧。说真的，他早就已经把全家人的坟地给选好了，是一个特别好的风水宝地。有一个这么爱闯祸、这么爱看戏的小女儿，他可不得为全家人的未来做好打算吗？你不要污蔑我好不好？我才不会乱杀人呢，更何况是这么一个开心果。早就听闻太子文韬武略，不如今天晚上就让我和太子比一比。不是说让老二对老二吗？怎么这人突然挑中太子了？他的身份是二皇子，他不应该也挑二皇子吗？咱们太子的武艺怎么样？还可以，和这个西江二皇子不相上下吧。不过力气可能没有他的大，最好能一巧取胜。系统，今天晚上你帮忙找破绽，帮忙想办法，然后我吼出来告诉太子。他们也没有说不能场外援助啊。放心吧，我绝对帮忙找破绽，让你们太子干了他。干了他，还是不必吧。有了系统的帮忙，那今天晚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这林家小丫头虽然平时行事放荡不羁了些，但还是挺关心国家的。哼，不错不错。你要不去提醒一下，让那个什么二皇子洗个澡？虽然他在武艺方面和太子不相上下，但是加上这毒气攻击，那攻击力可是直线上升啊。那个什么二皇子，麻烦你晚上参加宴会的时候洗个澡，你身上的味儿有点大。毁灭吧！西江二皇子被他这一嗓子喊得直接在门口绊倒了。不必答谢我，我也只是好心提醒你一下而已。这人还挺有礼貌的，居然还朝我跪了下来。他们国家道谢都这样吗？林默觉得自己刚刚发挥的特别好，嗓音洪亮，语气真诚，不然这个人怎么可能会跪下呢？
肯定是被他真诚的提议给感动了呀。干嘛呢？干嘛呢？人家这么感动，我和人家聊两句怎么了？想不到大庸朝居然还有女官啊！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小姐，生的倒是花容月貌。西江二皇子要是没什么事情，就先退下吧。你说这林尚书是怎么养出这么一个跳脱的女儿的？明明他家的大儿子和大女儿的性格都是端方稳重的，怎么这个林默是这样的性格呢？林默应该是他们夫妻俩亲生的吧？说什么呢？林家三兄妹长得这么像，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林默虽然性格跳脱了一些，但是在长相上面还是没得说的。只不过他这气质经常会让人忽略他的长相。我这屌炸天的气质绝了，是不是？系统，晚上你可得细心一点啊！咱们这边只能赢，不能输。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太子输的。哎呀，这西江的二皇子居然还偷偷拿了暗器，他脚上的鞋子那里插了一把刀，可以伸缩的那种，太阴险狡诈了。皇帝和大臣们的脸色也变了，皇帝担忧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太子肯定地和皇上点了点头。太子殿下，请吧。这已经不知道是我第几次感慨这个二皇子的长相了。他们这边的女人口味都这么重吗？喜欢这种类型的？我觉得他的那些小妈们可能是平时没见过男人，所以才会对他这么宝贝。毕竟和一个老头子相比，熊他们估计也是可以接受的。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正打算和你说呢。他老爹后宫里的那些女人，确实是平时没有见过男人，物以稀为贵嘛。更何况这个二皇子的资本还可以，把他们伺候的也挺周到的。看台上的太子和西江二皇子很快就打了起来。西江二皇子主打的就是一个力道十足，太子的身子就很灵活。眼看着那个二皇子的一拳要打过来了，下腰躲过，太子劈叉躲过。皇帝和众位大臣都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你们不是要转系统的话吗？系统说的好像是下腰，你说的是劈叉，这两个动作完全不一样啊。太子一个侧身躲过了西江二皇子的一拳，西江二皇子阴狠的眼神看向了看台下的林默。你谁的眼睛大是吗？你的眼睛可没有我大。你们不是要转系统的话吗？系统说的好像是下腰，你说的是劈叉，这两个动作完全不一样啊。我刚刚说的好像是下腰吧，你说的是劈叉。哎呀，一样，反正都可以躲过那一拳。你不觉得劈叉的观赏性更高吗？哎，抓住他的脚，拖他的鞋，抓住他的脚，拳打他胯下。太丢脸了，为什么会这么丢脸？西江二皇子整个一个瞳孔地震，然后腿一软，身子立马放低。太子的这一拳打到了他的小腹上，可惜没有打爆他的蛋呢，可惜了。系统现在都觉得自己这个宿主有点凶残了啊，不对，这不是有点凶残，这是极其的凶残呐。太子殿下的身手果然不同凡响，不过这样未免有点胜之不武了吧？底下那位姑娘一直都在干扰。呸！他胜之不武？你都带暗器了，我为什么不能够场下指导？而且，就算是真正的在战场上，提醒一下怎么了？技不如人就技不如人，最讨厌你这种了，还要给自己找个借口，把责任都推到其他人身上，不要脸！技不如人就技不如人，最讨厌你这种了，还要给自己找个借口，把责任都推到其他人身上，不要脸！对，不要脸！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要留一个大胡子了，因为他不要脸。说的没错。可以这么理解的吗？本来就是一场小小的比试，有输有赢很正常。既然比试结束了，那就算了。等会儿还有歌舞宴会，西江二皇子还是歇一歇吧。现在他算是明白了，这个国家的人就是会拉偏架的。这个熊真的是太讨厌了，他要是当了他们国家的皇帝，那肯定会搞事情。你放心吧，他当不了他们国家的皇帝了。
赶紧说，赶紧说，是不是有新的大瓜？我刚刚搜索出来的，这个二皇子他根本就不是他老爹的种，现在他大哥已经找到证据了。他们国家这么乱的吗？刺激啊，太刺激了！这个二皇子的娘和别人偷情生下了他。今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他娘跟那个人偷情的时候，被他那个老爹抓个正着，捉奸在床。而那个奸夫就是这个二皇子的亲爹。大皇子本来就一直在调查二皇子的事情，这一下子就抓住证据了。应该过不了2天，那个大皇子就会过来了吧？现在他们国家那边挺混乱的。乱，真的是太乱了。这位小姐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官职是什么？能做到这么靠前，官职肯定也不低吧？敢惹小林大人，我们就静静的看你下场。这个西江二皇子的胆子可真大，居然敢惹这混世魔王。还有不知道这混世魔王的能力，咱们就静静的看着就成了。我是我爹亲生的。我问你是什么身份，谁管你是不是你爹亲生的？我的身份就是我爹亲生的呀。回答的对，你的身份可不就是你爹的亲生女儿吗？没错。所有能听到他们对话的人，低头的低头，喝酒的喝酒，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鼻孔都撑大了。宣德帝抬头望天，硬生生的把眼睛里憋笑憋出来的眼泪给忘了回去。他就知道小林大人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瞧瞧这完美的回答，你是不是在故意嘲笑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急了，你看他急了。哎呀，他还急得放了个屁。他生气是靠屁股出气的吗？你们人类居然还有这种构造？才不是，就他一个，我没有嘲笑你啊。不过你要是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二皇子想要干什么？难不成还想要和一个小姑娘计较不成？就是，都28了还欺负我一个过3个月才满16岁的小姑娘，不要脸！哎，殿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别忘了我们是过来干嘛的，我们是过来寻求大庸的帮助的。只要有大庸的支持，那回去之后做什么都容易多了。可是他们欺人太甚，那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你给我消停一点吧！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挨打？没事，你爹把你控制住了，我可以帮你喊，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挨打。混世魔王有时候啊，还真的挺不错的。既然是过来寻求帮助的，那就得夹着尾巴做人，总不能来找别人帮忙还趾高气扬的吧。这一场宴会，林默直接把这个西江二皇子气得螺旋升天。知道这个西江二皇子不能拿他怎么样，他就吃着吃着就过来犯贱。我是我爹亲生的，亲生的女儿呢。这小混蛋根本就控制不住他。林默现在这么肆无忌惮，也是因为发现了皇上在这种小事上面对他那真的是放纵的很，而且皇上的脾气也很好。是的，我的脾气真的非常的好啊。你又喝酒，在这个场合你喝什么酒啊？闭嘴！这个场合我开心喝点酒怎么了？而且我爹在这儿呢，我爹在这里，还担心什么？呵呵，我感觉你要玩。呵呵，你爹不要你了，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吧？皇帝及其所有的大臣全部都僵住了。呵呵，你爹不要你了，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吧？皇帝及其所有的大臣全部都僵住了。宿主，你消停一点吧，你这样是真的会被打的。这丫头有时候是真的看起来挺欠揍的，也幸好是在自个儿家，别人不敢动手。要是在别的地方，这要是不被打死才奇怪了。林尚书看着自家这个糟心玩意儿，已经不想管了，反正只要保证他不被人揍就行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这小祖宗什么时候这么礼貌了？宿主该不会是被什么上身了吧？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礼貌啊？有什么问题你问吧。林尚书看到他的动作，突然觉得太阳穴一跳，心里有了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
你又不爱洗澡，身上体毛又这么重，还长这么多胡子，那你是不是身上会长虱子？你的胡子里面会长虱子吗？虱子会咬你的嘴巴吗？你又不爱洗澡，身上体毛又这么重，还长这么多胡子，那你是不是身上会长虱子？你的胡子里面会长虱子吗？虱子会咬你的嘴巴吗？小林大人的关注点果然与旁人不太一样，佩服佩服。哪里？哎，真不愧是你呀，宿主，难怪你要和人家拉开距离。要是我都想打你。你赶紧回答我的问题啊！你说好了回答我的，你该不会说话不算数吧？我没有虱子，胡子里也不长虱子，虱子也不咬我的嘴巴。怎么和他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呢？这位小姐，我敬你一杯。咦，你的手指甲里怎么还有泥呀？不是和你说了，参加宴会之前要洗澡吗？你洗了没？洗了，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手指甲。哎呀，他的手指甲还真的挺脏的。宿主，这杯酒不能喝，脏。这个宴会是他们参加的最好笑、最刺激的宴会。以后有这样的宴会，都把这个小祖宗请过来参加吧，太好玩了。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拿酒杯手还这么抖啊？身体不好就要去看大夫。我们大雍朝的太医医术可好了，等宴会结束之后，你可以去看一看。宿主，他好像不是有病，好像是被你气的。切，这就生气了？我是正常的和他聊天对话好不好？我每一句话都说的特别的真诚，你也看到我真诚的脸了，真诚无敌。你给我滚！不要在我面前站着！二皇子，冷静一点，不要和女子计较啊！他进化了，终极进化。什么进化了？宿主，你在说什么呀？他不是发疯了吗？怎么你说进化了？数码宝贝终极进化，人熊兽，人熊癫狂。这个我知道。你见过人熊兽吗？这世上有这么一种动物吗？没见过，不过应该就和这个西江二皇子现在这个样子差不多吧。你说的好像有道理。最后这个西江二皇子是被太医一针下去才让他安静的。我不要走回去。那你要怎么回去？让人把你抬回去吗？爹，我要坐你脖子上回去，就和小时候一样那种。你认真的？万万使不得呀！你爹的脖子会给你做断的。旁边偷偷看戏的官员们已经快要笑疯了。林尚书，孩子难得提一回要求，要不你还是答应他吧。你们家中孩子也没有比我家这个大多少吧？要不回去你们也让他们骑一骑？算了，惹不起呀！你这么大一只，你是真的想要了你爹的老命是吧？我爹风华正茂，我怎么就要了他的老命了？小时候我也这么骑过他的脖子，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是啊，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看你女儿多么期待，赶紧让她骑骑吧！赶紧给我起来！你小时候那才几岁，你现在已经快16岁了。爹，虽然你的脖子不能让我骑，那你趴下吧，我骑你的背上，你爬回去。爹，虽然你的脖子不能让我骑，那你趴下吧，我骑你的背上，你爬回去。这个小林大人真是难得一见的人才啊！你们猜林尚书会怎么带他回去啊？让他骑脖子上，还是让他骑背上？应该会拎着他的领子走吧。早朝的时候，林尚书就经常这么带他过来的。我觉得应该会爬回去。大胆想象，这位小林大人身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发生的呢？爹，你赶紧趴下呀，我们早点回家。宿主，你可真的是一个大孝女，孝死的那种。那当然了，我最孝顺了。这糟心玩意儿啊，还不停地让他趴下，然后他还要骑着他回去。爹，快点趴下，
到时候你爬的时候爬快一点，说不定回家还可以赶上娘的夜宵。周围的人已经快要笑疯了，要是自己家有这么一个女儿，那真的是会被气死。但是别人家有一个这样的女儿，那真的是太好玩了。他们简直都不敢想象尚书府每天会有多热闹。爷，这样我很不舒服的，等会儿我会吐的，我不要自己走回去。你要是不愿意自己走，那我就把你扔在这里，让你自己在这里睡一晚。爷，你不爱我了。明明小时候我就可以坐在你脖子上，骑在你背上，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你为什么不愿意趴下驮着我回去？因为我还想要我这张老脸，要我这条老命。我又没有要你的命。你骑在我脖子上就是要我的老命，要我驮着你回去就是要我的老脸。爹在这里干这么多天也不容易了，你就稍微体谅一下我吧，别让我在这把年纪把脸丢尽了，行不行？果然儿女都是前世的债呀，还好我不会生孩子。林尚书对他家的孩子居然还挺好的，居然还在孩子小的时候陪他们这么玩过，不错不错。赶紧把二小姐带回去，晚上派一个人守着她。喝醉的人要好好照顾，万一晚上呕吐挡住了口鼻，那就危险了。这是怎么了？今天的宴会举办的成功吗？木耳没有惹什么事情吧？林尚书呵了一声，回想了一下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觉得最刺激的估计就是今天晚上了。不过以后估计还会有更刺激的事情吧。我就知道有那丫头在场，事情就不会很简单。但是又有点莫名的好笑，是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宿主又给我贡献了不少的能量，我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自产自销啦。林默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大中午，对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接受得很良好了，毕竟又不是第一次醉酒了。宿主，你今天怎么这么正常？上一次你醉酒醒过来之后，那叫一个要死要活，你今天该不会是受刺激了吧？一回生二回熟，这有什么刺激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是说你的酒量吗？一回生二回熟，这有什么刺激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是说你的酒量吗？不，我说的进步是这一次我没有要骑别人的儿子回来。可是你要骑的是自己的老爹。我说你好好的一个朝廷官员，行为举止能不能不要这么猥琐？我这不是怕爹出现吗？他要是知道我醒了，肯定会揍我一顿的。昨天晚上宴会发生的事情，今天已经传遍了，大家都在开这件事情的玩笑。林尚书，怎么没有驮着你女儿出来呢？小林大人在家里应该也挺无聊的吧？不如尚书大人把她带出来玩一玩。他是坐骑吗？还驮着那个玩意儿。西江二皇子自从晚上回去之后，现在整个人都病了，大家根本就不能在他面前提林默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他就发疯发癫。你看你把人家给刺激的，人家一听你的名字就发狂。你看你把人家给刺激的，人家一听你的名字就发狂。听到我的名字这么激动的吗？那我给他的印象也太深刻了吧。一般在小说话本里的这种发展，他可能会觉得我这个女子与众不同，然后会慢慢的越来越关注，最后会对我情根深重，情难自已。你第一世的时候也这么自恋吗？当然不是，可能是因为第一世被压抑的太久了，所以这一世我才要爆发呀。我发现什么都不如发疯发癫摆烂来的爽快。你看我现在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自在，根本一点都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算了，跟精神不正常的人说不来。林默去上早朝的时候，获得了万众瞩目的目光，大家都非常和善地和他打招呼，一口一个小林大人，把他叫的心里简直美滋滋。
你不就是一个八品官员吗？而且还是一个摸鱼岗，为什么大家都对你这么好，这么尊敬？你不就是一个八品官员吗？而且还是一个摸鱼岗，为什么大家都对你这么好，这么尊敬？肯定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们呀！我现在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是的，是的，小林大人的人格魅力真的非常的强大，我们都被小林大人的人格魅力给征服了。皇上，西江二皇子现在的病情有点严重啊，一个姓林的都不愿意见。上次您派过去的林太医，更是直接被他赶了出来呀。皇上，就算是人要出事，也不能在我们国界里面出事啊。这个心理素质真的是太差了。宿主，我觉得可能是你太颠了的原因。那就换一个太医过去，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派人把他给送回去。还有小半个月就到皇上的生辰了，那个西江的大皇子能在这个时间段赶过来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朝相反的方向走了，他现在都快走到西戎了。不是，这个大皇子怎么不认路呢？这个大皇子手底下就没有一个会认路的人吗？有是有，但都是一些拍马屁的啊。那个大皇子昨天还把他手底下的人都给毒倒了。他们不是在外面风餐露宿吗？那个大皇子为了表达自己对属下的体恤，所以亲自煮了一锅菌菇汤，后面所有人都中毒了。今天早上是被山庄的猎户给发现的，要是再晚一步，估计要全军覆没啦。二皇子不是亲生的，大皇子是这个德行，总感觉西江药丸是怎么回事啊？系统，赶紧来个大瓜，来醒醒神儿，太无聊了。好，我就等你这句话了。请问你想吃本国的瓜，还是外国的瓜？外国的。本国的吧，外国的人我都不认识，等他们来了再吃也不晚。这几天我搜集了好多个大瓜，首先给你讲讲太尉的吧。完了，被小鬼盯上了。你也有今天。完了，被小鬼盯上了。我告诉你，太尉的屁股被人盯上了。林默感觉啊，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瓜呀。系统，赶紧仔细说来。哪个变态会盯上我一个半老头子的屁股呀？还要不要点脸了？前段时间京城不是闹采花大盗吗？那个采花大盗跑到了太尉府上，不过他走错院子，走到了太尉的院子。太尉那时候刚洗完澡，撅着屁股在那擦水呢。那个采花大盗没有看清楚这是个男还是女，但是他看清楚了太尉的屁股。这一下他就见了梦中情骨，白皙漂亮，细腻圆润。不过因为被太尉府的护卫过来巡逻了，所以他就跑了。他还以为自己进的是太尉府哪个小姐的闺房，现在他正准备找是哪位小姐呢。你说这太尉的屁股是有多么完美啊，居然能让采花大盗一见倾心，太厉害了吧。我看太尉的长相也不是那种白皙娇嫩的呀。其实他身上的皮肤还是挺白皙娇嫩的，他原本的底子不错，只是自己不注意保养罢了。他那3个女儿的皮肤都很好，都是遗传的他。虽然黑了一点，但是好像还真的挺光滑的。太子给三皇子使了一个眼神，三皇子嘿嘿地笑了笑，然后伸出了自己蠢蠢欲动的手。大哥，你想干什么？你要傻老三干什么？太尉大人的屁股确实很圆润。哎，大哥，你干嘛让傻老三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哎，太炸裂了吧！那我不是好奇吗？而且我身为太子，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我可是正经人。说好了，放我3天假期。3天假期都重要，不就是摸一下太尉的屁股吗？又不是摸老虎的屁股，就连父皇的屁股都摸过。再说了，男人之间互相摸一下怎么了？又没有少一块肉，你们说是吧？忍住啊，忍住啊，一定要忍住！
一定不能御前事宜。你说这个采花大盗多少岁啊？长得好不好看啊？刑部的官员立马开始竖起耳朵听着。这个采花大盗是一定得抓住的，所以必须得听清楚采花大盗的长相特征。啊，对，他们才不是好奇呢，他们这是在办案。长得不是太丑，也不是太好看，身高和你差不多，但是非常的瘦。他因为身材娇小，经常会扮成女子出入各种场合，而且也会装扮成女子来给自己搜寻目标。那这人太矮了吧？是啊，太矮了吧，和一个15岁的丫头差不多高，难怪可以装扮成女子。现在已经有女子去衙门报案了，估计这件事情大臣们也会很快知道的。而且今天晚上那个采花大盗就已经决定要向太尉府下手了，他还打算把太尉府的3位小姐一起抢走，到时候再慢慢的查，反正这3个小姐个个长得花容月貌，全部抢走也行。而且现在他已经向太尉府发出了通知，太尉一回去之后就会知道的。这人也太恶心了，去干坏事之前还要先和别人通知一下吗？他这边未免也太自信了吧！混账东西！系统，我有办法了。这个采花大盗最先看中的不是太尉吗？那就先让3个小姐躲起来，让太尉去引诱那个采花大盗。苏主，你是认真的吗？你想要太尉大人光着屁股去引诱采花大盗？太辣眼睛了！我本来以为我的脑回路已经够惊奇了，没想到你居然比我更加惊奇。我什么时候用太尉光着屁股去引诱采花大盗了？我是想让他男扮女装而已，然后以背影去引诱。所以有什么区别吗？你们这一人一桶，不愧是能够玩在一起的，半斤8两。大人，小林大人的这办法其实是很不错的。反正那个采花大盗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是在您的那个院子，那他晚上来的时候肯定也会先来那个院子。您放心，我们会在外面把一切都部署好的，您只需要把人拖住，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把人拖住，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你们是故意的吧？万一那个采花大盗杀人不眨眼怎么办呢？我们会安排人在您身边保护您的，而且今天晚上我们打算向陛下申请小林大人辅助，有他在一定没事的。既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采花大盗看中的就是太尉大人的屁股，那肯定要把这个露出来才能够引诱他呀。所以身上只需要穿一件薄纱就行。你也要顾虑一下太尉大人呢，人家40多岁的人了，活了这大半辈子也不容易了，你好歹得维护一下人家的脸面啊。系统难得做了一次人呐，不对，他好像本来就不是人。所以我的办法是让太尉一人出击，以身诱敌，在床上击杀采花大盗，我们所有人都不出现，这样不就维护了太尉的脸面吗？不过太尉这件事情也算是给他们长了一个教训，以后洗澡的时候绝对要把门窗关紧，最好还要让人守在那里。宣德帝现在心里就一种想法，今天能不能去太尉府看抓贼，最好能看到太尉亲自去引诱那个采花大盗，这样的场面可是难得一见呐。我居然觉得你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你要不等会儿下朝之后，我找机会和太尉大人说一下。不用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下朝的时候，林默直接被他爹给提走了。为了太尉不被气死，所以还是赶紧把这个丫头给带走吧。这该怎么办呀？这贼人为什么会盯上我们家呀？别害怕，有我在呢。等晚上的时候，你们就找个地方好好的藏起来。今天晚上刑部那边会派人过来抓贼人。下午那些官员们陆陆续续都到了太尉府，林默也乐呵呵的自己过来了。你们这看戏的样子有点太明显了吧？我等会儿就要陷入危险之中了，你们居然还这么轻松的过来看戏。我感觉他们好像都已经准备好了呀。今天这个采花大盗
必定落网。不过怎么来的人这么多呀？看来太尉在朝中的人缘还不错，大家都很关心他。如果太尉用我的方法，那绝对会抓住采花大盗的。美人计也是36计之一呢。大人，衣服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等会儿您就梳妆打扮，脸上黑一点没关系，等会儿多敷上一些粉就行了。我有说要男扮女装吗？你们不要给我乱来呀！哎呀，这已经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难道你不想早点把这个采花大盗给抓住吗？你愿意一直有一个人觊觎你的屁股吗？只要今日的计谋成功，那你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屁股了。我怎么发现你们这些人是真的越来越不正经了？我以前那些正经的同僚都哪里去了？想不到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人居然这么多，看来我也很适合查案办案呢。有点期待太尉穿女装是什么样的。不过最想看的还是他的屁股，他能不能把屁股给我再看一眼？就一眼。估计不太行，在这里露出这样的隐私部位是要负责的。你又没有实体，你也不想要一个长胡子的老婆吧？上一次看到太尉的屁股你是蹭的，所以不需要负责。要是这一次再看的话，那你就要负责了。那还是算了。我要找到老婆，一定要是一个美系统，绝对不能是一个长胡子的40岁男人。瞧瞧人家这身材，想不到太尉大人居然还有如此姿色，不错不错。也不知道我爹扮上女装能不能和他比比。我爹的脸比太尉大人好看，身材也比太尉大人高大，估计穿上女装之后也不会太像女人。你看就看，干嘛还要牵扯到我身上？背影挺好看，希望转过来之后不会吓人。应该不会吧？不过我觉得太尉的屁股还要再翘一点，他就是要把他的屁股展示出来才好，不然人家怎么可能会认得出是他？太尉大人能不能把身体转过来让我们看一下？要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可能会做到如此地步啊？要不然你还是转回去吧，咱们就当一个背景美人就行了。我的个天哪，为什么会这么割裂？为什么他会这么像一个人妖？他简直比李公公还要李公公。请问你礼貌吗？我还是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背影美人呢，希望采花贼不会被吓死。不过被吓死也不错，至少咱们的目的达到了。那咱们就得看太尉大人的发挥了。就像你说的，让咱们太尉大人变成进击的太尉。大哥，没想到太尉大人打扮起来看背影居然还不错呢。那肯定啊，能让采花大盗一见倾心的背影和屁股，那能普通吗？首先普不普通我不知道，但是我们3个人蹲在门口真的好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和父皇一样躲在人群中呢？这3个家伙也来了，不是让他们好好的在宫里批奏折吗？哎，那个采花大盗已经来了，而且已经扮成女子进到太尉的房间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啊？我也需要时间搜寻的。没事没事，等会儿就太尉发挥了。反正这个太尉府已经被围住了。美人儿，我来了。你说你叫这么多人来又有什么用呢？他们都没有认出我。为了防止林默的心声被人发现，所以大家给他安排到一个特别安全的距离。林默特别感动呢，以为这是大家对他的照顾。我去，太尉开始演戏了，这演技可以啊，居然还真的把那个采花贼给引诱上了床。真的要上演进击的太尉了吗？这个画面光是想象都有点刺激啊！美人儿，你赶紧转过身来呀！虽然你的背影也很美，但是我也想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美人儿，我也知道我的名声在外面不怎么好，但是我愿意为你放弃了外面一大片花丛，为你浪子回头。那我可真是谢谢你了。愿意为你放弃了外面一大片花丛，为你浪子回头。那
那我可真是谢谢你了。外面的系统把这个采花贼的语气模仿的那是惟妙惟肖啊！我的天哪，太尉大人的魅力居然这么大吗？还没有露脸就能让这个采花大盗浪子回头了？其他人简直都不敢想象里面那个画面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办？我真的好想过去看一看啊！可是我爹真的是太碍事儿了。没事没事，我过去看也一样，我给你转述就行了。太尉动手了，太尉抓住了那采花大盗的命根子。你是谁？我的美人哪儿去了？你赶紧把手给我放开！外面的人哗啦的一下冲了进去，林默也趁乱跑了进去，林尚书硬是没拦住他。太尉大人果然是男中豪杰啊，扮得了女装，抓得了贼，厉害！你们这些官员好不要脸，居然还男扮女装！我看中的那个美人到底是谁？我看中的那个美人到底是谁？你身边的这位就是你的美人啊？难道你看她的背影没有认出来吗？你说你这采花贼呀，眼神是真的有点不太好，是男是女都没有认出来。得亏我们太尉大人智勇双全，这一下就把你给抓住了。脏了，我的手不会染上病了吧？我居然从没想过他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男扮女装已经够惊奇了，他居然还能够更不要脸。可能是被小林大人给影响的吧。你看她一个姑娘家，站在那里一点都不害羞，那笑的那个样子，真不知道以后会嫁给京城里的哪位公子。京城里估计没有能够配得上她的人。他们好像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呀。不过这个奇葩应该没有人敢娶吧，不然分分钟把你家的事情全部给抖露出来，让你成为全京城的热点。系统，你说太尉大人男扮女装这件事情，明天会传遍京城吗？我觉得会，京城里的那些富贵人每天都闲得很。你看你每次出事情，不就传遍京城了吗？太尉马上就要顶替你，成为京城中的名人啦。想不到我顶流的位置居然也被人挤下去了。没事，这个位置就让给他吧。我怎么感觉这个位置马上就会被你给抢回来呢？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林默被皇帝赏赐了一个苹果，他开开心心地咬了一大口，然后这一下就尴尬了。苹果卡在我的嘴里了，我的牙卡在苹果里拔不出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你说你苹果咬一口这么大的干嘛？现在好了，卡住了吧？我就从没见过人吃苹果还能卡住的。小林大人不要动，等会儿就可以把你的牙给拔出来了。小林大人不要动，等会儿就可以把你的牙给拔出来了。李公公小心翼翼地把苹果那个边给切了下来。你居然对着一个公公流口水，你还是不是我的那个宿主了？妈呀，千万控制住啊！你才对着公公流口水呢，我这嘴里塞着苹果，口水兜不住，怎么好好的一句话被你说出来味道就变了呢？你是智障系统吗？丢人啊，丢人！过了好一会儿，林默才被解救出来。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这么急，慢条斯理。小林爱卿，这个苹果又没有人和你抢，你看其他人怎么就没有被卡住啊？谁说没有？他们虽然没被卡住，但有人把牙给磕掉了，现在还含在嘴里呢。谁？完了，又有一个人要身败名裂了。怎么办？怎么这个苹果这么硬啊？皇上这是从哪里找来的苹果呀？往你左前方看一看，那个好像是司农大人。司农一个慌张，直接把嘴里的牙齿喷射了出去。然后站在他前面的人只感觉到后脖梗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刚刚发生了什么？刚刚他嘴里喷射出去的是什么东西？我的天哪，真人版豌豆射手，他喷出去的是自己的牙吧？是的，而且那颗牙
还掉在别人的衣服里面。不能笑，不能笑，我是皇帝，我怎么能够嘲笑臣子呢？千万不能笑。你往我脖子里涂了什么东西？你有病啊！什么东西都往前面喷。没想到这位大人看起来挺威严的，居然能把身体扭得这么妖娆，也不知道那颗牙给他扭下来了没有。不好意思啊，将军，我来帮帮你吧。不行了，我感觉我的电波都给笑得动荡了。你们这里好像不能够补牙吧？所以司农大人以后就只能缺这一颗门牙了，是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对牙科没有研究。不过现在应该没有补牙的技术吧？你说你没事的时候乱喷什么牙？你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去战场直接用你的牙去喷敌军算了。我看你牙能喷多少次。不好意思，是真对不起。你赶紧给我闭嘴吧你！先喷牙又喷口水，你是个喷子吗你？司农大人，皇上说了，会寻找能工巧匠为您造一颗假牙的，绝对能够以假乱真。微臣多谢皇上恩赐，只是您平时说话的时候啊，要稍微注意一点，讲话不要太重，不然这把口水喷到别人的脸上就有点不太礼貌了。哎呀，大人要是没事的话，就先回去吧，好好注意休息。那些种子的事情也不必太过于着急。你们是不知道有多好笑，司农就“biu”的一下，然后就把牙给喷到了陈将军的衣领里面。陈将军为了能把牙给弄出来，那扭的，可妖娆了，比女子还要妖娆。我是真的想象不到，一个武将就让身体能够这么柔软。这每天上早朝都这么热闹的吗？司农大人那颗大门牙缺了之后，他一笑起来有个洞就特别的显眼，我看到就特别想用手指插进去。你没事吧？人家的牙掉了，你居然还想把手指插到人家的那个缺口里？这有什么？要是爹的门牙掉了，那我早就这么干了。那个洞是真的很有吸引力。也不知道我们爹要是真的把牙齿给掉了，会不会讲话和司农大人一样喷口水？大哥大姐，你们两个人脸上的肌肉是一起抽筋了吗？要不要我帮你们揉一揉？还揉个屁呀！你爹来了就站在你后面呢。还揉个屁呀！你爹来了就站在你后面呢。讲啊，怎么不讲了？我没牙了，你想把手塞我嘴里是吧？我没牙会喷口水是吧？爹，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拿你打比方了。爹呀！这哭喊的声音，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嚎丧呢。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哦，不对，不能这么说宿主啊。他从未见过如此识相之人。赶紧给我滚出来，滚回你的院子里去，天天给我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速度是真的令人叹为观止。我觉得莫尔还是挺有武学天赋的，你们说是吧？林然嘴角抽了抽，点了点头。宿主，你说你以后能不能长点心啊？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行不行？你这说的也太沉迷了吧？看你哥哥姐姐那个眼睛抽的，都给你提示成这样了，你都没发现。那我不是以为他们脸抽筋了吗？谁让他们表现的这么不明显？这还表现的不明显呢。算了，不和他说了，这人就是一个缺心眼儿。总算是快要雕好了，我的水平果然还是如此的优秀。我的礼物一定能够在众礼物之中脱颖而出的。你开心就好。不知道那个丫头心目中的我是什么样的，应该是端方威严的吧？那肯定是的，小林大人绝对会把陛下您雕刻的极好。鸡头，说一说西江大皇子呗，他来了吗？
还没呢，他前2天就顺利到达了西戎，然后被西戎给扣住了。现在西戎正向西疆打劫呢，想让他们交出这位大皇子，西疆这次肯定得大出血。系统，你觉得西疆以后的继承人会是谁啊？这老大和老二都不行，那就只剩老三了呀。忘了跟你说了，西疆3皇子和一个男的私奔了，现在西疆已经乱成一团了。这么刺激的吗？我那个王叔也是和男人跑了，不过不是私奔，是光明正大的跑了。不过王叔今年算一算，好像也有60了吧？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把钱还回来。本来国库就不富裕，本来他们皇家就没钱，结果王叔走的时候还带走了一笔，哪有这样的呀？系统，和西疆3皇子私奔的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啊？肯定长得不错吧，不然怎么可能让一个皇子跟他私奔？那个男人也是大雍朝的人，是个认美男类型的，和你爹有点像。不过你爹长得比那个男人还要好看一点，这气质还要冰冷一点。如果你爹经常笑一笑的话，和那个男人应该有2分相似。我谢谢你。系统已经很多次夸过林尚书的长相了，尚书大人真不愧是当年的探花郎啊！真不愧是我爹呀！也幸好不是那个3皇子来我们国家，不然我都怕他对我爹一见钟情。毕竟他喜欢的是我爹这种类型的，而且我爹比他那个男人还要好看。对，万一他真的喜欢上了你爹，要来和亲怎么办？硬是要嫁给你爹，那你就得多一个男姨娘了。孽女，家门不幸。忍住忍住，虽然这个林家丫头是真的挺好玩的，但也是真的费老爹呀。早朝结束后，林默本来还想去街上逛一逛玩一玩的，结果直接被林尚书给拖回了家里。爹，你不讲道理，你现在总是无缘无故的打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吗？打你还要挑日子吗？我是真的觉得你一天不打上房揭瓦。你们妹妹肯定又惹事情了，咱们家现在都已经成了京城里的红人了。我们倒是还好，我觉得我们之中压力最大的应该是爹，毕竟他还要每天和小梅一起去上朝啊。我也发现了，爹这段时间的脾气是真的越来越暴躁了，而且还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出冷笑。娘，您没事的时候也稍微开导一下爹，不然我怕他的精神出问题。晚上，林默趴在床上还在不停地和系统告状。哎呀，哪个小孩子没有被父母揍过？而且你爹爹打你也不是打得很重，要是打得很重的话，你还能这么生龙活虎吗？这还打得不重吗？他居然拿藤条打我！藤条打的都是一些皮外伤，稍微休息1-2天就好了。要是你心情不好的话，明天你不是休息吗？去街上逛一逛，我去给你找几个新瓜。很好，林默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何以解忧啊？唯有吃瓜。第2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明明昨天还躺在床上不停地哀嚎，今天就已经生龙活虎了。就知道你这人是在哭假的。花孔雀，公子，要不咱们跑吧？他们跑什么跑啊？我又不会吃了他们。难不成他是怕我今天又去他们家吃饭？我今天带了银子好不好？可能是你上一次真的把他给吓到了吧？你还要骑着人家的脖子回家，还把人家当成你的坐骑，这恐怕是给别人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了。我的天，为什么会在街上遇到那个混世小魔王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没事没事，他没有追过来就好。哎，今天林尚书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难道就不怕他在外面惹事情吗？可能是林尚书也受不了小林大人了吧？这一天到晚的看着小林大人，肯定得要一个时间好好的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这个时间段，他可能就会把小林大人给放出来。虽然说林尚书也需要自己的空间，但是这么把人放出来，还是有点草率了。
这对外面的人多不负责呀！我看你们聊得挺开心的呀，请问我可以加入你们吗？姑奶奶，我错了，我是真的错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过我吧，我真的做不了坐骑，我是一个人啊！你看看你把人家给吓的，人家一个1米8几的大男人被你吓得花容失色，你现在的形象就像是一个强抢民男的恶霸。谁强抢民男了？这个世上有配得上我的人吗？我小林大人无敌。你开心就好，不过这个世界上确实暂时没有配得上你的人。小孔雀啊，上一次是我喝醉了，对不起啊。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歉意，今天我请你去吃饭，街上的东西随便买。因为不敢拒绝，所以魏正安还是被带走了。魏正安怎么跟林墨在一起了？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总感觉今天有精彩的事情要发生了，要不我们也跟上去看一看。系统正指挥着林墨去一个决斗场，这个决斗场是那些外国人搭起来的，比较简陋。大瓜大瓜，这里有大瓜。你说什么瓜？是我们国家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有你们国家的，也有其他国家的。看到角斗场那个大胖子没？那是西戎的一个将军，他是昨天连夜赶到的，还带来了西疆的大皇子，然后他把西疆大皇子给卖了。他把一个国家的皇子给卖了，真的没问题吗？他是想要两国开战吗？他把一个国家的皇子给卖了，真的没问题吗？他是想要两国开战吗？是啊，把皇子给卖了，这真的不是在说笑话吗？他又不知道那是西疆的大皇子，西疆大皇子不是被西戎扣下了吗？然后他自己找机会偷偷的逃了出来，正好碰上了快马加鞭的这个西戎将军来大拥。这个西戎将军来的时候没有带多少盘缠，所以顺手就把人给抢了。这个顺手是有多顺手？他们都这么乱了吗？就算是一个平民百姓，也不能这么被抢啊！那个大皇子被卖到哪里了？卖给人家做奴了吗？不，他把人家卖到了你们这儿的小官馆。你们这儿不是有男的青楼吗？西疆大皇子长得不错，是一个混血帅哥，长得比那个二皇子好看多了。这个西戎将军看他的长相，就把他卖到了小官馆，他还值不少钱呢。他又觉得好笑，又觉得荒谬。魏正安则是整个都石化了。天哪，这也太惨了！好好的一个皇子，结果却成了这样。也不知道清白还在不在，已经有人偷偷的把这件事情传回去给皇帝了。不管怎么样，不能让别国的皇子在他们这里出事儿。系统，你说我们要不晚上去那个小官馆看一下吧？我想要见识一下这个大皇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想不到天下有如此奇人。哎呀，不管什么样的奇人都比不过你。不过今天晚上是那个大皇子的拍卖第一夜，你确实可以去看一看。堂堂皇子被人卖到了青楼，所以我们这边还得派人把他买回来是吗？应该是的，不过我们可以以此要求西戎和西疆共同赔偿，这样应该又是一大笔钱入账了。这是一个好办法呀！有西域使臣看到西域大皇子流落在此，所以皇上派我们来查看情况。小林大人要是想在旁边观摩的话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位置。今天晚上可能会有点乱。好的好的，我绝对不会打扰你们办事情的，你们就放心吧。系统，感觉今天晚上会很热闹，是怎么回事？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好好吃瓜。各位客官，今日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好货色，要是有人想与他春风一度的话，那可以出价竞拍，起拍价10两，我出10两，我出价20两，30两。不一会儿，这个大皇子就被竞拍到了300两。在场的官员们在竞拍与不竞拍之间来回犹豫。速度快躲，有刺客！林墨一个眼疾手快，直接钻到了角落的桌子底下。我的天哪，居然是真的刺客，是来刺杀谁的呀？
来刺杀那个大皇子的，西疆的人，反正你不要出去就是了。我这里有保护机制，如果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自动让你避开危险的。皇帝和林府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快要吓疯了。林尚书披着袍子就往外面跑，林七和林然两个人也是慌慌张张，林夫人则是直接被吓晕过去了。大人，不用慌张啊，小林大人他有保护机制，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的，而且他那里还有暗卫呢。我这怎么能不慌张啊？那是我女儿在里面，她从小到大都生活的开开心心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她肯定会被吓到的。我的个天哪，这才是真正武侠片啊！确实是挺精彩的。都这个时候了，你们还在看戏？都给我住手，不然我就杀了他。为什么倒霉的人又是我？躲在那一堆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一下子就选中了我。你们干嘛这么紧张？他的刀拿的都是反的。嘿嘿嘿，好机会，三皇子，赶紧用一招猴子偷桃挣脱呀！果然调节气氛还是得看我们的小林大人。三皇子抓住时机，一个猴子偷桃，偷的这个刺客发出一声惨叫。这一招真的是行云流水啊！没想到我与三皇子居然有同样的想法，不错不错。你开心就好。居然敢挟持我，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死，能怪得了谁呀？你们大庸的人都有病！林墨，赶紧给我滚过来！完了，你完了！你天来了，快跑啊！其实他连他爹的人在哪里都没有看见，然后他就把方向给跑错了，直接冲进了他爹的怀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爹在这一边？那你也没给我时间呀，你就不能自己问我吗？有时候觉得自己妹妹这个脑子是真的有点不太行，可是她自己却偏偏特别的自信。爹，你别追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干这么危险的事情了，我以后再也不在外面随便看热闹了。阿门，我与你同在，不就是一顿打吗？咱们熬过去就好了。可是他话音刚落，就非常干净利落地屏蔽了自己的听觉。这就安静了。今天又收集了不少的能量呢，开心。这一顿竹笋炒肉直接让林墨2天没有下床。小林大人请放心，昨天的那些刺客，皇上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谁能想到在昨天的一场事故之中，受伤最重的居然是林墨呢？我不关心那些刺客，我想知道西江大皇子怎么样了。不吃到完整的瓜，我死不瞑目啊！西域大皇子没什么事情，现在也已经清醒过来了。这一次是西江和西戎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说完之后，这个人就赶紧走了。他第一次见人八卦，眼睛能够放光的。你们皇帝还借由这件事情好好的讹了人家2笔呢，这不是应该的吗？是我们把这个大皇子给救出来的，他们就应该赔钱给我们。皇上做的没错。今天你可千万不要给我惹事情，不然我回家揍死你。因为林尚书现在基本上已经由一个文臣转为了武将。爹，你就放心吧，在这种重要的场合，我是绝对不会掉链子的。你说的这话真的是认真的吗？千万得看住他了。你这个腰带有一个暗格，暗格里面我放了一把细绳，要是这丫头惹事儿了，千万把她给绑住了。夫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控制好这个丫头的。看都把爹娘逼成什么样子了。宫廷宴会是真的热闹，各个小国家进献来的各种珍宝也让人眼花缭乱。细头，他们的心意好像都没有我足呢。你的心意确实是挺足的，这些人的心意加起来都没有你的足。这么足的心意，到底雕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呀？皇上万岁！这是微臣给皇上特地准备的礼物，是臣亲自雕刻的皇上。不是，这玩意儿和他有半点相似吗？系统，你看他们不是都被我给震惊到了？我这个雕工真的是绝了。是啊，这栩栩如生的猿猴，你雕刻的可是人类始祖。
人的始祖是猴子吗？那个小林爱卿的心意朕收到了，来人，把这礼物给收下去。赶紧收下去吧，辣眼睛啊！这就是大庸朝的艺术吗？他们得好好的学习学习。有些人甚至还把这个猿猴给画了下来，然后还标注大庸皇帝像。父皇呢？您的威严形象从今天开始就要荡然无存了，咱们大庸的形象从今天开始也得毁灭了。以后人家一提起大庸城的皇帝，就是一个猴子，还是一只大嘴猿猴。还好，我们俩不用继承皇位，以后大家提起大庸的猿猴皇帝，就是父皇和大哥，与咱们两个没关系啊。你们认真的吗？不好，有刺客！爹，你放心，我保护你。每年刺杀皇上的事情都得发生好几起，也不知道他们图个什么。国家都这么穷了，你要是把皇上杀了，谁还拿自己的体己补贴国库啊？这不是赵太医吗？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豹女梨花针？太厉害了吧！咱们国家的太医深藏不露啊！皇上，你别担心，我来保护你。经过这么久的练习，他早就练就了一手出神入化的针法，这得多亏了小林大人呢！快躲开！有一个刺客到这边来了！不怕，看我的！宿主放心，我有保护机制，你放心的冲吧。林默冲到了前面，对着那个刺客就是一踩，抓他脸，刺他胸。林默非常听话的用自己的九阴白骨爪把这个刺客给挠了。不过他还是不太敢用这个簪子刺人，所以他直接拿了一张椅子把别人给压住了。宿主小心，有个人冲着你过来了！一抬头就看到一把刀朝自己劈了过来。我居然能空手接白刃！保护机制启动，铜皮铁骨！哈哈哈！铜皮铁骨啊，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一个盾吗？让我来发挥这个铜皮铁骨的最大威力，所有的刀都冲我来吧！来呀，是不是害怕了？有本事就朝这里砍！是男人就来砍我，不砍你就不是男人！宿主，让他朝你头上砍，我把这个铜皮铁骨开到最大，让你的头把他的刀给震断。林尚书看到林默去给别人挡刀的时候，心脏都差点下停了。林尚书看到林默去给别人挡刀的时候，心脏都差点下停了。别担心啊，小林大人不会有事的。他那生龙活虎的样子就知道，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此刻我的内心有点复杂，请不要跟我说话。我没有看错吧？他是专门上去替别人挡刀的。你没有看错，他现在还在给别人挡刀呢。他是真的不怕我们发现他的秘密吗？这人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他难道不觉得自己这样太显眼了吗？哈哈哈哈！还有谁？请叫我最佳人盾！继续，我就爱看这些人震惊的样子了，就是要给他们这种震撼。你放心，你刀枪不入的借口都硬找好了，你就说你是练了一种武功才能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啊，对，就是这个。所以起飞吧，我的宿主，发挥你最大的能力。你个妖女！谢谢你的夸奖，其实也没有那么妖啦。妖女的设定一般都是大美女，这人是在夸她漂亮呀。她也知道自己挺漂亮的，没想到在别人的眼里居然还达到了妖女的程度呀。让你主动冲上去，我让你去给别人挡刀，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这个丫头确实该收拾一下了，人家都是躲着，她是主动冲上去给别人挡刀，还这么嘚瑟。林默一边跑一边道歉，主打的就是一个我认错但是不改。那个林爱卿啊，小林爱卿今日也是救驾行窃，你也不要这么责怪她。不知道小林大人这刀枪不入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叫金钟罩铁布衫，练了这个武功就能让人刀枪不入，但是一般人练不成。我能练成的原因是武学天赋异禀，是难得一见的武学天才。平时这个技能我都不怎么用呢。
哎呀，你也不要这么吹了，这牛皮都快吹上天了。哎呀，你也不要这么吹了，这牛皮都快吹上天了。就知道你的回答会不要脸，但是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要脸，还武学天赋异禀。一个娇娇贵贵的大家小姐，去哪里练这种武功？皇上，微臣还有一点家事要处理，所以就先行退下了。去吧去吧，不过千万不要打孩子了。你刚刚踹了他2脚已经够了，要是把人打坏了怎么办呢？你回去还要打我吗？感觉小林大人今天性命危矣，是怎么回事啊？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能够看见他吧。给我打，狠狠的打！不打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林默的惨叫声直接响到了晚上。唉，太惨了。希望明天小林大人能够好好的。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怎么还没来呀？该不会他今天真的不来了吧？没有呢，林尚书也还没有过来。不过尚书府没有让人过来告假，所以应该今天会来的。最后终于在快要上早朝的时候，林默在万众瞩目中登场了。你这 O 型腿外八字的走路姿势实在是太霸气了。哼，霸气个屁呀！我现在屁股都是烧的，稍微摩擦一下衣服都难受。也不知道我娘为什么下这么重的手，明明以前都是我爹打我的。所以我打你就不痛是吧？我的屁股好痛好烧啊！你能不能说2个瓜，给我转移一下注意力？好，我这里还真的有一个大瓜是姓王的。其他人的注意力顿时就被吸引了过来，也幸好大家一心二用，都已经习惯了，不然还真的会耽误处理国家大事。嘿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自从上一次齐王的事情结束之后，大家都知道信王才是保家卫国的大功臣，所以他在民间的人气直接上涨。有些人甚至还偷偷的开始卖他的私人物品，而且还说出了各种各样的传奇色彩，还卖出了高价，但是大部分都是假的。多少钱？多少钱？最低50两银子，他越贴身的物品卖的就越高。这么贵的吗？宣德帝看了一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要是把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拿出去卖，会怎么样呢？总不能比皇帝低吧？毕竟他可是皇上呀。他现在算是明白了其他大臣被林默看中的感受了。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了信王妃的耳朵里，你猜信王妃干了什么事儿？他自己开始卖信王的私人用品了。对，其中卖的最高价的是穿过的旧内裤，而且信王妃还是让府上的人出去卖的。从王府出去的东西肯定是真的，这一条旧内裤卖了几百两银子。作为一个贫穷的皇帝，有这样赚钱的方法，怎么不告诉他呢？他各种各样穿过的旧内裤多得很。皇上，您的内裤是肯定卖不出去的，您那些内裤连屁股蛋子都兜不住，人家怎么可能相信这是皇帝的内裤呀？破一点又怎么了？就算是破的，那也是真的皇帝穿过的。那些人真没眼光。我就说我之前穿过的那些旧内裤怎么都不见了，而且最近府上好像还宽裕了一点，原来都是把我的内裤给卖掉换的钱呢。王妃啊，你勤俭持家是好，但是能不能换个方法？不行，这个来钱最快。红子，信王妃卖的内裤是原味的内裤还是洗过的？嘿嘿，这就要看外面的人怎么出价喽。不过不得不说，信王妃是个实诚人，她特别会满足各个买家的要求。媳妇儿啊，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因为你丢了大脸呐？你说我爹也是大名鼎鼎的探花郎，而且是近几十年最好看的一个，在朝堂上也算是颜值担当了。要是把他的贴身衣物拿出去卖，那价格应该也还可以吧。还有我哥在京城中的人气也不低，也是许多女孩子的春闺梦里人呢。他的贴身衣物价格应该也不会低。你这个坑货想干嘛？你这个坑货想干嘛？
你是认真的吗？你要是真的这样干，我觉得你真的可能会被打死。最近好好的把你的贴身衣物看好啊，还有你儿子的。我觉得小林大人好像是认真的。不过我们家好像也没有穷到这种地步，就先放过我爹和我哥吧。万一以后家道中落，那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你有病啊！还想着自己家道中落。早朝好不容易结束，只是在往外面走的时候，林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慢慢的走到了信王的身边。林尚书，你赶紧把你的女儿给带走啊！你干嘛呀？你该不会是看上这个帅大叔了吧？我可告诉你，你们之间隔着辈分的，他儿子都比你大2岁，他老婆打人呢，打得比你爹还狠。林尚书两眼一白，差点晕过去。你有病啊！我干嘛要看上一个大叔？京城里那么多优秀子弟，我随便挑选一个都好啊。我是看上了他的轮椅，这天天走来走去的实在是太累了。我是看上了他的轮椅，这天天走来走去的实在是太累了。要是能和他一样坐着轮椅就好了，到时候就让人在后面推，我坐在轮椅上吃着零食，这生活真是美滋滋啊！你想的倒是挺美的，人家是腿脚不便，你一个手脚健全的人坐什么轮椅？王爷，您这轮椅卖不卖？不好意思，卖不了，我还需要坐着这个出行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木匠，他会做这个椅子。不行不行，这坐的时间太长了，我想要一个现成的。你家有没有多余的？别生气，别生气，淡定点，淡定点。哎呀，我知道哪里有轮椅，在京城的郊外有一个贼寇窝藏点儿，他们正准备在京城制造动乱呢。他们的老大腿脚不行，所以有一张特别豪华的轮椅。所以只要捣毁了那个窝藏点，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那个轮椅了？对，所以我们现在赶紧冲吧，我给你开保护机制。冲！你们要冲到哪里去？这件事情不应该汇报给官府啊，汇报给皇上也行啊。眼看着林默就要准备起飞了，林尚书一个飞跃，给我回家！啊！轮椅，我要轮椅，我也要坐着上朝。谁让你爹把你给抓住了呢？要不你重新换一个坐骑吧？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坐骑吗？你有办法帮我搞一个？我提前和你说，我不会骑马。不会也没关系，最近能量收集的够多，我买了一个驯服机制，能够驯服一个动物。真的是愁死了，烦死了。不过大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因为一个轮椅居然还牵扯出了一个贼寇窝藏点。他对站着上朝的怨气这么大吗？信王巴不得想站起来，他倒好，要是能把床搬到朝堂上来，他估计是真的能躺着上朝吧。小林大人心思纯澈，有这种想法也不意外。不过这件事情父皇也不用管，林尚书会把他管好的。再过几天的时间就是围猎了，父皇打不打算让小林大人跟着一起去？那肯定得让他去啊，他要是不去，我们得少多少快乐。不过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骑马。会不会骑马不知道，但肯定会骑猪。当天晚上，林默就听着系统的撺掇去了马棚。他正准备用驯服机制给自己驯服一匹马的时候，林七突然出现了，然后这个机制就打到了旁边的一头大白猪身上，系统也懵了。救命啊！救命啊！不要怕，不要怕，这只猪已经被驯服了，你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得住它了。这个驯服机制可以提升被驯服动物的各项能力。这只大白猪，你别看它胖，它虽然速度比不过那些马，但是耐力绝对可以。我要它的耐力干什么？我不想要一只猪当坐骑。那我也没办法了呀，谁让你刚刚弄歪了？这猪上面的好像是木耳吧？这猪上面的好像是木耳吧？林默，你有毛病啊！大晚上骑着猪在家里狂奔。爹呀，我下不来了，你赶紧来救救我呀！林默骑着猪在前面狂奔，后面一大堆人在狂追。
最后林默硬是被逼着学着把这只猪给控制住了。他从猪身上下来的时候，整个腿都是软的。宿主，我怎么感觉你要完蛋了呢？你看你爹娘和哥哥姐姐的表情，我总觉得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别担心，看我的，绝对不会有事情的。爹，娘，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这个猪自己把我给拱起来的。你们也要想一想啊，我怎么可能会脑子抽的去骑猪呢？我只是想去选一匹马当坐骑，谁知道这头猪会发疯啊！他是真的没有想过自己的坐骑居然会是一头猪。看着跪在地上一脸鬼祟的小女儿，林尚书的火气蹭蹭的往上冒。最后还是林然林七帮忙说话，林默这才逃过了一劫。你说默儿的性子怎么越来越疯癫了呢？以前也不是这样啊。可能他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以前我们听不到他的心声而已。有点道理。再过几天就得去围猎了，默儿可能要和你一起去，你到时候多照顾他一下，多管他一下。夫人，你觉得我真的能够管得了他吗？我真的不能够换一个坐骑了吗？马上就要去围猎了，总不能大家骑马我骑猪吧？主要是这头猪的嫉妒心也太强了，它只要一接触其他的动物，这头猪就得发狂，然后疯狂的攻击其他的动物。换不了，你将就着用吧。哎呀，你往好处想一想，你这也是京城独一无二的一份了。真的是京城独一无二的一份吗？我怎么感觉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一个呢？小林大人果真是与众不同啊。就是，小林大人这坐骑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了吧？各位大人谬赞了。宿主，你这真的是万马群中一头猪啊！太子他们三个在林默的后面都快要乐疯了。林默的这个背影看起来又可怜又好笑，宣德帝还特别损的让画师把这一幕给画了下来，到时候挂到御书房里面去，不开心的时候看一眼。这个小女儿脸皮也是真的够厚啊！没看到这么多人在看她吗？她居然还能够很开心的挥手跟人家打招呼。我感觉骑猪的感觉还不错哎，完全不需要担心恐高，而且猪的身上软软的，坐着也挺舒服的。那是，这头猪可是经过改造的，虽然速度方面不太行，但是在舒适度和耐力方面绝对顶呱呱。猪大哥，你快点啊！我们都从最前面走到了最后面了。别逼他，他已经尽力了，当个小尾巴也挺不错的。别逼他，他已经尽力了，当个小尾巴也挺不错的。大家把速度放慢一点，别把咱们小林大人给落下了。晚一点到也没什么关系，别把开心果给落掉了。快跑，有土匪！京城外的这些贼寇点其实已经被剿灭了，只不过还跑了一些人，这就是跑了的那些山贼。快走快走！你说那丫头还愣在那里干嘛？还不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尚书大人，别冲动，小林大人他不会受伤的，就算是被发现了也不会受伤。您这一下要是冲出去了，那您的安全可就没保障了。这些山贼脑子没有毛病吧？这么几个人还敢冲下来袭击，他们是真的不要命了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本来就是一些亡命之徒，大部分人在这世间都没有什么亲友血脉了，所以干脆就开始报复社会喽。哦，他们的老大已经被抓走了，就是那个坐着轮椅的老大，轮椅已经被没收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是一盘散沙，脑子也不太行，武艺也不太行，这一下子看到你们这队伍，就脑子一热冲进来了。小林大人，系统直接打开了保护机制，林默躲都没有躲。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猪猪啊？既能被人骑，还能护主，攻击力还这么强。请问你们家还有这样的猪吗？我可以买一头吗？你是认真的吗？堂堂大将军居然也看上了这头猪，难不成你以后打仗要骑着猪冲锋吗？干得好，
干得漂亮。嘿，我就说嘛，经过我改造的猪怎么可能是普通的猪？很快山贼就都被解决了。皇帝出行遇到刺杀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身边的护卫武力值都很高。你们的坐骑没有我的坐骑好，帅又怎么样？中看不中用。这些马儿看起来很帅，但是没有猪猪萌啊，还没有猪猪能打。就是，咱们的猪才是最棒的。下次如果再有山贼，你拿着一杆红缨枪，骑着猪冲上最前面，我给你开最大的保护机制，到时候让人把你整张画给画下来，说不定可以流传1000年呢。你说我们回来的时候，会不会再遇到一场厮杀呀？我得去弄一杆红缨枪，到时候我与猪猪所向披靡，再借陛下的国师给我画几张画，要是真的流传下去了，那我可能就真的出名了。你说这系统还正常吗？我简直都不敢想象林默拿着红缨枪骑着猪冲锋陷阵的样子，这猪跑都跑不起来呀。人家仗打完了，他可能还在路上吧。小林大人有这个心是好的，至于这个系统，可能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系统吧。哎，都有份都有份，慢慢来，大家都可以骑一骑的。伤风败俗，世风日下。幸好这丫头不是个男人。你确定你女儿喜欢的不是女人吗？他的夫人和2个女儿现在都围在那混世魔王身边嘘寒问暖，他那夫人还被那混世魔王哄得眉开眼笑，他都没有看到夫人这样开心的笑容过呢。你确定你女儿喜欢的不是女人吗？你这问题让我怎么回答？我也想知道她喜欢的到底是男是女，我都没有期望她这辈子能够成婚。哼，都怪你，不好好教导女儿，还给她生了一张好面容，和你以前一样，爱招蜂引蝶。这又关我什么事？是那小混账招蜂引蝶，又不是我。林尚书这完全是被迁怒了。不好了，大个儿哥，我们的后宅也着火了。还好没有把朕的皇后和妃子带出来，不然朕的后宫也得着火。小林大人，这头猪叫什么名字啊？呀，我忘记给猪取名字了，叫天蓬吧。这头猪叫做天蓬。此刻众人的眼睛看上了一个官员。不好意思，小女顽劣，还请大家不要介意。这个大人的名字就叫做陈天蓬。这头猪叫做天蓬。此刻众人的眼睛看上了一个官员。不好意思，小女顽劣，还请大家不要介意。这个大人的名字就叫做陈天蓬。系统，他们在笑什么呀？我查一查。哦，他们其中有个官员就叫做陈天蓬，和你的猪撞名了。是真没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名字应该不太常见吧？突然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不适合这个猪，它叫钉耙。天蓬元帅的武器就是9齿钉耙，所以你是想要那个大人扛着这个猪去打仗吗？妈，跑快点，把你的小短腿给我倒腾起来。钉耙，跟上我爹。快画下来，快画下来，把这父女俩全部给朕画下来。皇上，我都画了一路了。晚上就是篝火晚会，那些贵族小姐们也开始献上了自己的才艺。林默本来在美滋滋的欣赏美人儿，结果系统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哼，你还咧着大牙笑呢？看到那个弹琴了的没有？那个姑娘看上你爹。林默一惊，林尚书一抖，皇帝以及众位大臣齐齐地朝那边看去。那个弹琴的小姐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惨白了，她正想站起身来为自己说话，结果不远处的三皇子妃直接一个石子弹了过来，封住了她的穴位。琴琴，你的功力越发的厉害了。公子，赶紧把这件事情跟我详细的说一说，我倒想看看是哪个不要脸的居然敢撬我娘的墙角。
是不是我爹不守难得了？林尚书听到这话，差点就开口为自己解释了，但是最后一秒还是忍了下来。我也是刚刚检测出来的，这些表演才艺的小姐人品都还不错，就那个弹琴的不行。那个弹琴的叫秦娉婷，我发现她刚刚一直在偷偷的看你爹，所以就把她的事儿检测了一下，这一下就不得了。我发现她刚刚一直在偷偷的看你爹，所以就把她的事儿检测了一下，这一下就不得了。他天天埋伏在你爹的必经之路上面偷看你爹，最近还在接触你哥，因为你哥和你爹长得像，他又想当你小娘又想当你嫂子。替身文学，这是哪里来的奇葩女子？秦家这女儿也太不检点了吧！她拿什么跟人家妇人比呀？而且人家林夫人容颜清丽绝色，才情卓然，你哪里比得上人家呀？喜欢一个人有错吗？她只不过就是生得晚了而已呀。这个秦娉婷还养了好多跟你爹长相有一点相似的侍从，要么就是眼睛像，要么就是鼻子像。最后他发现跟你爹长得最像的是你哥，然后就把目光放到你哥身上。他还想通过给你哥下药，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他还想从你姐姐那边下手，但是你姐姐聪明，发现他这人不怀好意，就断绝了和他的来往。他有病吧他？不过和我爹长得最像的不是我吗？我哥容貌更像我娘吧？你确实长得更像你爹，但是你是个女的，而且他觉得你脑子有点不太正常，接近你太掉价了，而且他好像还真的挺嫌弃你的，说了你不少的坏话呢。有病吧这人，他才脑子不正常呢。都40了，居然还能够吸引10几岁的小姑娘，林尚书果然风采不减呐。不过也确实好看。爹，我发现你这张脸实在是太容易招蜂引蝶了，所以还是在你脸上盖一个娘的私印吧，表示你这人有所属了。你娘的私印怎么会在你手里？前段时间不是惹娘生气了吗？所以娘就把她的零花钱给停了。要去府上支取零花钱，必须得有娘的私印，她就偷偷的把这个给偷出来了。宿主，你怎么还把这个带着？我不是让你刻一个萝卜章吗？你怎么还把真的带出来了？此刻在家里的林夫人需要用印章盖章，结果一打开盒子，就看到了里面的一个烂掉的萝卜。林默儿，你又偷我的东西！从小到大，只要他一扣他的月历，那混丫头就会偷偷的过来偷印章，而且不管这个印章藏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找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这人的身体怎么这么差呀？弹个琴都能够晕过去，这身体也太虚了吧。确实，所有京城里的姑娘加起来身体都没有你的好。我觉得她们还是要多向你学习，不要追求什么弱柳扶风，身体才是本钱。刚刚你远远的走过来，我还以为你额头上面长了一只眼睛呢。你家夫人的这个私章还挺精致的，这下好了，你额头上带着你夫人的名字，这下谁都知道你有主了。这个洗不掉了怎么办啊？估计要等他自己慢慢的褪去。那个小混账怎么天天就给我搞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小林大人是一个好孩子，你看他多为自己的母亲着想啊。不过你这魅力也真的是挺大的，就连那个小姑娘都能够勾住。当年要不是你的脸长得好看，估计状元郎就是你了吧。当年皇上钦点的时候，第一眼就看中了林尚书，然后直接把他点为了探花郎。其实论文采论才学，当年的状元都不及他。钉耙，快点给我冲，我一定要抓住那只兔子。哎，看你这速度，应该是追不上那只兔子了。要不还是别为难你的钉耙了吧。这小林大人倒是活泼得很，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呢。一大早起来追兔子吧，而且现在还没追上。中午大家把猎物提回来的时候，不管男的女的，只要一出去，至少都有2、3只猎物。除了林默，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厉害啊？站在他们中间，显得我好没用啊。
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厉害啊？站在他们中间，显得我好没用哦。没事没事，人各有所长嘛。你的长处不在这儿，你适合吃瓜又不适合射箭打猎，你要明白自己适合干什么。系统一句话就把林默给安慰住了。不过在交猎物的时候，大家看着那头被交上去的大白猪，陷入了沉思。谁说我就没有猎物了？我的猪也是猎物啊！这下我不是没有猎物的人了。你好聪明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啊？你们两个是真的绝了，人家猪猪招你们惹你们了。小林大人，你确定你要把你的钉耙当做猎物吗？它不是你的坐骑吗？谁说坐骑就不能当成猎物了？你们的思想不要这么狭窄。殿下，你们不是要登记每个人的猎物数量吗？登记完了告诉我啊，我再把它给牵回来。这家伙的脸皮真厚。子，来2个大瓜，陶冶下情操。今天有太子和2个皇子的瓜，他们昨天晚上没有睡觉，混迹在一起。我去，兄弟骨科。这件事情是能说出来的吗？而且3个皇子都已经娶妻了呀。怎么会这样？他3个儿子怎么会搞在一起呢？你这系统在乱讲什么胡话？什么叫我们3个昨天混迹在一起啊？你赶紧仔细和我说清楚。哎呀，什么兄弟骨科，你想多了。人家3个都很爱自己的妻子，就是昨天2皇子被2皇子妃赶出来了，找哥哥弟弟哭诉而已。这怎么又是我啊？你这个系统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为什么会被赶出来？还是因为他的技术差吗？还好，这是2儿子技术差，我是3个儿子在一起了。要是这3个儿子真在一起了，我可就真的要对不起列祖列宗了。父皇，你觉得你这样礼貌吗？什么叫还好只是我技术差？你觉得你这样礼貌吗？什么叫还好只是我技术差？其实也不是技术差的问题，是2皇子硬要穿2皇子妃的衣服。昨天晚上他喝多喝醉了，然后看中了2皇子妃的一套衣服，还硬生生的把衣服往自己身上套。穿完了还不说，还硬要2皇子妃夸她美，夸她漂亮。2皇子妃开始还是哄着他的，后来2皇子越来越过分，他已经不满足2皇子妃一个人夸他了，他还要穿着这个衣服出去晃悠，让其他人看。好想看一看2皇子穿女装啊！长得秀气，穿上女装应该也不差。皇上，您刚刚还差点被吓得晕过去呢。您这吃瓜的状态进入的挺快的呀，还是吃自己儿子的瓜。2皇子妃肯定不能让他穿着女装出去晃悠，所以就硬生生的把他的衣服扒了下来，换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把他赶了出去。2皇子被赶出来后，转头就哭着去找自家大哥和3弟，然后抱着自家大哥小弟哭了1个晚上。谁懂我们的苦啊？本来我们好好的和自己媳妇在睡觉，结果这人深更半夜来敲门，还带着哭腔，这可不吓人吗？都怪昨天的酒，昨天的酒怎么这么烈呀？我怎么感觉这2皇子的酒量比我的酒量还差呢？这位小祖宗啊，请问你这个认知是认真的吗？你真的觉得自己的酒量比2皇子的好？他虽然酒量不是太好，但绝对也没有这么差吧？你说的是认真的吗？你真的觉得自己的酒量比2皇子的好？第1次醉酒在房顶上跳舞摔下来的人是谁？第2次醉酒要骑人家儿子的人是谁？第3次醉酒要骑自家老父亲的是谁？这些你都忘记了？要不然2儿子和林默比拼一下酒量，看看谁更疯。皇上您3思啊！朕不思了，朕就想看看他们2个能荒唐到什么地步。爱卿，你也不要太过于担心了，朕都很放心的把儿子交出去了，你就放心的交出你女儿吧。这是放不放心的问题吗？这是能出人命的问题。当天下午就搞出了一场酒量比拼大会，所有的人都能参加，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大会是给谁举办的。
这个大会得胜者的奖品居然是林默心心恋恋的豪华大轮椅。皇上，你这也太明显了吧？不过你是什么时候把这个轮椅给带上的？我要参加，我要那个轮椅。这个轮椅果然和你说的一样豪华。参加，素素加油！他就知道自己能够把握这个丫头的心理，他简直都不敢想象等会儿这丫头发疯能发到什么程度。比赛开始没多久，大家就装晕装醉，全部都退场了。我就说我的酒量不是最差的吧，和他们一比，我的酒量好得很。确实，不过几个酒量好的都没有来参加，估计人家对你的轮椅不感兴趣。二皇子，来，我们两个好好的比拼一下，咱们一口干。来，喝就喝，谁怕谁。看着这两个人一杯又一杯的喝，最后直接上了坛子。你们猜谁的酒量比较好？我觉得老二的酒量肯定比林默要好一些。默儿的酒量也不错，他喝醉之后只是行动诡异了一些，并不会醉倒。啥玩意儿？行动诡异了一些？这人怕不是蛇精转世吧？都把步子走成这样了，还不倒下去？果然是有点功力在的呀。嘿，你不行了吧？我可告诉你，我小林大人的酒量可不是吹的。苏主，你稍微转个身，你对着的不是二皇子，你对着的是钉耙。这小林大人喝醉了之后啊，是人畜不分呐，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人畜不分哦。二皇子，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矮了？你喝酒还会缩水的吗？你喝酒才缩水呢，我高大威猛的很，我最强，我最棒。硬要拼这个胜负欲干什么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丢脸好吗？林默听到有声音从自己背后传过来，啪的一下就是一个神龙摆尾，一边腿过去。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还打人了呢？在这深山老林里面，如果有人在你背后说话，千万不能回头。你们千万要记住了。你又把自己带入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就算是醉成了这样，林默居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轮椅。请问你能站起来一下吗？信王一脸懵逼的点了点头，旁边的信王妃顺势就把信王给扶了起来。从今天开始，我也是有轮椅的人了。哎，祖宗，你拿错轮椅了，你的轮椅不是这一个，哎，你抢了别人的轮椅。太丢人了，真是太丢人了。刚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轮椅怎么会被抢走了？宣德帝也算是见过世面了，见过喝酒之后疯的，但是没见过这么疯的。不过很快他就见到更疯的一幕了。龙爬，赶紧给我跑起来，让我享受一下驰骋的感觉。宣德帝嘴角一个劲儿的抽搐，他想笑，但是又想了一下，被当成猪的是自己的儿子，这一下就笑不出来了。哎，我的天哪！你以后还是少喝酒吧，把人当猪，把猪当人。你喝醉了之后，眼睛也醉了吗？我没醉。丁爬，你还趴在地上干嘛？赶紧给我跑起来！被他一边腿扫在地上，又被他用绳子套住脖子的二皇子风中凌乱了。丁爬，你怎么就这么懒呢？请你看清楚我是谁，你的钉耙现在正在那边趴着呢。我的妈呀，猪成精了！小祖宗，你稍微清醒一点吧，这哪是什么猪啊，这是二皇子。这怎么可能会是二皇子？二皇子不是在那里趴着吗？小祖宗，你喝醉了，你以后还是别喝酒了吧，你喝酒之后实在是太可怕了吧。这人喝酒之后杀伤力直线上升，本来平时就已经够疯了，喝了酒之后就更加疯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里耍宝了，赶紧先回去睡一觉，等睡醒了就好了。二郎神，你是不是二郎神？我爹居然是二郎神！二郎神现在让你去睡觉，你赶紧回去睡觉。这一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不过看的人都是挺开心的。
只不过献王损失了一张轮椅。既然你的轮椅被抢走了，那一张轮椅就给你吧。也不知道那小丫头是怎么想的，新的不要，非要你这张旧的。可能她最开始看中的就是我这张轮椅吧，而且喝醉酒之后也思考不了那么多了，所以顺便就抢走了吧。小林大人不在，可真是无聊得很。就算是不吃瓜，只是看着他骑着大白猪走来走去，我都觉得乐。唉，谁说不是呢？平时小林大人又不出去和其他闺秀们玩，我们想要见到他一面都难。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了，真是相处一刻少一刻啊。一直到晚上，大家准备睡觉的时候，林默那儿从床上醒来。我的小祖宗，你总算是醒了。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当然记得呀，我喝醉酒不会断片儿。我为什么不会断片呢？好丢脸呢。其他的都还好，就是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要抢人家的轮椅。明明旁边有一张更好的轮椅，从别人屁股底下把人家的轮椅抢过来，论缺德还是你缺德。可能是因为我第一眼看中的就是他吧，一眼万年吧。神他喵的一眼万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你穿越到这个世界不也是一眼万年吗？怎么办？我睡不着了，而且我肚子有点饿。那就出去找东西吃吧，刚好外面的火还没有灭，而且他们打的猎物有些人还没有吃完呢。看着林默跑了出来，那些巡逻的护卫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这个氛围最适合讲鬼故事了。我跟你讲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吧。系统的兴趣一下子就被勾引起来了，他还从来都没有听过鬼故事呢。林默把自己的声音渲染得特别的低沉恐怖，绝对让人代入感满满。你有毛病啊，大半夜不睡觉出来讲鬼故事。早知道今天就和别人换个班了，太造孽了啊！绣花鞋好恐怖，你们穿的鞋都是绣花鞋。可是我们穿的不是红色的绣花鞋啊。等回去之后就把鞋给扔掉。他们两个讲完鬼故事之后，倒是拍拍屁股回去了，只是留下了这挤帐篷的人心惊胆战，还有那几对巡逻的护卫内心也极其的想骂人。林默下半夜倒是睡得挺舒服的，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也是精神满满，和那些被他吓到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超级无敌巨大的瓜，皇上的马被别人干了。很多人都怀疑是自己听错了，皇上的马被别人给干了。这是哪路豪杰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连动物都不放过。这该不会是我想象的那样吧？我的大臣中还有这种人才？跟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详细给我说来。这件事情和中书侍郎有关，他可宝贝他那匹马了，没想到自己的马居然遭受了这样的屈辱。昨天晚上在你们都睡觉之后，中书侍郎偷偷摸黑出来了。摸黑出来去马厩抢了皇上的马？我什么时候去抢了皇上的马呀？我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这系统有毛病吧？你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吗？侍郎大人，还是老实一点比较好吧。居然敢玷污皇上的御马，这可是大罪。你们都有病，你们所有人都有病。中书侍郎这么刺激的吗？人马之恋，我居然不知道这件事情。哇塞，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吃瓜系统吗？哎，不是你说的吗？你说有人干了皇上的马呀？是啊，我们也有点听不懂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嘛？我的意思是，中书侍郎半夜摸黑带着自己的马儿去干了陛下的马，他觉得皇上的马种好，然后就起了一个心思。你说话就不能说完整一点吗？搞得我白兴奋一场。真的是白兴奋了一场，我们还以为是什么禁忌之恋呢。侍郎大人胆子挺大的呀啊！居然敢偷偷摸摸的给皇上的马配种，他真的就是觉得陛下的马种好而已。他虽然是有点自己的小心思，但是也不至于变态到那种程度啊。孔子，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进修一下语言的艺术，你这说话也太容易让人误会了。我觉得我话说的挺好的，我的语言系统非常完善。我刚刚描述的不清楚吗？这难道不是一个瓜吗？这确实是一个瓜，也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瓜。但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这个瓜变得无敌爆炸的大，结果事情的真相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林默感慨了一会儿之后，就骑着自己的大白猪在系统的指挥下打猎去了，留下的其他人在原地一脸的无语。侍郎大人没事吧？这也怪不了我，要怪就怪那个系统描述的不准确。你真的对朕的马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吗？只是单纯的配种？经过林默一次又一次的刺激，皇帝现在的想法也与众不同了。他所能接受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就连系统都能存在了，那这世上肯定有精怪的存在，说不定他的马真的能够修炼成人形了。中书侍郎想要来个人妖恋，那也说不定啊。林尚书现在很严重的怀疑皇帝是被自家那个混蛋小女儿给影响了。皇上，臣虽然是有私心，但也不是那种私心。臣就是想要给马配个种，臣有妻子有儿女，再怎么样都不能看上一匹马呀。我还以为能见识一场旷世奇恋呢，没想到居然是个误会。你们难道不觉得现在父皇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了吗？是这样的，不过你不觉得我们大家接受能力也有所上升了吗？就是那一天小林大人的钉耙变成人了，我们都有点能够接受呢。对，但是我希望那个钉耙如果要修成人形，不要照着我的样子变，其他的我都没什么意见。我看你们真的是疯了，全部都疯了。那边有野鸡，右边有野猪。说啥？林默和钉耙同时沉默了一会儿。钉耙快跑！不要担心，这个野猪是发情期，我现在把你的保护机制开到最大，它绝对伤害不了你的。林默郑重地点了点头，但是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只是下一秒，林默就不紧张了。公子，我现在站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像个电灯泡？好像是有点。野猪是公的，你的猪是母的，你的猪竟然把野猪给勾引了，厉害了啊！你自己在这里玩啊，我就先回去了，你玩完之后再回来找我。哎，你看这头猪居然能听懂你的话，它不是一直都听得懂吗？你要驯服机制，就连猪都懂得以身诱敌了，就算是它哪天要成精，我都觉得不奇怪。大家看到林默从树林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还挺惊讶的。你这怎么回事？你的猪呢？你不是骑着猪进去的吗？你这怎么回事？你的猪呢？你不是骑着猪进去的吗？钉耙和一头猪在恩爱呢，你们不要过去打扰他。啥玩意儿？你说的啥玩意儿？哎呀，幸好这驯服机制是在钉耙身上，要是真的驯服了一匹马，那今天野猪叫你自己去打了。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呀。所以这一人一猪进去之后，遇到了一头野猪。钉耙为了救林默，主动现身野猪是吧？那三关每天都在重塑中，可能是想要看钉耙怎么出来吧。大家一个下午都在等着钉耙。最后在天快黑的时候，钉耙啪叽啪叽的跑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头巨大的野猪。我怎么感觉这个世道我越来越不理解了呢？我们也不理解呀。在这小林大人入朝堂之前，这个世道还正常的很。自从他来了之后，这个世界就变了。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还能听到外面两头猪疯狂的声音。你们这猪也要有点礼义廉耻好不好？重新找个地方去疯狂不好吗？这吵得我们怎么睡得着觉？哎呀，这两头猪真的是太疯狂了，这声音真的是绝了。正常的很，人家干柴遇到烈火，可不就得噼里啪啦吗？我想知道，这样钉耙会不会怀孕呢？要是钉耙怀孕了，我也不好意思骑它了，那是不是还得重新找一头坐骑啊？应该不会吧？不过你现在不是有轮椅了吗？到时候让钉耙夫妻俩给你拉轮椅。
小林大人，今天晚上能让你的钉耙带着那头野猪去别的地方吗？我试试看吧。不过人家干柴烈火，也不一定会听我的话。要是晚上睡不着的话，你们就用棉花堵住耳朵。堵着也没用，昨天晚上我就堵了一个晚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宿主，你让他们也这样不就行了吗？外面的猪疯狂厮混，他们也可以疯狂厮混啊，就比看谁的声音更大。昨天晚上猪吵的他们，今天晚上他们可以来吵猪啊。系统这话直接把林默这厚脸皮的人也给干沉默了。你这系统怎么越来越不正经了？这段时间你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啊？林默，你能不能管一管你的系统？你说的这些话是认真的吗？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当然，我刚刚还去搜寻了一下资料，你们这些人中嗓门最大的是刘将军和程将军。林默突然闻到了瓜的味道，不过这好像是别人的私密瓜，这么吃好像有点不太好。好像你平时私密瓜吃的少了一样。这两个将军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怒吼，真的可以让他们今天晚上来吼一吼，我觉得他们可以赢的。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有点好奇了。不过这有点不太好吧，这是人家私密的事情。其他人也是又好奇又觉得不好意思，又想听一听，又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把你们的眼神都给我收回去。这有什么秘密的？他们开心的时候要吼一吼，生气的时候还要吼一吼。住在他们隔壁的那两户人家还以为他们的院子里养了什么野兽呢，后来还连夜搬走了。现在刘府和程府旁边都没有人住，原因就是被吓走的。这是两个人形猿猴啊，不过好像有点荷尔蒙爆棚哦。他之前觉得这些国之栋梁稳重可靠，可是后来发现这些国之栋梁屎尿难控，性格奇葩，行为诡异。他现在都不敢相信国家是由这些人撑起来的了。就吼一声吧，吼一声也不会掉一块肉的。就是，之前去我们家我就觉得你们哪里不对劲了，左右两边都没有邻居，原来是被你们吓走的呀。你们晚上半夜也会吼吗？你们夫人就不害怕？还是你们觉得吼一吼能够增加情趣，就和那两头猪昨天晚上那样？能不能请你们闭嘴呀？跑快点，跑快点！钉耙，把你的小短腿给我倒腾起来！你看看你老公，多和他学一学。钉耙有你这个主人也真的是造孽了，人家就是一头家养的猪而已，你居然还让人家去拉车。林大人，我记得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呀，为什么您这女儿和你们夫妻俩的性格一点都不一样？林大人，我记得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呀，为什么您这女儿和你们夫妻俩的性格一点都不一样？谁说不一样啊？还是有一点一样的。林大人追求林夫人的时候，那也是出了名的呀，不然怎么能够抱得美人归呢？当年林夫人可不知道是多少男儿心中的梦中人。林大人条件好，生了一张好面容，性格也豁得出去，所以这不就抱得美人归了吗？陈年往事能不能不要再说了？我去！你们俩刹车怎么不说一声？放心，这不是猪和马的排泄物，就是普通的泥巴而已。你多大个人了，你还玩泥巴？还不赶紧给我起来！小林大人这牙和司农大人的牙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小林大人牙没掉吧？好好的一个小姑娘，可不能把牙给磕掉了。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天天闹出这么一些笑话，你看看你个姑娘家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了？这不挺好的吗？有胳膊有腿的。就是，姑娘家就是要活泼一些才好，天天死气沉沉的多不好玩。我就觉得你这样很好，继续保持。咱们果然是心有灵犀，难怪你会绑定我为宿主，原来咱们是同道中人呐。哎，这林默真的是一个活宝，有他在，整个京城都感觉好玩了不少呢。皇上，
请您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行不行啊？那我们随机抽取一个人来吃瓜吧。你赶紧给我挑选好人选，我要最刺激的那种瓜。我的天哪，我找到了一个超级大瓜，是真的超级大瓜！吏部侍郎家儿子男扮女装去青楼成花魁了！我找到了一个超级大瓜，是真的超级大瓜！吏部侍郎家儿子男扮女装去青楼成花魁了！吏部侍郎的儿子男生女相，他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是爱扮成女子。扮成女子之后，他的容貌也可以比下去一大堆人。他在京城有几个死对头，这几个死对头去那种烟花之地，吏部侍郎的儿子就想出了一个特别损的办法，就是他去那个青楼把自己经营成花魁，然后好好骗那几个人一把，把他们的心骗走之后，然后再一下子恢复男装。想法是个好想法，就是这个牺牲未免也有点太大了吧。这个人长得真的很帅吗？很漂亮吗？都能够在青楼成花魁，这长相应该不是一般人吧？长得确实是挺好看的，如果激烈的竞争成为了花魁，把那几个死对头迷的那叫一个神魂颠倒。我估计那几个男的要是知道他是男人的身份，会有两种结果。哪两种结果啊？哪两种结果啊？第一种结果就是他恢复男装，那几个人把他狠狠的死打一顿。第二个结果就是那几个人对他情根深重，被他掰弯，从此在弯弯的路上一去不复返。我怎么感觉这会变成第二种想法呢？能把男人掰弯，这吏部侍郎这儿子也不是一般人呐。逆子，难怪不肯跟着过来，原来是想在家里做坏事。这几个混蛋现在已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了，那明天或者后天他就一下子恢复男装，把这几个人给吓死。美人儿，你这是想到什么事情那么开心？说出来让我们也听听。就是和几个公子们在一起挺开心的呀。公子们开心吗？开心开心，没有比今天更开心的了。爱卿，要不现在回去吧，朕觉得你还是现在回去比较好，免得令公子酿出大祸。难得呀，还是有比他们家这个小混蛋更闹腾人的。他们家这个小混蛋至少不会女扮男装去勾引人。果然呢，人还是得比较，比较之后才知道自家孩子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个混账在哪里？哟，这是怎么了？你不是才去没几天吗？怎么突然半夜回来了？你是要找真儿吗？真儿说今天晚上在朋友家留宿。哼，还去朋友家留宿？他留在青楼呢。让你们平时都这么无法无天，哼，让你们总是欺负人，就该这么收拾你们，到时候直接吓死你们。逆子，你给我滚出来！赶紧给我滚出来！吏部侍郎直接问花魁在哪个房间，那个妈妈吓得呀，赶紧指了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又是来找花魁的，这新花魁的魅力可真是大呀！爹，松手松手！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把他们几个给灌醉了而已，我真的是清白的。你这个混账玩意儿啊！赶紧跟我回家，回家再收拾你！难怪这个新花魁卖艺不卖身，那笛子吹得可好了，原来是一个官家小姐呀！爹，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就是想骗那几个人而已，我保证我什么都没有干，我只是把他们几个人灌醉了而已。你实在看不惯那几个人，也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呀！我不管你在外面跟别人有什么矛盾，这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情，你怎么能干得出来呢？不说其他的，真儿这样还挺好看的，只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女儿，要是有个女儿的话，一定也是长这个样子的。哎呀，要是这混小子是一个姑娘家就好了，女儿肯定乖巧听话。哼哼哼，那是女儿一定乖巧听话，就像我一样。那个美人可不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美人是一个官家小姐，但具体是谁我们就不清楚了，也不知道这官家小姐怎么会来青楼玩啊。她刚刚被她爹给带回去了，看样子她爹好像还挺生气的。哎，
或许真的是我们与那位美人有缘无分吧，也不知道那位美人是哪位大人家的小姐。京城里的小姐们大多端庄可人，就算是有那么几个泼辣的，那也不会来青楼吧。几个人对视，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现在京城里面最不羁的，不就是那个小林大人了吗？他们虽然没有见过小林大人的样貌，但是对于小林大人的名气还是听过的。而且听说那个官家小姐是被自家老爹给转耳朵给拽回去的。林尚书不也经常这样对小林大人吗？听说啊，他还当街追赶过小林大人呢。越想他们越觉得那个美人是林默。此刻的林默，人在围场坐，锅从天上来。大瓜大瓜，李公公居然有一个儿子在宫外。啥玩意儿？他有一个儿子在宫外？这系统没搞错吧？他6岁入宫净身，后来就一直在皇上身边伺候。他6岁能生孩子吗？我记得你是从小就跟在我身边的吧？我们俩也算是一起长大的。你6、7岁就能生孩子了？你就这么厉害的吗？皇上啊，奴才可是从小跟在您身边伺候的。我6岁净身入宫，6岁的孩子怎么让人怀孕呢？难不成李公公是净身没有净干净？他是一个假太监？李公公看着这其他人的眼神，心里一下子就憋不住气了，当场就要脱自己的裤子。使不得，使不得！这里这么多人呢，就算是要证明，也不能这么证明。咱们可以私底下看，这还有这么多姑娘在呢。李公公是真太监，他6岁就入宫了，但他确实是在宫外有一个儿子。他爹娘把他卖掉之后，又觉得自己家里不能绝后，然后就买了一个寡妇进来。那个寡妇肚子里还有一个遗腹子，那个遗腹子叫李明根。所以那个寡妇肚子里的遗腹子，现在就是名义上的李公公的儿子。那个遗腹子叫李明根。所以那个寡妇肚子里的遗腹子，现在就是名义上的李公公的儿子。是的呢，李公公的父母早就去世了，所以家里就是那个寡妇和李明根了。哦，那个李明根长得还挺俊俏的，他还和郑国公家的3小姐私定终身了，两人打算3天之后私奔。什么鬼？为什么又和他家有关了？你说我们今天晚上偷偷跑回去怎么样？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放心放心，就算遇到危险也不用怕，有我在呢，你还怕什么危险？突然手又痒了，是怎么回事啊？那丫头是真的欠揍了。宣德帝他们现在也特别想回去。这打猎有什么好玩的呀？打猎有吃瓜香吗？回去吃瓜，回去吃瓜，这么香的瓜，怎么能够少得了我呢？系统，你给我做好导航，在明早之前，我一定要到达京城。放心放心，导航都做好了，去吃瓜喽！放心放心，导航都做好了，去吃瓜喽！你多睡一晚上不行吗？明天早上出发不好吗？就迟那么1个晚上都不行吗？放心放心，那个系统在，你家丫头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明天早上我们再一起出发吧。这是哪家的小姐啊？怎么还驾驶着2头猪呢？现在这种有钱人家的小姐都喜欢坐猪车了吗？这2头猪好像不是一个品种的吧？一头是家猪，一头是野猪。他是怎么把这2头猪放在一起的？果然回来之后，他就是受人瞩目的小林大人，他就是京城里最靓的仔。林然和林七2个人出门买笔墨，毕竟林七马上就要考试了。结果突然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啊，你看，那是不是默儿？他不是跟着爹爹去围猎了吗？怎么回来了？这又是个什么造型啊？不是骑着猪去的吗？怎么回来的时候又多了1头猪，还多了一个轮椅啊？这丫头到底是在搞什么鬼？难不成她是连夜赶回来的？大哥大姐，我回来了。你不是在围猎场上吗？怎么突然回来了，还这么早？你该不会是连夜赶回来的吧？对啊，我勇敢吧？勇敢你个头啊，勇敢！大晚上的这么危险，你
你居然敢一个人回来？爹爹知道这件事情吗？放心吧，我已经给爹爹留下了信，他看信就知道我回来了。你们是要出门是吗？就先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回去补个觉。一个姑娘家，怎么呼噜声打得这么响呢？你们还是自己找个地方睡吧。你们打呼噜怎么能打得这么响呢？实际上打呼噜的不是林默，而是这两头猪。不得不说啊，这真的是猪随主人呐。你真的确定是小林大人？我怎么感觉心里有点慌呢？肯定是小林大人，不然有哪个官家小姐会去青楼啊？他们怀疑在青楼的那个女孩子是林默，所以打算今天过来见一见。你去敲门，那天晚上就你醉得最轻，你应该不会认错人的。请问你们找谁啊？我们找小林大人，请问小林大人在吗？哟，居然是来找他们家二小姐的。她在这里守门守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有人居然主动来找他们家二小姐。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去叫二小姐，别跑啊！谁找我啊？完了，好像找错了。不好意思啊，是我们认错了。小林大人再见。别走啊，难得有人来找我玩，看你们是第一次主动来找我的人的份上，我带你们去玩。好哎好哎，收他们做小弟，我们要去郑国公府吃瓜。早就听闻家里的父兄说过系统这件事情了，但是第一次听到还是挺惊讶的。在林默的强烈要求，不是强迫之下，这三个人被迫跟在他的轮椅后面走成一排，活脱脱的就是三个小弟。都怪你，要不是你认错了人，我们怎么可能会被当成小弟？哎，怎么就怪我了？你们不也喝醉了吗？当初我说是小林大人的时候，你们都赞同，哎，怎么现在又怪我了？我们能不能逃啊？可是我怕跑不赢他的两头猪，那头野猪可以把我拱死吧？系统，你说我们要不要在那儿搭个帐篷啊？不然我怕耽误吃瓜的时间。不至于吧，不过咱们可以找一棵大树靠一靠，这样又能隐蔽自己，又能吃瓜。看着像是蜥蜴附体一样的林默，底下的三个人目瞪口呆。你们还站在那里干嘛？赶紧上来呀！带你们免费过来吃瓜的。系统啊，这三个人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正常啊？我怎么感觉他们傻傻的呢？他们好像是被你给吓到了，他们胆子太小了。谁胆子小了？爬上去就爬上去。宣德帝他们也在下午回来了，郑国公更是直接就冲进了家里。哎呀，是不是那三小姐和那个李明根的事情被郑国公知道了？貌似是的，赶紧吃瓜。我去，郑国公回来正好撞上那个小姐跟那个李明根在私会，难怪他会这么生气。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他们下意识地往天上一看，嚯，好家伙，那棵枯萎的大树上面居然长了4个人。林尚书看着趴在树尖尖上的某人，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呼吸不过来了。给我抓住他！居然敢勾引我的女儿！牛逼了！啊，这是哪来的高手？这就是你说的俊秀好看？这哪儿好看了？还不如我长得好看呢。哎呀，这比普通人的长相还是要高一个级别的。和你的长相那肯定没得比，毕竟你长得和你那个京城第一美男子的老爹这么像。你要是个男的就好了，到时候你也去考个科举，中个探花，完美呀！怎么从你嘴巴里说出来，考科举就这么容易呢？李明根拖着半残的身躯，眼看着还要逃，完美！你有毛病啊！我们是人啊！才不要当什么拦路虎！李明根拖着半残的身躯，居然还想要冲过去。竹叶青，抱住他的大腿！不是，你才是竹叶青，你全家都是竹叶青。不过现在人都已经抱住了，这也不太好撒手了。竹叶青就抱着这个李明根的大腿，一直等到国公府里面的人冲出来。李明根被抓进去的时候，嘴里还在不停地骂人，骂得还挺脏的。那个三小姐的眼光是真的没问题吧？居然能够看得上这样的人。
这男的除了长得端正了一点，真的是没有一个优点了。来别人家里私会别人的女儿，被发现了还从后门逃，被抓住了嘴里还满口的脏话，还留个屁的根呢，这个根他不要，太丢脸了。这么差的根还留个屁呀，还留个屁的根呢，这个根他不要，太丢脸了。这么差的根还留个屁呀。太子和2个皇子躲在一个草垛后面，怜悯地看着李公公。李公公跟在父皇身边也算是风风光光了大半辈子了，这突然冒出一个毫无血缘关系还这么差劲的儿子，这应该可以说得上是晚节不保了吧。上一个晚节不保的还是林尚书，林尚书规规矩矩了大半辈子，结果突然冒出了林默这么一个女儿，然后就开始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你们礼貌吗？太子殿下，你们躲在这里，皇上知道吗？我们这是为父皇着想，父皇肯定也想知道这边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先来探查一下，等一下回宫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完完整整的跟父皇说。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信你们个鬼哟！你们这一家子就没有一个正经人。林默本来在外面看戏看得好好的，结果突然被请进了国公府。哼，咱们居然跑到瓜田里面来吃瓜了，厉害了！哼，咱们居然跑到瓜田里面来吃瓜了，厉害了！我觉得国公也可能是想让你劝一下他们家的那个3小姐，等会儿你可要好好发挥发挥，拿出你洗脑的功力来。郑国公本来只是想让林默过来发挥一下他吃瓜的能力，顺便挖掘一下这个李明根私底下的瓜，结果没想到系统居然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小林大人，没想到居然这么巧能够在外面看见你呀！老夫有一件事想请小林大人帮忙，家里这个不争气的女儿最近出了一点事情，所以想请小林大人帮忙劝一下她。刚刚你也看到了，那个男人实在是不行，可是我家那个女儿也不知道是着了什么魔，非要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小林大人才华卓绝，相信小林大人一定能够帮忙劝住小女。林默被吹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想不到他在人家心里居然是这么的有用。哎呀，哪里，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劝人我可是最在行的了。就是，洗脑可没有人比我们更在行了。被迫进来的3个茶一脸惊恐地看着郑国公。国公爷，你说的这话是认真的吗？李明根真的不是个好玩意儿，你赶紧帮忙劝劝这个3小姐，这是个被别人用过的玩意儿。3小姐何必苦练一根草呢？而且那根草还是别人嚼过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美女的眼光都这么不好？那个李明根不只是有一个红颜知己而已，这个人还是青楼楚馆的常客，他下面都长蘑菇了。喜欢这样的人是喜欢他下面的蘑菇吗？我去，这个李明根还得病了！完了，我刚刚没有碰到他吧？我不会被传染吧？我的个娘啊！我还抱了那个人的大腿，我是要死了吗？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啊！你说你好好的一个贵族小姐，干嘛非得和这朝三暮四的人在一起呢？你看这3个憨货，这3个憨货都比那个家伙强。京城里的世家公子这么多，你随便挑选一个，都比这个李明根强。他这么乱来的一个男人，说不定就得了病了呢。你看和命相比，这感情是不是不值得一提？那个男人根本就不在乎你，要是在乎你，根本就不会让你私奔的。清醒一点吧，郑宝川。你怎么知道我叫郑宝川？小林大人知道我吗？我去，他还真的叫宝川呢，难怪这么恋爱脑。上一个被这个小祖宗叫做恋爱脑的是护国将军。护国将军的事情已经在京城传遍了，睡别人的女人，养别人的儿子，还伺候别人。所以他这个女儿也是这样的吗？不要啊！你们应该都没有娶妻吧？你们看这3小姐怎么样？哎呀，你是想帮他们做媒啊？
对啊，你看他们豺狼虎豹多么般配啊！你是想帮他们做媒啊？对啊，你看他们豺狼虎豹多么般配啊！他现在很想知道自己在小林大人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一定要找一个男人不可吗？小林大人，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知道那个李明根不是什么良人了。至于这3个公子，我与他们没有什么交集，还是算了吧。我怎么从你的语气里感受到了嫌弃啊？还有，你这眼神是怎么回事啊？林默和这3人被送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呆滞。所以我们好像是被赶出来了，是吧？好像是的。他们卸磨杀驴。3人组在心里拼命点头。就是啊，卸磨杀驴。这个成语听起来有点怪，但是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奇怪，是怎么回事？那个，既然没什么事情了，那我们就先走了。林默本来想要拉住他们，别再跟我胡闹了，赶紧回家，叫你的钉耙带我们回家。你爹也变了，他也被钉耙征服了。谁说不是呢？连我的轮椅都给抢走了。真的是这儿吗？吏部侍郎家好像没有小姐啊，就秦征一个独生子吧？难不成是吏部侍郎在外面有什么女儿，最近重新找回来了？你们看啊，如果是京城里面长大的女子，除了小林大人，谁敢出入青楼之地？但如果是外面长大的，那就都说得通了。小姐，我们家没有小姐啊，就只有一个公子。你们说那天晚上被带回来的，那是我们公子啊。所以他们那天见到的美人是秦征。竹叶青一声尖叫，直接跑了。这刺激好像有点大哈。这个打击有点大，他们弯了没？不知道啊。不过如果真的弯了，那秦征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吗？他一个人分给3个人也不够分啊。1人1天，7天轮2次，最后1天秦征休息，完美。女儿有点变态怎么办啊？能不能把她塞回去重造啊？女儿有点变态怎么办啊？能不能把她塞回去重造啊？林默和系统越说越黄，这1人1桶的笑声透着极致的猥琐和奸诈，感觉他们半夜就要去干坏事了。把他给我看出来，顺便让人去通知一下吏部侍郎，让他把院门看紧了。如果看到这丫头，立马给她绑住送回来。爹，你这有点太过于夸张了吧？默儿就算是再怎么不着调，也不至于半夜出去绑架人家吧？救命啊！我卡在狗洞里了，救命啊！我就说让你翻墙吧，你偏偏要爬狗洞。我怎么知道这狗洞这么窄？几年前我明明可以钻过去的。你也知道是几年前，你10岁出头和现在能比吗？你给我清醒一点儿。靠，你还真的打算半夜出去啊？林默整个屁股都给卡住了，林尚书抓住他的脚，用力拔了拔。爹呀，别拔了，我的衣服都要跑上去了。爹呀，别拔了，我的衣服都要跑上去了。林七带着林然跑到了外面，想抓着他的手把他给拔出来。卡住裤子了！哥，你要是再拔，我的裤子就要被这狗洞给刮下来了。那你说怎么办？拔你的脚也不行，手也不行，你有本事爬进去，有本事自己拱出来呀！娘啊，我的屁股给你打麻了！我想到办法了，苏主，我想到让你出来的办法了。快说快说！一个不正常的系统，你能指望他想出什么好办法呀？让你爹娘拿板子狠狠打你屁股一下，你因为疼痛肯定会整个人往前面拱，这样你就可以拱出来了。请问我和你有什么仇吗？深仇大恨的那种仇恨？没有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宿主。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忍住，忍住，千万不能笑出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真的在为你着想，不然你还能想出来什么好办法吗？
你难不成真的想要一直被困在这个狗洞里？哦，你还直接堵住了人家狗的大门，你这样人家怎么回家嘛？爹娘，你们找个东西狠狠地打我屁股，这样我就能出来了。你说的话是认真的吗？系统敢说你就敢做是吧？你来吧，我下不了手。你这话说的，感觉我就能够下得去手一样。你爹娘在互相推脱呢，你要不要说个什么话刺激他们一下，这样他们就能够下得了手了。爹，你上次费尽心思弄来的茶叶是被我偷了，那个茶叶煮茶叶蛋一点都不好吃。孽女，造孽呀，这玩意儿！论作死，没人能比得过宿主。林尚书在地上捡起了一根细细软软的树枝，就直接抽到了林默的屁股上。我出来了，我林默出来了！小兔崽子，你别给我跑，把我的茶叶还给我！那是他费尽心思弄来的茶叶呀，他还以为是自己把茶叶给喝完了，结果是这小兔崽子拿着茶叶去煮了茶叶蛋。开玩笑，这要是停下来，这就是傻子。唉，咱们还是把药给准备好吧。我感觉今天莫尔的屁股可能会有点惨。哎，快跑快跑，你爹追上你了，赶紧把你的腿给我倒腾起来。不行了，我要跑不动了。等会儿你能不能把保护机制给我打开？我到时候再装一装，这样就能够把我爹给骗过去了。系统二话不说的把保护机制给打开了，反正他今天的能量足足的，吃了人家的东西，那拿出一点点也不心疼。打开了，现在到你发挥的时候喽。林默听到这话，一个转身，啪的一下就跪下了。林尚书没有听到他和系统的对话，但是看到这丫头啪的一下跪下了，他没有刹住车。很好，一个完美的跳马，这个障碍过得非常漂亮。整个环境在呆滞了几秒后，你爹在你头上跳了一个马，你被跨过去啦。这个障碍过得非常漂亮。整个环境在呆滞了几秒后，你爹在你头上跳了一个马，你被跨过去啦。爹，你为什么要在我头上跳马？你打我都认了，你为什么要在我头上跳马？我长不高了，我长不高了呀！本来就是家里最矮的一个，我本来还打算这2年稍微冲一下身高的，结果这一下全部被你给毁了，我长不高了。全家都是大高个儿，就他一个小矮子，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呀？刚刚这不怪我，谁让你突然一下跪下的？你要是不跪下，这件事情不就不会发生了吗？就是，你刚刚跪得太快了，你应该来个360度托马斯回旋，然后一个跪下，那个技巧才帅气呢。我发现你现在这个系统真的是越来越不正常了。就哪个正常人道歉要360度托马斯回旋跪下？讲得好像你是个正常人似的。林默儿，你身上这件衣服你自己洗，你看你滚的这个样子，不就是被你爹从头上跳过去吗？又不是什么大事，谁说被人跳过去了就长不高了？爹，那你让我跳一下呗。滚，趁着我还没生气，赶紧给我滚远点。我不，要不你让他跳一下吧，跳一下就能够消停了。夫人，你是认真的吗？咱们2个可是最亲密的人，你居然为了这个臭丫头要我做这样的事情。稍微哄一哄她吧，刚刚那一下也确实是你不对，你说你往旁边倒一下多好，干嘛要从她头上跳过去啊？主要是她长得跟你太相似了，用着跟你这么相似的脸哭喊，我看着心里总觉得别扭。你说怎么2个大的跟你像的不多，这个小的怎么这么像你呢？行了，我弯下腰给你跳一下行了吧？真不知道你的脾气是像了谁。行了，我弯下腰给你跳一下行了吧？真不知道你的脾气是像了谁。哟吼，他没有跳过。你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你的弹跳力不足，直接骑上了自家老爹的背了。唉，难搞啊，难搞。
他好像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爹，跑起来！我看你是真的欠揍了。啊，突然觉得我身上的担子很重，怎么回事啊？我还是去读书吧，过不了2天就得考试了。林默这一次被揍得2天下不来床。那种树枝条打人，虽然不会把人打得伤得多重，但是就是痛啊。一直到临期殿试的那一天，林默才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冲啊冲啊冲啊！今天殿试有好几个大瓜要吃。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会有史官记录，林默这个作为助理的肯定是要在身边的，所以他要去现场吃瓜喽。林默跟在李大人身后进了大殿，只是那个表情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起来有点猥琐。他突然明白了老爹天天带着这家伙来上朝是什么样的感觉了。他站在那儿，你都觉得他丢脸，而且他丢的还不是他自己的脸，是你的脸。宣德帝是一个超级大颜控，从他20多年前钦点林尚书为探花就知道了。哎，我怎么看皇上的眼神，他看上我哥了呢？皇上的后宫之中应该没有男妃子吧？你他喵的有毛病啊！能不能把你的脑瓜子给我停止思考一下，不要乱思考行不行？哎呀，你们这皇帝的后宫没有男妃子，但说不定从今天可以开辟呢。如果你哥真的进了后宫，那你不就是国姨了？人家是国舅，你是国姨。嘿嘿嘿，好像还可以哦。要不是在这大殿之上不能揍妹妹，他非得让这臭丫头吃一吃他的拳头。父皇真的不喜欢男人吧？我看这个林七真的长得很好看呢。给我闭嘴！父皇要是喜欢男人，你是怎么生出来的？林默的话你给我听一半就行，这姑娘嘴巴里讲不出什么好话。最终，林七因为姿容出众、才华横溢，还是被钦点成了探花郎。那2个30出头的，一个成为了状元，一个成为了榜眼。林家就是吃亏在长得太好了。林尚书当年的才华明明可以当状元，可是因为长相成了探花。现在他的儿子又是这样。探花不好吗？探花一般都是才貌双绝之人，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当的。我当年考试的时候就是冲着探花去的，谁知道横空出世一个林焕呢？筒子，你不是说有瓜吗？这都快结束了，赶紧上瓜呀！看到角落里的那个人没有？他都站到这么角落里了，那个系统怎么还能发现他呀？他怎么了？他有点矮，有点瘦小，难不成他是女扮男装？女扮男装，在皇上这里女扮男装，这个是死罪呀！那个瘦小的男人吓得差点跪了下来，旁边2个护卫左右直接把他给夹住了。这是宣德帝早就准备好的人，为的就是防止一些心理素质不太好的人当场被吓得晕过去。不是，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他前段时间被太仆少卿给看中了，太仆少卿想要把女儿嫁给他，所以这段时间他就一直住在人家家里。不过这个人虽然答应了，他的眼光有点独特，他没有看中少卿家的小姐，但是看中了小姐的奶娘。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他没有看中少卿家的小姐，看中了小姐的奶娘。小姐的奶娘多大了？长得是不是很漂亮？国色天香的那种？奶娘今年35，长得一般般，不过身材非常好，胸大屁股翘。这个男人喜欢的就是少妇，他在老家的乡下还有女人呢，也是身材丰满类型的，那个女人还是他名义上的长辈。这可真的是真人不露相啊！这人的人品不行啊，总不能让这样的人当官吧？天哪，他完了，他真的完了！在宣德帝的示意下，这个男人被偷偷的拖了下去。哎呀，你们这个状元郎可真的是一个痴情种，他和他妻子是青梅竹马。他刚刚来京城的时候，也有官员看中了他，不过他给拒绝了。他和妻子青梅竹马，感情可好了。这个小林大人就算是吃瓜，
也只能吃到他们恩爱的瓜。不过你们这个状元也挺糟心的，在他天天辛苦读书忙着考试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跟他的弟弟搞在一起去了。哦，他刚出生的那个女儿也不是他的，是他弟弟的。所以他在辛辛苦苦的读书考取功名，他的妻子跟他的弟弟绿了他。天哪，这个人也太倒霉了。沈住，不要打下去。赶紧跟我仔细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总不能就是偷情吧？这里面肯定有内幕。你怎么知道有内幕？确实是有内幕。妻子跟他们兄弟俩都是青梅竹马，他弟弟一直都喜欢他妻子，只不过定下亲事定下的是他哥哥，弟弟就一直很怨恨哥哥。这状元的弟弟其实一直都很嫉妒哥哥，他也是个读书人，但是学问没有哥哥那么好，只考到了一个秀才就为止了，所以他就想要报复哥哥，所以他就报复到他嫂子身上去了。果然人还是需要对比的，和这个糟心弟弟相比，自家这个糟心妹妹也不算什么了，顶多也只是在外面吃点瓜丢点脸而已。你是不知道他这个弟弟有多恶心，只要今天他哥哥赢他一回，没过多久他就一定要去找他嫂子。而且状元这个妻子人品也不太行，她既想要当官太太，却又不想受到丈夫的冷落，然后她就很理所应当的和这状元的弟弟搞到一起去了。有时候你们人类的关系真的是很乱。确实，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的乱得很。哥，你明天来的时候顺便把我扛走吧，我今天晚上要熬夜看个画本。你就不能找一个令我幸福一点的借口吗？也至少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吧。还是算了吧，我好像就没有干过什么正经事儿，如果找一个正经一点的借口，你估计也不会信，所以还不如和你实话实说。反正你明天记得来找我啊。快点，那个迷情公子俏狐狸的画本出了新的一册，赶紧给他买回来，今天晚上咱们熬夜给他看了。我知道，我已经派人去帮我买了，今天晚上就是咱们的狂欢夜。你好好的一个朝廷官员，就不能看一些正经书吗？这个什么迷情公子俏狐狸，一听就知道是些乱七八糟的书。你们这些画本可真好看。哎呀，还是做人好，使生活多姿多彩的。那当然，做人可好了，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投胎投的不错，要是这辈子能成了猪或者狗，那可就太倒霉了。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投胎投的不错，要是这辈子能成了猪或者狗，那可就太倒霉了。如果你真的成为了狗，那你会怎么办？估计每天都会活着努力吧。就我这样的，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不过狗好像真的吃屎吧？咦，好恶心呢！第二天一大早，林七过来找林墨的时候，没有在床上看到他。公子，你往床底下摸一摸。林七听话的往床底下摸了摸，还真的让他摸到了某个人。不过这人睡觉为什么总不脱衣服呢？穿着朝服睡觉舒服吗？林七把林墨扛出来的时候，林尚书转过了头，眼不见为净。别睡了，我跟你说一个大瓜，让你清醒一下。你赶紧说吧，要再不说我是真的撑不住了。昨天晚上熬夜熬久了。这个瓜还是皇帝的瓜，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瓜还是皇帝的瓜，就是最近发生的。你妹的，就吃我的瓜！不是自己就好，多谢皇上舍身。赶紧说，皇帝的那些裤衩子被偷了。这怕不是又是一个采花大盗吧？不对，应该叫做采龙大盗。哪个有病的，偷什么不好偷我的裤衩子？这个裤衩子可不是外面的人偷的，是皇后带着众妃子一起偷的。新王妃前段时间入了一趟宫，在聊天的时候和后妃们说了一下怎么赚取外快，然后皇后和妃子们就被点亮了大脑。
你们这后妃还挺和谐的，大家齐心协力的偷皇帝的裤衩子去卖去，厉害了。我就说我的裤衩子怎么越穿越少，原来是因为这样。你们至少和我提一下，也让我加入进去啊！这后宫的娘娘们都这么好玩吗？那他们怎么把这些裤衩子卖出去啊？一般人也不敢接这个活吧？这后宫的娘娘们都这么好玩吗？那他们怎么把这些裤衩子卖出去啊？一般人也不敢接这个活吧？那可不，所以他们让信王妃去帮忙卖，信王妃还在中间抽取了一成提成呢。林默现在是真的觉得这个信王妃是一个奇女子了，一个比她还神奇的女子，丢脸呐！他就说前段时间王妃从皇宫回来之后，怎么突然开始忙了起来？原来是又接了一个新的活儿干。系统，那皇上的裤衩子在外面卖得卖多少钱啊？比王爷的应该会贵一点吧？他猜想自己的裤衩子的价格肯定会高一些，好歹他也是一个皇帝呀。不，你们皇帝的裤衩子价格没有王爷的高，就你们皇帝的那些裤衩子一块布上3个洞，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皇上的裤衩子已经没有几条了，我们得找机会给他补上。可是我舍不得呀，好的布料我自己都没有几匹。皇上那性格，娘娘也知道，进去他手里的东西基本上就出不来的。每次赏赐给我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墨宝，又占地方不说，还不值钱。他们也是真的没有想到做妃子能做到这种程度。外面的人可能以为他们都是锦衣玉食被别人伺候着，可是实际上呢，这也只是外表光鲜亮丽罢了。你们还聊得挺认真的呀，连一块布料都不舍得给我，这是只想往外拿，不想往里面进是吧？各位爱妃挺有闲情逸致的，朕就说最近为什么衣物越来越少了，原来是被爱妃们拿走了呀。皇上恕罪，臣妾们也只是想补贴家用罢了。哼，那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跟朕说清楚？这么赚钱的事情，你们怎么能够独自干呢？原来你生气的是这件事情啊！不是，皇上，你可还知道自己的身份？哎呀，皇上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晋王回去后，正好看到王妃在算账。我怎么感觉你这么嫌弃我呢？我们可是夫妻啊！听说你帮后宫的娘娘们在卖皇兄的裤衩子。是啊，有什么问题吗？那个，你难道就不怕皇兄怪罪吗？放心吧，不会的。皇后娘娘说了，万事有她在上面顶着。你要是没事的话，就带着你儿子女儿出去转转吧，别在这里烦我了，我这还要算账呢。这个家里还有我的半点地位吗？别追我了，别追我了，我是不小心踩到你的骨头的。哎呀，快跑快跑，他要追上你了，他快要咬到你的屁股了。在狗快要咬到他的那一瞬间，他成功上了树。我的妈呀，没想到吃瓜居然也会有这样的危险。其实你也不用这么害怕，我可以给你开保护机制，这样狗不管怎么咬你，你都不会痛啦。然后大家就发现我面无表情的被一只狗狂咬，这正常吗？半个时辰后，童子，我想要拉屎怎么办？我真的快要憋不住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条狗给弄走？要不你直接脱了裤子就拉吧。你不是说狗吃屎吗？你踢了它的骨头，现在正好还给它，一顿换一顿。林默沉默了3秒钟。你认真的吗？你让我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拉屎，我还要不要脸了？我们就说怎么有个声音这么耳熟呢？原来是混世魔王在树上啊！不过我们来的好像不太是时候，要不换一条路走吧？哎，我找到人可以帮你啦！花孔雀跟笨美人来啦！关于笨美人这个外号，这是系统取出来的。他觉得这个秦征长得虽然好看，可是脑子有点不太聪明。花孔雀，你们2个赶紧过来帮我一下，我
我把这条狗给赶走。你过去帮忙。凭什么叫我去啊？人家叫的是你。开玩笑，自己主动送上门，他有这么傻吗？他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上一次老爹会半夜回来了，就是这个小林大人吃瓜吃到了他身上。我数3个数，赶紧给我过来。哎呀，稍微注意一点形象，你好好一个姑娘家，不要把声音弄得这么粗犷。你忘记你还憋着屎了，小心一用力把屎给爆出来。憋着屎的小林大人都这么恐怖啊！此女恐怖如斯啊！走开走开！想不到这花孔雀居然还有这样的舞蹈实力，嘿嘿，厉害了。确实很厉害。哟，居然还来了一个地板动作，漂亮。你在跳舞呢？我这分明是挣扎。我变成这样是为了谁啊？我被狗咬是为了谁啊？兄弟，这个真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这条狗太勇猛了。小林大人，赶紧下来！这条狗现在已经被魏公子给牵制住了。稍微再憋一会儿，你先去把那条狗给说服了。花孔雀也是因为你才跟这条狗打起来的，啊不对，因为你才被这条狗打的。我把保护机制给你打开，出啊！你别越打越远好不好？过来一下呀！你过来我才能救你，我的腿迈不开。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他一直在追我。你要是再跑，我就不管你了。这也不是我想跑啊！我要是不跑，他就追着我咬了。这又是在搞什么鬼啊？最近京城里的这些富贵人家是怎么了？之前流行骑猪，现在流行跟狗打架了吗？世家公子练习武术，不是有专门的陪练吗？现在陪练变成狗了。人呢？怎么猪回来了，人没回来？你哼哼又有什么用？我们又听不懂你说的话。林尚书和林七直接往外面冲，林然和林夫人马上安排人去寻找，一家人分工明确。等他们过去找到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人一狗躺在地上不知死活，自家的那个混世魔王捂着屁股，一脸崩溃哀嚎。小林大人，你稍微忍一忍，我的坑马上就挖好了，等会儿你就可以如厕了。小林大人，你稍微忍一忍，我的坑马上就挖好了，等会儿你就可以如厕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啊？爹，大哥，我快要憋不住了，我要拉屎，我好急，我要回家。3秒钟后，林尚书拎着自家傻女儿在街上狂奔，林七则是扛着魏正安跟在后面狂奔，秦征抱着一条大黄狗，屁颠屁颠的跟着。快点，再快点，要释放了！爹，你快点，我快要不行了。我已经跑得最快了，你今天是吃了什么这么急？哎呀，宿主，你爹真的是太棒了，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你爹这么棒的爹。请你不要说一些废话，什么叫做我爹这么棒的爹？我爹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爹，就是最棒的。丢不丢脸？丢不丢脸？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肚子疼？不过那条狗，不是那条狗把我堵在树上，我怎么可能憋成那样？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肚子疼？不过那条狗，不是那条狗把我堵在树上，我怎么可能憋成那样？现在百姓们说世家公子喜欢与狗切磋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我如实招来！什么世家公子喜欢与狗切磋啊？我怎么不知道京城里现在流行这个了？这可多亏了你和花孔雀，花孔雀和狗打架，从这头打到那头，百姓们就误会了呀。宿主，我发现你真的引领了京城好多潮流，京城顶流的位置，我估计谁都抢不走你的。绑定你作为宿主，我真的好开心。哎呀，我每天的能量都是满满的，太开心啦！我怎么感觉你说的不像是好话呢？京城顶流这个位置我认，但是你每天能量满满的，我怎么听起来这么怪呢？林默看了一下自家老爹的脸，然后一脸心虚的把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林尚书越听脸越黑，
所以人家这两个完完全全就是被牵连的呀。这糟心玩意儿能不能干点人事啊？第二天一大早，林默带着系统去上朝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看他。他们干嘛都在看我呀？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我忘记告诉你了，昨天你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了。不是，他是想要吃别人的瓜呀，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别人吃他的瓜？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啊？唉，实在是太令我伤心了。筒子，赶紧来2个别人的瓜，缓解一下我的心情。真不愧是你，我们就不应该有心疼你的心。别难过，别难过，我早就已经找好大瓜了。今天的瓜是太尉的瓜。又是我，你这系统就逮着我们几个好是不是？还挺期待，是怎么回事啊？太尉又被谁看上了？太尉这么受欢迎的吗？太尉大人深藏不露啊，居然又被人看上了。我什么时候又被人看上了？我现在天天洗澡都把门窗锁着的，还有谁会看上我？我什么时候又被人看上了？我现在天天洗澡都把门窗锁着的，还有谁会看上我？不是，他没有被人看上，他的权势被人看上了。有一些新科进士打算勾引他的女儿，有一个叫徐洛宾的已经和他2女儿相约游湖了。而且那个男人就打算在游湖的时候下手，到时候美人落水，他下水拯救，这样既能够英雄救美，还能够抱得美人归呢。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男人？混账东西，居然敢把主意打到他女儿身上来了！不行，等下朝之后，一定得跟家里的女儿好好说一说，千万不能被男人给蛊惑了。林尚书和林七看了一眼其他人的脸色，心里突然无比的妥帖。还好自家这个混世魔王才不会和什么男人去游湖呢，别人也不敢往他面前凑。要是有哪个不怕死的往他面前凑，这不是主动把瓜给送上来吗？这个男人虽然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人品是真的一般，爱占小便宜，满口的道德，但是这些道德是用来约束别人的，不是用来约束他自己的。他还总是自命不凡呢，觉得自己才华横溢，只是生错了人家，要是生在官宦人家，那绝对是仕途坦荡。他还总是自命不凡呢，觉得自己才华横溢，只是生错了人家，要是生在官宦人家，那绝对是仕途坦荡。这个徐洛宾最嫉妒的人是你哥哥，他最开始的目标不是太尉家的2小姐，而是你姐姐。如果你姐姐一个大耳刮子把他给打回去了。我姐真帅。对于林然，他们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京城里有名的美人加才女，才貌双全这个词儿就是为她量身定制的。只是没想到啊，这才貌双全的美人手脚功夫居然还这么好，真不愧是林家出来的呀。童子，那个徐洛宾什么时候和那个2小姐去游湖啊？我去会会他，居然敢打我姐姐的主意，那一耳刮子都打轻了。就今天下午很多公子小姐都会去游湖，也就是约会，那个地方会有很多很多的瓜，很多很多的瓜，他们也想去看。大人不必担心，小林大人都已经打算过去帮忙了，那个姓徐的绝对不会讨到什么好的。可是小林大人的攻击是不分差别的攻击呀。我今天这个打扮怎么样？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吃瓜，我买了好多的粗布衣裳呢。还行，把你的假胡子给粘好一些。在吃瓜的路上，他们是认真的，他们是一线吃瓜的茬。赶紧给我指示一下人在哪里，我要去会会那个渣男。那棵大柳树下面，那个穿着蓝色长袍的那个男的，就是徐洛宾。徐洛宾本来还在和美人从诗词歌赋聊聊人生哲学呢，突然感受到了一阵炽热的目光在盯着他。他怎么会在这儿？小林大人怎么今天也有心清雅致来游湖了？渣男今天跟漂亮姐姐来约会，连衣服都不换，这件衣服都穿了3天了，难怪出门的时候要给自己身上撒上香粉。我换衣服的事情你也知道？油头粉面，眼神飘忽，看起来不像是个什么正经人。还有这衣服，
难怪觉得这人的衣服有点皱巴巴的呢，原来是这么久都没有换过衣服呀。我换衣服的事情你也知道？油头粉面，眼神飘忽，看起来不像是个什么正经人。还有这衣服，难怪觉得这人的衣服有点皱巴巴的呢，原来是这么久都没有换过衣服呀。你说你是普通老百姓，为生活奔波，没有时间换洗衣服，那还能理解。但问题是你也有人伺候的呀，洗个澡又怎么啦？换个衣服又怎么啦？你今天要来接人家姑娘，你好歹得保持一下身体的整洁吧。他是个特别爱洗澡的人，所以他的女婿绝对不能不洗澡。那可不，就是因为你太爱洗澡了，所以才会被采花大盗给看中的呀。就是你去纠缠我姐姐的啊？这又是怎么回事？谁又去纠缠邻家大小姐了？小林大人，这真的是误会，我与邻家大小姐素不相识，怎么可能去纠缠她？呸，还素不相识呢。前2天脸上肿得这么厉害，不就是被咱们大姐给打的吗？二小姐，你也别怪我多管闲事，这个男的先去纠缠了我家大姐，我家大姐不上他的套，他又来纠缠你，你还是听我一劝吧，他真的不太行。他就是想成为人上人，又怎么了？他没有这些人这么好命，没有一个好爹。如果他也是世家出身，那谁还敢看不起他呀？宿主小心，这个男的他玩不起，要对你动手啦！自己不做人，还不让人说了是吧？居然还想对我动手！嘿，宿主，刚刚那一脚实在是太漂亮了，你刚刚那一脚就和马撅蹄子一样，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动作，非常的干净利落，非常漂亮。哪里，都是在家里的马厩看马看多了的原因，久了之后自然就会了。本来还觉得你那个动作挺帅气的，结果被你们这么一说，这个动作瞬间就不忍直视了。我刚刚那一脚也没有多重，等会儿我会让人把你拖到医馆里去的，你的治疗费我都会出。年轻人，稍微把心思放在正道上面吧，你都已经成了新科进士了，这就已经在普通老百姓之上了。就算你是真的想要用结亲来换取仕途的平坦，这算很正常的事儿。但问题就是你这个人不太行，一个男人用一些偷鸡摸狗的手段算什么？说完，林默就直接让丁爬她老公把人给驮走了。走的时候，他还不忘叮嘱太尉府二小姐，以后找男人把眼光放好一点，实在是不行，可以多来问问他。我说你以后能不能低调一点儿？你看看京城里你的那些名声，人家姑娘家都是温良贤淑、才貌双全的名声，你的名声是什么？放荡不羁，驾猪而过。哪个女孩子的名声是放荡不羁的？你的名声是什么？放荡不羁，驾猪而过。哪个女孩子的名声是放荡不羁的？林默跪坐在地上，脸上的表情有一丝丝呆滞。不知道的人可能还以为他听得多么认真呢，但其实他的思维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系统，你说湖边有很多很多的瓜，除了那个徐洛宾，其他的瓜是什么？正好我爹在这里说教我正觉得无聊呢，你现在就告诉我吧。这混账丫头到底有没有把他的话给听进去啊？好啊，不过那些人你可能不太认识，都怪你刚刚走早了，不然我就可以指着他们让你一起吃瓜了。城北富商家的陈小姐和她的姐夫在外面出游呢，她姐姐现在正怀着孕，她却想要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了。她没事吧？居然跳姐姐的墙角，那个男的很优秀吗？能在这时候被勾走的男人肯定不优秀。居然跳姐姐的墙角，那个男的很优秀吗？能在这时候被勾走的男人肯定不优秀。那个陈小姐跟她姐姐是同父异母，她姐姐是前头那个夫人生的，她是继室左生，所以一直都看不惯她的大姐姐。而且她姐姐嫁的还不错，嫁了一个6品官员之家呢。那她也可以自己挑选一个家世好的呀，干嘛非得盯着她这个姐夫啊？对呀，能挑选一个好的，为什么非得挑选姐夫呀？
姐姐能从富商之家嫁到官宦人家，按道理来说，那个陈小姐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呀。她姐姐温良贤淑，在京城中还是有一些美名的，所以才能从富商之家嫁到官宦人家。而那个陈小姐从小就被她母亲给宠坏了，什么都爱和她姐姐比，但她什么都不如她姐姐，所以她就想着把姐夫抢过来呗，反正姐姐的东西她都想要。这个陈小姐真的是有毛病，东西非得抢来的才好用是吧？她姐姐喜欢的，她也不一定会喜欢呢。就像我姐喜欢诗词典籍，我就不喜欢那些玩意儿，那些玩意儿对我来说还不如擦屁股纸呢。她姐姐喜欢的，她也不一定会喜欢呢。就像我姐喜欢诗词典籍，我就不喜欢那些玩意儿，那些玩意儿对我来说还不如擦屁股纸呢。你这是什么比喻啊？你就不能比喻一个好一点的吗？得了，白担心了，这丫头心大得很。大小姐，可以往这边站一站，这个地方听得清楚。毕竟吃瓜的事情，谁能够拒绝呢？反正那个什么陈小姐人品道德都不太行，她的名声也不好，嚣张跋扈，目中无人。你们不是一个圈子里的，所以不太知道她。那富商小姐圈子里面，她的名声真的是差得可以。不过她再勾引也没有什么用，她那个姐夫家根本就不由她姐夫说了算。人家家里愿意接受她姐姐，是因为她姐姐名声好，贤良淑德，好好培养一下，以后确实会是一个好的当家主母。至于她，那人家可就不一定会答应喽。你还懂不懂什么叫羞耻啊？那可是你亲姐姐呀！你平时在府上嚣张跋扈，目中无人，那也就算了。你姐姐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对你也是多加忍让。现在她已经出嫁了，你还要搞出这样的事，你还要不要脸了啊？爹，你就是偏心你那个大女儿，凭什么她可以嫁到官宦人家，我只能嫁到富商之家？我为自己争取有什么不对的？等明天你也就收拾东西回老家去吧，我会让你在老家的叔叔伯伯为你找一门亲事。你不是不满意嫁给富商吗？现在好了，连这一门亲事你也找不着了。我不走，打死我也不走。我是在京城长大的，我不会离开京城的。爹，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这是要逼死我啊！逼死你？你这是要逼死我呀！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被多少人知道了？你姐姐都要受到你的影响啊！你知不知道咱们家现在这日子是靠谁得来的？要不是你姐姐嫁了一个好人家，咱们家的生意能做得这么顺畅吗？哎呀，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了啊！你要是不想回老家的话，那就把你送到庙里面去当姑子，反正你不能留在京城了。活该，就该把她送到庙里面去当姑子。就是，这样的人最讨厌了。林默去上朝的时候，还在和系统说这件事情。周围的那些官员们听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呀。三皇子都快站到林默旁边去了，李大人被他挤得都快没有位置站了。殿下，您的位置好像不在这里，马上就要上朝了，要不你还是回去吧。听到李大人的话，林默才发现三皇子居然不知不觉地站过来了。系统，这三皇子干嘛要站在我身边啊？他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他不是很爱他的皇子妃吗？这位大姐，虽然你长得很漂亮，但是你未免有点太过于自恋了吧？放心吧，他不喜欢你，他还是喜欢他的皇子妃。可能是你这个地方风水好，他才过来的吧？或者是他想摸鱼，所以站到这个地方来了？那是，我这个地方可是摸鱼的好地方。想不到三皇子还挺有眼光的嘛。你才摸鱼呢，我最勤恳好不好？虫子，三皇子的屁股上怎么有血啊？他来大姨妈了吗？男的也会来大姨妈？什么叫做大姨妈？三皇子好像没有大姨妈吧？德妃娘娘好像是家里的大小姐吧？什么血啊？他的屁股上怎么可能会有血？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屁股上还沾着血呢？我怎么知道？这早上上朝，这一路上也没有人告诉我呀。看不到老三的屁股呀。
男的也会来约信吗？我哥和我爹会来吗？我没有见过哎，要不我回去问一下我娘亲吧。你这脑子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一点儿？男的不会来大姨妈，三皇子的屁股上面不是血，是凤仙花枝。所以三皇子把凤仙花枝涂到了屁股上，他还有这种乐趣啊？我有病啊！我把凤仙花枝涂到屁股上。我有病啊！我把凤仙花枝涂到屁股上。啊？你为什么会觉得有人喜欢把凤仙花枝涂到屁股上？或许这是三皇子和三皇子妃的情趣呢？人家的私事儿，当然不可能和我们说呀。人家没有把凤仙花枝涂到屁股上，人家早上一大早帮三皇子妃涂完了指甲，这凤仙花枝不小心粘到了凳子上，这一坐下不就印到了屁股上吗？哦，原来是这样啊。林默回到家后，突发奇想，也想染个指甲，可是他家里没有这种花呀。宿主，我知道哪里有凤仙花。赶紧说，赶紧说。在皇宫的花房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凤仙花，你可以去问皇帝要。你是认真的吗？我是什么身份？我居然敢去问皇帝要凤仙花染指甲？我是嫌自己的命活得不够长了吗？虽然皇上不是那种会随便杀人的人，但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万一他哪天心情不好了呢？筒子呀，你是不是觉得我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你难道不是吗？在我的印象里，你好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上能爬树，下能骑猪，还能够骑别人儿子，骑自己老爹。就算你哪天骑到了皇帝的脖子上去，我都觉得不奇怪。不是，他在系统的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他生活过得这么放荡不羁吗？怎么他自己不这么觉得呀？然后外面的人就听着他们这一人一桶吵了起来，一个觉得自己平时正经得很，只是爱玩了一点而已，一个觉得自己的评价没有错，自己的宿主跟正经这两个字儿根本就不搭边啊。默儿，这绝对是像你了，一个假正经啊！这又关我什么事情？每次这个丫头出事儿都要我背锅，不就是她长得像我吗？可是这个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但是又不能反驳自己宝贝媳妇儿的话，然后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林默身上，都怪这个混账丫头，要不是她平时不干一些人事儿，自己怎么可能每次都背黑锅呀？哎呀，我不和你吵了，你对自己有很明显的错误认知。你要凤仙花，那我就告诉你哪里有凤仙花吧。丞相夫人爱种花种草，她那里种了很多凤仙花。你娘亲跟丞相夫人关系很不错，你过去问她要一点花，应该能够要得到。走，咱们要花去。我就不信今天我这个指甲染不成了。你确定把他一个人放出去可以？可以吧？小林大人，小林大人来了，小林大人来了！这么夸张的吗？他的名声现在这么大了吗？连丞相府的人看到他反应都这么大？宿主，你人气好高啊！你看刚刚那个人看到你有多激动，他绝对是你忠实的粉丝。哎呀，哪里，毕竟我是现在唯一的女官嘛。虽然只是一个小官，但是在万草丛中一点红，这一点红总是要格外显眼的。真不愧是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见过丞相大人、丞相夫人。小林大人有礼了，请小林大人进屋说话吧。哎呦，看看这丞相夫人长得多好看，真的和你娘亲不相上下呢。只不过这丞相保养的有点不太好，这脸和菊花似的。怎么能这样笑爹呢？就算是想笑，也只能在心里笑。专门跑到我家来说我的脸长得跟菊花一样，我得罪你了吗？还好我爹长得好看，我娘亲不喜欢我爹留胡子，所以我爹这么多年脸上都干干净净的，看起来俊朗又好看。这丞相的胡子留得乱七八糟的，这么长，确定吃东西不会吃到嘴巴里吗？忍住，
自家丈夫当年还是好看的，只不过这么多年操劳了，所以才变成这样的。什么叫做我不好看？你还得拿你爹来拉踩我是不是？谁和林焕那个老家伙一样20年不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吃了长生不老药呢。我这是为国事操劳才变成这样的。这混世小魔王长得跟林焕这么像，性子也是一样的讨厌。这混世小魔王长得跟林焕这么像，性子也是一样的讨厌。眼看着丞相就憋不住怒火了，丞相夫人赶紧把林默给拉到了一边，各种各样的点心茶水都给上了上来，反正就是先把这混世小魔王的注意力给转移走。系统，这糕点可真好吃啊，比我爹做给我娘的好吃多了。老爹老娘2个人经常秀恩爱，老爹还经常会下厨，只是他那个厨艺是真的不怎么样，顶多算是能入口吧。可是每一次娘亲都会把老爹的厨艺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搞得老爹自己可自信了。看样子都比你爹做的好吃，你可别忘记咱们来的目的，咱们是来找凤仙花的。夫人，我想要向夫人讨要一种花，现在这个季节，这个花除了皇宫，就只有夫人这里有了。请问小林大人要什么花啊？只要是我这里有的，小林大人尽管开口。我要凤仙花，我想染指甲。染指甲，染成深红色。这花也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这些就送给小林大人了。小林大人的手长得很好看，染了指甲一定会更美的。我这也不能白拿夫人的东西啊，这是我大哥喂的小乌龟，今天我拿在手上盘忘记还回去了。这小乌龟挺好玩的，就送给夫人吧，就当是给夫人的回礼。你什么时候从你哥那里把乌龟给偷出来了？我怎么没有发现？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不是难得早起了吗？然后就去我哥的院子里面，叫他一起去上朝，顺便就把乌龟给拿走了。所以你上朝的时候也把乌龟揣在怀里？对啊，有什么问题吗？果然，小林大人果然是不同凡响。那你把乌龟给偷了，你哥要是找乌龟怎么办？这个你就不需要担心了，我今天让人出去给我买了一只鳖，我把那只鳖放到我哥养乌龟的那个地方了，我还让人买了一条很长的黄鳝绑在那条鳖上面。我偷他一只乌龟，还他一只玄武，他赚了呀。我偷他一只乌龟，还他一只玄武，他赚了呀。宿主，你果然是举世无双、聪明绝顶之人呢，诸葛亮在世都得排你之后。嘿嘿，哪里，这就有点太夸奖我了。这是夸奖吗？你仔细听一听，这是夸奖吗？喂，你醒醒啊！系统这分明是在讽刺你啊！此刻，在自己院子里的林七看着那只玄武，陷入了沉思。很好，画面还是没有变，不是他疯了，把乌龟偷走就算了，那混账丫头居然还搞了一只鳖和黄鳝，好歹也得买一只乌龟过来换呢。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最近你是不是压力有点大了？是不是有点不太习惯官场？这是林默那个丫头给弄的，她偷走了我的乌龟，换了一个这个玩意儿代替。别生气啊！那丫头做事不着调又不是1天2天了，至少她没有把你的乌龟给白拿走啊，还给你留了一只鳖和一条黄鳝。那我还得谢谢她给我留了这一只玄武是吧？红子，这是怎么回事？我爹娘和我哥哥姐姐干嘛都在这儿？还有他们看我这眼神怎么这么奇怪？好消息，你的玄武被他们发现了。不错呀，林默，赶紧说，你把我的乌龟搞到哪儿去了？当初这是你自己不愿意养的，扔给我之后，你倒是玩得起劲儿了。哥，我今天突然觉得是一个适合放生的日子，所以我就把那只乌龟给放生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呀。宿主，你这个借口找的好像不太行。你说今天适合放生，那你为什么还搞了一只鳖和一条黄鳝，放一个捉2个是吧？
这该怎么回答呢？这小女儿的脑子真是没救了，怎么连个借口都不会找？赶紧说，你把乌龟弄哪儿去了？送人了。这个臭丫头真的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是吧？这个臭丫头真的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是吧？大哥别生气，我用你那只小乌龟换回来了2盆花呢，而且这个花有大用处。什么大用处？染指甲。染指甲。吃饭，不管他们了，也该让你哥哥好好的把他收拾收拾了，天天一点都不着调。他是魔鬼吗？他居然让我亲自把这只鳖和这条黄鳝给煮了。戏够了，你这生我生的把厨房里的人都给熏出去了。哎呀，不就是做个饭吗？我来指导你。你会做饭？切，做饭有什么难的？你就听我指挥就行了。半个时辰后，看着新鲜出炉的黄鳝汤和清蒸鳖，林家4人还有点不敢置信，这小混蛋居然真的会做饭了。快尝一尝，我这可是经过高人指导的。我就是那个高人。这俩凑在一起都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脑子，他们真的能够做出能吃的东西吗？我明明煮了这么久的。不应该啊，明明煮了这么久。看这火堆的样子，这火堆灭了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吧？所以二小姐是怎么熬的汤啊？请问你做菜的时候有把火升起来吗？这东西都还是活的呀。我应该把火升起来了吧？我记得我升起来了呀。我去，咱们做饭做到一半的时候火灭了，所以东西才没熟。真不愧是你们呀。林默被训了一顿之后，委委屈屈地回到了房间。不过他这情绪来得也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儿他就把心思放到了凤仙花上面去了。现在正好有时间染指甲了，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染得漂漂亮亮的。林默和系统一个说一个做，配合得极其默契。只是在往指甲上抹凤仙花汁的时候，林默无意识地用手挠了2下脸。爹，出事了！小妹出事了！林尚书听到里面的动静，赶紧冲了进来，然后就看到自家小女儿躺在床上，嘴巴微张，微微翻着白眼。是谁杀了我的女儿？是谁杀了我的女儿？谁死了？他们该不会是以为宿主死了吧？看着自家睡着了之后雷打不动跟死猪一样的宿主，系统突然觉得他完了，彻底完了的那个完了。默儿，我的默儿！大姐，你别睡了，出大事了！你赶紧醒一醒啊！你要是再不醒的话，你就要被开除活人籍了。怎么回事？系统怎么还在？而且听系统的话，默儿好像没死啊。吵什么吵啊，我睡得正香呢。林家4人擦了擦脸上的眼泪，面无表情的慢慢靠近了床边。发现了，被发现了，完了呀！希望宿主能留下一条命。你默儿，我不打死你，我就跟你姓。林夫人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根细细的树枝条，甩了2下之后，也加入了战场。让人去给皇上告个假吧。今天大人公子和2小姐恐怕不能去上朝了。林默那个丫头为什么会这么有趣啊？一大早上装死，这不是欠揍吗？我没有装死，是他们自己误会了。我没有装死，明明是他们误会了，为什么都要揍我？哎呀，也不能怪他们误会，主要是你早上那个样子确实是，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儿。你把凤仙花汁都给涂到脸上去了，而且你好像过敏了，脸上还肿了，这脸上红一块紫一块还肿起来，再加上你这睡觉雷打不动的样子，你这让谁过来一看都会以为你死了。我本来还想出去炫耀一下我的手指甲的，这让我怎么出去嘛？我的脸都丑了。我本来还想出去炫耀一下我的手指甲的，这让我怎么出去嘛？
我的脸都丑了。哎呀，别哭了，别哭了，你现在还是很漂亮啊。如果你实在是想出去炫耀的话，可以戴一个面具，或者戴一个面纱。而且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丁爬特别有主宠像，别人一看就知道你们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绝对是亲主人。你嘲讽我，你说我长得像猪，我俊美又漂亮的脸蛋儿没了，我成了一个大猪头。他们干嘛要往我脸上揍啊？丁为什么能够下得去手啊？我和他长得这么像，他对着我的脸突然能够下得去手，他实在是太狠心了嘛！人家根本就没怎么往你脸上揍，你的脸本来就是肿的。这丫头是不是抓错重点了？她到现在就只关心她漂亮又俊美的脸蛋被打成了猪头，她到底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你女儿，你自己好好管教。我这又是被连累了。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女子哭起来的声音跟野兽一样。现在你听到了，还是你妹妹呢？惊喜吗？我的脸好像是因为过敏肿起来了，好像不是被揍的。是啊，就是因为过敏所以才肿起来的。你爹娘他们怎么可能舍得往你脸上下这么重的手？你是不知道，你今天早上那个样子，那个脸就像是尸体浮肿了一样，也难怪他们会以为你死了。爹娘，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大半夜玩凤仙花，不应该在你们哭的时候笑。是的，这混孩子被揍得这么惨的原因是被自家老爹打了一巴掌，清醒后他不清楚情况，就问了系统是怎么回事。在知道家人以为他死了之后，哭得很惨，他没忍住笑了出来，然后这一顿打就挨得更惨了。其实带入你下一爹娘，有你这个女儿好像还真的挺烦心的。大早上的被你吓了一跳，以为你出事了，伤心的哭，结果你还笑。哎呀，宿主，有时候你的打真的不是白挨的。行了行了，这段时间我已经帮你跟皇上告假了，你这脸大夫说了也没使，过2天就好了。系统，这些花还没有用完怎么办？这天气冷了，到时候会浪费的。那就不浪费呗，你家里不是有这么多人吗？给他们涂上不就行了？对啊。半个时辰后，林然看着自己被染了指甲的双手，一脸的无语。还有这么多呀？要不脚指甲也让你涂一下？啊，还有这么多呢。你哥哥睡着了，去找你哥哥，也让他体验一下。嘿嘿，去给哥哥涂手指甲喽。你们要去干嘛？看样子睡得还挺香的。他也没打算全涂了，就涂2个小指甲就行了。系统是真的兴奋极了，宿主犯事儿他吃瓜，能量吃得饱饱的。哎呀，什么鬼东西啊！快跑！林墨，你给我滚回来！之前木儿是在深闺之中，除了集集的时候请了比较多的人来，其他的时候都是请一些家里比较近的人。可是现在木儿身为女官，这生辰宴肯定得给朝堂上的官员发请帖的，这该怎么安排呀？本来说是想小办的，但是这丫头这段时间在京城里实在是风头出得太过了，有些人甚至都来问小林大人喜欢什么东西啊，他们可以当做生辰礼物送过来。反正只要在这宴会上把他管好就行，他爱吃别人的瓜就吃别人的瓜吧，只要他自己不丢脸就行。朕就这么过去参加那丫头的生辰宴，有点不太妥帖吧？她一个8品官员，朕要是亲自过去的话，估计会引起她的怀疑。可是隐藏身份的话，也隐藏不住啊。皇上，要不你假装搞一次微服私访，就用这个借口过去呗。对呀，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微服私访过。第2天下朝的时候，林尚书被那些官员们给拖走了。你们没事吧？你们出钱给我家女儿办生辰宴，还说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
我自己的女儿为什么要让你们来办这个宴会？因为我们这是花钱吃瓜。对于自己的生日办宴会这件事情，林默表现得挺佛系的。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其实早就明白了京城里各种的宴会是为了干嘛。第一个是联络感情，发展人脉；第二个很重要的，那就是为了相亲呗。所以你们是打算在我的生日上面开相亲会吗？不是相亲宴会，是你的生辰宴会。你能不要把话题给转移过去好不好？你想去哪个地方办宴会？是在家里还是去酒楼？我想去一个有美酒美食美人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我想去一个有美酒美食美人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我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去那个地方一定热闹。什么地方？你知道有什么很好的酒楼吗？去青楼，那里不仅有美食美酒，还有美人呢，而且场地还大，美人们还会跳舞唱歌。去青楼。你有病啊！你让我生日去青楼？不是你说的要美酒美食美人吗？这唯一符合的就只有青楼了，而且这不仅还有美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歌舞呢。娘，我的生辰宴会能去青楼办吗？咱们家能把青楼包下来一天吗？不是让他自己选择的吗？他自己选择了呀，为什么还被赶出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你娘亲不会同意的，但是如果去青楼办的话，一定会很热闹。现在我已经对这件事情没有参与权了，刚刚我已经被踢出了角色圈，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有好吃好喝的就行。赶紧醒醒了，你可是今天最重要的人，今天可得打扮得漂亮一点。漂亮漂亮，姐姐你最漂亮了，你最重要了。你脑子短路了呀，你姐姐是让你打扮得漂亮一点，让你清醒一点，不是让你夸她。哎呀，周大人，没想到这么巧啊，你这是把夫人和女儿都给带过来了。是啊是啊，张大人也是一样的呀。不知道张大人给小林大人准备的是什么样的生辰礼物？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就是一些姑娘家喜欢的小玩意儿。这不知道的估计还以为他小妹这是一个什么位高权重的人呢，居然让这么多官员都来亲自给他祝生辰。可以说啊，朝堂上面心里没有鬼的人基本上都来了。这是心虚了，也是天天上朝这么刺激，也是为难他们了。这是心虚了，也是天天上朝这么刺激，也是为难他们了。你要微服私访，也得选一个好一点的衣服吧？这衣服都是20年前的衣服了，这都起毛边了。皇上，您要不还是换一件衣服吧？穿着这个衣服去小林大人的宴会，有点不太好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过去蹭吃蹭喝的呢。我就说我的人缘关系很好吧，你看这么多人都来了。是啊，居然来了这么多人，该不会是有些人看上你了吧？这种宴会你不是都说了是相亲宴会吗？你看这些人都是拖家带口的过来，我觉得绝对是有哪个公子看上你了，或者是哪家的夫人看中你做儿媳妇了。不是，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看上他了？好像还真的是，他们居然都把儿子给带过来了。我们不是，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过来吃瓜的。我觉得绝对是有哪个公子看上你了，或者是哪家的夫人看中你做儿媳妇了。好像还真的是，他们居然都把儿子给带过来了。你这未免对自己有点太过于自信了吧？你从哪里看出来人家看上你了？林默越想越嘚瑟，现在还和系统聊天说哪家的公子长得好看了。那个张大人家的公子长得还可以，而且人品端正。完了，怎么办？我就不该来这。长得还行，就是没有花孔雀和笨美人好看。
确实没有他们两个好看，而且这个张公子虽然人品端正，但是为人挺古板的。和你不太配。哎呀，古板好呀，古板好，古板救了他一命。这又关我们俩什么事啊？墨儿，你不是喜欢吃炸丸子吗？你姐姐专门下厨给你做好吃的去了，要不现在去找找她吧，等会儿吃饭的时候过来就行了。果然还是林翰林好啊。那我就先走了，等我吃完好吃的就过来。大家吃好喝好啊，不要拘束，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里就行。他就知道出来玩准没错。刚刚那些男子们被吓到的脸色实在是太好笑了。等会儿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今天是你的生辰宴，大家的注意力都会在你身上，你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形象。哎，宿主，你还有形象吗？应该没有吧？唉，好吧，好像确实没有，是我多虑了。等会儿要给小林大人展示一下礼物。我给小林大人送的是姑娘家都喜欢的头面，这一套头面京城中可是独此一份。我怎么感觉林木不会喜欢呢？她也不是个正常的姑娘家呀。就是，我觉得这个头面咱们父皇肯定喜欢。还是做女子好啊，别人一送就是这么贵重的东西，这要是换成银子得多少钱呢？丢脸呀！怎么这么丢脸呢？丢脸呀！怎么这么丢脸呢？皇上，你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行不行啊？这是人家的礼物，你不要看着人家的礼物双眼发光好不好啊？前段时间你才刚刚过完生辰，人家送你的礼物也不差呀。皇上不是有钱了吗？国库也丰盈了，上次剿灭那些山贼也收缴了不少的宝贝。可是皇上怎么看上去还是和没钱的时候一样啊？哼，有哪个傻子嫌钱多呀？小林大人今日生辰，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这一套头面就送给小林大人吧。那就谢谢马大人了。这一套东西带在身上，我会被压垮的吧？负重前行啊！谁说不是呢？不过这个冯大人人确实不错，就是有点憨。谁憨啊？你说谁憨？谁憨啊？你说谁憨？确实挺憨的，居然送林墨珠宝首饰，你这还不如送一个木棍呢。我估计送他一根笔直的木棍，他都比珠宝首饰要玩得开心。孔子，从你这句话里面，我闻到了瓜的味道。这冯大人到底干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他憨呢？他干了不少憨事儿啊，比如他和他夫人的感情。老天爷呀，他就不该当这个出头鸟，不该这么早送礼物啊！还好，他们没有第一个送礼物，他们也很关心冯大人这个憨是怎么回事儿。冯大人当初追求他夫人的时候，差点把他夫人跟他的情敌凑在一起，他差点成为那两个人的红娘。赶紧仔细说来。冯大人跟他的夫人是青梅竹马，但是他有一个朋友也喜欢冯夫人，他还不知道这件事儿，他那个朋友就开始暗戳戳的挖墙脚了。这冯大人是个憨憨，对这个兄弟又很信任，所以就没有对这个兄弟多加提防。他平时不方便出门的时候，给冯夫人买的东西都是拜托这个兄弟带过去的，写的书信也是拜托这个兄弟带过去，这就给这个人制造了很多的机会。这冯大人是个憨憨，对这个兄弟又很信任，所以就没有对这个兄弟多加提防。他平时不方便出门的时候，给冯夫人买的东西都是拜托这个兄弟带过去的，写的书信也是拜托这个兄弟带过去，这就给这个人制造了很多的机会。这制造机会也不是你这么制造机会的呀，你这差不多就是把自个儿的媳妇儿往别人怀里推呀。我怎么知道那个男贱人喜欢我夫人？我当他是兄弟，他想挖我墙角，他贱。这年轻时候的事情被这么揭露出来，确实是挺羞人的。爹，这也太笨了吧！哎呀，也幸亏冯夫人对冯大人情深意重，两个人的感情很稳定，这才没有被人给挖了墙角。
这憨憨最后还是在冯夫人的提醒下，才认识了这个朋友的真面目。他之前还真的以为这个朋友是他们的爱情保安，结果没想到是个挖地洞撬墙角的。其他人吃这个瓜吃的那是津津有味，冯大人的外号自此出现了。冯大人也不叫冯大人了，叫憨大人。林默一边啃着鸡腿，一边又和系统开始抓阄吃瓜了。没有歌舞为伴，这顿饭吃的也没有意思啊。哎呀，这还不简单，让安平侯世子给你跳个舞不就行了吗？他可是京城第一舞。怎么吃瓜吃到我身上了？我都躲到这儿来了。我堂堂一个世子，在门的角落这里吃饭，为什么我躲在这里都会被发现？快说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知道这个安平侯世子有多么的厉害，他的武功超级棒，不仅武功超级棒，跳舞也超级棒。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但是这个事情呢，又不能让他爹发现，而且他也想向外人展示一下自己的舞姿，然后就去了千玉楼。千玉楼你知道吧？里面都是一些歌舞伶人，男的女的都有。安平侯世子乔装打扮，一进去就直接挑战最厉害的人，好像直接得到了京城第一舞的称号。男人跳舞有一种阳刚之气，超级好看的，和女人的妩媚完全不同。安平侯世子又常年练武，他跳的舞更是将男人的阳刚之气展现得淋漓尽致。完了，他完了呀！他就是怕他爹知道他喜欢跳舞，所以才去千玉楼，结果全部被这个系统给捅出来了。安平侯世子也太厉害了吧，他真的好棒啊！跳舞这么难他都会，每一件事情想要做到顶尖，那都是难上加难。他直接跳舞跳成了第一，他好厉害呀！我也觉得他好厉害，只是你们这里的人对于这个事情有偏见。其实爱跳舞本身就没有错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不过有些人喜欢作诗弹琴，有些人喜欢跳舞而已。安平侯世子敢做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棒了，毕竟一般的人就算是真的喜欢，那也不敢做，怕拉低自己的身份。小林大人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系统也好，他还以为自己要受到嘲笑了，结果他们是真的觉得他很厉害。有些事情确实本身没有错，只是人赋予了它特别的意义而已。你喜欢干嘛就干嘛吧，小林大人说的对，这只是一个爱好而已。安平侯世子听到自家老爹的话，心里那个感动的呀，这情绪激动就容易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安平侯世子听到自家老爹的话，心里那个感动的呀，这情绪激动就容易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小林大人，今日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好，不如我给你跳一支舞吧。好呀，快跳！苏主，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要借由你这个生日宴会向他爹说明他的爱好，他爹看在你的面子上也不会太过为难他的。我也觉得，到时候如果他爹真的打他，帮我开保护机制，我去帮他挡。你们俩又多想了。果然是善良的小林大人啊！我觉得他跳这个舞的时候不应该穿衣服，就是应该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肌肉，简直荷尔蒙爆棚啊！就是啊，不过脱衣服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只能想一想罢了。哎呀，这个宴会之后，臭丫头的名声估计更不行了吧。安平侯世子长得好看，家世出众，而且跳起舞来还这么好看，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郎君人选呀。小林大人，觉得我刚刚的舞蹈怎么样？大人可还满意？满意极了，简直太满意了！以后我也要去千玉楼看男人跳舞。这小混蛋是真挺敢想的。苏主，我记得你的舞蹈实力也不错，还有那个花孔雀的舞蹈实力也不错。他上一次跟狗子斗舞，这个舞蹈实力非常的强劲。你有毛病啊！我那是跟狗子斗舞吗？啊，我是为了谁才变成那样的？快点！今天是你的生日，当然得你表演一下，人家都给你跳舞了。可是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啊，我的舞蹈实力我自己看还行，但是这展现出来就不太行了，特别是人家还跳得这么好，
这一比较，我不就成一坨屎了吗？倒也不必如此贬低自己吧。林尚书用眼神给儿子示意了一下，绝对不能让这小混账在众人面前表演才艺。林尚书用眼神给儿子示意了一下，绝对不能让这小混账在众人面前表演才艺。这是我昨天刚买的玩具，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才艺，但是这个我还是会的。昨天和那个老大爷买的时候，我还特地和那个老大爷学了一个下午。老大爷说我可有天分了。昨天那个老大爷说他是天纵奇才，说他就是天生吹唢呐的料，还说要给他介绍活儿干。那你就向大家展示一下吧，就吹你昨天学的那个。大家今日来参加我的生辰宴，我实在是倍感荣幸。我也没有什么才艺给大家展示的，今天就给大家吹个唢呐吧。唢呐喜庆，也让大家开心开心。可是林家四人心里却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果然，下一秒唢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大家的脸色瞬间就发生了变化。这凄凄凉凉的声音，这颤抖的声音，这跟喜庆沾边儿吗？果然，下一秒唢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大家的脸色瞬间就发生了变化。这凄凄凉凉的声音，这颤抖的声音，这跟喜庆沾边儿吗？太棒了，太棒了！你今天发挥的比昨天好多了，我就知道你在这上面是有天赋的。这不是小寡妇上坟吗？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吹这个，真的好吗？林夫人已经满脸麻木了，林然躲到角落里去了。林尚书黑着脸，浑身颤抖。林七则是想拦着林默，但是又不知道从何下手，整个在旁边一个手舞足蹈。混账玩意儿啊！就不应该把他给放出来呀！你吹的都是些什么鬼啊？果然，这个宴会我们来对了。他们怎么都这么安静啊？是被我的才艺给震惊到了吗？我觉得肯定是的。这些世家小姐没有一个会吹唢呐的，就算是才艺，也是琴棋书画之类的。你会吹唢呐，那可是独一份儿。哎，低调低调。哎，低调低调。你知道我吹的这个曲子叫做什么吗？我忘记问那个老大爷这个曲子叫什么了。我知道，我刚刚去查了一下，你这个曲子叫做《小寡妇上坟》。什么玩意儿？你说这曲子叫什么玩意儿？大家该不会以为他是傻子吧？怎么办？你为什么不提前提醒我一下？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这不是挺好听的吗？你发挥比昨天好太多了。你们这里红白喜事儿不是都爱吹唢呐吗？好听个毛线呢！看看这个曲子的名字，跟我这个生日宴会搭吗？哎呀，好像还真的不太搭配。我就说怎么听起来这么奇怪？好听是好听，但就是有点奇怪。原来是奇怪在这个地方啊。我刚刚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而已。这个玩笑好笑吧？我刚刚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而已。这个玩笑好笑吧？原来是一个玩笑啊！那还真是挺好笑的。小林大人果真幽默呀！是啊，我说小林大人怎么可能会在自己的生辰宴上吹这样的曲子？原来这只是一个玩笑啊！小林大人这唢呐吹得可真好啊！林尚书在乐理方面也特别的优秀，果然是夫妇无全女呀！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把事情牵扯到我身上了，好不好？你不觉得这些人看起来特别的招人恨吗？我觉得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们，佞臣。父皇，你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对吧？如果他们是佞臣，那他们阿谀奉承的林默又是什么身份？皇帝吗？太子看了一眼自家神情严肃的父皇，又看了看那些脸上挂着假笑、满脸尴尬还在说好话的官员们。父皇，您多虑了，大家都在帮忙圆谎呢。大喜的日子，你吹什么唢呐呀？而且就算是吹唢呐，
也是一些比较喜庆的曲子吧。你听听你自己吹的是什么鬼？你一个姑娘家吹小媳妇上坟，你是嫌自己的名声太好了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名声了？知道啊，这件事情大家不都知道了吗？既然都已经没有名声了，那也不需要太在乎名声了呀。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先把嘴闭上？你是真的想在这大好的日子被揍一顿吗？明天去上朝，肯定有人会笑话我，我都不想去上朝了，怎么办？哎呀，这有什么的？人家笑话你还笑话的少吗？债多不压身，知不知道？反正上一次你爹领着你在街上狂奔，大家都已经笑话过你了。前面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反正这件事情和其他的事情比起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放宽心吧。你先让我自己静一静吧。其实有些时候你可以不用动嘴的，你真的不太适合劝人。你先让我自己静一静吧。其实有些时候你可以不用动嘴的，你真的不太适合劝人。他怎么就不适合劝人了？他学习了这么多东西，现在早就是一个有文化的系统了，怎么就不适合劝人了？然后他就就着这个问题和林默吵了一个晚上。嘿嘿，还好我不用睡觉，就算是跟你吵了一个晚上，我现在都是精神百倍。你这身体素质不太行。林默都被他的话给气笑了。这系统讲话有时候啊，真的挺气人的。小林大人早上好呀。早啊。小林大人脸色看起来有点不太好啊，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休息的挺好的，就是昨天生日过得有点太开心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生日宴会当然开心啦，而且客人们好像更加开心。确实是挺开心的，昨天吃了这么多瓜，晚上的睡眠质量都好了。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在大家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林默那个眼皮子都快粘上了。厉害呀，之前睡觉还会摔倒，现在居然还真的给他练就了站着睡觉这个能力，果然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下朝的时候，林夕动作非常自然地把人给扛走了。总算是下朝了，我感觉我的腿都要站麻了。赶紧回去让我睡觉吧，真的是困死了。你都已经睡了一个早上了，你还困啊？你是不知道刚才大家看你的那个眼神，大家围观你睡觉围观了一个早上，看得我都不好意思叫醒你了。我记得我现在站着睡觉已经站得很完美了呀，他们怎么可能会发现我睡觉？呵呵，完美个屁！你迈着八字步，叉着腰，仰着头，张着嘴巴，人家都规规矩矩的站着，全场就你的姿势最嚣张。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站着睡觉能够站得这么嚣张的。呵呵，我感觉你嘴里就差叼一根烟了。不是吧？这睡嗨了？爹，大哥，我刚刚上朝睡觉被人发现了吗？我的姿势很狂放吗？林默儿呀，你说你睡觉，我就不说你什么了。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不要睡得这么明显？也幸亏皇上不计较，你也不太重要。要真的给你一个重臣的位置干，你这个态度你怎么干？刚才那些大人们一边商量国家大事，一边把头转了过来，所有人都盯着你。你就在众人的注视下换了5、6个姿势，一个姿势比一个姿势夸张。爹画的这个姿势你维持的最久，也幸亏你没有打呼噜，不然人家在商量国家大事，你在旁边伴奏，这成何体统啊？你哥哥说的没错，没想到你哥哥说话还挺好玩的，而且描述的挺有画面感的。不能笑，不能笑，这个时候笑是会挨揍的。爹，大哥，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睡得这么明显了。你抓的重点是这个吗？问题是不要在朝堂上面睡觉，好不好？不起，我不起，我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为什么还让我这么早起床？赶紧给我起来啊！今天腊八，娘亲已经把腊八粥给做好了，这好好过节的日子，别逼我扇你啊！你们就不能先吃吗？给我留一碗就行啊。苏楚，你们这边的习俗就是早晨吃腊八粥，
哎呀，这还真的留不下，赶紧起来吧。每次早起都像是要我的命，好不容易放个假还得早起，明天又要上朝了。谁说不是呢？等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玩一玩吧。过节外面很热闹的。你顶着你这张牙舞爪的头发出去，是想要笑死别人吗？赶紧回去，给我把头发梳好。林默本来想反驳一下这是自然美，但是看着自家爹娘和哥姐的眼神儿，他一怒之下怒了一下，然后就乖乖的回去梳头发了。你怎么这么怂啊？我还以为你真的想跟你爹娘他们硬杠呢。你怎么这么怂啊？我还以为你真的想跟你爹娘他们硬杠呢，没想到你连愤怒的表情都只敢维持1秒钟。你懂什么？我这是尊重我爹娘，我怎么能够朝我爹娘生气呢？我可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你绝对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开怀大笑的那个笑。这才是生活呀！要是每天不用上班，那就更好了。哎，你们看前面是不是林默呀？本来正觉得无聊呢，结果没想到居然还碰上了他。咱们就跟着他，跟着他一定会有好玩的事儿。宿主，花瑶县主回来了。谁是花瑶县主啊？这个花瑶县主可了不得，他出身江门，身材高大，武艺高强，自幼在军营和沙场上长大，是一个难得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其实仔细算起来，你还不是唯一一个女官呢，你只是在朝堂上的唯一一个女官。这个花瑶县主一直在外面，今天又回来了，而且是回来招婿的呢。宿主，花瑶县主回来了，而且是回来招婿的呢。林默想挤着过去看，结果不知道被哪个人一脚给踹了出去，然后他就趴在了路中间了。谁踢我？是谁踢我？花瑶县主看着前面的林默，一下子就想起来他是谁了。林默在各大官员家中那是出了名儿的，而且就算是没有在京城的人也认识他。京城中的官员把他的画像都给传了出去，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不在京城的官员回京的时候不认得这人，惹上了这个混世小魔王。是小林大人吧？小林大人没事吧？嘿，没事没事。是小林大人吧？小林大人没事吧？嘿，没事没事。我的个天哪，这县主的身高可以和我爹爹哥哥相比了呀。小林大人要不随我去我家坐一坐？早就听闻小林大人的聪明机敏，我久不在京城，所以还请小林大人和我介绍一下京城中的各项事宜。没问题，我可是京城百事通，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不配，你分明是靠着我好不好？我才是京城百事通。啊，这个漂亮姐姐我可以。你不是说这帅气又漂亮的姐姐是回来招婿的吗？你看我行吗？花瑶县主被林默搞得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传信的人也没有说这小林大人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呢。不过信上说小林大人对姑娘家态度都很好，该不会他真的喜欢的是女人吧？该不会他真的喜欢的是女人吧？他看我了，他看我了，他看我那个眼神，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超级有魅力？我也看到了，他看你了。我觉得这个帅气姐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突然有点后悔请他同行了，是怎么回事啊？我能不能摸一摸姐姐的肌肉，像摸一摸姐姐的腹肌？姐姐的手好大呀，想看姐姐舞动兵器的样子。好喜欢姐姐的长腿，这腿比我命都长啊！小林大人，花府已经到了。那我进去坐一坐，跟县主说一下近段时间京城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吧，也好让县主熟悉一下现在京城是什么样子。总算是说到正事儿了。花瑶县主微微松了一口气，
可是事实证明，他这口气还是松早了。林默说的大事跟他以为的大事完全不一样。他以为的大事，国家大事，京城中官员们的关系，有没有什么需要忌讳的注意事项？林默说的大事，各种各样的八卦。听着这些炸裂的八卦，花瑶县主听的是既尴尬又上瘾。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林默说的话那是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难得遇到一个这么好的听众，他都打算要和花瑶县主秉烛夜谈了。这小混账又跑到哪里去了？今天一天都没有回家，天黑了要回家都不知道吗？爹，秦家和魏家也没有看到小妹。林尚书都快要气炸了，要是再找不着人的话，那他就得去向皇上借兵去搜寻人了。大人，大人，二小姐派人来府里传消息了，她现在在花府，说今天晚上不回来。花府？这丫头什么时候又和花府有联系了？走，去花府。你是不知道，我爹平时对我有多过分，他都不愿意给我骑，小时候还给我骑大马的。小林大人，你喝醉了，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先送你回房间休息。漂亮姐姐，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帅气呢？你好帅啊！哎呀，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你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傻了。你看看你这个痴汉脸，你爹要是知道你用这张这么像他的脸做这样的表情，你看他揍不揍你？县主啊，知道你回来是要招婿的，你介不介意我是个女子啊？你要是不介意的话，那我现在就住下了。你疯了呀？那个小林大人，实在对不起啊，我喜欢的是男子。喜欢男子也好啊，你看我大哥怎么样？我大哥可是探花郎，是所有人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连京城中都没有几个比他长得好看的。我哥长得好看，有文化，而且还听话，你让他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你让他往东他绝对不会往西，你让他上天他绝对不会入地。这么好的男子怎么能错过呢？哎，别说了别说了，你爹爹和大哥来了，你要完蛋了。他一把抓住花瑶县主的手，然后拉着他跑到了自家哥哥面前。林尚书已经非常有眼色的把旁边的位置给让了出来。儿子年纪也不小了，也是时候该成家了。花瑶县主虽然身高高了一点，但是也不错。今天这臭丫头啊，总算是干了一件正经事儿了。哥哥，你赶紧表演一个上天给郡主看一下，快点啊！你在说什么鬼话？我怎么表演上天啊？真的不用，真的不用。要的要的，我知道你是想考验一下我哥哥，我哥哥真的能够上天。要的要的，我知道你是想考验一下我哥哥，我哥哥真的能够上天。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您为什么要躲过我的眼神？我还是不是你亲生儿子了？是我的亲生儿子呀，可是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能够掺和的，毕竟这是你的人生大事，我这个做老爹的也不好插手。爹，咱们两个回家，让他们两个好好独处，培养一下感情。咱们回家啊。好的好的，咱们回家，好好的跟人家县主聊一聊，可别唐突了人家。这父女俩真的是一个母子磕出来的，不仅长得像，性格有时候也像得很。那个县主啊，真的是对不起了，我小妹给你添麻烦了。也没有，小林大人的性格很有趣，我很少见到如此赤诚之人了。你真的觉得他很有趣吗？难道你不怕他吗？京城里的人见到了丫头，就像是老鼠见到了猫一样，他是真的要怀疑那丫头会孤独终老了。对啊，小林大人心思赤诚，这已经很难得了。一般人要是有这样的能力，那野心绝对会被越养越大，说不定还会干出一些动摇国家设计的事。可是小林大人却从来不用自己的能力干这样的事。他与系统两个的性子非常好，虽然喜欢干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也给大家增添了不少的乐趣，而且也在无形中帮助了很多人，这就已经够了。
这丫头哪是没有野心啊，只不过她的野心不在这里而已。这丫头的野心，估计是吃遍天下所有的瓜。至于国家大事，以她那个脑子，估计也想不到。我可是你亲妹妹，你怎么能够这么说我？县主看来很喜欢我家小妹啊，她自幼便与其他的官家小姐不一样，所以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每天就混迹在丫鬟婆子之中。花瑶县主以后要是没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们家小妹玩。她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后来有了系统之后，也算是有了一个玩伴。可是系统毕竟不是人啊。花瑶县主以后要是没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们家小妹玩。她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后来有了系统之后，也算是有了一个玩伴。可是系统毕竟不是人啊。我记得你们家好像是3个吧？你和你大妹妹平时不带着她玩吗？我们也想带着她玩，但是她嫌弃我们呀。她嫌弃我们古板，说和我们玩还不如她自己一个人玩。她不只嫌弃我们2个古板，我们俩的朋友她都嫌弃古板。她一个人孤立了我们所有人。突然悲伤的情绪消失了，是怎么回事儿？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以后没事会去找小林大人玩一玩，也正好让他带着我在这京城走一走，毕竟也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了。那就多谢县主了。看我这飞一样的步伐，是不是特别的美？特别美，特别美。回家再跳行不行？默默回去吧，你就别折腾你爹爹了。他跟着你的步伐都快扭成魔鬼的步伐了，你跳的都没有他好。你不说话，我们还能做朋友？爹，你什么时候瞒着我去学舞蹈了？居然还跳得比我好。我在你梦里学跳舞了。赶紧给我好好走路，不好好走我就给你拎回去了啊。那你拎着我回去吧，我累了。得嘞，论没脸没皮啊，还得是你。爹，你说我哥能不能让县主喜欢他呀？可别白瞎了他那张好脸。你先别管他了，你先管管你自己。你喝成这样了，我看你怎么回去跟你娘交代。爹，这不是有你在吗？你就哄一哄娘亲就好了。你之前不是说娘亲最喜欢你的长相了吗？发挥你的魅力吧，爹。这女儿不能要了，什么事情都往外说。你们这一家子都是颜控，也真的是绝了。哈，有这个宿主在，他基本上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每天都是满格能量，完美。不过经过了这个晚上后，花瑶县主确实经常来主动找林墨玩了，而且和林七的接触也变多了。啊，他这又是怎么了？怎么跟个老鼠似的？不用管他，估计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呢。系统，你看见了没有？他们2个在我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这绝对是有大进展了。默默，我也想喝你哥哥嫂嫂的喜酒。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喝喜酒去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呢。这丫头不是要把大哥和县主凑在一起吗？那他干嘛总是跟在这2人身边？就不知道给人家留下单独的相处空间吗？林墨的脑子里都开始想自己的侄子侄女出生该怎么办了，就连每天上朝的时候，他关心的都是自家哥哥的终身大事。然后皇帝和各位大臣在他和系统的碎嘴之下，硬是把林七和花瑶县主的感情进展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不是我们要听的，是他自己说的。我的感情生活你也要关心，你就不能关心一点正事吗？我觉得你哥哥跟你未来嫂子有戏，你马上就要当姑姑啦。这不是还没有成亲吗？怎么这就有孩子了？你这系统能不能不要乱说？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哪来的孩子？嘿嘿嘿，希望我哥哥争气一点，早点把我未来嫂子娶回来。到时候真的有孩子了，我给他们包一个大红包，那我就送他们一个大瓜。哎呦，没想到林翰林现在也好事将近了呀。花瑶县主确实是一个好姑娘，
是啊是啊，你们两个简直就是女才郎貌，天作之合呀！女才郎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爹，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生得像你一点呢？你看小妹一个姑娘家长得这么像你，你是不是对小妹偏心啊？爹，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生得像你一点呢？你看小妹一个姑娘家长得这么像你，你是不是对小妹偏心啊？你没事吧？这是我能控制的吗？而且长得很像你娘亲，不是很好吗？我们3个人中，就大妹妹长得最正常，她长得又像你，又像娘亲，就是你们俩的结合出来的漂亮容貌。我和小妹2个人，完全就是生错了长相。长得像你娘亲不好吗？你要是长得不像你娘亲，我早就把你丢出去了。要是你敢在你娘面前说这样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林默还不知道自家大哥这么羡慕他的长相，他现在正在青楼的门口跃跃欲试呢。这里面有八卦哦，太傅夫人经常女扮男装来这里逛青楼，今天她还带着女儿一起来了。这样的妈妈实在是太好了吧，居然带着女儿来逛青楼。我要是跟自家娘亲说我要来逛青楼，哼，那娘亲非得打断我的腿不可。走走走，我们去看一看。看着林默进去了，后面悄悄跟过来的太尉咽了咽口水，然后转身就去找自己的老伙计了。本来他只是想跟着这小丫头过来吃瓜的，没想到居然还真的吃到了一个这么大的瓜。老伙计，你家后院着火了。看到你右上角的那个左拥右抱的人吗？那就是太傅夫人，旁边那个眉清目秀的小公子就是她女儿。妈呀，这太傅夫人有点牛啊，怀里搂着一个美人，腿上还坐着一个美人，边上还有一个美人在给她喂酒。这太傅夫人怕不是生错了性别吧？哟，这小公子长得可真俊俏，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长得这么俊俏的小公子。你年纪多大了呀？该不会是偷偷跑过来的吧？要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那还是赶紧回家吧。你这年纪还太小了，可别伤了身体了。漂亮姐姐，我就是出来见个世面，我没想干什么的，我就是想在这里转一转看一看。行吧，那你继续在这里见世面吧，自己注意安全。我就是想在这里转一转看一看。行吧，那你继续在这里见世面吧，自己注意安全。这青楼里的姑娘人还挺好的，人家也是有一定底线的。不光哪行哪业都有好人坏人，如果有其他的出路，谁愿意在这青楼里面讨生活呀？你说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啊？为娘是带你出来见世面的，你以前不是一直想来青楼看一看吗？现在来了又不敢看了？我只是那么说一说。娘，咱们来青楼这件事情要是被爹发现了，那可就完了。哎呀，你看你这胆小的模样，你要多和小林大人学习。我就非常欣赏小林大人的性格，想干嘛就干嘛，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谁说我们女子就必须被束缚了？你这就是读书读傻了。徐彤，我感觉这太傅夫人像是我的知音，你听到没有？她在夸奖我，她还有她女儿跟我学习。徐彤，我感觉这太傅夫人像是我的知音，你听到没有？她在夸奖我，她还有她女儿跟我学习。哎呀，听到了听到了，想不到你居然也成了别人嘴中的楷模了，不错呀。快点快点，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太傅也知道自家夫人一向比较出格，在少年时期就干过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比如放炮仗、炸茅坑，比如和不喜欢的姑娘打架，直接用水泼去了别人的妆容。你夫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京城一绝，没想到现在还是啊。小林大人也在那里，这2个人凑在一起，估计会把青楼给掀翻天了。当时我就想不懂，你这么一个古板的人，怎么会喜欢上你夫人的？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可能这就是性格互补吧。你古板，他肆意。你现在能不能给我闭嘴？你现在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说话就说话，干嘛还要吼人呢？吼人就吼人，干嘛还要喷口水呢？太不爱干净了。今天回去之后，他一定得好好的洗个澡，这口水实在是太恶心了。不好了不好了，太傅来了，太傅来抓奸了！你什么时候往身上带了瓜子的？我怎么不知道？哎，美人儿，你们怎么走了呀？继续喝酒啊！赶紧转头看一看呐！哎，小林大人怎么也在这里呀？你不会也是来青楼玩的吧？完了完了，这该怎么回答呀？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该找个什么借口啊？我看你找个什么借口？我想到借口了，你就说你是来帮你爹买酒的，这个青楼的酒特别好喝。那个，我是来给我爹买酒的，太尉也可以尝尝这里的酒，这里的酒可好喝了。你爹知道你用他做借口吗？我跟你爹共事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他喜欢喝酒呢，而且还喜欢喝这青楼里面的酒。你有本事去你娘面前说一说呀！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可真的要试一试这里的酒了。能被小林大人这么夸，那肯定差不到哪里去。赶紧给我回去！你说你自己出来玩就算了，还把女儿带出来，女儿还没有定亲，还没有成亲，要是把名声给败坏了怎么办？要是因为这点名声就看不上我女儿，那就说明这个人不是女儿的良人。哎呀，行了行了，回家吧。这么多年了，你的性格还是这么古板。我只是来这里看看美人，喝喝酒而已。谁让你把家里的丫鬟都换成了婆子，搞得我连美人都没得看了。他为什么把丫鬟换成婆子，他不知道吗？哪有一个女子天天在家里调戏自己丫鬟呢？更何况你还是一个有夫之妇，天天身边美人环绕，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个男的呢。夫人呐，咱们都成婚几十年了，你这性格怎么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化？我也不是想要拘束你，但是你也别这么放肆好不好？你在家里怎么样我不管你了，行不行？别带女儿来青楼，行不行啊？他这段时间经常来青楼，就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在家里怎么样我不管你了，行不行？别带女儿来青楼，行不行啊？他这段时间经常来青楼，就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这可是你说的啊，以后你可不能掺和我看美人的事儿，我又没强迫你跟我一起看，你发誓啊？行行行，我发誓，把你身边伺候的人都换成漂亮的丫鬟，行不行？先回去，先回去吧。太傅和夫人的感情一直都这么好吗？太傅夫人很喜欢看美人吗？他们的感情确实一直都不错。太傅夫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美人，当年呢，她还对你爹一见钟情，想要嫁给你爹。只不过你爹喜欢你娘，她后面才嫁给了太傅。我的个天哪，这里面居然还有我爹的事儿！难怪太傅夫人刚刚一直在夸我，难不成是爱屋及乌？就是，而且我觉得你爹就是他的白月光。没想到我居然还真的看到了现实中的白月光，太厉害了吧！不是，我讲一句话，你们怎么还脑补这么多呢？突然，太尉感受到后脑勺有点发凉，他僵硬地转过了头。不是我不是这么说的，全都是他们自己脑补的。转头，赶紧转头，你被发现了。小林大人怎么也在这里呢？哎，这个地方姑娘家还是少进来为好。要不我们送小林大人回去吧，回去我就向你爹告状。不用了，我现在还不太想回家，我等会儿还要出去逛一逛呢。你们可以把太尉大人送回家。这又关我什么事啊？你这小丫头怎么还拉人下水呢？老哥来青楼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好好的告诉嫂子的。
你不要脸！我是为了谁来青楼的？我只不过就是说你夫人之前喜欢林焕而已，这不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吗？林默对于自己造成的结果，那是一句话都不敢说，真的是很对不起太尉了。但是死道友不死贫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我紧张就算了，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哎呀，那我这不是带入你了吗？哎，行了行了，没有瓜吃了，我们也赶紧出去吧。万一你又碰到个什么熟人，那可就真的完蛋了。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像小林大人呢？可是这是一个小少年呢。你在看什么啊？你认识刚刚走过去的那个少年吗？啊，那就是小林大人，他是女扮男装的。罪过呀罪过，今天出门选错日子了。林默还不知道自己的威力居然这么大，居然靠一个名字就把其他人吓成了这样。那个，要不我们现在就回去吧？我总觉得今天的日子不太吉利。是啊，今天这日子实在是太不吉利了。咱们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你们这么害怕干什么？难不成你们以前做了什么亏心事吗？既然今天遇到了小林大人，那就请他一起过来玩一玩吧，也免得人家说我们没有礼貌。大哥，你是认真的吗？人家躲都躲不及，你居然还主动凑上去，你是生怕自己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是不是？反正我是要先回去的。小林大人来了我就更该走了。我虽然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但是我小时候在我爹的脖子上尿过尿，万一系统把我这个事情说出来了，不行，我先回去了，你们自己自便啊。我也不行。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在外面捡了一个香囊，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放到了我爹的桌子上。我爹还以为是我娘做的，所以就美滋滋的挂上了。然后我娘看见了，就以为我爹做了对不起她的事，还挂着别的女人的香囊对她示威。到现在两个人还经常因为这件事情吵架，我都不敢和他们说这是个误会。你们小时候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啊？就没有一个人干过一件正经事吗？瞧瞧我从小就行得端坐得正，我什么都不害怕。那个我们两个也先走了，等过2天再找你出来玩吧。你自己一个人小心一点啊！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情。这件事情被小林大人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要是知道了，全京城都知道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等他回去好好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干过出格的事情再说。他这叫做谨慎。唉，好想吃一吃你们这里的食物，虽然我并不会饿，但是就是看着嘴馋。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帮你，毕竟连实体都没有。你还是乖乖的吃瓜吧，你现在能吃的就只有这个了。扎心了。在外面愣了一个下午，林默还跑到了郊外去玩，最后脏兮兮的回家了。你个姑娘家能不能爱干净点？这身男装又是怎么回事？你是出去地上打滚了吗？这不是出去采花了吗？爹，你看好看不？行了，你把花送给你娘亲去吧，等会儿好好的洗个澡，看你脏的样子。你这又是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把自己身上搞得这么脏？出去玩了呀？外面的梅花开得真是漂亮，比京城里那些人家养的还要漂亮。娘亲，等下雪了我们出去玩一玩吧，京城外面有一片梅花林，超级好看的。娘亲，等下雪了我们出去玩一玩吧。行吧，你先回去洗个澡，等会儿再喝点姜茶。这大冬天的天天在外面晃悠，再过段时间就是元宵了，可别大过节的把自己身体搞病了。你哥哥现在和花瑶县主的进展慢慢的越来越好了，今天他们还一起去逛街了。真的吗？他们两个现在在哪里啊？在你家门口呢，县主把你哥哥给送回来了。女孩子把男人送回来，这两个搞反了吧？我哥这也太不行了吧，他居然让人家女孩子送他回家。其实你大哥本来想送花瑶县主回去的，但是花瑶县主更担心你哥，然后就把你哥给送回来了。他大哥也是从小习武啊，
虽然比不过那些专门的武将，但也算是文武双全呢。怎么这花瑶县主把她当瓷娃娃一样呢？她虽然长得美，但是身体真的没有那么柔弱啊。不行，我得去看一下，我哥这样怎么行呢？花姑娘，我已经到家了，你也早些回去吧。现在天气这么冷，要是感染了风寒就不好了。林七这个温柔的样子，着实是惊呆了林默。不过花姑娘这个称呼好像有点不太对劲。花姑娘，我突然觉得我哥的气质变猥琐了，是怎么回事？他居然叫人家花姑娘。还好你哥长得好看，气质也好，不然这3个字可以直接把他拉下神坛了。这丫头又是什么时候过来的？花姑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不都是这样称呼的吗？那我就先回去了，等元宵灯会的时候我再来接你。怎么能让你来接我呢？应该是我去接你才差不多。你不要总是觉得我很弱，我虽然是个文官，但也是从小习武，虽然比不过那些武将，但是身手还是可以的。大哥居然还让人家女孩子来接他，这有了喜欢的人之后就变弱了是吗？他肯定是想用美色勾引花瑶县主，想不到我哥居然也有这样的小心思。有情人之间的事情怎么能叫小心思呢？这叫花心思。一个男人要是愿意为你花心思，那就说明他是在乎你的。哎呀，你的脑袋瓜子还没有开窍呢。切，好像你开窍了一样，你不也是个单身桶吗？单身桶又怎么了？切，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可是无所不知的系统，你可不要瞧不起我。我先走了，元宵灯会我来接你，说定了。你先把门后的小林大人给带回去吧。好不容易能跟人多相处一会儿，又被那个死丫头给搅和了。大冷天的，你躲在门后干什么？头发都没梳，衣服也没穿，就披个斗篷，你是想生病是不是？头发都没梳，衣服也没穿，就披个斗篷，你是想生病是不是？你看我哥这身体哪里弱了，一只手就能把我提起来，扛着我走还健步如飞。我觉得花瑶县主对我哥的身体完全就是认知错误了。嘿，我也觉得，那可能这就是小情侣之间的互相拉扯呢，人家可能乐在其中呢。我们这2个单身狗可能不太理解吧。你们2个可真的是狗，大冬天的蹲在门口的角落里吃瓜，这可不是真的狗吗？我说你还要跟着我到什么时候啊？你自己就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干吗？我这个闲人哪有自己的事情要干呢？我每天不都是玩吗？就是，而且今天县主会过来。就知道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行了，今天你和我一起去玩，人家哥哥出去跟别人女孩子相会，你跟着干什么？那我们还是别跟着了，万一不小心把他们2个给搅和了，到时候你帅气的嫂子就没有了。行吧，你们好啊。小林大人好。其他人也赶紧回应。姐姐，我自己去逛街了啊，你在这好好玩啊。这些人实在是太古板了，连打个招呼都这么古板，和他完全就不是一路人。我一个人一点都不好玩，你说你能不能变成人啊？你要是变成人了，就能够和我一起玩了。我也想变成人，但问题是我变不了。林默郁闷地在街上晃了一个晚上，然后回家睡觉的时候脸色都不好看。系统可能被说到伤心处了吧，今天晚上也格外的老实。明天请个大夫过来看一看。今天晚上这丫头有点太安静了，可别是生病了没和我们说。林默还不知道自己的情绪让家人这么担心。第二天一大早，他正看着自己被子里的这张人脸发呆呢。不痛，一定是在做梦。哪个人敢掐我？不对，我怎么会痛呢？我去，你是系统？你怎么变成人了？我的天哪，我居然真的变成人了！原来还可以许愿望的呀。昨天晚上他就许了一个愿望，让系统变成人，
没想到居然还真的变成人了。你这里有衣服吗？我身上好像是光着的。你换衣服吧，我保证不看。那你能先把你的手指头缝合起来吗？等会儿你再想个办法给我弄一个身份，就说我是你朋友吧，然后借住在你家。你都已经变成人了，我总不能系统的继续叫着你吧？你想叫什么名字？自己取个名字吧。我的名字必须高端大气上档次，所以我叫高上档。你是认真的吗？这个名字直接被林默给 pass 掉了。他给系统取了一个名字叫白小。他是这么说的，反正系统无所不知，这不就是一个白小生吗？在这个名字基础上改一下就是白小了。你给我小心一点儿！你不是系统吗？不是有特异功能吗？你的身法就不能轻一点吗？你现在也算是精怪一类的吧？能不能上天入地？实在不行你遁个地出去吧，就别在这里和我挤了。我是系统没错，但我又不是妖精，我是变成人又不是变成神了。我要是能够上天入地，那我现在就把自己变隐形了，不是更好吗？等会儿我就说你是我的朋友啊，像是住在我们家，我爹娘应该会同意你住在我们家的。要是他们不同意的话，你看到那边那个狗洞没有？你就偷偷的隐藏在我那个院子里，要是有人来了，你就钻狗洞，赶紧翻墙出去。你就放心吧，等会儿我完全照你的思路走，绝对能在你家住下来的。你女儿居然带男人回来了，还带了一个这么好看的男人。混账丫头，她什么时候和男人搞到一起了？哟，自家的猪也会拱白菜了，还拱了这么一头水灵灵的白菜，太厉害了。我的感情都没有进展，这丫头居然带男人回来了，这不公平。哟，自家的猪也会拱白菜了，还拱了这么一头水灵灵的白菜，太厉害了。红子，怎么办？我有点心虚。你说你要是变成宠物多好啊，这变成人借口都不好找。什么玩意儿？这个男的是系统？系统变成人了？所以自家这玩意儿从头到尾就是给自己找了个对象。那个所谓的绑定该不会就是成亲吧？难怪这系统总说要攒能量娶媳妇儿，这是要攒能量变成人娶他女儿呀。赶紧介绍啊，我可不想天天钻狗洞。那个爹娘，这个是我朋友过来投靠我的，这段时间他能住家里不？能，为什么不能？想住多久都没关系。水灵灵的大白菜可得给自家小猪护住喽，万一跟别人跑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变成人了吗？只要长得好看就行了。而且自家这玩意儿，他根本就没有指望他这辈子能够成亲，没想到今天就来了一个意外之喜。而且自家这玩意儿，他根本就没有指望他这辈子能够成亲，没想到今天就来了一个意外之喜。哦，他女婿长得这么好看呢，而且还有吃瓜的能力，厉害了。你娘这是怎么了？她怎么这么开心啊？不知道啊，不过管他为什么开心呢，你能够住下来就行了。他的户籍在路上丢了，就把他留在我们家的户上嘛。入我们家的户上，那不就是一个上门女婿吗？林尚书本来不想干的，但是看着自家夫人那威胁的眼神，他憋着气去干活了。朕就说这个系统有问题，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能够变成人。朕之前就觉得小玲这丫头在京城中找不到合适的公子，哪个见她不是闻风丧胆的？原来她和系统是一对儿啊！那这系统变成人了，朕还怎么上朝的时候吃瓜呢？你还能变回去不？你这变成人了，我不好带着你上朝啊。这样不就行了？你操心这么多干嘛？我俩是绑定在一起的，我又离不开你。我虽然没有什么上天入地的能力，但是变大变小还是可以的。到时候就藏在你衣服里面就行了。
有病啊！你想要我的命你就直说。别害怕，我来接住你。你有病啊！就不能把你的指头缝给合上吗？我这不也是太慌张了吗？谁知道你被我一弹就弹出去了。不过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现在变成人了，那谁来保护我呀？万一有人要暗杀我怎么办？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我们两个还是绑定的，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咱们两个可是最佳的吃瓜搭档，我怎么可能让人去伤害你呢？你死了，我也会死。放心吧，我会好好保护你的。我们俩住得这么近，吃瓜都方便了耶。为什么你的院子比我的院子精美这么多啊？我才是这家的小主人好不好？我娘亲偏心。哼，你刚刚搬进你院子的时候是现在这个样子吗？这不是你自己搞成这样的。好好的花草你不要，你非要种菜，结果又种不活，这不就慌了吗？我告诉你啊，白小的院子你可不能这么折腾了，看你折腾的那些玩意儿，没有一个好的。林默动了动嘴巴，想要反驳，但是着实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好像姐姐说的都是真的。哈哈，果然变成人之后看笑话更有代入感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林默躺在床上，本来想找系统聊天的，结果半天都没有得到人回应。忘了，那个家伙住到隔壁去了，这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呢。那个家伙住到隔壁去了，这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呢。我怎么感觉自己有点犯贱呢？以前每天都被迫给那个家伙讲故事，今天不讲了，我居然还睡不着。干什么？大晚上的你翻窗出去想干什么？你回来了呀？要不你还是住我这里吧，你不在我睡不着。我的床大得很，你把自己变小一点就行了，就和今天白天那样的大小就行了。行吧，早点睡觉，明天你的假期就过完了，明天早上还得去上朝呢。你以后就待在这里啊，咱们内心交流，你千万不要出声，不然就被发现了。哟，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呀，咱们家的小祖宗居然自己坐起来了。你人都起来了，就不能自己走着去吗？赶紧自己起来。行吧，你这双腿啊，真的是白长了。我脸上有印子吗？怎么他们都在看我啊？可能是你过年过节这段时间吃胖了吧？这么短一段时间他就吃胖了？别伤心啊，过年过节胖个几斤又不是什么大事。我告诉你个瓜，三皇子胖了14斤，双下巴都胖出来了。这段时间三皇子妃可嫌弃他了，强制让他去减肥。你这系统是怎么回事啊？我人都还没有来你就开始爆我的瓜了，我胖又怎么了啊？我吃我自己的，胖又怎么了？宣德帝看着自家小儿子那个样子，简直是没眼看了，就不能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吗？堂堂一个皇子胖成了这样，这才几天时间呢，这是他愿意吃胖的吗？这逢年过节胖3斤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他只不过就是多胖了几个3斤而已。小白啊，你说三皇子这双下巴手感怎么样？好想去掐一把呀。手感非常不错，摸起来软绵绵的。默默，你是不知道三皇子妃有多嫌弃三皇子。你也知道三皇子妃是将门出身的，人家的身材保持的可好了，本来这媳妇儿就是三皇子死皮赖脸求过来的，他还不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脸和身材，我觉得他应该向你爹学习一下。你看你爹这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脸蛋和身材，这简直都冻龄了，又关我什么事情啊？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来了？最近又长了几条皱纹了。这几十年好像除了变成熟了一点，其他的都没什么变化，能不能向他讨教一下呀？那当然，我爹可是当年的京城第1美男子，这三皇子真该减肥了。
万一年纪再大一点，皇子妃还是年轻貌美，他就变成了胖头鱼，这看起来都辣眼睛啊。就是，你看丞相跟丞相夫人不就是这样吗？丞相夫人还是年轻貌美的样子，丞相的皮皱的呀，就跟个菊花似的。又说到我身上干什么？三皇子被这两个人说的还真的有心理危机了。他摸了摸自己的脸，脑海里那个画面一下子就出来了。不行，他绝对不能变成这样。白晓和林默在其他人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已经商量起了减肥大计。三皇子竖起耳朵，极其认真地听着，这可事关他英俊的面庞，所以必须得好好学习。你每一餐吃一些粗粮，多运动运动，那些零食什么的你就少吃了，有你喜欢的那些油炸糍粑什么的也不要吃。不行啊，你让我不吃饭可以，但是千万别让我不吃零食啊，那些零食可就是我的命，油炸糍粑、冰糖葫芦，这都是我的最爱。不行，为了你的健康，这段时间你必须把这些全给我停掉。没想到这系统变成人了，还有这样一个好处，居然能够管一管自家这小混蛋啊！下朝之后，林默驾着自己的猪猪就开始去街上觅食了。白晓开始是挺生气的，后来被塞了一个糖葫芦之后就不气了。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不就是胖了几斤吗？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本来以为是来了一个人能够管住那个小混蛋，没想到啊，是来了一个人加入那个小混蛋一起胡作非为。那个好吃，赶紧去吃那个。来了，不行了，我真的跑不动了，这就不能一点一点的来吗？我今天听到了林默和系统说的减肥方法，就是多吃一点粗粮，多运动，我这都还没吃呢。你要是不把这一身肉给减下来，那就不用进我的院子。本来床就不大，你这一身肉往上面一躺，我睡哪里啊？那我们就不能把床做大一些吗？不行，你要是不减肥的话，我带你出门都觉得丢脸。到时候大哥和二嫂带着大哥二哥出门多有面子，我带你出门跟小林大人带着钉耙似的，丢死个人了。你们俩是出去打劫了吗？家里是没有东西给你们吃了吗？默默，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你娘这边还是得靠你了，你加油。系统变成人之后都这么狗的吗？娘，今天京城中又出了很多好好吃的小吃啊，我这是带回来给你们吃的，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会吃得了这么多呢？林然看林默和白晓这满脸不舍的样子，嘴角疯狂的上扬。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好辜负了你的心意，这些就留给我和你爹吃吧。我没有零花钱了，吃的也没了，钱也没了，都怪你，为什么不能去赚点钱？你等着，等会儿我就出去给人家算命去，我可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不过说干就干，当天下午两个人就在街上摆了一个摊子了。走，我们赶紧回去，今天不太适合出门。走，我们赶紧回去，今天不太适合出门。为什么不适合出门？今天天气这么好，正是出门的好时机。你这人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哎呀，你看看前面的人是谁？小林大人，你们也出来玩？你有毛病啊！你打招呼，人家躲都躲不及，你居然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怎么出来玩了？这不是看今天天气不错吗？这位是白公子吧？白晓礼貌地朝他笑了笑。嗨，我们两个在这里摆摊子算命，我这个朋友世界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看咱们几个有交情的份上，就送你们俩一人一卦吧。不用。好。哎呦天哪，还好我们来得快，不然连个位置都占不上了。白公子，我爹娘打算给我定一个亲事，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远的不能再远的那种。他们说我那个表妹贤良淑德，貌美动人，你能帮我算一下我那个表妹怎么样吗？
瓜来了，还是主动送上门的瓜。你这个表妹啊，已经有姻缘了，但不是你。她在老家已经成过一次亲了，而且还有2个孩子。不过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这么刺激的吗？吏部侍郎给自家儿子选的亲事就是这样的？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赶紧详细和我说一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别说一半留一半。就是那个女的隐瞒自己曾经成过亲的身份过来攀高枝了。秦征长得好看又比较单纯，是个好忽悠的，所以那个女的就把目光放到了他身上。这也太不是人了吧！人家笨美人虽然笨，但好歹是个大美男呢。那个女的这是想来占便宜啊？不是吧？爹娘的眼光也太差了吧！这是把我往火坑里面推啊！这个女的和你不是良配，你回去赶紧和你爹娘说一说。我没有什么要问的。花孔雀的书童冒充花孔雀的身份去逛青楼了。花孔雀的书童冒充花孔雀的身份去逛青楼了，而且还把青楼女子的香囊带回家，遗落在了书房。他们2个人也不是主动出来逛街的。笨美人本来是去找花孔雀玩，但是花孔雀家里正在发生大战，2个人这才被迫出来的。花孔雀他老爹现在正在被他娘压着打呢。好想现场去吃瓜呀！要不他们转移场地吧？你们礼貌吗？林默的眼神实在是太热烈了，白晓被他看得压力极大。最主要的是，这么一个大瓜，他也想亲眼去看看。你家现在出了一些问题，如果不好好解决的话，恐怕会影响你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让我们过去，我们一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的对的，这可不就是影响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吗？都已经在家里打起来了，确实得好好解决解决。小林大人和这个系统要是过去，肯定能把事情解决的。行吧，我们现在就走。哦耶！小白，你真的是太棒了。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可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系统。你说你没有在外面偷腥是吧？那你这个香囊是怎么回事？夫人呐，这真不是我的香囊，我身上的香囊不都是你亲手做的吗？这真的不是我的。哎呀，小林大人来了，这可真是让小林大人见笑了。2位不要打架了，我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打架，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误会。有什么误会呢？能不能请小公子仔细的说一说？那这得问你儿子的书童了。我刚刚算了一卦，你们是因为一个香囊所以才变成这样的吧？那个香囊不是大人的，而是令公子的书童的。那个书童假冒令公子的身份去逛青楼，还和青楼的一个女子互换了私物。这个香囊就是那个青楼女子给他的。混账东西，连你自己的书童都管不好，赶紧去把那个书童叫过来。啊，太常寺少卿这顿揍白挨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可千万别让我摔下去了。哎，你别急我呀！你说你没事长这么胖干什么？就不能减减肥啊？你们怎么还带着一家人全部都来了？这地方本来就小，让一个人来就行了。这是大理寺少卿家出事情了吗？这么多人隐藏在这里，难不成是谋反？哎呦，不至于吧？要真的是谋反来的，就是御林军了。不过肯定里面出事情了。我错了，我错了，夫人大人，小的真的知错了，饶了小的一命吧。小白，你说这世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忘恩负义的人呢？你看这书童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没吃过什么苦。不说是锦衣玉食长大的吧，那至少也是衣食无忧啊。就是寻常人家的人都没有他生活的好吧？人都是贪心的，他还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呢。他还把府上的丫头搞得怀孕过。赶紧详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
他和府上的丫鬟在一起，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不是都说了吗？这书童在府上的待遇很不错，有一些丫鬟呀也想过好日子。花孔雀虽然看起来不着调，但是绝对不会乱搞。这些丫鬟挑选来挑选去，只有这个书童了。主要是这个书童出手啊也比较大方，有一个人尝到了甜头，后面就源源不断的有人扑过来了。和他牵扯在一起的一共有3个人，3个人怀孕了2个，这3个人都是在书房洒扫的丫鬟。他书房洒扫的就3个丫鬟呀？哦，花孔雀那个小书房洒扫的就3个丫鬟，这书童全部都给收了，厉害吧？少卿夫人是真的没想到自己儿子的书房居然这么乱，关键是这个傻子居然还什么都不知道。你和书房丫鬟苟且的事情，也该和你的主子说一说了。干嘛呀？干嘛呀？这吃瓜吃的正香呢。该走了，人家府上的私事我们在这里也不太好，至少明面上在这里不太好，偷偷找个地方猫起来吧。你们可真是懂礼貌啊，太懂礼貌了。干嘛要揍我呀？我也是一个无辜的，我怎么知道他会干这样的事情？这个不是小时候爹你给我挑的吗？快跑啊，魏兄！我就先走了，等有时间再过来找你玩。你跑这么快干什么？你要是跑了，我更会挨揍的。有客人在这里，我还会好一点。虽说是送了2个瓜，但是笨美人还真的是给了钱的，而且给的钱还不少。怎么样？我这赚钱的能力还可以吧？以后跟着小爷我混，绝对让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嘿嘿，小白，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天天出来摆摊儿，等我们没钱了再出来摆摊儿。物以稀为贵，天天出来就不稀奇了。你说这系统变成人之后，为什么还更加麻烦了呢？你看他这送过来的这些帖子，都是请他去算命的。他会不会算命，那些人难道还不知道吗？林夫人一边回帖拒绝，一边烦躁。那2个家伙回家之后就关在院子里，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东西，留下这么一大堆烂摊子让他们处理。这丫头买的东西啊，确实是好吃。林焕，你还给我吃？你难道想变成3皇子那样吗？这当然不想，我只是尝尝味道而已。那丫头天天对着这些东西这么着迷，我不是也想知道她为什么着迷吗？不过这些东西啊，确实挺好吃的，比我平时在外面买的好吃。这小女儿完全就是像了她了，平时在外面看上去挺正经的，但其实这正经的外皮下，性格是真的跳脱得很。来，夫人尝尝这个肉干，这个肉啊是真的不错，等明天再让那臭丫头去买一点。她今天和白小赚了不少钱，也该孝敬孝敬我们了。你可别把这话往外说了，人家2个好不容易赚那么一点点钱，你还惦记他们那一点钱？他们那点钱还不够他们塞牙缝呢。我已经把那个丫头的阅历提高了一些，毕竟现在是2个人花了。白晓和林墨还不知道林尚书正在惦记他们赚的那点钱呢，他们正围在桌子那里大吃大喝。今天赚的钱就已经花去1/3了，有好吃的，那肯定得有好戏看呀。他减肥减个还行吧，目前已经瘦了4斤了，不过今天被皇子妃训得哭爹喊娘了。我要吃东西，我真的快要饿死了。我昨天就只吃了2餐，今天只吃了1碗粥，再不吃东西，我真的要成为第一个饿死的皇子了。再不吃东西，我真的要成为第一个饿死的皇子了。还不够？昨天吃2餐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是说吃粗粮，你吃的的确是粗粮，可是也不能吃几大碗呀。这窝窝头你一下吃了4个，粗粮粥一下喝了3碗，你这是在养猪呢。人家钉耙都没有你吃的多。我是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过这样吃减肥餐的人，三皇子绝对是个人才。确实是一个人才，就没有他不吃的。他是猪投胎的吧？一顿吃4个窝窝头，有他这么减肥的吗？听说这个窝窝头啊，还是用最粗的粗粮做的，咽下去都刮嗓子的那种。三皇子的喉咙管应该挺粗。那他现在已经减了多少斤了？都这么惨了，应该减了不少了吧？就减了4斤左右吧，而且昨天一天又吃回去了2斤。那还减个屁呀！快看快看，你哥哥正在和花瑶县主约会呢。你看他这小媳妇的样子，明明是能够单手把你扛起来的壮汉，可是表现的却这么娇滴滴。这绝对是套路。就是，不过他那张脸遗传了娘亲，这么娇滴滴也挺好看的。这小混蛋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个时候回来，该不会是算准了吧？要不我们重新找一个地方吧？那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快，他们要跑了！你哥哥刚刚往后面看了一下，他们应该发现我们了。放心吧，他们跑不了的。今天他们的瓜我一定要吃。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执着的，你带着你的小相公去约会不行吗？我们约会我们的，你约会你的，互不打扰不行吗？我去，我忘记他们俩都会武功了，你能不能带我飞？就是和他们那样，咻的一下飞上去的那种，你能不能带我飞？就是和他们那样，咻的一下飞上去的那种。我都说了，我不能上天入地，还要怎么跟你解释？我又不会轻功，除了给你开保护机制变大变小，已经是我能力最大的范围了。这个系统怎么什么都不会？我看之前小说里人家的那些系统牛得很，变成人了之后也都是龙傲天、霸道总裁，你怎么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会。你天天吃瓜，吃的是谁的瓜？要不是我给你转述这些瓜，你的生活能有这么多姿多彩吗？白晓越说越气，然后直接一口咬在了林墨的手背上。林墨，你是不是要杀了我呀？你刚刚那巴掌差点把我掰扁。还是个精致的小人，没有扁。你刚刚是不是咬我了？如果没有咬我，那也一定是掐我了。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对我动手呢？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对我动手呢？我没有，我是动口。你们人类不是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吗？我动的是口。吃人了，吃人了！有人要吃人呢，快来救命！小林大人的性格很好玩，要是我是一个男子，把他娶回家，日子应该会过得很开心。不行，这小妹怎么到处招蜂引蝶的，和爹一样的德行。我开玩笑的，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我怎么感觉你长高了不少呢？我记得你刚刚变成人的时候，不是才比我高半个头吗？现在都已经长高大半个头了。那是，我之前是能量不稳，而且我的年龄设置和你差不多的。现在这是我的发育期，你会发现我的食量都大了不少嘛。等再过半年的时间，你都得仰头看着我了。虽然说现在你也得仰头看我。第二天早上去上朝的时候，林墨还在思考这件事，白晓都被他念叨了一个晚上，头都快被他给念炸了。我说你为什么对身高这么执着呢？你这1.63米的身高也不算太矮呀，至少突破了1.6米，没有必要这么执着长高吧？我怎么就不能执着了？我家人都长得这么高，就我一个这么矮的。我本来骨架就小，看起来就娇小，现在身高还这么矮，这看起来真的是又矮又小。凭什么你这么短的时间就能长到这么高？我和你怎么能一样呢？我现在正是身高的爆发期。其实和别人比，你还是挺高的。你看人家李将军，他长得也挺矮的嘛，
可是人家在打仗的时候就是所向披靡啊。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了？我的身高碍着你们了啊？那李将军就没有想过长高的办法吗？他这个身高不太好用长枪啊，难不成他是用刀剑？放轻松，放轻松，又不是什么大事。身高这种事情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将军军艺出众，身高算什么呢？怎么就没有想过办法？可是没用啊！而且这个李将军最大的爱好就是使用长枪。你别看他身高不够，但是人家可耍的一杆好枪呢，而且身高也有优势，可以攻敌人下盘。李将军在这上面那可是有诀窍的。那快说说，他对敌人有什么诀窍？他干过什么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大事？他确实是干过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但是这个事情吧，不能在这里说出来啊。10年前他出征西北，在与敌方大将对战的时候，他直接对准别人的下盘猛烈进攻，那一杆长枪进去，顺利让人家断子绝孙了。这件事情他们怎么不知道啊？李将军还干过这样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如实禀报给他？要是如实禀报的话，那他肯定得好好奖赏李将军。李将军武艺果然高强啊！我就说那员大将怎么在那次大战中消失了，但是又没有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原来是因为你呀！想不到李将军居然把这件事情瞒得这么深，这可是一个大功啊！大功个屁呀，大功！他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画面，他本意是想要刺那个人的腿的，谁知道那个人脚一滑，身子一下子矮了，然后这就刺错地方了。厉害了！想不到李将军居然还干过这等大事儿。人家是杀人，他是诛心呢，诛心可比杀人狠多了。谁说不是呢？所以身高矮还是有身高矮的好处的。你以后跟别人打架的时候，也可以专攻别人下盘，我来指挥。那可说好了，以后我要是跟别人打架了，你就专打他们下面，到时候回家我就做一把小刀。你这系统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教人家姑娘家干这样的事情啊？你也是一个男人，你就不怕他把这个技巧用在你身上吗？小林大人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问你。有事情要问我？他没搞错吧？国家大事我可是半点都帮不上忙，我每天上朝都是来吃瓜发呆的，他问错人了吧？应该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毕竟你什么都不会的事情，大家也已经知道了。你就是一个摸鱼的，有谁会拿国家大事的事情来问你啊？估计是因为奔美人的事。你是想问秦征的事情吧？啊，是的，上一次那个白小公子算出来的那个事情，我也让人去调查过了，但是除了那个女人嫁过人，也没有关于她生孩子的记录，所以我想让小林大人帮忙引荐一下白小公子啊。当然调查不出来了，要是随便就能让你们调查出来，那个女人不是太蠢了吗？人家生了孩子全部都送养了，全部都送给她前夫的姐姐家了，上的户籍也上的是前夫的姐姐家，而且那个女人怀孕的时候还是躲着怀孕的，生孩子也是自家人接生，不得不说挺厉害的。社郎大人，您那个远房亲戚确实生了孩子，但是孩子不在他自己的户籍下面，也不在他亡夫的户籍下面。他亡夫有一个姐姐，那2个孩子都在他姐姐那里养着的。小白和我说过这件事儿，不管那个女人有没有生孩子，反正她都能骗你们了，你们干脆就把这个亲戚断了算了。笨美人，哦，秦征人不错，长得也好看，你们也要对他有点信心。京城里品行好的贵女多着呢，况且他现在年纪又不大，再等个2年也没关系。是的，是的，多谢小林大人点醒，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这种教育别人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难怪我爹娘哥哥姐姐都这么爱教育我，难怪别人都爱好为人师。这种教育人的感觉简直让人美上天呢！这种教育人的感觉简直让人美上天呢！是挺美的，以后可以再发展一个职业，我帮你成为别人的人生导师怎么样？只要我们吃到一个炸裂性的瓜，那我们就去安慰那个受害人，给他指明人生方向，你觉得怎么样？不是，我就是意思一下，你们这也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吧？你们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人生导师？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笨蛋美人出事了，那个女人打算把笨美人绑走，生米煮成熟饭，等生下孩子之后再把笨美人放回来，强迫吏部侍郎家认下她。她现在已经联系好贼人了。那笨美人现在在哪儿呢？她和花孔雀还有丞相家的2家公子在酒楼喝酒呢。这是哪家的悍妇呀？居然敢无视法纪！哎呀，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被抓住了，被抓住了也控制住自己呀！今天多谢大公子请我们喝酒了，好久都没有喝得这么畅快了。这不是为了安慰你吗？听说你那个远房表妹和你吹了，你这年纪还小，还不用太着急。你那个远房表妹我也见过一次，看眼神都不太舒服，你们还是早早的把她送走比较好。是啊，而且这都是请小林大人和白小公子算过的。依我看来，那一天白小公子算完命，你们就应该把人送走了。不是说是1个人吗？咱们这是4个人，所以谁是吏部侍郎家的公子？应该是中间那个。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人打劫，而且连脸都不蒙，这个胆子有点太大了吧？不是我不愿意现在出去帮他们，主要是我现在出去帮他们，他们要是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怎么回答？等他们有生命危险了，我再冲出去，这样保险一点。等会儿攻击他的下半身，我待会儿把李将军怎么降敌的那套身法告诉你，你的身高比他矮，应该更好发挥。谢谢你啊。都这个时候了，这俩人还这么的不着调。冲，把中间那个戴玉冠的给抢过来。抢我？这是认错人了吧？相府大公子也算是文武双全，二公子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习，在武艺方面也不弱，两人3两下就把贼人给制服了。京城的世家公子们大部分都是从小习武，也不知道这2个贼人哪里来的勇气，而且这2个贼人是不是蠢啊？居然连面具都不戴，他们是生怕别人认不出来他们是吗？这打输了逃都不好逃。你看这俩人的样子就不聪明啊。那个远房表妹也是的，为什么非得嫁给笨美人呢？她既然已经来京城攀上了亲戚，那2家也不是不行啊，说不定也会有富商之家看中她的美貌和背后的吏部侍郎府。只要她和吏部侍郎家的关系不断，吏部侍郎不倒台，那基本上她这一辈子无忧了。我可真是谢谢你了。混账玩意儿，是谁派你们过来的？居然敢对我们动手！公子饶命！公子，我们是吏部侍郎府的表小姐派过来的，她说让我们把吏部侍郎家的公子绑架，事成之后会给我们一大笔钱，有了这笔钱之后，我们就再也不用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也是被生活所迫呀。绑架我做什么？绑架我也不会娶她。那个表小姐说要生米煮成熟饭，等生下孩子之后再把您放回来。有这么一个远房表妹，也真是造了孽了。还跟他们说这么多干嘛？直接把他们送到官府去。你看，好看的男人在外面也是需要注意的，毕竟色鬼可不分男女。那我出门可得格外注意。我长得这么好看，万一被女色鬼看上了呢？这吏部侍郎也真是的，孩子还小，急什么急呀？看人家小林丫头都看得开，这缘分到了，说不定就会从天而降一个郎婿呢。吏部侍郎生的是儿子，这事恐怕不能从天而降一个郎婿呀。
哎呀，都一样，计较这么多干什么呢？这段时间，你好好跟着你姐出门。你年纪也不小了，你该多和别人玩一玩。京城里的那些贵族小姐，你怕是都不怎么熟悉吧？不说让你和他们深交，好歹也得认得人吧？我为什么要认识他们呀？话不投机半句多。那些姑娘夹凑在一起，不是讨论诗词歌赋，就是讨论哪家的公子长得好看。京城里长得好看的公子，我比他们还要清楚。至于诗词歌赋，那我根本就插不上嘴。我去有什么用啊？别难过，别难过，这一次去你绝对不会亏的。这一次去有大瓜哟。好好的看住你妹妹，吃瓜归吃瓜，千万别让她掺和进去了。放心吧，娘亲，我会好好看住她的。快点，我们别迟到了。别急，人家主人公都还没到呢。今天是一个巨大炸裂的瓜，还和李将军有关。小林大人来了呀！小林大人可是难得来参加我们这样的聚会啊。哎呀，就是小林大人事务比较繁忙，不过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找我们大家玩一玩。这可是能让他们吃瓜的人，可得好好的哄着。林默礼貌地朝他们笑了笑。哪个人有瓜，赶紧找一找。今天这个瓜呢，还是和李将军有关的。李将军早年丧妻，你应该知道吧？他现在膝下就2个儿子1个女儿。知道啊，这有什么问题？嘿嘿，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他10年前我不是跟你说，他搞的敌方大将出事情了吗？那个大将一直对这件事情怀恨在心，他后来让人潜伏进了大雍，让人偷走了一个贵女，就是那种真假千金文学，他用一个假的留在了这里，然后把真千金带到了自己那边养着。后来真千金被找回来之后，已经被他洗脑的差不多了。现在那个真千金的目标就是嫁给李将军，让李将军从此断子绝孙。现在那个真千金的目标就是嫁给李将军，让李将军从此断子绝孙。林默听到 CPU 都快要炸裂了，这么复杂的吗？看到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姑娘了没有？就是她，她叫陈罗，她现在已经开始接触李将军了。这姑娘长得也挺好看的呀，而且好像和我姐的年纪差不多。李将军都够当他爹了吧？这姑娘也真的是能够下得去嘴呀。不是说李将军长得不好看啊，但是李将军也确实不太好看，主要是吧，这个年龄差有点太大了吧。陈罗从小被敌方养大，就算是被找回来之后，在这边的家人也没有什么感情了，更何况这边还有一个顶替他身份的假千金。父母舍不得养了这么久的女儿，就算是个假的，那也舍不得。反正家里又不是养不起，所以就把2个都留了下来。这2个身份对立的，平时肯定会有矛盾，而且假千金又经常在他面前表现出跟父母兄长很亲密的样子。现在别说是感情了，他对这边的原生家庭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恨了。要是我的父母是这样的，那我被找回来的当天估计就当场甩脸走了。这样看来，我觉得这个陈罗也不是错误最大的那个，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呀。明明是贵族千金，应该是被千恩万宠的长大，结果被互换了身份，在敌方阵营长大。这几10年不知道在外面受了什么苦呢，回来之后又被父母这么对待。要是我的话，我估计早就把陈家闹翻天了。谁说不是呢？陈家的态度是真的有问题，还有那个假千金也有问题。是啊，他有什么错？他根本什么错都没有。这人也太执着了吧，都已经10年过去了。这不是执着不执着的问题，主要是李将军这是直接让人家断了根了呀。好吧，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恨，赶紧让人把陈家给控制住。陈家也真是的，自己的亲生女儿找回来了，那就好好的弥补，还任由亲生女儿被假的那个欺负。
陈罗也是个苦命人呐。你说的是认真的？居然有人要勾引我老爹，还是个17、18岁的姑娘，她眼睛没问题吧？大公子呀，你这语气好像有一点点奇怪呀。是的，您没有听错，陈家大小姐小时候被敌方偷走，那个人记恨李将军断了他的子孙根，所以就谋划了这一次的事件。陈家大小姐自幼被敌方养大，被敌方灌输着仇恨这边的思想，幸好有小林大人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你们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还有，你刚刚说话的语气是怎么回事？人家姑娘看上我又怎么了？那说明我人有魅力。这是有魅力吗？人家那是对你有目的，就算是你长得跟小林大人的钉耙一样，人家也能下得去手。李将军深吸了一口气，本来想骂人，可是看着自家这个宝贝女儿，他又把嘴边的话给憋了回去。还是小妹厉害呀，这一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了。他们可不敢和爹说这样的话。这一场踏青会真的是精彩极了。林墨和白晓两个人也还算是有点心，他们偷偷写了一封信到了官府。哎，谁让我爱国呢？你说其他的话我可能不会管，但是李将军可是南征北战的英雄，他要是出事情了，我对不起国家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管。小林大人也总算是会用自己的能力主动为国家做点好事了呀。虽然这么久以来，小林大人也间接做了不少好事，但都是被动或者是附带的，而且还得官府和皇上偷偷的去处理。他和系统就是吃瓜，除了吃瓜啥也不会。默默，有个人以你为主角在写画本子，你在里面还是个男的，他还给你安排了好几个红颜知己，你厉害呀！你说什么？完了，他的秘密被发现了。完了，他的秘密被发现了。他这个画本子也是最近写的，当然系统的事情他肯定是不敢写的，所以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风月事。主要是小林大人生得俊美，对女子又很有礼貌，而且在女子中的人气也很高，这不就是画本子中的主角吗？白晓知道写画本子那个小姐是谁，但是她没有说，主要是林墨现在也没有问，他现在满心满眼就是早点回家找那个画本子看一看。我这么玉树临风，风流倜傥，里面的人生应该会很有魅力吧。我也就是生错了女儿身，要是个男的，我绝对不会比我哥和我爹差。你真的觉得你如果是个男人，不会比你哥和你爹差吗？你哥哥和你爹爹那才华可是堪比状元，要不是因为长得太好看了被钦点成探花，那他们就都是状元了。你觉得你能够成为状元吗？你觉得你能够成为状元吗？我怎么就不能够成为状元了？我这是没有认真学习，我要是认真学习的话，那绝对不比他们差。就你拿着一本书不到10秒钟眼睛就要闭上了，还美其名曰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起来就没完没了了。从我绑定你开始，你好像就没有完整看过一本书吧？啊，那些画本子除外。这也不怪他呀，谁让那些正经书都太正经了，看起来真的是无聊死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看不起我呢？我好歹是小林大人好不好？本朝唯一的女官。是唯二，你可别把人家花瑶县主给忘了。虽然人家不上朝，但是人家可是实实在在掌管兵权的女将军。这一场踏青会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不仅吃到了瓜，还看了一场戏。这个斗嘴大戏实在是太精彩了。这本书实在是太合我的心意了，没想到我在别人的心里居然这么优秀，这么有才华。这个作者是谁？他这个朋友我敲定了。行吧，爹爹和哥哥的才名都安到了你的身上，
也幸好是自家人啊。这个画本子的作者是苏翰林的女儿苏锦绣，人家可是从小饱读诗书，现在京城里面流行起来的画本子2/3是他写的。你最近在看的那一本《战神王爷传》也是他写的。战神王爷传，这不会也有原型吧？该不会是信王殿下吧？哟呵，被你发现了，确实是信王殿下。还有那本《第一美人与探花郎》，写的是爹爹和娘亲的故事哦。小白，这个小姐姐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个第一公子传原型，是不是就是我哥和我爹啊？那个第一公子传原型，是不是就是我哥和我爹啊？对，他把你哥和你爹的故事结合了起来，然后写出了这一个第一公子传。谁让前面几十年第一公子是你爹呢？现在第一公子又变成了你哥，这京城的第一美男的名号，这几年简直就是被你家给垄断了。也不知道自家宿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好福气，人家穿越要不就是小苦瓜，要不就是宫斗宅斗，他倒好，穿越过来就是过来享福的，父母恩爱，家庭美满，哥姐宠爱，每天闯祸还有人给他擦屁股。我们家的人都有故事了，为什么我姐没有单独的画本？她这是把我姐给孤立了呀？大可不必，我也不想要被写进画本里面。有啊，只不过这个画本还在创作之中，名字叫做《第一才女和我的二三事》。哦，这个苏锦绣苏小姐非常喜欢你姐姐，她简直就是把你姐姐当作偶像来看待的。你确定是把我姐当偶像，不是真的喜欢我姐？虽然我对我姐的感情没有什么资格评判，但我姐的对象必须得是我姐喜欢的，男女我不管，但是一定得长得好看。有时候这个丫头讲话是真的很欠揍。你想什么呢？人家有未婚夫，你还不许人家有个偶像了？你姐姐可是京城世家小姐中的楷模，不像你，人家说你姐姐是月宫中的仙子。至于你，我怎么啦？我怎么感觉你很不满意我似的？我可是风流倜傥、俊美潇洒的第一公子，这个画本子还在这儿呢。人家说你姐姐是月宫中的仙子，你是月宫中的兔子，跳脱的兔子。你们礼貌吗？形容还挺贴切的呀，这动如脱兔，可不就是兔子吗？凭什么我姐是仙子，我是兔子？我长得也不差呀，我要是淑女起来，我自己都怕。我说你这算得上是碰瓷儿了吧？你长得好看我承认，毕竟人家都把你写成了京城的第一美男子了。但是你说你淑女，你觉得这话可信吗？唉，不可信啊，这丫头对自己是真的一点认知都没有。看看这形容词，这都是描写我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气质出众、俊美出尘，这些全部都是描写我的词儿。在这里面，她一出场就是英雄救美，然后获得了美人的芳心。但是她的心思不在感情这里，她胸怀大志，心系家国天下。林默自己看的都感动极了，这写的也太好了。好好的看一看，看看在人家心里我是什么样的形象，不要总是有事没事就损我。我在人家心里的形象这么高尚，这么美好，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人家呢？别晃了，别晃了，我的脑子都快被人晃出来了。你最英俊、最潇洒、最美丽了，行不行？那是当然，这本书我一定要全文背诵，最好让这本书流芳百世。你是认真的吗？这只是一本女转男的龙傲天小说呀。也不知道这苏小姐是怎么写的，就把林默写的根本就不像是个人了，更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遇见的所有女人都爱他、倾慕他，所有男人都尊重他、理解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服务的。别说是林默了，这让谁来当这个主角，谁不得意啊？我们全家居然都被写进了画本里面，
这苏大人的女儿还真是不一般呢。你看这一本写的是我们两个的故事，想不到我们俩的故事居然被这么多人知道。这一家人这一下午就围坐在桌子这里看起来画本，而且是越看越起劲儿，越看越入迷。自己的故事自己想可能没觉得，可是被别人写出来怎么就这么好看呢？这一家人这一下午就围坐在桌子这里看起来画本，而且是越看越起劲儿，越看越入迷。饭呢？怎么没有饭？二小姐，大人和夫人说晚一点用餐，您要是饿了的话，先吃点点心垫一下吧。是啊是啊，吃点点心吧。不行，我还是要吃饭，怎么能不吃晚饭呢？他们干什么这么入迷，连晚饭都不吃了？看画本呢，最近京城里特别流行看画本，你姐姐今年买了好多的画本回来。白晓这个缺心眼的，要是多了解那么一点点，那估计大家都掉马了。只可惜这个缺心眼的压根就没有想这么多。手下留情啊，咱们只是吃饭，不是送命，咱们没有必要这么玩命啊。讲的什么话呢？我只是做个饭，怎么玩命了？人家做饭要钱，你做饭要命啊！你还记得你的玄武吗？人家现在还在池子里面好好活着呢。做饭这个事情，他好像是真的不太行。给我站正了！你看你这姿势，站没站相？九白，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呀！是你带我出去偷琵琶的。那个林伯父，他站不正，他把腰给扭了。爹娘，这也怪不了我们偷偷跑出去，这不是晚上没有饭吃，所以我们就想着出去找点东西吃吗？你们是不知道，刘翰林家里有一个院子里面有一个好大的枇杷树，结满了枇杷。所以你们两个出去就是去偷枇杷去了？这怎么能叫偷呢？我们是在那个荒废的院子里面摘的，荒废的院子怎么能够叫偷呢？可能是跟其他的事情比起来，去别人家荒废的院子摘点果子不是什么大事吧。林尚书也只是把他们俩训了一顿，就把他们给放走了。你说皇上这是怎么想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在朝堂上面摸鱼的，就算我天天不去上朝，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我现在都是一个伤患了，他居然还让我去上朝，还有没有一点爱心呢？我现在都是一个伤患了，他居然还让我去上朝，还有没有一点爱心呢？可能你们皇帝是每天习惯看着你了吧？毕竟你每天打瞌睡，打的那也是花样百出，还挺有观赏价值的。你礼貌嘛！哎呀，小林大人今天怎么受伤了呀？该不会是尚书大人你打的吧？小林大人年纪还小，你怎么能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就是，谁家孩子不闹腾呢？小林大人虽然性格活泼了一点，但确实是一个好孩子呀。我没有打他，是他自己把腰给扭了。我怎么感觉这些人的脸上带着一丝幸灾乐祸呢？他们不喜欢我吗？难道我平时很招人恨吗？招人恨那肯定不是的，可能就是在调侃你吧。有些大人不就是爱调侃年轻人吗？不过你今天也算是实现了一个梦想。什么梦想？躺着上朝啊！人家信王都只能坐着轮椅上朝，你居然是躺着上朝，这绝对是从古至今第一人，皇帝过去都没有躺着上朝过。你这么说，我心情好像真好了很多。皇上都不介意我躺着，我干嘛还纠结呢？眼不见为净，只要看不到，心里就不会不舒服了。这么躺着上早朝，真的不会感染风寒吗？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吧。在皇上让我躺着也来上朝的时候，我迅速的就把床上的毯子给打包好了。等会儿，等他们商量国家大事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偷偷的给自己盖上。怎么感觉那个丫头过得比他这个皇帝还要舒服呢？厉害还是你厉害，
你比太尉大人有先见之明多了。昨天太尉大人被赶出房门，就冻了1个晚上的。你们说话就说话，怎么又牵扯到我身上了？你们说话就说话，怎么又牵扯到我身上了？本来以为这小祖宗受了伤之后，应该这一早上就睡过去了，这可真的是意外之喜呀！快说说，快说说，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太尉大人是惹他的夫人生气了吗？居然大晚上被赶出房门，被赶出来之后，他不会重新找个地方睡吗？我爹每次被我娘赶出来，他就会偷偷的跑到他的书房去睡觉，然后第2天早上又会提前起来，躺在房间门口装可怜。我娘每次都被拿捏得死死的，每次都会心疼他在外面冻了1个晚上呢。这混账丫头，吃别人的瓜就吃别人的瓜，干嘛还把事情牵扯到她身上？没想到外表正经的林尚书，私底下在妻子面前居然是这个模样，难怪当年能抱得美人归呢。这小妹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了吧，难怪她每天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自己一个人也能玩得这么开心。这个太尉大人可没有你爹这么聪明，他就蹲在门口硬生生的蹲了1夜，把人家门口守夜的人搞得都不敢睡觉了。他们俩就大眼瞪小眼，瞪了1个晚上，然后他觉得和一个丫鬟互相瞪得有点尴尬，然后就让那个丫鬟去睡觉，换了一个小厮过来。为什么太尉一定要有一个人在这守夜呢？还要把丫鬟给换成小厮，我感觉根本就没有必要啊。他不是要在这里守1个晚上吗？他可以干这个活啊。他这纯粹就是浪费人力资源，本来1个人干的活，他要2个人来干。谁说不是呢？最近他和他的夫人2个人正在闹矛盾，是因为他2个女儿的亲事。太尉想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但是夫人想让女儿自己找。这一找就不得了了，他们的大女儿直接看上了一个秀才。我怎么感觉这像是小说话本里的情节呢？官家小姐爱上穷酸秀才，这个剧情得让苏小姐去写呀。苏小姐已经开始写了，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人家苏小姐可是紧跟时事，而且苏小姐跟太尉府大小姐也算是好友，这件事情刚刚有苗头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准备写话本了。厉害呀，不仅吃到了瓜，还赚到了钱，这个苏小姐才是最厉害的吧？苏翰林可真的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就是又吃到了一个瓜是吗？我觉得这个太尉应该和我爹好好的学一学。我爹虽然在外面挺古板的，但是在我娘面前那是绝对放得下身段的。他要是惹我娘生气了，当天就会出去买个礼物回来，然后写上一大段情诗。有一次他写情诗的时候还被我给抓住了，我也是真没想到他冷着一张脸居然是在写情诗，我还以为他是在批阅公文呢。你爹这人我是佩服的，长得好看还会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不是那种对所有人都好的人，他是唯独对你娘好，这样的男人可少见啊。凭你爹的长相，要是想纳妾的话，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估计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扑上来。太尉真的得给你爹好好学一学怎么哄妻子开心，不然3天2头都被赶出去多尴尬呀。他不尴尬，人家守夜的小厮都尴尬。我们可真的是谢谢你为我们操心了，能不能转移一个话题呀？其实那个书生人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点财迷，不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说他人不错，不会就是说他这一点吧？看一个人不错得看整体，他尊不尊重女性，会不会拈花惹草，有没有什么红颜知己？对对对，重要的就是这些点。这是他今天早上听到的最满意的一句话了。这人挺尊重女性的呀，也不张花惹草，也没有什么红颜知己，
他唯一爱的就是财了。总而言之，这人还是不错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愿意为大小姐花钱。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愿意为大小姐花钱啊？你知道让一个铁公鸡为你花钱，这有多么的难吗？对这个书生来说，钱就是他的命。他居然愿意为大小姐花钱，这就说明他对大小姐是真心的。而且那个书生的才华也不错。至于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是个秀才，那是因为他把时间都赚钱去了，考试都没有来得及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次科举他应该能够中。赚钱难道比科举考试还要重要吗？这个书生他的人生观没有问题吗？当他大雍朝的官员不好吗？他为了赚钱连考试都不去了，那他这么多年赚了多少钱了？对你们来说肯定是不多的，毕竟你们都是富好几代的人。但是对于普通人家来说，那个书生赚的钱够他们一辈子生活无忧了，不大手大脚，这一辈子绝对够过得安安稳稳。哇，厉害了，这相当于白手起家呀。现在我觉得大小姐和这个书生还真的挺可以的，太尉也真的没有必要拆散他们两个。这棒打鸳鸯要是没打好的话，棒子万一打到自己头上呢？我也觉得太尉没有必要插手，而且他看中的那个得意门生人是真的不行啊，看着挺老实的，但其实玩的花得很，也是青楼楚馆的常客了，完全比不过人家书生。什么玩意儿？钱和那混蛋居然是青楼楚馆的常客？看来这太尉的眼光没有他女儿的好呀。父皇，我能躺着上朝吗？想得美，朕都还没有躺着上朝过呢。我们怎么回来了？我们现在不是应该在上朝吗？好像皇帝让人把你给抬回来的，说是你受了伤，身体虚弱，所以就让人把你给抬回来了。这两个人在这里发呆，隔壁的刘翰林一家已经炸锅了。他昨天晚上去偷人家的琵琶，还扮了鬼呢。也不能说是二小姐故意扮成鬼的，我听到的好像是刘府的人听到一阵阵的惨叫声，二小姐不是把腰给扭到了吗？可能是扭到了腰发出来的惨叫声，所以这才误会的。现在刘府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回大人的话，刘府的人好像吓得不轻，今天一大早就请人过来做法事了。不过他们不知道是二小姐搞出来的事情，请大人放心。不知道就好，不知道就好。我去，我还真的被他们给当成鬼了呀！他这么好看的一个人，居然被人当成鬼了，有没有搞错啊？我去，我还真的被他们给当成鬼了呀！谁让你昨天晚上叫的那么惨？幸好人家还不知道是你，不然你非得挨一顿揍不可。吓人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他的本意。他这个人虽然平时做事不太着调，但还是有分寸的，而且也不可能拿去世的人开玩笑啊。反正这件事情你知我知，一定不能传出去啊！为了我的生命安全，也为了你的生命安全，我要是出了事情，你也跑不了啊！他这个人啊，嘴巴最严了，绝对不会把事情说出去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去玩一玩啊？天天在京城里待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最近可能没有什么大瓜可以吃了。他发现最近京城里是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炸裂了，以前偷情私会私生子的事情多的是，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瓜。可是现在这些官员富商们简直太安静太老实了。过段时间是皇后娘娘的生辰了，她的生辰宴会一般都是在外面的行宫举行，我们到时候应该可以跟着去，到时候你就变小躲在我的衣服里面，我带着你去玩。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两个人直接就开始聊在皇后娘娘生辰的时候要怎么玩了。先别说玩了，你的生辰礼物准备好了没有？你不会又雕了一个木雕吧？此刻在场所有人的想法和白晓一样，
太子都有点为自己的母后担心了。上一次父皇的那个猿猴送给了他，他摆在书房里，每天累的时候抬头看一看。这就有点小看我了。上一次给皇上送了木雕，这一次肯定不能送一样的呀。我自己亲自刻了一个玉雕，我还专门请了师傅教我呢。人家师傅说我可有天赋了。可是上一个说你有天赋的是那个吹唢呐的，然后你就在自己的生辰宴上面吹了唢呐。你这个有天赋有点吓人呀。林大人，你知道小林大人准备送给皇后娘娘的是什么样的玉雕吗？我知道。他都不知道这丫头每天在房间里搞些什么鬼，反正天天她的院子里面可热闹了。下朝之后，太子立马就去找自家母后了。皇上的贴身衣物现在已经少了很多，你们要是拿了之后记得补货啊，也不需要用太好的布料，随便用点不怎么刮屁股的就行了。哦，德妃啊，上一次皇上是不是从你宫里顺走了一只玉瓶？您记得让他还回来啊，这些可都是要入库的，要是没钱了还能卖的。放心吧，娘娘，我一定会让皇上还回来的。怎么感觉这后宫里的娘娘们跟我之前见到的有点不太一样了？儿臣参见母后，见过各位娘娘。哟，太子来了呀，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大家伙全部都看太子有没有带什么礼物过来。看到太子空着手过来，他们脸上还有一丝失落，也不知道带点好东西过来。不知道他们这些做长辈的在后宫过得艰难呢。皇帝的妃子不多，生的皇子公主就那么几个，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一起养大的。对于这些孩子，这些妃子们都是当做自己亲生的一样养大。你要是没事的话，自己找个地方坐，我们现在忙得很。哦，记得提醒你父皇，把德妃宫里的玉瓶还回来。堂堂一个皇帝还顺人家的东西，成何体统？好的，母后，儿臣会提醒父皇的。不是，我不是要来和母后说小林大夫给他送礼物的事情吗？怎么一下子就被带偏了？皇后把儿子送走之后，就带着一众妃子绣花去了。没办法，能多赚点钱就多赚点钱。皇后呢？回皇上的话，皇后娘娘带着各位娘娘去绣房了。去绣房了？难不成是要给她做什么新的东西？嘿，还是皇后和她的妃子们好，知道体恤她。嘿，还是皇后和她的妃子们好，知道体恤她。你们谁有时间，用这块布料给皇上绣个香包，随便绣绣就行了。他们现在可忙得很，可没有这个时间。手上的活儿那是能够卖钱的，给皇上绣香包又卖不了钱。皇后娘娘，5年前的那个香囊是臣妾绣的，今年我是真的不想绣了。这块布料也不错，要不再换一块差一点的吧？哎呀，再怎么说也是皇上，怎么能够用差的布料？这一块勉勉强强吧。既然5年前是你来的，那今年就我来吧。嬷嬷呀，你这雕的是个什么东西啊？大公鸡还是鸳鸯？这2个送给皇后娘娘都不太合适吧？看不出来吗？这是一只凤凰啊！不过这个凤凰是经过我自己改造过的，绝对的独一无二。原谅他真的没看出来这是一只凤凰，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只山鸡呢。雕刻完之后，林墨很满意的欣赏起自己的这个作品，然后拿出了上色的染料。大傻春，你想干什么？嘿嘿嘿，凤凰怎么能够没有颜色呢？这个染料可是我花费了大价钱的时间得来的，绝对的不掉色。等会儿我就能让你见到一只光彩照人的玉雕凤凰了。大姐，你真的是认真的吗？这颜色涂起来还真挺好玩的，真的不会掉色吗？放心吧，绝对不会掉色。那个卖我染料的人说了，这种染料是专门上在玉上面的，涂到人的皮肤上也得小半个月才能掉色。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相信吗？歪小，我要杀了你！这2个小祖宗在这里，只要不出人命就不用管他们。
直接变成黑人了，哈哈！你还好意思笑我呢？你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吧？我的脸，我的肤色，我这美的脸呐！晚上吃饭的时候，林家四人看着这两个黑人，脸上的表情不停地抽搐。不能笑，不能笑，爹娘现在正生气呢，绝对不能笑。你也想想办法呀！我要怎么跟我爹娘交代啊？明天我还要去上朝呢。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要不你就说是咱俩中毒了吧？中毒？也亏得你想得出来啊！你们谁能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把自己搞成这样，你们到底是想要干嘛？人家说不要脸，那只是嘴上说说，你们这是真的把自己的脸皮都不要了。这是一个意外，我们在准备给皇后娘娘的礼物，然后在上色的时候发生意外了。你赶紧说呀，总不能让我一个人解释吧？对不起，我是真的忍不住了。林然也没忍住笑了起来。林夫人本来还是绷着一张脸的，但是看着自家小女儿那雪白的牙齿和那突出的眼白，她也是真的忍不住了。二小姐跟白少爷真的是天生一对呀，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个人天生就是一家人。她努力地深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偏过了头。一直到偏过头，她才敢睁开眼睛。我爹娘他们都笑了，所以我们这一关应该过去了吧？应该吧。刚刚那个笑容是我最讨好的笑容了。这一顿饭吃的，除了这两个黑人，其他4个人完全都没有吃好，因为一抬头就看到那两个乌漆麻黑的头。在他们咀嚼食物的时候，那白色的牙齿若隐若现，那个喜感简直拉满了。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挨骂了呢，没想到我爹娘居然没有说我们。不挨骂还不好吗？早点睡觉吧，明天你还要去上朝呢。莫儿，赶紧醒一醒，要去上朝了。你干嘛呢？怎么睡到那头去了？不行，我忍不住了。林尚书在外面做心理建设，结果这心理建设在看到林默那张黑的油光发亮的脸后，这个建设就瞬间崩塌了。到了皇宫，林尚书和林七2个人直接就冲到了最前面，林默则悠悠地在后面走着。小林大人，你这是怎么了？生病了吗？没生病，就是不小心把染料给涂到脸上了，等过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天哪，为什么会这么魔性？那个是林默吗？回皇上，是小林大人，奴才已经打听好昨天发生的事情了。小林大人和白公子2个人不小心把染料给涂到脸上了，然后就变成这样了。每当你以为这个丫头已经疯到极致的时候，她总能给你意外的惊喜。你说我们变得这么黑，要是晚上穿一条夜行衣出去，那我们岂不是可以隐身了？那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去试一试？今天吏部齐大人要偷偷的去私会情人，我们就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好呀好呀，没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有瓜吃，这可真的是意外之喜了。不过吏部的齐大人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哎。那个齐胖子你没印象吗？说他呀，你说齐胖子就知道是谁了。他就是有一个红颜知己又怎么啦？谁规定男人不能有红颜知己了？他家里那个是个母老虎，每天管这管那的，他被管的连个小妾都没有。当年要不是他出身低，被迫娶了那个母老虎，他也不至于偷偷摸摸的呀。都胖成这样了，居然还有情人？我怎么看这个齐胖子，越看越觉得他贼眉鼠眼呢？可不是呢，他就是一个贼眉鼠眼的人呢，又当又立的这种人。他是靠着他夫人和岳丈家才能走到今天的。
老吏部尚书就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对这个唯一的女婿也真的不错。这个家伙发达了之后居然想休妻，要不是老吏部尚书在朝堂上的人缘还不错，这家伙有顾虑，怕影响到自己，不然齐夫人早就被他给休了。这个凤凰男可真够凤凰的呀，真不要脸。没想到老吏部尚书唯一的女儿居然被这么欺负，真的是岂有此理。他在官场上面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他们也奈何不了他。他虽然说之前想要休妻，现在不是没有休吗？就连和心爱的人见面都是偷偷摸摸的，他已经够尊重家里那个母老虎了吧？因为有这一个插曲，所以下半场朝会皇帝的脸色就没有好看过。除了不小心看到那坨黑煤球嘴角会抽了抽以外啊，林默和白晓两个人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去搞夜行衣了。下朝了之后，这两个人立马就跑到街上买布料去了。爹，有鬼，我害怕！小儿无礼，冒犯了这位大人，还请大人不要责怪。爹，救命啊！这只鬼要吃了我！你不是说大白天不会有鬼出来的吗？这么大的太阳，为什么今天有鬼出门？我以后再也不要出门了。他刚刚那个笑容很和蔼可亲，好不好？我们真的要维持这个样子，维持半个月吗？那我们还怎么出门呢？反正那个卖染料的给我的人说了，说涂在人身上至少要小半个月才能够消掉。谁让你突然涂在我脸上的？都怪你！这怎么就怪我了？我是不小心才碰到你脸上的，然后你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往我脸上抹，我当然不可能站在那里让你抹呀。早知道就各退一步了。为了皇后娘娘的这个生日礼物，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了呀。这林默是从哪里搞来的这样的染料啊？居然能把颜色染得这么均匀，还黑得油光发亮的。堂堂男子汉，怎么能够跟踪一个女子呢？要是被发现了，这不丢脸吗？哎，你说这话的时候，能不能跟你的动作协调一下呀？你这跟的比谁都紧呐！你说林默到底是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呢？我总感觉他玩的东西跟我们玩的根本就不一样。这能一样才怪了。毕竟我们可没有那么神奇的系统，也没有他那么神奇的脑回路啊。这是哪里来的人呢？怎么还穿着本朝的朝服呢？外邦人也可以在本朝做官了吗？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啊。两位客人，请问需要什么样的布料啊？把那个黑色的给我拿过来，越黑越好。客人，那个颜色有点不太适合你们的肤色，你们的肤色比那个黑色还要亮，要是穿上那个颜色的话，真的有点不太合适。我建议你们选一些清雅的颜色，这样就算是晚上出门，人家也能够看清楚你们。我们就要那一块布料，越黑越好。大晚上的，他被逼着出门和别人私会，皇上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呀？等会儿小声一点，可千万别被他们俩给发现了。就算是被发现了，我们也要装作是散步散到这里来。这两个缺心眼的也不会多想。大人，你都已经很久没有过来找过我了，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呀？我还以为这个红颜知己长得有多好看呢，还没有齐夫人好看呢。有些男人就是很奇怪，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这玉娘啊，虽然没有齐夫人好看，但是能给齐胖子自信心呢。齐胖子在夫人面前，心里其实是很自卑的，就在外面可不就是要给自己寻找自信心了吗？周围都没有一点动静，所以林默没有过来吧？不然我早就听到他的心声了。只要林默不过来，那些人应该也不会过来，毕竟他们都喜欢跟着林默活动。媚儿，这段时间我不是忙吗？反正你在外面好好的等着我就行了。如果要见面的话，我会提前通知你的。这齐胖子本来眼睛就和绿豆似的，这一笑就直接笑成一条缝了。看他这笑容，他应该是在和这女人调情吧？是啊，
不仅在调情，而且手脚还不安分。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恶心呢？这还是在外面呢。要不我们再走近一点吧，反正我们穿成这样，他们也看不到我们。可能是因为比较刺激，比较紧张吧，他们连心声对话都停滞了。美人儿，今天我可能在这里待不了多长时间，我那边出了一点事情，可能等会儿就要走了。哼，还出了一点事情，要马上走呢。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有要走的欲望？就是，你还真以为这女人是你的红颜知己啊？人家只是看着你的身份地位和钱财来的，人家南风馆的常客，还常年包着一个男妓呢。这么刺激的吗？你是说这个女人用齐胖子的钱养其他的男人？这件事情你怎么没有跟我说啊？这不是你也没问吗？你多问一嘴我就说了呀。我可跟你说啊，这个女人是真的厉害。你以为她就勾了齐胖子这一个吗？齐胖子只是她池塘里养的鱼其中的一条，她池塘里还养了好几条鱼呢，只不过齐胖子是这些鱼中最肥美的一条而已。他养了好几个小官，在小官馆简直是花钱如流水，是出了名的大手笔的客人。到底是谁在说话？为什么他看不到人？齐胖子已经气得浑身颤抖了，本来想要骂人的，可是嘴边的话却怎么都说不出来，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晕。怎么躺下了？这是要以天为被，以地为炉吗？不过这个女人怎么没有躺下？不懂，她怎么还在地上抽搐呢？怎么躺下了？这是要以天为被，以地为炉吗？不过这个女人怎么没有躺下？不懂，她怎么还在地上抽搐呢？这是他们两个的新玩法吗？什么新的玩法？人家这是被气晕了。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开窍？都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为什么就是没有一点进展？难不成真的是做一辈子的好兄弟吗？本来以为这个系统和女儿是一对，结果没想到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凑不出一个心眼子。可能是小妹出生的时候把心眼子给落下了吧。女人看着地上不停抽搐的齐胖子，然后左右看了看，发现没有看到人之后，她立马就把齐胖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给搜罗起来，然后跑了。默默呀，这女人好像是真的跑了，我看她鞋都跑掉了，都没有停下，所以她这是把齐胖子打劫了之后就逃了吗？他们真的是出来私会的吗？快过来，他好像是真的晕过去了。这胖子该不会是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吧？还有呼吸呢，应该只是晕过去了，反正我也没有察觉到他有什么生命危险。让你忘恩负义，让你半夜出来私会，你那个红颜知己现在拿着你的钱都跑了。两个祖宗，你们就别在那里玩了，先把人给拖到医馆去吧。其他人在旁边着急，这两个憨憨还玩上瘾了。反正已经确定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多玩一玩也没事儿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带出来的？我怎么没有发现？这家伙居然还把染料给带出来了。我可不得有点先见之明嘛。我们两个之中肯定得有一个人带脑子，你我就不指望了。我带这个出来就是怕晚上我们两个有其他的皮肤露出来太明显了，到时候用这个可以遮盖住。不过我们两个没有用上，现在正好可以给这个齐胖子用上。你真是太棒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还好你带了这个出来，真不愧是你们呀。不过小林大人，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脑子吗？你真的不用出去管一管吗？皇上，您什么时候过来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在宫中处理奏折是吧？你忘了我有3个儿子了，我把他们关在那里干活去了。皇上啊，你没发现您现在变化越来越大了吗？还有，
你这个笑声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笑声这么像我小妹的笑声呢？这里面嘚瑟的情绪都一模一样。把她的肚子也给我涂上。小白，你涂她的下半身，等我转过身你再涂啊，我怕脏了我的眼睛。白晓是真的不想看到这肥腻腻的胖子，不过他嫌弃归嫌弃，把活儿还是给干了。本来白白胖胖的，现在变成了黑黑胖胖。我看他这个样子，还怎么出去私会？明天上朝，估计皇上都不认识他。走，我们回家。啊，就走了？真的不把人给送到医馆去？林爱卿啊，你家那丫头真的是个人才呀！人家都是大智若愚，大愚若智，每次干的活儿都出乎人的意料。请问你这是夸人的话吗？这涂抹的手法是真的均匀啊，小林大人还是有一点功底在的。确实是学过画技，只不过这丫头学的和别人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夫人，我们把齐大人给送回来了。齐大人在外面受了一些惊吓，他那个红颜知己抢了他所有的钱财跑了，还把他给弄成了这样。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晕过去了。是啊，他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只知道他出去约会了，所以当然是那个女人干的呀，和小林大人当然没有关系。嘿嘿，黑胖子总算是发现他的肤色变黑了。你看着他惊讶的表情，他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现在才发现，他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他早上不洗脸的吗？洗啊，不过是有人伺候着，和你一样。你早上洗脸不都是在门口被人拿帕子抹脸吗？你哥哥扛着你，你老爹给你抹脸，你这日子真是过得绝呀！岂止是绝了呀，这天下都没有这样被伺候的女儿吧？其实对孩子也还是要严厉一些的，有时候不严厉的话，这孩子的脾气会越来越大的。你看你们家这个不就是这样吗？这都已经成了京城的混世魔王了，这还用你说吗？上朝上到一半的时候，林默已经快要站不住了。昨天晚上出去吃瓜，耽误了睡觉的时间，所以睡眠时间严重不足。他怎么又睡着了？我这还有瓜吃呢，你睡着了我怎么和你吃瓜？他怎么又睡着了？我这还有瓜吃呢，你睡着了我怎么和你吃瓜？嬷嬷呀，赶紧醒一醒，有大瓜！瓜？什么大瓜？皇后娘娘的生辰宴不是要开始了吗？王国那边打算送一个小姑娘过来陪皇后娘娘，说是送过来给皇后娘娘解闷的。他们没毛病吧？居然把人送过来解闷儿，他们这是不把人当人看呢？还解什么闷啊？有那个闲心，还不如多送一点钱过来。母后和各位娘娘天天在后宫忙着赚钱呢，哪有时间和一个小姑娘打交道？他们该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吧？说一个小姑娘过来到皇后娘娘身边，该不会是为了攀龙附凤吧？这小姑娘想要嫁给皇上是吗？林默真的是觉得自己聪明极了，他可是看过不少宫斗剧和宫斗小说的。这个小姑娘到皇后娘娘身边，肯定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到时候成为宫里的娘娘，生下小皇子，玉国再帮这个小皇子争夺皇位，一定是这样。这又关我什么事情？该不会真的是这样吧？这就有点不太行了呀啊！一个外邦的女子进入后宫，万一把后宫搅得翻天覆地怎么办呢？看什么看？你们老弟是这样的人吗？你怎么可以一下子联想到这么多？我也没说这个小姑娘要嫁给皇上啊，她年纪和你一样大，当然不可能嫁给皇上了，人家看中的是太子。怎么又把事情牵扯到我身上来了？我有太子妃啊，这玉国有毛病吧？温文尔雅，玉树临风，是个大帅哥，而且还是真的有皇位要继承的皇位继承人。原来是看上了太子啊！可是他已经有太子妃了呀，而且他还很爱太子妃。那个小姑娘，该不会是想来做妾吧？
就是把小姑娘送过来做侧妃的。他们送过来的这个小姑娘叫乌木拉，是他们王族第一美人，目的就是为了魅惑太子，生下太子的孩子。哦，他们还有备胎呢。要是魅惑不了太子，那就把手放到二皇子和三皇子身上。没搞错吧？他们两个居然是退而求其次的，这未免也太看不起他们了吧？哦，他们还知道太子的喜好，所以把这个乌木拉培养的热情似火。太子的爱好吧，这就有点难说了。不过太子的爱好一般人也不知道啊，肯定是有内鬼。你说这个乌木拉怎么也能同意来这里呢？而且太子的爱好，那也只是和太子妃，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啊？对自己很自信呗。太子玩得开这个事情是被东宫的一个官员传出去的。那个官员喜欢一帮女子，所以平时就养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歌舞伎。这一喝大了，就把这件事情给说出去了。这太子也真的是不谨慎，自己的爱好怎么能被人给发现了呢？虽然不是什么内奸，但是管不住自己嘴的人，那也不需要了。还有一个瓜，不知道那个官员是喝了什么假酒，他居然说太子有脚气。玉国那边找了好多治脚气的法子，也一同让那个姑娘给带了过来。有脚气？那太子有没有脚气啊？应该没有吧。他要是有脚气的话，那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就全部崩塌了。太子当然没有脚气了，他最近只不过是放的屁比较臭而已，可能是最近肠胃不太好吧。你还不如不解释呢，你直接说我没有脚气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说我放的屁比较臭？谁放屁不臭啊？其实我觉得打消那个乌木拉的念头也很简单，他肯定对太子抱有一丝幻想的，到时候就让太子殿下在他面前放个屁熏死他，这样他对太子的幻想就全部崩塌了。放轻松，放轻松，别生气，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呀。哎呀，小林大人讲的话听一听就行了嘛。你说的挺对的，这个乌木拉确实对太子抱有很多幻想，而且他的幻想太子都能够符合上，身份尊贵，气质卓然，温文尔雅。要是他真的见到了太子，绝对会对太子死心塌地。如果太子真的在他面前放了一个屁，那说不定真的可以把他给解决了。别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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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两个人计较不得，他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大哥，我觉得他们两个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啊，你要不要用这个方法试一下看？滚！一直到夏朝，林默和白晓都在帮太子想办法，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了。毕竟他们是真的关心太子，关心国家。齐黑胖子在夏朝的时候被留了下来，当天皇上就下旨让他和夫人和离了。还生气呢？小林大人和白公子也不是故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你作为太子应该大度一点。谁让你们能够听见人家心声的？人家又不知道你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你说我有得罪过他们吗？他们为什么就是和我过不去？老二老三都站在我旁边，为什么不说老二老三？看你这个表情，谁让你这段时间肠胃不太好的？让你好好的调理，你总不当回事儿。现在好了，被小林大人说出来了。不过你的魅力还真的是大呀，那个什么乌木拉还没有见到你就对你情根深重了。阿姐，你不要听小林大人乱说。而且那个女人看中的估计就只有我太子的身份，如果老二或是老三是太子，那个女人看中的就是他们俩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而且父皇也很开明，也不会给我乱塞什么女人。至于他们夫妻俩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没有孩子，那纯粹就是因为太子还不想这么早当父亲，他自己都还没有和太子妃待够呢，万一来了一个孩子跟他抢人怎么办？而且他和太子妃成婚的时候，
太子妃的年纪还小，女子年纪越小，生产越艰难，她宁愿晚一点要孩子。他们3兄弟中就只有二皇子有子嗣，一儿一女，都是二皇子妃生的。我们到底在二皇子的后院里是图什么？从这2个家伙一出生就归我们，皇子妃难道就不能体恤我们一下吗？哼，那你去伺候二皇子，比起和二皇子在一起，我宁愿带孩子。这孩子不闹的时候还挺可爱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皇子都这么好笑？二皇子到现在还这么惹人嫌弃吗？那这2个侧妃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呀？你懂什么？这2个侧妃在娘家过得都不怎么好。二皇子妃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就和他们2个关系很好，这不后来就提议让他们2个当二皇子的侧妃嘛。只是没有想到一送仨，享福确实是挺享福的，毕竟二皇子妃对待他们2个是真的好，二皇子也是一个好人，但就是在这里太考验演技了，就没有见过嫁人还把2个好姐妹带着一起嫁过来的。这3个人之间的感情也太好了吧？怎么感觉二皇子有点多余呢？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和谐的后院呢。在小说话本里面，他们那绝对是要斗个你死我活。在小说话本里面，他们那绝对是要斗个你死我活。斗什么斗啊？他们仨又不争宠，现在他们分工合作的可好了。二皇子妃负责应付二皇子，2个侧妃负责照顾2个孩子，他们俩一人一个，把2个孩子照顾的可好了。林家4人站在门口，听的也是一脸无语。怎么感觉这皇家也一点都不正常呢？现在他们大雍还有正常的人吗？父皇，你要不要是做主啊？这个女人，她居然敢撞我，差点把我撞飞了出去。3皇子被宣德帝叫去皇宫检查他最近的学习情况，结果没走2步就被一个宫女撞到怀里。宫女正准备开始开演呢，结果3皇子一个耍赖，直接躺在地上开始喊了，喊的那叫一个凄惨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他真的没有用很大的力气，他只是想和3皇子制造一些肢体接触而已，怎么可能会把3皇子给撞倒呢？你还说你没有？你都把我撞成这样了，你还说没有？在御前伺候居然这点规矩都没有，你这幸亏是撞到了我身上，我身强体壮，要是撞到了后宫其他娘娘，或者是撞到了我父皇，你怕不是真想翻了天了？这混账小子真是他的儿子吗？他可以不认这个儿子吗？真的太丢脸了。你说你要装受伤装柔弱，那就直接躺在地上不要起来啊。你刚刚那一个鲤鱼打挺啊，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身体有多强壮是吧？这3皇子的性格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放得开了，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对比的人的原因吧。以前小林大人还没有上朝的时候，大家都挺正经的，至少表面上都挺正经的，毕竟大家都要脸。可是有了小林大人之后，大家这性格真的是越来越放得开了。父皇，把这个宫女安排到其他地方伺候吧，最近太妃们那边不是总是抱怨人手不够吗？就把她安排到那边去。皇上饶命，皇上就饶了奴婢这一回吧。又没要你的命，你这么慌张干什么？去伺候太妃又怎么了？不是想攀高枝吗？这后宫之中有谁比太妃的辈分更大呀？现在满意了。我说你作为一个皇子，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在地上撒泼打滚算什么？你不能什么都和林默学呀。父皇，你是不是对小林大人有偏见啊？我倒是觉得小林大人聪明得很，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运气的人。自从和他学了之后，我发现我的运气都变好了。之前他身边还是有一些难缠的人的，那些人极其的不要脸。可是自从他跟小林大人学了之后，那些难缠的人现在都不缠着他了，因为他比他们更加难缠。不就是比不要脸吗？他比他们更不要脸。哼，混账玩意儿，赶紧过来汇报一下你最近的功课。怎么还要说功课的事情呢？
他都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刚刚那个宫女想撞到他怀里，他其实心里还挺惊喜的。只要把这件事情闹开，说不定父皇就会忘记他攻克的事情。没想到啊，事情是闹开了，但是攻克的事情父皇也没有忘记。我错了，父皇，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不要打我了。每次三皇子一过来呀，都是这样的情况，他都已经习惯了。殿下这走路的姿势挺奇怪的呀，非常的新颖，非常的引人注目。三皇子这是被揍了。昨天皇上考察他的功课，他不及格，然后被皇上拿鞋底子给揍成这样的。昨天晚上出皇宫的时候，他的屁股肿得老高了，今天能来上朝就不错了。太惨了，真的是太惨了，不仅要学习，还要被家长考察功课。终于有人觉得他可怜了，他也是真的觉得自己可怜呀。哎呀，果然还是我这样的生活舒服啊。学习这个事情我也不太行，那些干巴巴的文章我也看不进去。谁说不是呢？今天朝堂上面的大事挺多的，夏季到了，这雨季也就到了。下雨的天气一多，就容易引发水患。林默本来还想用一下自己的知识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的，结果没想到他想到的事情，这个朝堂全部都有人干。水库有了，水渠有了，反正啥都有了。我都说了让你不用这么操心，这个国家人才多得很，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富裕这么强大。可以说你们这个国家穷的就只有皇帝了。我说你这个投胎的运气是真的太好了，国家强大，家族富贵，父母恩爱，姊妹和睦，真的是绝了。那可不，我这个运气那绝对是杠杠的。宣德帝和大臣们听着他们的话，心里真的是舒服极了。跑题了，既然国家大事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能想到的大家都能想到，那我们继续吃瓜吧。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占到老天一个便宜，有了前世的记忆而已。他不像其他小说里的那些龙傲天、凤傲天那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脑瓜子比他聪明的人多的是。既然他能想到的，其他人都能想到，那好像还真的没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了。真不愧是你啊！看到你哥旁边的那个没有？那个韦翰林身上有个大瓜。啊？干嘛呢？他堂堂正正的一个人，身上怎么可能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八卦？不会吧，我看这个人挺正派的呀，而且他好像和我哥是同一批的考生吧，他好像是第4名吧。这个啊，真的是个倒霉蛋。科举考到第4名，这可不就是个倒霉蛋吗？我又没说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人就是个倒霉蛋而已。科考考个第4名，现在还给人背了黑锅。赶紧说，不要再卖关子了，不然我掐死你。哟，你着什么急嘛？这个韦钦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叫做韦毅，他为人正派，刚正不阿，但是他这个弟弟啊却不是什么好人。他弟弟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他弟弟最近在利用他的身份和一个富商小姐接触，两个人孩子都快要搞出来了。你说这可不就是一个硕大的黑瓜吗？人还没娶妻就要多一个孩子了。有这么一个弟弟也真的是造孽了。他们是同一期的考生，也是在同一个书院学习的人，不说平时的关系有多好吧，至少也是个点头之交。他也知道韦钦家里的条件不是多么的优越，他父母早亡，就只剩下一个弟弟了，就连科举的这些盘缠都是宗族的人捐赠。可以说他考中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真的是祖坟上冒青烟了。眼看着好日子就要来了，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说那个富家小姐真的没有发现那个韦毅并不是韦钦吗？就算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至少性格上应该会有差别吧。就是这个问题最大呀，他们兄弟俩长得一模一样，
声音一样，体型一样。那个唯一钦佩自己的哥哥，羡慕自己的哥哥，又嫉妒自己的哥哥，所以总在无意识地模仿为亲的行为举止，所以不了解的人还真的分辨不出来。更何况那个富家千金并没有见过真正的为亲。话说这个为亲就是心太软了，因为就只有这一个亲人了，所以对于这个弟弟一直都是比较宠爱放纵。这个事情要是闹出来，绝对对他的官途有影响。你们这个朝代对于官员私生活的管控还是比较严的，唯一利用他的身份和那个富家千金搞在一起，这应该算得上无媒苟合了。万一再搞出一个孩子，那我们要不要帮帮他呀？总不能让他背下这个黑锅吧？这件事情你哥可以帮忙，维清和你哥是同窗，而且见过他的双胞胎弟弟，咱们可以设计你哥去捉个奸，然后戳破那个唯一的身份，这样就能够让这个事情清白了。啊，我跟他们兄弟俩也不熟啊。你想的这个办法还真不错，你赶紧查一查那两个人什么时候混在一起，我抓紧时间写一张小纸条给我哥，然后把我哥引到那个地方去。你可真的是千百年难得一见的好妹妹呀！儿子，这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我也帮不了你。你这叫偷偷摸摸吗？你这简直就是光明正大，问题是还要考验我的演技。我刚刚是不是做的可隐蔽了？我哥居然一点都没有发现。你说我是不是有做扒手的天分啊？说不定还真的有呢，要不我们去街上试一下看？你们是真的有毛病吧？还想去街上做扒手？这小偷被抓住可是要被打断双手的。看着自家这个犯蠢的女儿，林尚书默默地叹了一口气，直接把她给拎走了，免得她在这里继续犯蠢，继续丢脸。话说她都已经喝了这么久的羊奶了，为什么一点都没有长高呢？长高这个事情也不用太着急，你这个身高刚好合适，你要是再高一点的话，你爹就不好拎着你走了。你哥早上扛你上朝也没有那么轻松，你难道想自己起床吗？不想，但是我还是想要身高啊！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一样，想大就大，想小就小呢？那可真是美的你了。你哥还挺聪明的，虽然还带着正主一起来捉奸，这样就可以直接戳破唯一了。那可不，我哥多聪明啊！我觉得我哥真的很像我。你看，我们都那么喜欢看书，可是你们看的不是同类型的书啊，你哥看的是正经书，你看的是画本和小黄书。话说，你把你那些画本该藏一藏了，万一被你爹娘和哥哥姐姐发现了，我觉得你会挨揍的。喂，你们俩的心声还能更大一点吗？魏郎，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要是再耽搁下去的话，我的肚子可就藏不住了。我爹娘可不知道这件事情呢。最近的事情比较忙，你也知道，现在水患的事情比较严重，翰林院也比较忙，我也着急把你娶回家去啊。可是这实在是挤不出时间呢。我父母双亡，也没有长辈给我操办亲事，所以还得写信回老家，请族中的族老们过来帮忙操办。我这也是想把事情办得更加好，这也是尊重你。你放心，我已经写信回去了，等走了过来，我们就可以举办婚事了。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那你可说好了，等族老过来了你就得娶我。现在孩子已经1个多月了，顶多再等2个月，不然这肚子就要显怀了。你不去干配音真是可惜了。不过这2个人也真的是不要脸。还有这个女人，她这样对得起她父母吗？对得起她未来的孩子吗？看着里面的人又开始嬉戏调笑，维钦实在是忍不住了，一脚把房门踹开了。看着里面的人又开始嬉戏调笑，维钦实在是忍不住了，一脚把房门踹开了。哥，你怎么在这儿？哥，他是你哥，你不是只有一个弟弟吗？我听说你用我的身份去欺骗人，你这样对得起我吗？你不是伪亲，他才是伪亲。我才是伪亲，这个是我的弟弟，韦毅。那韦了，我嫁给你吧，你是伪亲，那我就嫁给你。
我现在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你们俩是双生子，那这孩子你应该也不会介意的吧？这个女人脑子是怎么长的呀？她在说些什么话呀？我的天哪，她是怎么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样的话的？可能她真的昏头了吧，又或者她真的很想脱离自己的阶级。这个女人虽然出身富商之家，但是家中的女儿并不是只有她一个，她不是最貌美的一个，也不是最出众的一个，所以才这么着急。这位姑娘，我是不可能娶你，不过既然你已经有了我弟弟的孩子，那你应该嫁的人是我弟弟。我是不可能娶你，不过既然你已经有了我弟弟的孩子，那你应该嫁的人是我弟弟。不，我才不要嫁给他呢，他一个白身怎么配娶我？反正你们两兄弟长得一样，你要是不娶我的话，我就去官府衙门闹，他是用你的身份和我在一起的，那我就认定是你了。这位姑娘，这个办法你可能行不通了，因为我也是这件事情的见证者。林七，你别过来啊，别过来啊！他想干什么？他该不会是看上我哥了吧？哼，要是这个女人真的敢看上他哥，他可不管她是不是个孕妇。大姐，你要不要这么激动啊？这可不能随便动手，万一这个女人讹上了你怎么办？冷静点，冷静点，别激动。林大人，你得为我做主，他们兄弟俩算计我，欺骗我的感情，我现在身子也被他们给占了，还有了孩子，这样我以后可怎么活呀？这位姑娘，刚才那一幕我也看得清清楚楚，看你是个女子，我也不说什么难听的话了。这件事情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而且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和我也无关，你可别把事情牵扯到我身上来。这位姑娘，我是不可能会娶你的，你怀的孩子是我弟弟的，那我可以让我弟弟娶你，你愿意私了，那到时候我会安排你们俩成婚，然后送你们俩回老家。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按照规矩来，该赔偿的我也会赔偿。如果这个孩子你愿意生下来，那可以交给我们家。唯一听到哥哥说要把他送回老家，他本能的想要拒绝，但是看到自家哥哥的眼神，他又默默的低下了头。你说这兄弟俩长得这么像，真的没有哪个地方不一样吗？有啊，两个人虽然长相一样，身高一样，体型一样，但是围巾大腿内侧有块胭脂痣，如同祥云一般，很色气哦。哇，胭脂痣啊！哇，好唯美，好色气的设定啊！这不是画本女主的设定吗？有了这个，就不怕他们兄弟俩身份认不清的问题了。最后这件事情解决的也是挺仓促的，这两个人还是成了亲。韦亲把他们夫妻俩安排回了老家，也写信给了族中的族老，让族中的亲戚多多照顾他们两个。我真的觉得便宜他们两个了。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成了亲，他们这个就是通奸了，通奸流放啊，把他们俩都给流放了。可是人家男未婚女未嫁，顶多就只是名声上受影响，但是回到老家之后，谁又知道这件事情呢？哎，朕是真的挺想见韦亲的那个胭脂痣的。朕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独特的胎记。你说朕把他叫过来，让他脱裤子，他会同意吗？皇上，你认真的吗？皇上，如果您真的这样干的话，那这就是侮辱臣子了，这是能在史书上面记上一笔的。帝当庭让韦翰林脱裤，韦不从，帝大怒，强扒之。韦翰林啊，今日天气潮湿，不如我们去泡泡温泉，去湿气吧。是啊是啊，泡温泉对身体好。韦翰林应该还从来没有泡过温泉吧？皇上在京城外有一处别院，里面的温泉乃天下第一绝。韦翰林真的要去试一试。皇上的别院是我们能够随便去的吗？这个你就不懂了。皇上这个别院，只要你花钱，谁都能够去泡。虽然价格贵了一点，但是偶尔去泡一泡还是可以的。赚钱呐，赚钱，谁也别想阻挡我赚钱的路。早就听说皇上穷了，但是没想到连自己的别院都能拿来赚钱呀。最后
在官员们的盛情邀请下，韦钦还是和他们一起去泡温泉了。为了显得不让自己这么奇怪，他们还是组团邀请。林尚书和林七也在这些人员之内。我也要去泡温泉，我也要去泡温泉。你们去搞团建，为什么不邀请我啊？这是丞相大人邀请的。再说你一个姑娘家，怎么和我们一起去？为什么就不能和你们一起去？难道那里就只有一个温泉吗？我不管，反正我要去。我亲自去找丞相大人，他居然孤立我。虽然我的官职小，但是这也不能受到忽视。请问小林大人是有什么事情吗？丞相大人，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完了，这小祖宗该不会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吧？怎么会呢？小林大人哪里听说的？肯定是那个人在乱说。哼，那你为什么邀请所有人去泡温泉，就是不邀请我？你这是带头孤立我，你是百官之首，不能这么干。小林大人，这也不是我不安排，着实是有点不方便啊。我们去的人都是男子，你一个女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是真的不方便。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记得皇上的那个别院，男女的浴汤是分开的，你们泡你们的，我泡我的不就好了吗？夫人救命啊！赶紧想个办法应付应付他吧。这个事情他是真的想不到办法呀，而且这也确实是有问题的呀。你把人家的父兄都请去泡温泉了，就把人家给落下了，人家也算得上是你的同僚呀。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是不地道。丞相家的几位公子小姐也是看天的看天，看地的看地，反正就是不看自己的老父亲。那个小林大人，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好。那既然如此的话，小林大人也就和我们一起去吧。不过只有小林大人一个女子也不太方便，不如让我的2个女儿和小林大人一同去吧。啊，这又关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可不想去泡温泉。不过看着自家老父亲那威胁的眼神，这2位小姐硬生生的挤出了笑容，答应了。对待这种职场孤立，那就得硬扛。这一次要是不为自己争取的话，下一次肯定还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他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可以主动咸鱼，可以主动孤立所有人，但是绝对不能被人孤立。你要是去泡温泉了，那我怎么办？我又不能跟你一起泡温泉。那你就和我爹和我哥一起呗，我们2个也离不了多远，还可以心声交流呢。默默，你是不知道皇上这个别院是怎么来的吧？这是他做皇子的时候撒泼打滚坑来的。赶紧仔细说一说，究竟是怎么回事？皇上做皇子的时候，那应该是几十年前了吧？对呀，他从小就抠门，在所有皇子中是最节俭的一个，也是最穷的一个。他的那些哥哥弟弟们都比他有钱。有一天先帝让他们兄弟去赛马，他骑着一头驴就去了，因为他把自己的马给卖掉换钱了。想不到皇上和我的兴趣这么相同啊！我有1、2头猪，他骑驴。你是不知道，当时先帝看着他骑着一头驴的心情，堂堂皇子人家都是骑高头大马，就他骑着一头驴。问题是他居然骑着驴得到了第1。怎么可能？你真的没有说错吗？他居然骑着驴得到了第1。你真的没有说错吗？皇上居然骑着驴得到了第1，那他们那些骑马的人是在踩蚂蚁吗？嘿嘿，这就得归功于皇上的好运气了。有一个皇子给其他的兄弟的马都下了药，所以跑到一半，有一些人的马就不行了。那个下药的皇子本来以为这个第1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结果因为太嘚瑟，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然后第1就到了现在的皇上的头上。这个别院就是第1名的奖赏，本来奖品不是这个的，
是一株进贡来的红珊瑚，但是当时还是皇子的皇上，觉得红珊瑚摆着也没有用，然后就死皮赖脸的要来了这一个别院。这个别院呢是先帝的私产，本来先帝舍不得把这个别院给他的，他也真的是挺厉害的，每次一看到先帝就做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偶尔还躲起来哭哭啼啼。被他烦得厉害了，先帝就把这个别院赏赐给他了。皇上，要不要去请一下太医呀？皇上，要不要去请一下太医呀？您可千万要注重自己的龙体呀！不用，朕刚刚就是鼻子比较痒。现在他们到温泉别院了没有？还没呢，不过也快了。相府大小姐又带了一群人过去，这一次皇上可以收到不少钱了。突然，南汤那边传来了一声惊呼：“小白，你们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什么，就是陈将军不小心把围巾的械裤给弄下来了一点，大家看到了他的胭脂痣而已。还别说，挺好看的。林默沉默了一下，突然特别恨白小没有录像的功能。不过这个场合好像也不太能录像吧，会被打马赛克的。旁边的各位小姐本来泡温泉泡的脸就已经红了，现在就更加红了。胭脂痣，一个男人身上居然有胭脂痣，果然今天来泡温泉真的是泡对了。真是对不起了，韦翰林，刚才那一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刚什么都没有看到。是啊，我们大家刚刚什么都没有看到，这雾气缭绕的，什么都看不清啊。其实什么都看到了，那胭脂痣这么红，怎么可能看不到？这一顿温泉泡的就只有韦钦一个人尴尬。首先，他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第一次泡温泉，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尴尬的事情。而且隔壁的姑娘们应该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吧？韦钦脚趾都快把温泉池底下抠出一座地宫了，他以后还能娶到媳妇儿吧？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他的名声该不会受到影响吧？事实证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只有利没有弊。不是，这两个人好像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吧？我记得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接触过吧？怎么现在看起来这么熟了？说不定是昨天一见钟情了呗，而且人家郎才女貌的，一见钟情也不稀奇哦。说不定是昨天一见钟情了呗，而且人家郎才女貌的，一见钟情也不稀奇哦。其实这个小姐本来就对韦钦有一点好感，而且她是真的很想见一见韦钦那个胭脂痣，而且这个人的人品也是经过了小林大人和系统的认证的。毕竟连小林大人都想主动帮助的人，那绝对人品差不到哪儿去。昨天在路上发生的事情，今天也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至于为什么现在才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那是因为皇帝昨天在数银票。皇上上一次打碎了一个琉璃盏，还从德妃那里顺了一个玉瓶，还偷了安嫔的鸡烤了，还打碎了一块琉璃，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所以这些钱臣妾就先拿走了。李公公在旁边也挺无语的，一边他也心疼皇上，一边也心疼后宫的娘娘主子们。人家德妃娘娘的玉瓶，皇上顺走之后就不想还回去了，这也怪不得人家记得。还有人家安嫔娘娘好不容易养的鸡，就那么10只，被皇上偷的就只剩3只了。这偷的鸡就是比做的香吗？李公公在旁边也挺无语的，一边他也心疼皇上，一边也心疼后宫的娘娘主子们。还有琉璃盏，本来就是珍贵之品，卖出去可以卖一大笔银子，结果皇上硬是要抱着睡觉，这不就不小心打碎了。皇后的千秋宴准备的怎么样了？过2天就要出发去郊外行宫了，后宫的嫔妃们都准备好了吗？回皇上，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让各位大臣带着家眷一起来。
小林大人那边需不需要让人格外关注一下呀？不用，这小丫头能够出什么事情啊？不过就是吃瓜罢了。就算是遇到危险，那也是别人的危险，这也用不到咱们操心。到了行宫，林墨和白晓立马就放飞自我跑去玩了。你妹妹这时候跑到哪里玩去了？她难道不想和我们一起玩吗？我也不知道她去哪里玩了。她从小到大都不喜欢跟我们待在一起。她说我们这些人古板。这小林大人果然是不同凡响啊！别出声，这里有一个野鸡窝，里面有好多的鸡蛋，我们要把它们一网打尽。放心吧，放心吧，不就是一窝野鸡吗？我出手就没有搞定不了的事儿。啊！快保护机制，快保护机制！这野鸡怎么刀着这么痛啊？谁让你不听我指挥的？你先偷了人家的鸡蛋，人家不刀你刀谁啊？林墨仗着自己刀枪不入，硬是把这一窝野鸡给收上。不是，你们两个又干嘛去啊？这身上的这些鸡毛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这鸡屎味儿又是怎么回事？我们找到了一窝野鸡，里面好多鸡蛋呢。皇上皇后娘娘，野鸡蛋送给你们。小林大人的心意，本宫心领了。等会儿就让人把这些野鸡蛋给煎了，让大家都尝尝鲜。嘿，好呀好呀，赶紧去把你女儿给拉下来，这脏兮兮的成何体统？这是他能够随随便便就把人拉下来的吗？要是他能够控制得住这个丫头，那至于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吗？我告诉你啊，那个什么乌木拉已经快要到京城了，应该明天就要到了。你不说我都快忘记这个人了，就是那个想攀高枝的吧？是西江还是西域来着？你能不能对吃瓜上点心？人家是玉国送过来的，不是你说的那两个国家。我记得那个人好像是看中了太子是吧？要是太子和两个皇子都不要他，他怎么办啊？他们早就做好打算了，就算是太子和两个皇子不接受，他们也打算把这个乌木拉留下来陪皇后，多多少少都能培养一点感情的。到时候感情要是培养得好，被皇后认个什么义女，要是封个什么县主郡主，那也是他们赚了呀。这是当我是傻子吗？他吃饱了撑的认一个没有关系的女人当女儿，他又不是没有女儿，只不过女儿远嫁了而已。而且皇宫现在生活艰难，再多来一个吃白饭的，这还得了？我和你说啊，这个乌木拉脸盲，就是认不清楚人。他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年纪相近的人他都分不出来谁是谁。而且他一直收藏的太子画像，其实是三皇子的画像。这关我什么事情啊？我媳妇儿可是好不容易娶回来的，你别搞我呀！赶紧我和我仔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该不会一来就会把人认错吧？那我就不知道了，毕竟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谁知道呢？不过他天天对着三皇子的画像犯花痴。哦，其实别人最开始给他的是太子的画像，附带有一张三皇子的画像，根本就分不出谁是谁，然后就阴差阳错的拿了三皇子的画像。哎呀，好恶心，好恶心啊！那个女的真的好恶心，她怎么能够分不清我和大哥呢？万一她明天过来纠缠我怎么办呢？放心吧，我不会让那个女人靠近你的，你也得给我放机灵一点儿，别到时候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这大庸可真繁华，我真的能一直生活在这里吗？小姐，皇上已经说了，只要您嫁给大庸的太子或者其他2位皇子，您就能永远的留在这里了。大庸地大物博，国力强盛，这一路走过来，他们都是见识过的。看得越多，他们才感觉自己的国家越弱小。我生得如此美貌，肯定能够嫁给太子的。为什么我又要过来？上一次迎接那个什么2皇子还是3皇子，这一次又是迎接那个什么玉国使者，爹是害怕一个人干活吗？可能吧，你可能就是你爹外置的胆。你们以为我愿意带你们出来吗？还不是皇上要求的。
皇上说了，要看看外族的人有什么瓜，咱们要抓住先机。这个人长得也不是多好看啊，为什么说她是什么第一美人儿？我们京城里面比她好看的姑娘多的是啊，长得也不是多好看啊，为什么说她是什么第一美人儿？我们京城里面比她好看的姑娘多的是啊。本来就是夸大了的，他们那边比她好看的人多的是，只不过她的身份地位高，所以所有人都捧着她而已。而且谁愿意自己的女儿嫁到其他国家去？这个第一美人的名声，大家都不愿意要，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落到她头上喽。这样都可以吗？这边的官员都长得这么好看吗？那太子殿下是不是更加出众？应该吧，这个大庸官员长得比咱们的三王子还要好看啊。参见皇上、皇后娘娘，今日乃皇后娘娘千秋诞辰，皇上特派臣前来祝贺。路途遥远，各位也辛苦了，赶紧入席吧。小白，你看看这些人中有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瓜？我看到那个在中间的那个人贼眉鼠眼的，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人。不要以貌取人，人家中间那个人虽然长得不像是什么好人，但是是一个大冤种呢。你确定他是一个大冤种吗？我怎么感觉他像是一个奸臣呢？有哪个奸臣给别人养孩子的？这个人可惨了，他老娘趁着他过来这边给皇后娘娘祝寿，现在已经安排他老婆和他弟弟在一起了。没搞错吧？他老娘有毛病吧？居然安排大儿媳妇跟小叔子在一起，这种惊世骇俗的事情还真是少见呢。这个人从小就不受宠爱，他老娘一直都偏心他弟弟，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就当上了官儿，但是他老娘还是偏心他弟弟，现在他弟弟一大家子都归他养着呢。他现在有一份很大的家业，而且还有爵位，他老娘不喜欢这个大儿子，所以干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儿媳妇和小儿子在一起，然后怀孕，这自然而然这个人的爵位就落到了小儿子的后人身上了。你说这人是不是一个大冤种？那个使臣乐呵呵地喝着酒，完全不知道他已经成为大家怜悯的人了。如果是自己国家的人，他们怎么样都会管一管的。可问题这是别人国家的人，天高皇帝远，这也管不着啊。到底哪个是太子啊？太子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是吧？然后他就把目光看向了正在和花瑶县主喝酒的林七身上。这女的干嘛看我哥？她该不会是把我哥给认成太子了吧？哈哈哈，他就是故意躲在人群中的。既然这个人有面盲症，那躲在人群中就是最安全的。林七听到自家妹妹的话，赶紧转头。花瑶县主更是直接挡在了林七面前，他端着酒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林七。你干嘛？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干嘛要靠近我哥哥？没看到我哥哥名草有主了吗？哥哥，这个小黑丫头是公主。你是公主？她没事吧？她想过来攀高枝都不打听的吗？公主们早就出嫁了呀。他估计是认定你哥哥是太子了。这人都不会看衣服的吗？太子的衣服多明显，你说把二皇子、三皇子认成太子那都可以理解，可是把你哥哥认成太子，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小姐，你这是干嘛呢？不是你们让我去见太子的吗？人家太子就在这里，我只是想和太子喝杯酒又怎么了？已经可以确定这女的脑子有点不太聪明了。这位小姐，你认错人了。你面前的这个不是太子，我也不是公主，你不能逮到一个长得好看的人就往上冲啊！我知道我长得也挺好看的，但是你把我说成公主，这就有点太夸张了。你们家的人怎么都有这么多人喜欢呢？这也不怪我们呀，我爹娘生的好看，把我们生的也好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突然有点想刀人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这话听起来这么欠揍呢？看见了没有？那个身上有龙纹的是太子，
穿着藏青色衣袍桃花眼的是二皇子，穿着淡青色衣服生了一双狐狸眼的是三皇子。三皇子看起来比较精明，等会儿你就去献舞，那个舞蹈你练的应该还可以吧？哎呀，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那个舞蹈我都练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怎么可能会跳不好？你就等着看我惊艳夺目吧。那个女人是我的威胁，她等会儿不会也要表演才艺吧？默默，乌木拉把你姐姐当假想敌了。他有毛病啊！他把我姐姐当什么假想敌？我姐姐又不嫁给皇子。你不懂，谁让你姐姐是那一群人之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而且你姐姐看起来就是那种很牛逼的才女，最主要的还是才貌双全的那种，她肯定觉得有危机感呢。她现在就怕你姐姐上台表演节目。小姑奶奶，你先别考虑这么多行不行啊？人家在这里身份高贵，要是想嫁给皇子，那早就嫁了。你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留下来，就算没有嫁给皇子，也要留下来啊。在使臣快要崩溃的心情下，乌木拉总算是进入正题了。他主动要求献舞，那大家自然没有什么不答应的，毕竟多一个才艺看也挺好的。小林大人，你会表演什么才艺吗？等会儿你会上去表演才艺吗？你要是上去表演才艺，我给你鼓掌。我的才艺可多了，我会唱歌，会跳舞，会玉雕，还会拉二胡、吹唢呐。小林大人果真是多才多艺啊！旁边听着他这些话的魏正安无语望天。唱歌跳舞他没见过，但是吹唢呐这个事情那真的是印象深刻。在自己的生辰宴会上吹唢呐，他此生从没见过第二个。果然还是美人好看。这人虽然不聪明，但是跳舞还挺不错的。那可不嘛，这支舞蹈他练了大半年了。乌木拉在中间转着圈圈，目光看向了那三个皇子。太子突然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乌木拉转圈圈，一步一步地靠近了太子。哎呀，哇，这么刺激了吗？这才是真正的热脸贴着冷屁股吧？哎呀，哇，这么刺激了吗？这才是真正的热脸贴着冷屁股吧？此刻我特别想知道二皇子跟乌木拉的心情。二皇子的屁股被人非礼了呀！呸！居然敢袭击皇子，你哪来的胆子？你肩膀上这个头不想要了吗？浩迪，你没事吧？刚刚他打的你痛不痛？需不需要请太医？二皇子目光呆滞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还好不是摔在太子的屁股上，太子的肠胃不好，万一真的在别人的脸上放了个屁，那就真的太好笑了。是啊，不过太子也真的太贼了，居然拿二皇子当挡箭牌。哎呀，别发呆了，这件事情受到伤害更大的是对方。虽然他心里有点不太爽快，毕竟被占便宜的是自己的丈夫，而且刚刚丈夫的屁股还被这么清晰地拍了一下。但是一看到乌木拉现在还没有缓过情绪的样子，他这不爽的情绪就转化为好笑了。还笑？我刚刚被占便宜了，你不知道吗？我的形象现在全都没了。那女人怎么这么不知廉耻？还有大哥你，有你这么当人哥哥的吗？你居然拿我当挡箭牌！真是对不起二弟，我这也是反应不过来了。我本来想要躲开的，但是旁边后面都是桌子，这一下也躲不开了。乌木拉看起来情绪是彻底崩溃了。玉国使臣把他控制住之后一直在道歉。宣德帝憋着笑容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了。虽然倒霉的是自己儿子，但是这也不耽误他看笑话。哎呀，老二啊，你就别拉着一副脸了，受伤害最大的是人家都崩溃了。后面就到了各位大臣献礼的环节了。还真别说，皇后娘娘生日收的礼物可真的比皇上生日时收的礼物值钱多了。皇上啊，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别激动，到了皇后的口袋里啊，
那就是到了真的口袋里。夫妻俩是不分彼此的，等以后需要钱的时候就去皇后那里拿。哼，你做梦呢，想屁吃呢。皇后娘娘，这只凤凰是臣亲自雕刻，希望您能喜欢。你的这只黑乌鸦在这些礼物中真是独树一帜。不错，小林大人的手艺精湛，本宫很喜欢。母后真不愧是母后，一国之母就是不一样。淡定点儿，淡定点儿，不就是一只黑乌鸡吗？好歹是玉雕成的，好歹也值钱。我就说我这只凤凰，皇后娘娘会特别喜欢吧？小白啊，对于女生的了解，肯定没有我了解的深刻。这个你就认输吧。白晓觉得这只黑乌鸦肯定不会得到皇后娘娘的喜欢，两个人还因此打了一个赌，赌的就是这个月的零花钱。不应该啊，难道皇后的喜好真的如此独特？这真不是我喜好独特，我是看在钱的份上才这么真诚的。送完礼物之后就到了晚上，晚上那是更加热闹，有才艺的表演才艺，没有才艺的就喝酒。本朝对于宴会没有那么拘束，不管是皇上的生辰还是皇后的生辰，到后面基本上都是玩开的状态。这不公平，凭什么你们可以喝酒我不能喝？拿这水果汁儿糊弄谁呢？你还需要别人看不起你吗？就你那个酒量还喝酒，你忘了你上次醉酒的样子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以前是以前，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而且这都过去多久的事情了。我现在的酒量那可不是吹的，我能够把小白喝倒。不是，你们是和我比什么比？我一个才化成人形不久的系统有什么酒量？林尚书，小林大人，这是皇后娘娘让奴才送过来给小林大人的。林尚书，小林大人，这是皇后娘娘让奴才送过来给小林大人的。这是皇后娘娘亲自酿的花酒，这个酒并不烈。皇后娘娘知道小林大人不胜酒力，所以特地让奴才送了这个酒过来。那就替我谢谢皇后娘娘了。我爹不允许我喝酒，现在他总没有说法了吧？只希望这个酒真的不烈，不然在皇后娘娘的生辰宴会上发酒疯，他都不敢想象那个场面是什么样的。哎呀，他把那个酒给喝了，你说他真的会喝醉吗？会喝醉的，然后你是不知道这丫头喝醉之后有多么好玩。这个酒真的不烈吗？我记得你酿造的酒喝起来还挺醉人的呀。这个酒真的不烈，就是女孩子家喝的，她应该不至于连这点酒都喝不了吧？爹，我做了一首诗，你帮我听一听。爹，我做了一首诗，你帮我听一听。大黑夜，大月亮，我爹顶着个大头。哦，大头像什么？大头像个大西瓜。爹，你的头像个大西瓜。林尚书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林夫人在旁边已经快要笑疯了，周围偷偷关注这边的人也快要乐疯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作诗的人。西瓜爹，你怎么不说话呀？你现在不应该夸我吗？还夸你？哼，你都把人说成一个大西瓜了，人家不打你都算好了。林伯父，你打他。小白，我们来跳个胡旋舞吧，就是那种不停转圈圈的那种。我知道，我会跳。这种舞蹈就是要人越多才越好玩，你们也来。不是啊，我们的关系好像没有这么好吧？其实你们不用什么都叫上我们的。小林大人要来表演啊！来，赶紧把场地给小林大人空出来。咱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小林大人表演才艺了呀。哪里，来，林大人你也来，太师你也来。不是，我们俩这么大的年纪了，就不用跳舞了吧？朕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爱卿表演才艺呢。皇后这一次生辰可是有福了。皇上，要是没事的话，可以让小林大人来后宫玩一玩。
我们平时在后宫也挺无聊的，有这么一个活宝在那儿，多精彩呀！也可以呀，你要是无聊的话，可以请她去。不过你们可得做好准备，这丫头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去之前，你要先把那些值钱的东西全部都给收起来，免得被这丫头不小心给霍霍了。这个场面难得一见，酒当然得备足了，酒给我上劲儿大的。皇后也是真的绝了，说是上的酒，酒劲不大，但是她却偷偷的让人给换了。毕竟这林默醉酒的场面，她还没见过呢。我真的不是太子，您真的认错人了。你别骗我了，我们的人都告诉我了，太子气质温文尔雅，你绝对就是太子。温文尔雅确实是太子，可是我只是反应比较慢而已。反应比较慢都能被你认成是温文尔雅，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认知？真是太倒霉了，笨美人今天出门没有看黄历呀。话说，笨美人不是经常和花孔雀玩在一起吗？花孔雀呢？她被一个小姐给下了迷药，关在了一个房间里面呢。我的天哪，这么刺激的吗？居然有人敢在皇后娘娘的寿宴上面搞事情。太子殿下，你干嘛用这样的表情看着我？我今天的妆容是有什么不对吗？听到自己的好基友，好朋友被人下了迷药，关在一个房间里，秦征整个脑子都晕了，根本就听不清面前的这个女人在说些什么。快说花孔雀被关在哪里？我要去吃瓜。哦不，我要去救她。该不会是有哪家的小姐看中她了，所以才用这样的方法霸王硬上弓？你怎么知道？凉州刺史家的女儿来京城探亲，凉州刺史是成安侯的宗族弟弟，他把女儿送到京城，就是想请这个族兄帮女儿找一门好的亲事。花孔雀虽然人不太精明，但是长得一副好脸，出身高贵，家庭关系简单，又没有什么妾室通房，长得还好看，所以那个刺史家的小姐就看中花孔雀了。所以花孔雀现在是被别人吃干抹净了吗？放心吧，还没呢。魏正安对那个药有应激反应，这下去之后，不但失去了清白，反而还疯了。现在正压着那个女人打呢。如果你要去看戏的话，我劝你早点去。要是再迟一会儿的话，说不定就要出人命了。如果你要去看戏的话，我劝你早点去。要是再迟一会儿的话，说不定就要出人命了。疯了的花孔雀确实很难搞。他就在西殿第3个厢房里面。太子殿下，你要去哪里啊？不如我和你一起去吧。赶紧给我让开！我不打女人，你可别逼我。哎呀，太子殿下开什么玩笑呢？我当然知道你不会打女人，这里的花开得正好，不如我们去逛一逛。我都说了我不打女人，你非要逼我。你要是再拦着我，就不是我把你放倒那么简单了。赶紧给我滚开一点！你赶紧把我放开！我要告诉我伯父去，我伯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这个凉州刺史家的小姐还真的以为自家的伯父很有地位呢。成安侯虽然有侯爵之位，但是并无实权。在京城的这段时间，他是真的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贵族小姐，不是看不起这个，就是看不起那个。啦啦啦啦啦，哦，啪啪啪啪啪，这声音可真好听。这个药把他的神经都给迷得麻痹了，他看到的东西跟正常人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魏正安听到声音抬起了头，然后双眼放光的冲了过来。你干嘛？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对我动手，我下手可是没轻没重的，要是伤到你了，我可不负责。钉耙？哎，小林大人的钉耙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哎，怎么带着对象一起来看我呢？不是，他这俊美的长相和猪哪里一样了？救救我！我求求你们救救我！你们要是救了我，我伯父一定会感谢你们的。赶紧把这个疯子给拉走！他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好的夫婿而已，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
这魏正安长得这么好看，怎么还打女人呢？而且还打得这么狠。我了解魏公子，他是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打人的。说说吧，你究竟干了什么？这个药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吧？是不是要先请太医过来啊？没什么太大的伤害，这个迷药就是蘑菇粉磨的，但是里面的蘑菇粉的含量不怎么多，顶多麻痹一下神经，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靠人体自身的代谢就能代谢掉的，也真是可怜了。先叫太医过来也行，让太医先把他弄晕过去，不然他这么一直疯着也不太好啊。你们怎么走了？你们至少先把我放开呀！他们这是在花园竞走吗？这些大人们还挺有闲情雅致的呀。可能是他们比较注重身材管理吧。两位小祖宗，你们怎么在这里呀？你们现在不应该在魏公子那一边吗？林默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的赵太医，然后一个闪现就冲了过去。出了事情了，人命关天的大事，赵太医先得罪了。别跑那么快，我年纪大了，这样受不了。唉，不用想就知道这个女人是想干什么，被打成这样也是活该。此等龌龊手段确实下作。这两边脸居然打得还挺对称的，魏大人这打人的手法挺厉害的呀，真不愧是大理寺少卿的儿子，他也适合去刑部的。你的关注点怎么这么与众不同呢？去刑部跟打人对不对称有什么关系啊？现在大家都在这里，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要再给我搞什么幺蛾子，不然我这拳头可就上去了。你喜欢谁不能光明正大的追求吗？大庸风气挺开放的，男子追求女子，女子追求男子，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有什么错？我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夫婿而已。在我们凉州，我姐姐就是这样嫁给我姐夫的。突然嗅到了一丝贪污的味道，这凉州刺史该不会是真的在凉州当土皇帝吧？自己的女儿还能够抢男人呢？强民男也不行，强民男也不行。在凉州刺史确实不怎么行。他们家大少爷强民女，二少爷流连烟花之地，大小姐也就是他的姐姐，看中了一个书生，直接威逼利诱让那个书生娶了她，而且他们害怕那个书生考上就不能控制了，所以还毁了书生考试的各种工具。林默忍不住又打了这个女人一拳，难怪会给人下迷药，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气死我了，气得我都想杀人了。这一家子就该满门抄斩。别生气，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那个书生可厉害得很呢，他虽然娶了那个大小姐，但是却一直躲着那个大小姐，而且还一直偷偷在收集这一家的证据。而且那个书生和太师府女婿有那么一点交情，证据已经送到太尉府上了。什么？这还有我的事啊？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只是看中一个男人，居然会被人把自己的家底子的事儿全部都给挖了出来。这下真的完了，既然证据已经送到，那就得赶紧处理呀，免得那些朝廷的蛀虫还继续过好生活。咱们大庸朝的官员处事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证据才刚刚送到，居然就有人送到行宫，不错呀。可不是嘛，多亏太师今天突然想吃家里做的薄饼，所以这才派人回去拿，这才刚好把证据拿到的。怎么搞的？我好像是一个注重口腹之欲的人一样呢。为了一个饼，让人快马加鞭去家里，好像一个贪官一样。为了国家，为了大事，这个锅太师必须得背。你说我去问太师要饼吃，他会给我吗？我真的好想吃一下太师让人快马加鞭都要去家里拿的那种饼啊，味道一定很好吧？做戏要做全套，太师还真的让人去家里带了一大包饼过来。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去偷偷的尝一尝？太师把饼放在后方的那个小厨房里面，这个饼烤起来特别的香呢，太师一顿能够吃3个。你想想看，本来达官贵族吃的东西都比较少，而且他这个年纪本来胃口就慢慢的变小了，
能让他一顿吃3个饼，味道肯定很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去稍微的尝一尝吧。不是，家里面缺少你们吃的了吗？不就是一个饼吗？什么样的饼家里做不了啊？这是真的一天都不怕丢脸是吧？不过他们还真的不怕丢脸，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心声能够被别人听到。太师啊，你家的那个饼真的这么好吃吗？还让人回去特地拿过来，这个味道真的有那么好吗？你们给我滚开！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不要那么小气嘛，大家都是同僚，在一起干了这么多年活了，问你要2个饼吃又怎么了？你多一顿能吃3个，那这个味道该有多好啊！问你要2个饼吃又怎么了？你多一顿能吃3个，那这个味道该有多好啊！你现在拿过来给我们尝一尝，你自己还能吃一点。要是真的等到了今天晚上，那2个混世小魔王去偷你的饼，那能不能剩下还不知道呢。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是怎么回事啊？太师，皇上也特别好奇那个饼的味道，所以特地让奴才来拿2张。为了吃这些饼，这些官员们更是直接搞了一个小聚会。不过他们也没有把全部的饼都拿过来，毕竟还得给2个小偷尝一尝呢。你准备好了吗？放心吧，我准备好了。真的没有必要如此的。为什么非得选一条这么难的路呢？就算是这2个小祖宗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都会当作没看见。真的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去爬墙的。要不我去帮一下他们吧，看着他们这样，我莫名的觉得有点心酸，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么艰难，就为了吃2个饼，这还真的挺心酸的。还是别了吧，你要是去帮忙，那不就暴露了吗？这就是迷倒大师的饼吗？看上去好像还真的挺好吃的呀。咦，要不我们尝一尝吧，就尝一尝。2个人说的是尝一尝，结果一炷香之后，看着这空荡荡的布袋子，2人陷入了沉思。这怎么办啊？东西都给我们吃完了。要不我们自己做一些薄饼吧，只要样子像就可以了。到时候太师吃的时候，就算味道不对，他也会以为是饼坏了，绝对不会发现是我们偷吃了。真的是聪明绝顶啊！太师真的罪不至死呀！先把面粉揉开，摊成薄饼，然后加上葱，再在里面加上肉糜，最后放到锅子里面去煎。确定这调料是这么放的吗？什么叫做少量？什么叫做一点点？什么叫做少许？这些他都不懂啊。应该就是这样放的，毕竟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我的感受就是应该放这么多。很快香味就出来了，闻着这香味，感觉这饼的味道应该会不错。人家这不是做的挺好的吗？你不要污蔑人家好不好？小林大人虽然有时候不太着调，但是你也不能剥夺他的优点呢。这厨艺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要不要把蘑菇切成细细的蘑菇丁也加上去？到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带一些走。不一会儿，看着这一大堆做好的饼，2人那是一脸的自豪。好吃好吃，非常好吃！想不到我居然还有这样的手艺。现在谁说我手艺不好，我和谁急？确实非常好吃，又香又酥。咱们就留2个在这里就行了吧？这么多，还是我们自己吃吧。我也觉得要自己吃。不得不说，太师这个饼的食谱是真的好吃，难怪他一顿能吃3个。在他们2个走后，其他人也聚集到了这个房间。我先看到的，我先抢到的。这个要靠实力吃，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抢到了又有什么用？不能带出去，要吃就在这里吃完。站在门口的林家父子看着这混乱的一幕，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就在这些人互相抢的时候，太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摸摸的摸到了后面，把仅剩的1块饼给偷了。父皇，这是儿子给你偷来的饼，这是小林大人和小白公子亲手做的，是儿子从几个大人嘴里硬生生的抢下来的。他居然还去偷饼，你平时咱们就不知道管教他一下吗？
他可是堂堂的太子。太子也是人不是吗？咱们儿子这么孝顺，你应该开心。这可不是一般的饼，这可是小林丫头做的。你有吃过她做的东西吗？这个是很难得的。最后，这一块饼被他们5个人给分食了。还别说，晚上吃点夜宵，味道还真不错。嘿，小白，你看丞相这后脑勺的头发哪儿去了？怎么缺了一个口子呢？他应该不会是斑秃吧？你说这个呀，被他们自己给拽的。他这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喜欢拔自己的头发。本来头发就少了，后来越拔越少。前面的头发不能拔太多，不然影响形象，所以他就开始拔后脑勺的头发。前面的头发不能拔太多，不然影响形象，所以他就开始拔后脑勺的头发。之前他都记得用其他头发拔过来把这一片秃的遮住，今天好像是忘记了吧？怎么又说到我了？你们2个就没有别的人可以说了吗？还真是的呀，丞相的头发怎么这么少？怎么之前我没有发现呢？那这丞相对自己也太狠心了吧！后脑勺的头发拔起来多疼啊！他应该多学学我，要是有烦心的事情，就要转移注意力，干嘛非要拔自己的头发呢？谁说不是呢？明明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美男子，现在非把自己给折腾成了这样。丞相夫人美貌依旧，丞相是真的不怕自己色衰而爱弛啊。后宅里面还有一个二姨娘虎视眈眈呢。白晓的话犹如一把利剑扎进了丞相的心里面。丞相这些年对大庸也真的是鞠躬尽瘁呀，这么多年把自己折腾成了现在这样子。先帝的那些妃子之前有很多美颜妙招，要不到时候让人送一些给丞相吧，也让他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可别真的让丞相夫人跟别人跑喽。丞相这么大了，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这个早朝上的丞相心里那个滋味呀，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滋味了。至于那2个小混账，他们说过这件事情之后，就说到吃的上面去了，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话给他造成了多大的打击。丞相大人这么多年也辛苦了，皇宫之中有很多美颜的方法，都是先皇的那些后妃们留下来的，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用的。不知丞相需不需要那些方子？要，这种方子越多越好。朕觉得你得去向林尚书取经。你看林尚书现在风采依旧，这容貌就和20多一样，你去向他取经一定没错。林尚书帮自家夫人画完眉，突然就听到有人传话丞相来了。丞相大人怎么来了？我们最近好像没什么交集吧，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吧？难不成是因为今天早上的事情过来算账的？不知丞相大人到我这来有何贵干？那不会是因为今天早上的事情吧？这小混蛋的性格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吧？应该也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件小事过来算账吧？咱们2个就别搞这些虚的了，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你的这容貌是怎么保养的？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化？有什么好的法子？赶紧都告诉我，我现在着急得很。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来找我的？丞相大人，不是我不把方法告诉你，那你现在弄已经晚了。养护容颜的法子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弄，这叫做减缓衰老。你现在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已经晚了。我这里可没有什么返老还童的办法。林尚书在知道自家夫人是颜控之后，那对自己这张脸可上心了。自从2人成亲之后，他就非常细心地保养自己，所以这才几10年过去了之后，还保持着这么好的状态。我不管，反正你得给我个方法。
你家里就你夫人一个，我家里有3个呢，还有一个喜欢我夫人。你要是不告诉我方法的话，我的后宅真的会起火的。所以谁让你娶这么多的呀？有了一个夫人就够了呀，后宅这么多女人，只能怪你自己呀。大人别着急，我马上把养护的方法告诉你，但至于管不管用，那就不知道了。这边丞相刚刚拿到养护容颜的方子，其他的人也紧跟着来了。你们该不会都是来找我要方子的吧？哎呀，林尚书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看你这好看的脸，与我们多么格格不入啊！你也不能厚此薄彼呀，给了丞相大人不给我们，你这可不能偏心呐。就是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比不过你，年老了你这还没有变化，这就有点太不公平了吧？我们也没有想着和你一样，就能稍微的年轻一点就行了，不让家里的夫人嫌弃就行了。方子就是这一个，最重要的是要锻炼自己。你们看你们这肚子，年轻时候学的君子6艺都忘了吧？就算是身居高位，也不要忘记锻炼自己。各位娘娘，你们处在后宫，那简直就是得天独厚啊！你们可以写画本赚钱啊。那个谁谁家的小姐写画本可赚钱了。你们不和她写一样的，你们就写宫斗、争宠之类的画本。这些事情百姓们不知道，绝对能够火。小林大人说的对呀，他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而且他们住在后宫里，写这个题材简直就是得天独厚。至于怕后宫秘闻被传出去这个事情，那简直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们现在在这个后宫还真的没有秘闻，唯一的秘闻就只有穷了。从行宫回到皇宫后，皇后带着后宫的娘娘们开始了写画本的大业。哎呀，皇后娘娘，咱们要怎么写争宠啊？我们好像就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他们好像从来都没有为皇上争过宠，这个事情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啊。主要是后宫里现在的妃子也少，大家都忙着干自己的事情，哪有什么闲心去争什么宠啊？你说要是争宠能把自己的待遇提高一点，那就去争了。可问题是皇上也穷啊，皇上到他们宫里面了，还得顺走那么1、2个东西，他们还巴不得皇上少过来呢。不是，你们问这个问题是想要羞辱我们吗？太妃们怎么都不肯回答，这可把其他的妃子给急坏了。太妃娘娘，这件事情可是事关我们后宫的生存大计，你们就帮这个忙吧。你们难道不想自己的生活以后过得好一点吗？是啊是啊，现在后宫拮据，皇上也穷，虽然国库丰盈起来了，但是我们也不能用国库里面的钱呢。先帝有自己的私库，可是皇上连自己的私库都没有，想赏赐个什么东西都得从自己的牙缝里面攒。你们也是看着皇上长大的，难道你们都不觉得皇上可怜吗？哎呀，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不愿意跟你们说，主要是我们也不了解了。先皇后妃们斗得比较狠的都死了，稍微厉害一点的在皇上登基的时候也出宫了，我们就是一些小花小草，说的直白一点，我们就从来没有入过局。是这样的，没错，我们既没什么家世，也没有什么钱财，长得也不是那么出众。就比如我来说吧，我只见过先皇1次，还是在一次宫宴上面。是啊，你们要是真的想要了解的话，那可以去陈国公家里问陈太妃，她可是得过一段恩宠的。目前参加过比较激烈宫斗的宠妃也只剩她一个了。不过听她说最近脑子越来越不清楚了，你们去问估计也问不出个什么来。早就听说过先皇后宫争斗厉害，害人害己的事情多的是，只是没想到居然激烈到这种程度，竟然活下来的都没有几个了。娘娘，那这该怎么办呀？这个真写不出来。这个赚钱的机会眼睁睁就要飞走了，他们是真的舍不得这个赚钱的机会啊。为了我们的赚钱大计，
你等会儿就好好的感受一下，等会儿他们会在你面前争宠，你觉得哪边表现的比较好，你就偏哪边。干嘛要这样呢？你们在我面前争宠，这是在抽什么风呢？这些人平时在他去找他们的时候，恨不得把宫殿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先收起来，估计他们是巴不得他不去吧。皇上，这是小林大人提议让后宫的娘娘们写话本赚钱，就写宫斗话本。娘娘们没有经验，所以打算在您这里演一下，找一下感觉。这句话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为什么合起来我就不懂了呢？皇上，你得为臣妾做主啊！他居然给臣妾下毒！臣妾没有，臣妾是冤枉的。没办法，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是真的怕自己笑出来。我该怎么回答？我该怎么表现？该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根据你自己的想法来。你说他给你下毒，宫中的药都是有严格管控的，这毒是从哪里来的？对啊，毒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久居深宫这么多年，也搞不到毒药吧？他给自己开了安神药，每次喝药的时候留一口，然后给我下了毒。这是个什么借口啊？每次喝药的时候留一口给你下毒，这得多久才能存下一碗呀？而且存下的那一碗，那也是安神药啊！得了，全垮了。我吃饱了撑的，每次喝安神药的时候留一口给你，这得多久才能存满一碗？存满一碗，那也是安神药啊！我干嘛要给你省钱，给你存一碗安神药？就是因为你一口一口的存下来，所以这个药坏了，你就拿这个坏的药给我吃，这不是下毒是什么？这就是你们的宫斗吗？这是在小孩子过家家吗？行了行了，你们别演了，演得这汗毛都竖起来了。你们要问后宫争斗的那些事情，可以直接来问朕。朕从小在皇宫中长大，也是见到过先皇那些妃子是怎么争宠、怎么害人的，没有谁比朕了解的更加清楚。当天晚上，皇帝就被大家留了下来，说先帝后宫的事情。这一晚上是一个不眠夜。小白，皇上脸上怎么有2个这么大的黑眼圈啊？他昨天晚上没有睡觉吗？确实没有睡觉，跟皇后和一大群妃子在房间里熬了一个晚上。这么刺激的吗？皇上这有点太开放了吧？你有病啊，就不能把这一句话说全了吗？皇上，别生气，自己的身体要紧呢。能不能说一说昨天晚上皇上、皇后和各位娘娘的事情，是不是那种需要打马赛克的事儿？如果太香艳的话，你就省略点说。马赛克就是不能说的事情。什么香艳，什么马赛克，你想多了吧？我说他们熬了一个晚上的夜，就是单纯的熬夜，不是给后宫的娘娘们出了一个赚钱的主意吗？写那种宫斗类的话本。可是后宫的娘娘们实在是没有宫斗的经验，而在这皇宫之中，宫斗最有经验的居然是皇上，所以皇上就给他们讲了一晚上前朝后宫那些妃子宫斗的事情。宫斗最有经验的居然是皇上，所以皇上就给他们讲了一晚上前朝后宫那些妃子宫斗的事情。宫斗最有经验的是皇上，而且最主要的是后宫居然不宫斗。现在后宫那些娘娘们相处的这么和谐吗？切，真的是白让我这么好奇。不过你说一说前朝是怎么宫斗的吧？他不会真的和那些小说里写的一样吧？那我和你也说一说吧。就是说现在还活着的那个陈国公的姐姐陈太妃，死了的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不是应该死了的才好说吗？为什么要说活着的？快说，我对陈国公还是有点印象的，他算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之一了。那可不嘛，陈太妃可是当过一段时间宠妃的，可从先皇那里拿到了不少的钱财，他全部都补贴到了娘家。陈国公要是没钱，那才奇怪了。拿我爹的钱养你们家的人，这是什么狗屁老爹，把钱全部都给别人家了？
害得他现在一点钱都没得花，还天天得从自己的牙缝里抠出钱来补贴国库。皇上，皇上，淡定点儿，淡定点儿啊！小祖宗，快别说了，你要是再说，我们的家产都要充公了。陈太妃是怎么得宠、怎么宫斗的？有没有害过人？肯定害过人呐，而且手上还不止一条人命。在她得宠之前，有一个薛贵妃特别得宠，她借刀杀人，让先皇后和薛贵妃斗得你死我活，然后她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顺利的得了宠。后来薛贵妃被打入冷宫，她故意让那些宫女太监们在暗中苛待薛贵妃，薛贵妃不堪受辱，跳井而亡。这才是他印象中的宫斗呀，不是太惨烈了？薛贵妃无辜吗？自古成王败寇，这后宫的争斗比前朝的还要激烈呀，全部都是攻心之法。当然不可能无辜，当初得宠了的妃子手上没有一个干净的。先皇后有一个公主，就是被薛贵妃毒死的，后来才让陈太妃一挑拨，两个人就斗得你死我活的。这个公主也算是先皇后想要弄死薛贵妃的导火索吧。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子都不觉得她可怜了，活该。可不就是吗？那些死了的人都是活该。陈太妃还算是比较好一些的了，她得宠之后一直避孕，所以就算是她得宠，其他人也不会太过于针对她，大家都以为她生不了孩子。其实她不是生不了，就是不生，或者说是害怕生。怀了孕之后就等于有了弱点，而且从怀胎到生产，怀胎10月，这10个月有几个人能够安心度过的？好一点的可能只是损了孩子，运气差一点的那就是母子俱损。她这是为了自保啊。陈太妃过得可清醒了，她不求真心，不求真情，不求孩子，就求金银。争宠也是为了自己的待遇过得更好，为了提拔自己的娘家。这陈太妃简直就是宫斗剧的女主啊，难怪能活到最后。她为了能够得到先皇更多的赏赐，还搞了一出假孕事件，后来又说孩子不小心流产，她表现得悲痛欲绝。先皇这一下对她更加的怜惜，更加愧疚了。为了抚慰她的丧子之痛，这赏赐更是如流水一般送到了她宫里头。这狗屁老爹干的是不是人事啊？自己的妃子怀没怀孕你不知道，居然被人算计成这样，还骗了这么多钱财。如果这些钱财没有被骗走，那我也不至于这么多年这么辛苦了。完了完了，对于先皇的欺君之罪，现在还能算欺君之罪吗？看着还在不停地说的林默和白晓，陈国公简直想冲过去把他们给毒哑了。当时他就很反对设立什么女官制度，朝堂上面的事情让女人过来掺和干什么呀？现在一看，他当时的想法还真没错。如果不是这个林默，那之前的事情也不至于被挖出来。怎么一下子感觉鼻子这么痒啊？那个陈太妃在先皇去世之后就被接回了娘家，那她现在在娘家的生活过得很不错吧？可不嘛，人家现在在家里当老祖宗呢。因为她没有孩子，所以陈国公还特意给了一个女儿给她养。陈太妃前2年还想为这个养女请封郡主呢，不过被皇帝给拒绝了。请封你个头啊！居然还好意思来请封郡主，骗了这么多钱，居然还想来骗一个爵位，想屁吃呢！皇上恕罪，皇上饶命啊！哼，还恕罪？你们简直该死！假孕是吧？骗钱是吧？这几十年国库空虚，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们生活奢靡，倒是生活的挺快乐的，拿的都是先皇留下来的钱，每年的捐款也属你捐的最少。你说你有一大家子要养，拿不出这么多钱捐赠，朕也没说什么吧。结果你养这么一大家子的钱，全部是从先皇那里骗过去的。皇上恕罪啊！
只要皇上能够饶了臣一命，饶了臣一家一命，臣愿意将家产大半充公，以弥补所犯下的过错。哼，别给朕说这些虚的。先皇上赐给妃嫔的东西，现在后宫的账簿都还是有记录的。陈太妃受宠的时候，被先皇上赐的东西，朕也不追究了。但是因为他假运骗取的那些东西，你必须全部给我还回来。少了2样东西，全部都折现还回来。皇上，请皇上饶了臣一大家子吧。皇上，如果真的要把那些还回去的话，那臣这一大家子是真的会活不下去的。你活不下去，那你有没有想过朕啊？想过这个天下呢？你作为朝廷官员，就盯着自己1亩3分地，当初国库空虚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想到呢？你要怎么活，朕不管。朕也不相信你把这些东西还回来之后就活不下去了。光是那些铺子这么多年的经营，都赚了不少钱吧？朕只是让你把铺子还回来，这么些年赚的钱也没有问你要。限你3天时间，3天时间要是还不把那些骗取的东西还回来的话，那就别怪朕不客气了。活该，骗了这么多钱一点都不捐，而你们还天天打扮的珠光宝气的在外面炫耀，才来也不奇怪。也幸亏皇后娘娘查了一次账，不然还真的给他们逃了。先皇赏赐给你的东西没问题，但是你也不能骗啊！骗了之后，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还一点都不拿出来，这就有点太不道德了。白晓这个傻憨憨也不知道去给查一下，查了的话，这些人就会露馅了。他脑子都懒得动一下。皇帝对外宣称是皇后查账的时候查出了问题，还找到了之前给陈太妃把脉的太医，所以知道了陈太妃假孕的事儿。真的是便宜了他们了，这么多宝贝，先皇也真的是舍得呀。这混账老爹对女人这么大方，怎么就不知道对儿子好一点呢？不知道对天下百姓好一点呢？死的时候1分钱都没有留，给他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国库，害他硬是把这么多年的积蓄全部都填补到了国库里面。皇上，您看这些财宝是放到国库里面，还是放到私库里面？皇上的私库那简直是小偷进去都带不走一粒灰，啥玩意儿都没有啊！将2/3的东西都放入国库，能折换成银钱的全部都折换成钱，那些有价无市的东西就先放着吧。皇上啊，您要不还是多给自己留一点吧，就算是您不留一点，也得给后宫的娘娘们留一点吧，国库现在还有钱呢。如今虽说天下太平，但是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先放着吧，看着满满当当的国库，朕心里舒坦。朕自己需要用钱的地方也不多，有1/3就足够了。怎么办？我们要怎么下去？你能带我飞下去吗？他就是上来拿个风筝而已，结果上来了下不去了，让小白这家伙过来帮他，结果这家伙也上来了下不去了。哥哥姐姐，风筝已经拿到了，你们怎么还不下来？小妹妹，你能不能找一把梯子过来？我有点下不去了。姐姐，这里没有梯子，你等着我去找人帮忙。这小妹妹应该会回来吧？她还没有做的事，我是真不知道了。林默趴这里趴半天了，腿都麻了，所以忍不住动了一下。别动别动，我们这底下正是别人的床呢，人家夫妻2个正在床上躺着。你要不去帮一下小林大人吧，我怕他突然从上面掉下来，那多尴尬呀。这让我怎么出去啊？这出去多尴尬。底下夫妻俩是太常寺少卿家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儿，我们2个好像打扰到人家了。不会吧，那多尴尬。尴尬是挺尴尬，但你们能不能先别说这个话题了？人家夫妻2个正准备交流交流感情呢，你刚才那一嗓子把人家给吓的。罪过罪过，那
那我这不是耽误了人家小朋友出生吗？太罪过了。所以你现在不要讲话了，我们两个在心里交流就行。他就应该刚刚在小林大人那一嗓子吼出来的时候就出门，顺便再把他们两个解救下来。这个屋顶应该挺牢固的吧？我们两个应该不会掉下去吧？我可以变小，躲在你的衣服里头。我可能不会掉下去，但你可能会。而且这个地方掉下去，可以刚好躺在人家中间。这么尴尬的吗？小男子，抓住这个梯子，慢慢的爬下来，注意安全。姐姐，那个哥哥呢？他刚刚不是和你一起在上面吗？他刚刚自己爬下去了，也去叫人救我了。突然，他就感觉身下的瓦片一松，再次睁眼的时候，他已经趴在床上了。再次睁眼的时候，他已经趴在床上了。妈呀妈呀！还好我的保护机是一直都是打开的，这也太吓人了。吓不吓人？我现在没什么感觉。你能让我现在就消失吗？我说我是不小心掉下来的，你们信吗？当然信。我们刚刚听到了上面的动静，只是不知道上面居然是小林大人。好尴尬呀。此刻我想到了一首非常火的歌曲，是著名歌唱家四郎唱的，在此情此景，那首歌用的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让他陪你过冬天，那朕能不能睡中间？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这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都结束吧，都结束吧。不好意思，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可以继续，我先走了啊。但你告诉我从哪条路可以出去，叫我找一条隐蔽的没有人的路。包在我身上，左转那里有一条小路，小路的尽头有一个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的小门，不过门那里有人把守。你走到尽头有一个死角，那个死角的墙比较低，赶紧出发出发。好的，长官。这就是你说的能够逃出来的好地方。你也没告诉我翻过墙之后居然是条臭水沟啊。那你也没有问我呀，而且那一片那个墙那么低，还没有什么人把守，那肯定就是因为墙外不会有什么人过来，谁没事会来这个臭水沟？你赶紧给我滚出来！开玩笑啊，这个时候怎么能滚出来呢？滚出来了就肯定被他扔进臭水沟了。看着臭烘烘的小女儿，林夫人叹了一口气，回了房间，把这个事情扔给了林尚书。那你别告诉我你是去臭水沟里面打了一个滚儿？也不是，我这是为了做好事才变成这样的。哼，做好事？那你说说看，你是做了什么好事，才把你自己变成这样的？人家白晓身上干干净净，怎么你身上就变成这样了？那是因为他变小躲在了我的袖子里。爹，我是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个小朋友的风筝掉到了屋顶，我就爬到人家的屋顶去拿风筝，后来房顶破了，我就掉了进去。等等，你说你掉了进去，是掉进人家的屋子里面吗？啊，不仅掉到了人家的屋子里面，还打扰了人家的夫妻生活，掉到了人家夫妻中间，太尴尬了。林默这在心里的话，差点让林尚书一口气撅过去。爹，不过你放心，我没有受伤。屋子里面当时有人，是太常寺少卿家的大公子夫妻俩，他们俩没有怪罪我。那个场合人家怎么好怪罪你？人家夫妻两个在房间里面，你没打扰到人家什么吧？或者看到什么吧？没有，他们都穿着衣服呢，因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我打扰了，所以都还没来得及呢。没有还好，开始打扰总比中途打扰好。他现在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低了。默儿，赔礼的礼物娘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等会儿和小白去给人家道歉的时候态度好一点，知不知道？放心吧，娘亲，我等会儿一定摆正好自己的态度，好好的跟人家道歉。伯母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好好道歉的，一定能够取得对方的原谅。看着你们俩这么肯定，我们心里越虚了，是怎么回事啊？小白，我们俩走了之后，那个大公子和大少夫人两个没吵架吧？你就放心吧，你走了之后，人家夫妻俩还笑了呢，说你的性格挺好玩的。我也真的是越来越佩服林尚书了，有这么一个爱上房揭瓦的女儿，她没被气死，也真的是身体够好了。有你这么幸灾乐祸的吗？人家小林大人虽然性格跳脱了一点，但是活泼可爱，性格率真，这样的女子世间少有，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味道了呢？夫人一直都想要一个活泼的女儿，可是家里的这几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贤良，每天都是书不离手，把他们赶出去玩，他们都得带着书去。大人夫人，不好了，小林大人和小白公子来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今天我不是做了一些新鲜点心吗？赶紧把那些点心全部都拿上来，把公子小姐们也全都给叫过来，就说是贵客来了。来来来，人来就来了，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呢？小林大人这一路赶过来饿了吧？我准备了一些吃的。我记得你最喜欢吃板栗酥是吧？这里是我今天新做的板栗酥。夫人，今儿我过来是过来道歉的。夫人，今儿我过来是过来道歉的。今天我给一个小孩子拿风筝的时候，不小心爬到了大公子院子的屋顶，还把房顶弄出了一个洞，还打扰了。他干嘛突然咳嗽啊？不晓得，可能嗓子里有痰吧。你嗓子里才有痰。还打扰了大公子和大少夫人休息，所以真的是很对不住了。回去之后，我爹娘也把我骂了一顿，说让我好好的来赔礼道歉，这些都是赔偿的东西，还请大人夫人还有大公子大少夫人不要介意。哎呦，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房子破了修就是了，至于打扰了他们休息，这有什么关系？还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哎呀，小林大人难得来一次，要不今天就在这里用饭，在这里玩吧。我们家这几个孩子性格比较古板，小林大人要是没事的时候，可以带着他们一起玩一玩。娘亲啊，你怎么把我们往火坑里面推啊？娘亲啊，你怎么把我们往火坑里面推啊？京城里的哪个人不是躲着这个小祖宗？就你还让他带着我们玩，这是生怕我们的秘密不被这小祖宗知道吧？好说好说，他们要是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上书房找我玩，我每天可闲了。可不是嘛，全朝堂的官员就你每天没事干，去上朝也是吃瓜打瞌睡。真的是太棒了，居然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可以带走。少卿夫人人真的是太好了，真是吃太饱了。这些点心明天上朝的时候可以偷偷带着，我们找一个角落偷偷吃。让你们去赔礼道歉，你们去干嘛了？居然还大包小包的回来。你们是去人家家里打劫了吗？才没有呢，我们却很认真的道歉了，而且人家也原谅我们了。这是少卿夫人送给我们吃的，她很喜欢我们，所以才把这些吃的打包给了我们。是啊是啊，我们要是不拿的话，她还生气呢。你一次性的拿一点就行了，怎么还拿这么多呢？行吧行吧，赶紧回你们自己的院子里去。这些点心这2天就赶紧吃掉，免得到时候放坏了。哥哥，把我桌子上的点心拿给我。你可别在上朝的时候偷偷吃东西啊，要是被皇上抓住了罚你，我们可不帮你说话。罚我帮我说话是不帮你说话，你给我清醒一点。世界终于清静了。是挺清静的，你差点把你哥哥给噎死。人家在商量国家大事，他们2个在讨论哪个点心好吃。这个芙蓉糕好吃，不过最好吃的还是板栗酥。我喜欢吃荷花酥，不过荷花酥就几块，都给你吃了。对呀，他们这么说着说着饿了是怎么回事啊？太常寺少卿夫人的手艺是真不错，我们要不要也去别的人家串串门？太子妃做果酒做的可好了，香而不醉，甜而不腻，真的是一绝呢。真的吗？
真的不会醉人吗？真的，我骗你干嘛？怎么突然说到我家去了？不过我媳妇儿做的果酒确实是一绝。如果要去串门的话，那要赶紧去了。太子妃已经怀孕3个月，太子今天出门了之后，太子妃吃东西的时候吐了，后来请了大夫过来看，怀孕3个月了，要喝果酒的话也得赶紧。后面太子妃肯定是做不了了。怀孕了，我媳妇怀孕了。终于怀孕了，终于怀孕了，我儿子总算可以自由了。这个皇帝谁想当啊？累死了还不算，还穷。虽然说现在不怎么穷了，但是谁愿意天不亮就干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啊？他自己都不愿意，更何况自己的儿子了。现在太子妃终于怀孕了，自家儿子总算是不用被盯着了。怎么嫂子怀孕了，我媳妇还没怀孕？该不会是我不行吧？太子妃怀孕了，这可真的是个大好的事情啊！那孩子出生和满月的时候，我们应该送礼吧？太子都想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拒绝这个礼物了。肯定是要送礼啊，不过小孩子的礼物，更何况还是太子的孩子的礼物，这可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操心了，有你娘亲在呢。恭喜恭喜啊！太尉总算是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了，也得了一个好女婿呀。安密这小子是真不错呀。这是怎么了？怎么都在恭喜太尉？你不知道吗？明天太尉就要嫁女儿了，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谁说我知道了？我天天闷在家里面，能知道什么？不对啊，太尉不是说要安密考上之后才考虑他们的婚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成亲了？人家只是故意这么说，你就当真了？人家只是想考验一下小两口而已，现在考验出人品，干脆就同意了呀。反正迟早都能够考上。明天你好像也要去参加哦，明天穿好看一点。第二天一大早，林默就被自家姐姐给拉了起来，说要去给人家新娘子添妆。我也要去吗？我和她根本就不熟啊，不是那种手帕交姐妹交才会去添妆的吗？我和她根本就不熟啊，不是那种手帕交姐妹交才会去添妆的吗？也不全是这样，而且咱们家和太尉府的关系也不错，7拐8拐还能拐出一个亲戚来的，只不过这个亲缘关系隔得比较远了而已。按辈分，你还是太尉大小姐的姑姑呢。我的身份这么牛的吗？我居然跟太尉是一辈儿的。那太尉岂不是我爹爹和娘亲的晚辈？别动，都给画歪了。辈分虽然是这样论的，但是咱们的亲戚关系隔得也有点远了。这京城里面的家族，你随便找一个都能拐出一点关系来，也不必在意这么多。反正让你去，你就去吧。去，肯定得去啊！大侄女出嫁，她这个作为姑姑的肯定得去呀。这就摆上姑姑的架子了。什么叫做摆架子？按辈分我就是她姑姑，我得给我的大侄女选一个好东西给她添妆。请问你要干什么？请问你要干什么？怎么样，富贵吧？是不是特别的好看？把你这个大玩意儿放下吧，你的添妆礼我给你准备。姐，你这个眼神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牡丹不好吗？所谓花开富贵，金牡丹呢，这可是金牡丹。所以呢，你要把你这个硕大的金牡丹送给人家吗？你这都有人家脸大了，什么样的场合会带这么大一个金牡丹？默默呀，这个金牡丹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听你姐姐的话。而且你姐姐给你准备礼物，这就说明不用你自己花钱了呀，好事。姐姐，那就辛苦你给我准备礼物了。等下一次我给你打一套精妙绝伦的头面，你等我给你存钱啊。我还等着你给我存钱，你这每个月的月例银子都不够花的，每个月的俸禄也给你花的精光，也幸亏白小能出去算命赚钱，从你牙缝里面每个月给我抠那么一点钱出来给我做头面，那我得等一辈子了。不错不错，今天也算是有个姑娘家的样子。你们姐妹两个到了太尉府上，多和新娘子聊聊天。添妆礼都准备了吧？
林夫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生的是2个女儿的感觉，而不是2个儿子1个女儿。放心吧，娘亲，我都准备好了，把木耳的也准备好了。其实我自己也准备了的，但是姐姐说不合适。她准备的是什么东西？她准备了一个硕大的金牡丹发簪，那个金牡丹比人家的脸还要大，而且分量也不轻。得了，就不应该对你的礼物抱有什么期待。行了行了，咱们该出发了。然儿，照顾好自己和妹妹。潜台词是看好林默，就是去参加一个婚宴而已，再怎么样应该也不会出问题的吧。3位林大人来了啊！快请进，快请进。小林大人今日可真的是光彩照人啊！客气客气，兄长今日也光彩照人啊！客气客气，兄长今日也光彩照人啊！他这个兄长2个字说出来，让整个气氛都凝固了2秒。小白，他们怎么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啊？不知道啊，可能你今天真的特别好看吧。不过你和太尉看上去真的是2辈人了。你的太姑奶奶嫁给他太爷，他太奶是你太姑奶奶，这个辈分也真的是绝了。没办法，这丫头的辈分是对的，她叫人家一声兄长，那也没错。兄长的脸是抽筋了吗？需不需要让我爹帮你揉一揉？为什么要让我给他揉一揉？他自己不能揉吗？不用不用，我自己揉一揉就行了。哎呀，你不用害羞，我爹身为长辈，给你这个小辈揉一下脸也没什么关系。你们不仅是同僚，还是长辈与小辈之间的关系，也不用这么生疏。就是，这么生疏干什么？亲戚之间的关系还是要维护的。虽然说隔得有点远了，但是好歹还是有那么一丝一脉的血缘关系的。要不你伸手帮太尉揉一揉？要不你伸手帮太尉揉一揉？这样合适吗？有点不太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太尉不是你哥吗？你们在讲什么屁话？没事没事，我自己揉一揉就好了。你们先进去吧，有很多人都已经到了，大家一起先聊聊天。赶紧进去吧，小祖宗，先去祸害别人吧。哎呀，林大小姐和小林大人来了。小林大人今日真的好看，比平时更加夺目呢。是啊，早就知道小林大人是美人胚子了，没想到稍微装扮一下，居然这么惊艳。没有，哪里啊，都是我爹生的好。你这话让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难道让我们跟着夸林尚书生的好吗？虽然事实是这样的，但是长辈们也不是我们能说的呀。大家先喝点茶水吧，时辰还没有到呢，先不急。侄女儿，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礼物送给你，这个就送给你吧。不是，我怎么就变成你侄女了呢？你姐姐准备的礼物是真的好看，比你那个大金牡丹好看多了。我那个大金牡丹也很好看啊，而且送出去，你不觉得倍儿有面子吗？我这是重视我的侄女儿，所以才把我珍藏的大金牡丹拿了出来。你今天可真好看。说真的，要不是我姐告诉我们家有亲缘关系，我都不知道你是我侄女儿呢。你的太太奶奶是我的太姑奶奶，你说巧不巧了？大侄女儿，成亲了之后你也不要怕，如果那个阿蜜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帮你揍他去。咱们林家的后人可不是随便的人就能够欺负的。那个我不姓林，应该算不上林家的后人吧？是啊，你们这里好像是随父辈走。你太姑奶奶虽然姓林，但是后人的话基本都是随父辈，应该算不上是你家的后人吧？管他呢，我说算就算，没关系。你身体里也流着我们林家的血，我觉得你是你就是。这丫头真的是满口胡言乱语啊！这个也送给你，这个棍子是我娘从小用来教育我的，保证打在人身上不重伤，但是疼。以后你有了孩子，就这个教育，这算是送给你孩子的礼物了。
这个东西也给带过来了。不是，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玩意儿拿过来了？你拿过来之后，你娘以后用什么收拾你啊？你这是把自己的痛苦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都被这玩意儿教育了10几年，也该让它换一个别的主人。这可都是经过我血肉滋润的，如果这玩意儿有灵性的话，它估计都可以成精了。小林大人真不愧是小林大人，你永远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说说看吧，为什么我那个小细棍子不见了？夫人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从不插手，能被夫人教育，这是他们的福气。我就说你回来之后要完蛋了吧？你说你送什么不好，非得把你娘收拾你的那个小棍子送给别人？你不会真以为你把这个东西送出去了之后，你娘就不会收拾你了吧？你不会真以为你把这个东西送出去了之后，你娘就不会收拾你了吧？我只是觉得那个东西太邪恶了，所以才想着把它给送出去的。哼，邪恶？什么东西能有你邪恶？人家都把你称呼为混世小魔王了，你说什么东西还能有你邪恶？林木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真以为那个小棍子不见了，我就收拾不了你了是吧？给你1天的时间，重新给我找个棍子回来，绝对不能比我那个差。娘，你这就有点太残忍了吧？你居然让我自己去寻找收拾我的棍子，这和让犯人去找杀自己的刀有什么区别？夫人别生气，可别气坏了自己身子。所以这就是父母是真爱，儿女是意外吗？我爹眼里就只有我娘。给自己寻找教育自己的这个工具的事情，林默的内心是很抗拒的，但是他的行为却很诚实。把这个带回去，你是不打算活了吗？这一棍子就能把你敲到地底下去啊！那我这不是找不到了吗？其他的要不就太脆，要不就太细，越细的打人越痒越痛。如果把这个带回去，说不定我娘对我下不了手呢，那我就可以逃过这一劫了呀。我觉得你还是去做梦吧，你爹娘把你都打出分寸来了，毕竟揍了10几年，怎么让你痛又不让你受伤，他们那是把握的炉火纯青。你就算是把这个棍子带回去，我估计你娘都能够研究出来怎么用这个棍子打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是怎么回事？娘亲好好的一个大美人，为什么要这么暴力啊？好好的当个大美人不好吗？反正啊，你就要一根不粗不细，打人不怎么痛的棍子是吧？我这里也有一个人选，他家有这样的棍子，而且还不止一根。谁？赶紧说！这人简直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居然有棍子还能打人不痛。去找太子，他们俩夫妻工具可多了，什么棍子啊，那简直多的是，都是情趣用的。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白晓又把刚才的话给重复了一遍。所以你是让我去问太子要情趣用品，然后让我娘用这个情趣用品打我？你怎么想的？反正就这一个地方有了，其他的人家里要不就是那种木片，要不就是用木板，反正打人都比你上次送出去的那个棍子痛。你不去也行，反正挨打的又不是我。我去，不就是一根棍子吗？我找太子妃去。他也想过向太尉府小姐把送出去的那个棍子要回来，但是俗话说呀，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你送给别人东西又要回来，这不仅打自己的脸，还打别人的。好歹是自家大侄女，他不能这么干。小林大人来了，他怎么来了？赶紧请人进来，把那些花果点心茶水都给端上来。下官参见太子妃。你动作轻点，我差点就飞到太子妃脸上了。你好歹行礼前要让我做个准备哦。小林大人不必多礼，不知小林大人今日来是有什么事情吗？那个太子妃啊，请问您这里有那种细细的小棍子吗？就是打人不怎么痛的那种。这小祖宗是过来干嘛的呀？他怎么问太子妃要这种东西啊？不知小林大人要棍子做什么？如果要棍子的话，外面不是随处都是吗？还不是我娘亲，
我只不过是把他经常教育我的那根棍子送给别人当礼物了而已，他就让我再找一根过来。你说他残不残忍？用棍子揍我就算了，居然还让我去找棍子，我这不是都找遍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吗？要不就是太细了打人太痛，要不然太粗了，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呀，虽然知道自己和太子的事情被传出去了，但是被人当面说还是很尴尬的。来人，把我房间里的那根棍子拿过来。还是太子妃人好，要那个黄色的打人最不痛。太子妃，请问有黄色的棍子吗？我喜欢黄色。这个借口很好吧？他就是纯粹喜欢黄色。当然可以，那就拿黄色的棍子吧。这根棍子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问别人要的。所以你是去太尉大小姐那里把棍子要回来了？什么呀？这是这家伙去向太子妃要的，这是人家太子和太子妃的私密用品。啥玩意儿？太子和太子妃的私密用品？这混蛋丫头脑子是怎么想的？这还不如在外面随便捡一根棍子呢。赶紧和我仔细说说，你这棍子是怎么来的？谁会给你这根棍子？赶紧和我仔细说说，你这棍子是怎么来的？谁会给你这根棍子？你们不是只让我去找棍子吗？反正我又不是偷的抢的。爹娘，你们可不能骂我。你们的要求我达到了，棍子我也找回来了。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今天累了一天，真的是累死我了，我得回去好好的泡个澡睡觉了。不是，你等等我，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害怕。你害怕个什么？有什么好害怕的？难不成我们还能吃了你吗？这小混蛋丫头，她难道就不知道尴尬吗？太子妃居然还真的把这个东西给她了，这现在要怎么办？让人把这个东西给送回去吗？别送了吧，反正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了，人家也都知道这小混蛋是什么样的德行。这小混蛋大事不犯，小事不断，而且大家都对他宽容得很。他们林家也没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为官几十载，他在官场上面也是兢兢业业，从不徇私枉法，所以也出不了什么事儿，顶多就是让人看个笑话罢了。还有这笑话，反正人家也看了不少了，也不差这一两个。现在他整个想法就是债多人不愁。听说今天他刚把林夫人教育他的那根棍子送出去，林夫人就让他出去找了，那个小系统就告诉他东宫里面有。这林默说话做事怎么越来越直白了？他就差把他有特异功能这个事情贴在脑门上了。谁说不是呢？咱们还得费尽心思帮他隐瞒，帮他掩盖。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呀。作为君父，朕关心一下臣子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林默不是寻找各种各样的棍子吗？你把先皇用来教育皇子的那些棍子拿出来，都给朕送到林府去。哈哈哈，光是在脑海里面想，他都能够想到林默被那些棍子揍的画面了，想想都很开心呀。不是，皇上为什么要送棍子过来？因为他知道了你今天找棍子的事情，而且你今天去了东宫，他肯定会知道的。尚书大人，这些都是皇上赏赐给小林大人的。皇上听闻小林大人今天一直在找棍子，所以就特地让人收拾了一些棍子过来，这些可都是先皇用过的。我能拒绝吗？我已经找到棍子了，真的不需要这些棍子。不能拒绝的，拒绝就是抗旨了。这些都是皇上对您的心意。欺负人，这就是欺负人总算是让你这个小魔王哭了。别哭了，别哭了，这有什么可哭的？这些棍子都是几十年前先皇打人的棍子了，这些年收在库房里面，早就被虫给蛀了。
中间都是空心的，随便一掰都能断。就这几十根戳你屁股，你屁股估计就红上一块，而且还第2天就能好的那种。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我没是骗你干嘛？所以这是送了一堆破烂过来？哎呦，朕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这都几10年过去了，罐子腐坏的都差不多了。唉，看来是看不到这场好戏喽。没事吧？现在应该好点了吧？嘴里有酸的时候倒是好多了。我最近是吃错东西了吗？怎么最近总是动不动就想吐，而且闻不得一点肉腥味儿？太子妃也回答不了他这个问题。他最近的胃口倒是挺香的，吃麻麻香。不过这个问题在第2天上早朝的时候得到了解答。林默带着白晓2个人在角落里偷偷的吃肉干。不得不说，这肉干做的是真的香，周围的人都给他弄饿了。可是太子却当着大家的面哇的一下吐了出来，上面的皇帝都被吓到了，赶紧让人宣了太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不容易快要把儿子给培养出来了，这个时候可不能出事情呀。他就这么3个儿子，3个儿子培养的方向都不一样，他可不想像先皇一样养儿子跟养蛊一样，这3个可都是他的心头肉。太子这是被人下毒了吗？太子这是被人下毒了吗？下什么毒啊？他这是孕吐，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孕吐。男人也会孕吐？开什么玩笑啊？难不成太子殿下也怀孕了？男子也可以怀孕了吗？还能这样的吗？男的也会孕吐？大惊小怪，夫妻恩爱，男的在女的怀孕的时候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这就容易孕吐。其实就是因为太紧张了，他过度紧张就容易吐，这就更加证明了太子和太子妃夫妻恩恩爱爱啊。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别说是你了，我们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过。你应该见过的吧？你在你娘的肚子里应该见过。你娘每次怀孕的时候，你爹都是吐得稀里哗啦。你娘之前还这么说过，怀3个孩子最辛苦的不是她，而是你爹。你们3个出生的时候，你娘基本上没受什么苦，咻的一下就生出来了。你爹就惨了，在怀孕的时候孕吐的是他，生下孩子之后照顾孩子的也是他，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媳妇儿，可以说生你们1个他就得辛苦1年，你们3个的话你爹就忙了整整3年。他是真爱你们呀，你们3个的话你爹就忙了整整3年，他是真爱你们呀。居然是这样的吗？他们知道林尚书很爱林夫人，但是没想到居然爱到了这种程度，总算是有一个前辈了。等会儿得跟前辈好好请教一下。那既然怀孩子这么难受，那我爹为什么要生3个呢？你娘喜欢孩子呀，而且你娘从怀你到生你们真的没有受什么罪。本来她想要1儿1女的，生完你哥哥和姐姐，本来他们就打算不生了。你是个意外哦，父母是真爱，你是意外呢。我居然还真的是个意外。虽然你是个意外，但是你爹娘对你也是真的好，可以说你们3兄妹之中，他们关注的最多的就是你了，最关心的也是你了。难道不是因为我最让他们操心吗？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个自知之明啊！哎呦，不管怎么样，你爹娘非常爱你就行了。至于你是不是意外，那不重要。是啊，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林默，是当今唯一的小林大人。林尚书果然是世上难得的好男子呀！哎，是啊，难怪当年能抱得美人归。林夫人当年倾慕他的人啊，不知道有多少呢。林尚书厉害啊！你给我回来，赶紧给我滚回来！老爹呀，这个事情儿子真的帮不了你。林尚书最后是被太子给解救的。太子殿下，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言，熬过去就行了。如果喜欢吃酸的，
那就吃点酸的压一压；如果喜欢吃点辣的，那就吃点辣的压一压。没有什么经验的。现在这能有什么经验？要是有经验的话，他能够经历3次孕吐吗？娘子怀大儿子的时候，他情况稍微好一点；怀大女儿的时候，他比较喜欢吃甜的；就怀那个小混蛋的时候，他吐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呀！闻到肉味儿吐，闻到蔬菜味儿吐，闻到汗味儿吐。还不止如此呢，还每天要摸肚子才能睡。你不摸肚子，他晚上就可活泼了。所以3个孩子中最折腾人的就是那小混蛋了。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压住这孕吐吗？这个我也是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许就吐那么几天就行了，或许你今天吐明天就好了。我夫人怀我林墨的时候，那我是整整吐了1个孕期。在她出生之后，我还得天天抱着她，不然她就不睡觉。是的，林墨刚出生之后，他可喜欢黏着自家老爹了，因为老爹的声音好听，而且抱着他比娘亲抱着他舒服。林尚书呢，真的是把他当祖宗呀，真的是一手把他带到了2岁。这一世简单的生活让林墨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了。父母的爱给了他底气，兄姐的呵护给了他能量，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有他的家人在他背后了。从东宫出来的时候，林尚书那是长吁了一口气。爹，你怎么还不回家呀？你不回家，你在这里干嘛？你哥没有带你回家吗？老大呢？刚刚不是自己偷偷的跑了吗？怎么都不管一下妹妹？爹，你赶紧尝尝看，这个是我亲手烤的呢，可香可香了。不对，亲手烤的，你偷了谁家的鸭？我们才没有偷呢，这是我们买的。这鸭可香可香了，那个人说了，说是散养的走地鸭。行了行了，你们2个赶紧给我闭嘴吧，赶紧给我回家。不就是身上脏一点吗？这丫头什么时候身上干净过？随她吧，让她爹去管。林墨凭借吃的逃过了一劫，只是林七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爹，这个事情真的不怪我呀，我就算是留在那里，那也是多一个人被困着，而且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啊。爹，我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别打屁股呀！太惨了，太惨了，难得看到爹打大哥呀。谁说不是呢？你以后也要听话一点，少挨点揍。这么大个人了，天天被揍来揍去的，丢不丢人啊？不丢人呐，这有什么丢人的？都是自家人，这有什么丢人啊？幸亏白晓不在这儿，不然稍微一问林七为什么挨打，这就暴露了。白晓从外面弄来了2只鸭，他正在伺候他的小鸭子呢。哎，你这表情也太恐怖了，你可别把小鸭子给吓坏了。林墨也真的是不理解他，想要吃烤鸭的话，自己出去买不就行了吗？也可以买活鸭回来烤啊，自己养多麻烦，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养得活。我的鸭子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吓到了？你等等，等过2个月我们就可以吃鸭肉了。话说，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大瓜？有啊，薛太医家最近出了一件大事，他儿子想要出去嫖娼，但是又怕被人抓住，然后就穿了薛太医的衣服，还做了个假胡子。前2天还被人看见了，大家都以为是薛太医。现在大家都在传薛太医老当益壮呢。还有这种事儿？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这不是之前的瓜不完整吗？现在完整了。他就说这段时间大家看他的眼神怎么都不对劲，原来都是家里的逆子呀。老伙计老家伙，别晕啊别晕，瓜还没吃完呢，等吃完了再回去收拾孩子。知道有坑爹这回事儿，但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坑爹的人呢。这人也太坑爹了吧，他在意自己的名声，就不在乎自己老爹的名声吗？他可真是他爹娘的好大儿，他
他可真是他爹娘的好大儿。还不止如此呢，这个人还赎了一个烟花女子，现在那个女子正在东巷那边呢，那边住的都是一些富商，那些富商都以为这是薛太医的外室呢。笑死人啊，这个逆子！薛太医也是真惨呐，这么大年纪了，还被儿子弄得晚节不保。哎呀，冤家，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你该不会又被什么小狐狸给勾住了吧？还是说家里那个不许你出来？薛太医的儿子可是他精挑细选的客人，不怎么聪明，又能够帮他赎身，只要把他好好的把握在手里面，那荣华富贵还不是手到擒来？这不是最近比较忙吗？我爹现在天天带着我学医，我也抽不出其他的时间过来呀。这不是一有时间就过来找你了吗？乔美人，真的是想死我了。什么样的小狐狸能有你勾人啊？至于家里那个，那就更不用说了，天天死板得很。两人你侬我侬，薛太医那边已经快要气晕了。连墨也算是好心，在下朝的时候还故意过去提醒了他一下。薛太医啊，你要是没事的时候去东巷看一看吧，我之前在那里见过你家大公子，他和一个女子亲密的很，我记得他好像是成亲了吧。你儿子儿媳妇应该不会去东巷那边吧？看他这表情，他是不相信我的话吗？我要不要现在带着他去看一看啊？也可以现在赶过去的话，说不定还能赶上好时机。今天他儿子又出门了。哟呵，这么大胆的吗？薛太医，我知道我随口说的话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这个人吧比较热心肠，要不我现在就带着你去看一看吧。你儿子好像在外面买了一个宅子，我知道那个宅子在哪儿。走，我带着你去看看。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回家之后会自己慢慢调查，真的不需要你这么热心的。快跑快跑，看戏去了。哎呀，快点快点，不然赶不上了。赶紧把我身上的龙袍给换下去，把我之前的那些粗布衣裳拿出来。呀，这么多人都跟着来了，你们也是关心薛太医吗？是啊是啊，我们也碰到过薛太医的儿子，不过当时他的打扮跟薛太医很像，我们都把他认成了薛太医。现在看来完全是我们搞错了呀，所以就想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快点快点，那两个人正干柴烈火呢，咱们赶紧过去抓奸。给我站住，让薛太医过去就行了。开玩笑，要是就这么冲进去，看到了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怎么办呢？哎呀，外面的门你没有关吗？该不会是有人闯进来了吧？爹，看起来他还是挺害怕薛太医的呀，那为什么还要干出这样的事儿？看就看，别乱说话。他这样的人啊，就是被压抑的太久了。父母都是强势的，娶个妻子也是强势的，这不就需要去外面来找一下他男人的自尊心了吗？爹，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爹，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些什么好了。说你胆子大吧，你还得装扮成我的样子才敢出门干这些坏事。说你胆子不大吧，你居然敢变成我的样子。我干干净净的活了这么几十年，这个名声一下子就让你给败坏了。要是我没有发现你，你是不是还要继续扮成我的样子，在外面胡作非为呢？大人，这件事情真的不关大公子的事儿，都是我不好。公子把我给赎了出来，我就想着报答公子。报答？那你就是这样报答他？他叫你给赎了身，本就是贪图你的美色，你敢说你也没有另外的小心思？老头子，我活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小手段没见过？青楼女子中有好的，但你这样的也不少。爹，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都不关青云的事。她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女子。看到了没有？这个青云的手段可厉害了，他故意这样说，然后让薛维心疼，也会让薛维心中对薛太医不满，这就离间了他们父子的感情。看到了没有？这个青云的手段可厉害了，他故意这样说，然后让薛维心疼，
也会让薛维心中对薛太医不满，这就离间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的？你是不是瞒着我干什么事儿了？我能瞒着你干什么事儿？主要是这个青云已经是惯犯了，这个薛家大公子是他的第4个客人，前面3个都被他搞得妻离子散了。你别看这个青云看起来柔柔弱弱，实则手段可狠了。他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前面3个都是富商，他也是在外面给别人当外室，做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还充当别人的解语花。慢慢的，那3个人的心也被他给把握住了。有个人想带他回去做妾室，但是他不肯，那妾室需要文书的，要是真的被逮回去做了妾室，那他的算计就失败了，还得把自己搭进去。他情深意重的对那个人说道，他不在乎什么名声，也不在乎什么名分，就是想和那个人在一起。然后就这么骗着，那个胖老头就被他给牢牢抓住了，连家里的妻子儿女都不顾了。为了让美人一笑，那胖老头买这里买那里，反正各种珍奇的东西都往这里送。你就算有万贯家财也经不起这样啊。后来2年，那个人的家底子就没了，妻子和那个胖老头合了离，儿女也跟着妻子走了，青云也失踪了，其实就是跑了。他之前不叫青云，每骗一个人他就会改一个名字。反正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你要是愿意和这个女人在一起，那你就不是我儿子了。儿媳妇我们要，你就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吧。这个宅子你是用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家的钱绝对不可能让你来养这个女人。现在你们就给我搬出去。爷，薛太医是真的要把他儿子赶出去吗？我以后要是做傻事了，你会把我赶出去吗？好好的看，你要是怕我把你赶出去了，你就别做傻事不就行了吗？再说，你这不是天天在做傻事吗？不管你做什么，自身安全是第一的，知不知道？其他的都好说，还有一个，不能滥杀无辜，违法犯罪。爷，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滥杀无辜，违法犯罪，我是这样的人吗？这一场戏也算是落幕了。薛太医好像是来真格的，这对苦命鸳鸯真的被赶出来了，不管他们怎么哀求都没有用。那个青云跑了，还带走了身上所有的钱财。跑呗，我们今天不是去报官了吗？就等那个女人跑了。妈妈，你救救我呀！我这些年都是在为你赚钱的。你讲的这些话我怎么就听不懂呢？你赚的钱怎么可能会到我的手上？你有什么证据吗？赶紧滚开，别挡在我家门口。哼，我要是你的话，那就现在赶紧离开京城。那个傻老帽在哪儿？我劝你还是先和他在一起，能骗的话就先骗住，先离开再说。就算是以后遇到了什么事儿，那个傻老帽也是个护身符啊。青云，你去哪儿了呀？这一大早上你就不见了，可担心死我了。我去给你抓药了。你之前不是说这里蚊子很多，被咬了很多吗？我给你抓了一些驱蚊的药，还有一些安神的药。我给你抓了一些驱蚊的药，还有一些安神的药。果然，青云是真的爱他，就连这个时候还在关心他。哎呀，我这个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是细皮嫩肉，长得也端正，我也不要贵了，20两银子就行。而且他还会点医术呢，你买了他呀，绝对不会吃亏的。那个青云是真的厉害啊！我以为报官了就能够马上把他给抓住了，谁知道他居然还留了后手。那个花妈妈也不是个好的。青云赚的钱基本上都给那个花妈妈了，等会儿我们就去黑市看一看吧，顺便也可以打击一下犯罪。好呀好呀，那个地方我还从来都没有去过呢，早就想去那里看一看了。黑市，我来了。放心吧，没事的，有小林大人在，能出什么事？不管怎么样，你儿子的命是保住了。
小林大人的攻击虽然不分人，但是应该也不会要人命。哟，小少爷也想要买人呢，我这里男女老少都有。你看这个小丫头长得好看吧？买她回去在身边伺候也好。你们这地方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买？那当然，只要你要，我们基本上呢都能够办得到。好，我买了，多少钱？人家是老板，应该不参与买卖的。这位小少爷，这个生意我做不了，我总不能把自己给卖了吧？那你不是说我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吗？你看这些人这么瘦，我买回去能干嘛？你这么人高马大的，能干的事情多着呢，我就要买你。老纪呀，这小少爷的要求倒是挺奇怪的呀，你要不就答应算了。嘿，我说你这个小白脸儿是故意来找茬的吧？赶紧滚！要是不滚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只见他愤怒地抓起老板的手，凶什么凶？不知道顾客至上吗？你要拍不会拍自己的手吗？把自己的手万一拍痛了怎么办？果然呢，人不要脸，天下无敌。麻烦各位帮个忙，把这个小混蛋给我抓起来。这细皮嫩肉，长得又这么好看，咱们直接就把他给弄了，一定能卖不少的钱。到时候这些钱咱们平分。居然还敢这样对小爷我！各位，小爷我最不差的就是钱，我今天就买定他了。只要是能把他给我抓了，我饶你们一命。啊？你说啥？饶我们一命？在别人的地盘上这么嚣张，这要是没有什么保护机制，那绝对会栽跟头呀。这丫头就是仗着有那小系统的保护，所以才这么胡作非为。林默直接从靴子里抽出了一把小刀，然后就开始收割起蛋蛋来了。哼，敬酒不吃罚酒。不知道小爷我号称什么吗？我号称割蛋杀手。疯了！林默这是彻底疯了呀！救命！我错了，我们把老谢给你，你想干嘛就干嘛，他这个摊子也给你。开玩笑，这要是被割了，这还不如死了呢。搞这么识相不就好了吗？以后这片地方归我管了。那个，你可得看好这个丫头啊，可别让她出去为祸人间了。还好当初你和皇上给她弄了这个职位，不然要真的让她去了闯荡江湖，那这江湖绝对动荡。真的要让这混世魔王去了江湖闯荡，那这世上那得祸害男人呐。估计来皇宫当公公的人只多不少，不一会儿官府的人就来了。我愿意去坐牢，实在是太可怕了，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我知道了，这人一定是皇宫里出来的，皇宫里有专门给人净身的太监，他绝对就是专门给人净身的小太监呀。被你发现了呀，我的师傅就是御前伺候的李公公。一个人去黑市是吧？你有几条命，有几个胆子？你倒是帮我说说话呀！都已经跪了半个时辰了，我腿都跪麻了。你的腿麻，我难道就不腿麻吗？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在这里跪着，谁让你那么疯狂？还是规规矩矩的每天在这里跪一个时辰吧，等你爹娘消气了就好了。薛维回家之后也比较惨，直接给上了家法，连续半个月都下不了床。而且他妻子也要和他和离，活该，这玩意儿就是活该。他就是被他家里人给保护得太好了，这么大个年纪还想要追求什么鬼真爱？你这么大个年纪，人家图你什么？长得又不是绝世美男，不就是图你的身份和钱财吗？你这么大个年纪，人家图你什么？长得又不是绝世美男，不就是图你的身份和钱财吗？可不是嘛，薛太医虽然严格，但是我觉得他的教育还是没有错的，孙子也是他教育出来的，
人家小孩子就接受的很好啊，小小年纪就熟读各种医书，这个薛维也真的是浪费了天赋。不过还好，他把天赋遗传给了儿子。说起这个，那个花妈妈和那个庆云抓到了没？我都差点忘记他们两个了。抓到了，现在正关在大牢里面呢。花妈妈手底下还有2个人，现在正在逮捕中呢。另外2个是在3天之后就有消息的。林默在朝堂上面吃瓜的时候正巧吃到的。你说那个青之和青霜和魏正安、秦征有关系？这2个人怎么和那2个坏女人有关系的？这段时间不见他们，自己学坏了？他们家的儿子该不会是第2个薛维吧？难怪这2个家伙天天早出晚归的，而且花钱都变少了。啊，不对，花钱变少了？养女人的话，不是应该花钱变多吗？他们没有变化，只是那2个女人看中了他们，然后找了一些计划和他们2个认识了。骗子下套之后，肯定要有一些投入的呀。偏偏这2个人呢，不太爱好美色，主要是那2个女人长得也没有他们好看。哼，这说的也是。然后他们2个就打算走解语花的道路，又伺候吃伺候喝，还给花孔雀和笨美人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不就是骗子的标准手法吗？然后花孔雀和笨美人2个人就被勾住了。确实是被勾住了，但是这2个人也是个人才。2个人以为遇到了大善人，然后就天天在人家那里吃喝，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也告诉人家，让人家给他们买。可以说他们没有花1分钱，然后在人家那里吃喝了小半个月。2个人天天早出晚归，然后就去人家那里蹭吃蹭喝去了。厉害呀！丢脸呀，真是太丢脸了。家里是缺少他们吃喝了吗？还天天去那女骗子家里吃喝，这2个憨货就不怕被算计吗？难道他们2个就不怕自己被下药吗？万一被下药，生米煮成了熟饭，那可就一切都晚了。他们俩确实是挺聪明的。他们俩出门的时候，身边还会专门带一个从小学习医术的小厮，吃的东西全部要检查一遍，把那2个女的都搞麻了。而且吃东西之前还要留样，不管那2个女的怎么说，他们2个都没有让小厮离开他们身边半步。想不到这2个人平时看起来呆呆傻傻的，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是挺有脑子的。哦，今天他们在他们老爹上朝的时候又出门了。昨天他们说想吃山参炖山鸡，然后那2个女的咬着牙买了山参，2个人现在正在大吃大喝呢。那2个女的为什么不放弃啊？这完全就是没有上他们的当，他们为什么不会放弃呢？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一种心理。他们都已经投入了这么多了，要是现在放弃的话，那前期的投入就全部打水漂了，这就和赌博一样，所以他们就打算继续赌一赌。青芝啊，你这手艺是真不错，你要不去我家当厨娘吧？我看你这身材挺适合的，膀大腰圆，一看就是个好身体。公子，我这身形膀大腰圆嘛，您怕不是喝醉了看错了吧？你们2个小姑娘家怎么把饭馆开在这么偏的地方，而且还不收钱？要我来说呀，你们就应该把饭馆开在人比较多的地方，反正都不收钱了，那正好图个热闹。谁说我们这里是饭馆了？白吃白喝我们这么久，就能把我们这里当饭馆？他们不是没有想过用点小手段，可是这2个人身边的那小厮真的是太防备了，不仅会医术，身手还好。就算是他们真的给他们2个下了药，估计下一秒他们就会被小厮给控制住了。而且这小厮到了这里一口水都不喝，搞得他们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嘿，老花老笨，老花老笨，你叫谁呢？小林大人啊，快来吃东西喝酒。我跟你说，这个饭馆不仅做的饭菜好吃，而且还不要钱呢。这2个老板娘还动不动就送客人东西，我们这手上的扇子就是他们送的，可贵可贵了。2位老板，请问可以送我礼物吗？
当然。请问姑娘喜欢什么礼物？我想要一尊大金佛，纯金的，越大越好。你还是早点洗洗睡吧。去做梦，梦里面什么都有。林默仿佛看不到这两个人的脸色，还在不停地许着愿望。什么大金佛、宝石头面、锦缎衣裙，各种各样珍贵的玩意儿都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人家要是有这些东西了，还过来行骗干什么？这位姑娘真的是说笑了。我们要是有这些东西的话，怎么可能还在这里？要不还是直接动手吧，把那两个憨憨叫过来，免得伤及无辜了。花孔雀笨美人儿，你们吃完了没有啊？要是吃完了就赶紧出来吧，你们老爹在找你们。找我们？干嘛要找我们呢？我们最近可没有怎么花家里的钱，总不能说是我们花钱大手大脚吧？他们确实是没怎么花钱，花的都是他们的钱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抠门的富贵公子，而且他们两个好像还听不懂人话。青芝啊，我刚刚跟你说的问题，你考虑清楚了没有？去我家做厨子吧，你长得也不丑，我也可以给你许配一个好人家。你喜欢男的女的？不是，我是个女的，还能喜欢女的吗？公子说笑了，我这个人比较爱自由，喜欢在外面生活。公子要是闲着没事，可以过来坐一坐，但是去做厨子还是算了。这一顿饭吃完，两个人晃晃悠悠地往外面走。林默和白晓还把人家厨房里的东西都给打包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放在这里也是浪费了。哎呀，不要脸，不要脸！我从来没有见到如此不要脸之人，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脸皮吗？跟别人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付出了这么多还没有一点回报的，我就不信我不能把他们两个给骗住。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有那么多官府的人过来了？在外面这半个月吃的舒服吧？你们是真的一点心眼都没有长啊！你知道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吗？难道不是女人吗？难不成他们是男人？这脑回路啊，可以和小林大人媲美了。骗子！他们是两个骗子，专门骗你们这种蠢蛋的钱的。孩子不听话，多半是叛逆，有事没事的时候打一顿就行了。两位大人要是没有经验的话，可以问我。不说其他的，我这挨打的经验还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什么部位打起来最痛，而且还不伤人。我爹娘揍我的时候，我都把经验给记下来了。小祖宗，你回头看一眼，你爹已经过来了。小祖宗，你回头看一眼，你爹已经过来了。你别给我们传授经验了，你还是把这个经验用到自己身上吧。别说话了，你赶紧转头看一看，你爹已经开始找趁手的工具了。有经验是吧？教训别人是吧？我今天就让你再长长经验。林默拔腿就跑，连尚书长腿一跨，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跟着。那软软的枝条甩在地上，啪啪的声音听着让人皮子一紧。他从头到尾这枝条都没有碰到林默身上，就是在快要赶上他的时候，在他脚边抽一下。虽然没有伤到身体，但是心理压力那是给的足足够够的了。小林大人，快跑快跑，快点啊！枝条快要抽到你身上了，林尚书离你还有一步远。给别人加油助威是吧？让你们给别人加油助威。不一会儿，逃跑的人之中又多了两个。这日子真的是越来越有趣了啊！京城里面也是越来越热闹了。可不是嘛！我觉得我们这一辈人之中啊，身体最好的就是林尚书了。就他这个锻炼身体的方法，我觉得他能长命100岁。此刻长命100岁的林尚书已经抓着自家小兔崽子回家了。刘大叔，买菜回来了呀？要给你孙女儿做排骨汤啊？不错不错，这个有营养。王大婶，你要去西城买点心呢，西城锦心阁好吃，其他家的都不怎么样。二狗子，又被你爹打了呀？巧了，我也是。别哭别哭，没事，回去认个错就好了。默默，你是把全京城的人都认识了吧？
这人哪像是挨了揍要回家的样子，被拎着还要跟别人打招呼。还巧了，你也是。你是什么？我有打到你吗？我从头到尾都是往地上打，好不好？回到家后，爹，我错了，我不应该在别人教育孩子的时候过去添油加醋。我也知道错了，我应该看好他，不应该在旁边嗑着瓜子看戏。可是我也阻止了他一次的，我还扯了扯他的袖子。然后他不听，你就在旁边看戏了是吧？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也幸亏大理寺少卿和吏部侍郎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要是遇到了小心眼的人，你们怎么办？人家的家务事你们掺和进去，这不是自己讨嫌吗？行了，你们两个就别跪着了，跪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该犯错的时候还是一样犯错。我只希望你们能把我的话稍微听进去一点。听进去了，我们全部都听进去了。这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就是去吃个饭而已，谁知道那两个人是骗子，我们也被欺骗了感情好不好？我居然还想让那个秦之来我们家做厨娘，他真的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啊！虽然他没有损失钱财，还在那个骗子家里白吃白喝了半个月，还被那骗子送了2把自己舍不得买的折扇，但是他的感情被欺骗了呀。娘，你看我爹把我给打的，不就是被抽了几下吗？你要多和小林大人学习。当然，他惹事的功力你别学啊，人家不会死，你要是惹事的话，你会死的。请问这是亲娘吗？爹娘，你们相信我，那真的就是一个饭馆。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一个黑心饭馆？我现在都怕我吃进去的肉是人肉。娘，我应该没有吃人肉吧？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就想吐，我还在那里吃了半个月。管管你的儿子吧，就这个脑子，这以后可怎么找媳妇儿？哎呀，没事没事，放宽心。虽然咱们儿子有点过于天真了，但是他的运气还是一向不差的。古人不常说傻人有傻福吗？他可能就是这种。咱们儿子每一次化险为夷，好像都有小林大人的影子。你说小林大人会不会是咱儿子的贵人呢？2个人对视了一眼，立马决定明天带着儿子去认干亲。这是搞什么呀？怎么突然要让你儿子当我干儿子？我不缺儿子呀！尚书大人，好好考虑考虑啊！麻烦了，林尚书啊，你真的好好的考虑考虑吧。咱们2家的关系也算不错吧，认个干亲也没有关系。这小林大人也多一个哥哥护着他呀。小白，这是咋回事啊？他怎么一直想让笨美人认我爹做干爹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听我给你细细道来。就是笨美人不是总是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可是每一次都被你逢凶化吉了，然后吏部侍郎夫妇就觉得你是笨美人的福星，所以就想带着她来你家认个干亲。那这也不对啊，他想要沾沾我的福气，那不是应该来认我吗？干嘛要来认我爹啊？小祖宗啊，你没开玩笑吧？你都比我儿子小，你让我儿子过来认你做什么？干娘吗？小祖宗啊，你没开玩笑吧？你都比我儿子小，你让我儿子过来认你做什么？干娘吗？你觉得可能吗？一个刚满16岁不久的丫头，总不能多一个比她还大2岁的干儿子吧？这不是笑话吗？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有点问题，他应该带着笨美人来认你做干娘了，这样关系不就更近了吗？干娘护着儿子，这才叫天经地义。难怪说你们2个能玩在一起，能够互相被绑定。就你们这2个的脑回路，要是绑定到了别人身上，那可不就完蛋了？要是这系统绑定到了别人身上，那估计都会意想不到对方的意思。侍郎大人，认干亲这个事情也不能草率。如果你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想来认这个干亲，
那我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不管你认不认，能帮忙的，我们还是都会帮忙的。毕竟自家这个混蛋在操心起别人的事情上来，那可真的是热心极了，主打一个随叫随到。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让2个孩子多在一起玩一玩。我家这个小混蛋，哦不，小女儿平时就和她的小白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玩伴。要是没事的话，你可以让秦公子来找她玩一玩。我刚刚是听到我爹叫我小混蛋了是吧？我没有听错是吧？恭喜你，你没有听错。这天天嘴上骂习惯了，心里也骂习惯了，一时没有改过来。对呀，小林大人性格开朗大气，要是直接和他打好交道，那可能还更好一些。他总不能看着朋友被坑吧？尚书大人说的是我心急了。小林大人应该也不介意多一个玩伴吧？不介意不介意，好玩的人来得越多越好。什么叫做好玩的人来得越多越好啊？你当我这是给你送玩具来了吗？见过林伯父、林伯母、林海玲、林大小姐安好，我们来找小林大人。我已经让人去喊他了。和我家这个丫头一起玩，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她要是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你们也可以阻止她，劝劝她。反正啊，自身的安危最重要。也真的是厉害了，3家父母强调的都是安全问题，可见林默在他们心中杀伤力有多大。老花老伴，你们俩终于来了。走走走，我今天带你们去玩个好玩的。那伯父伯母，我们就先走了，等有时间再过来拜访你们。他嫌弃我们的朋友古板，自己倒是找了2个不怎么古板的朋友，就是有点太过于跳脱了。让你们看看我的秘密基地，是不是特别的帅？你这秘密基地有点简陋啊，多久没住人了？小林大人，你怎么在这么荒的地方有个宅子啊？这都已经偏向郊外了。我记得这个地方好像是以前有灾害的时候，朝廷建起来给难民住的吧？你这个宅子应该也是吧？可不是嘛，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非得把自己的秘密基地设在这里，里面毛都没有，而且后面不远处就是一个百姓家的茅厕，真不知道他怎么选的。给我闭嘴！秘密基地当然不能在人比较多的地方啊，反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很好玩就行了。往前面走不到1里地就是一个桃园，我让我爹给买下来了。往左边走是一片菜地，我姐姐买给我的。郊外2里有一个小庄子，是我哥哥送我的，我娘出的修缮的钱。这个秘密基地可是处于这3个位置的中心，想去哪里玩都可方便了。你有这么多财产了吗？嚯，你爹娘和哥哥姐姐对你太好了，我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还得靠着我爹娘。没想到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小林大人才是最富的呀。小林大人，你真的是全京城里最独特的一个女儿家了。这就是上一次我从那2个骗子家里边搜刮的菜，我全部都放到这里了。来来来，今天我们玩一个厨艺小游戏。你们2个会做菜吗？家里都有人专门做菜，男人会做菜的很少吧？谁说男人会做菜的很少了？白小就会做菜啊，而且我爹也会做菜，我哥哥也会做菜。你们还不懂，男人会做菜很有魅力的。来来来，我教你们。默默，别玩了别玩了，我闻到了瓜的味道，就在那个茅厕那里。快说快说，什么瓜？我们能不能现场去吃？偷情瓜，茅厕前面那户人家的女人和一个野男人偷情，就在茅厕里面。那个女人的相公还在旁边的菜地忙活，你说胆子大不大？他们就不觉得茅厕里面臭吗？这茅厕可都是旱厕。这会儿就不知道了。走走走，咱们赶紧现场吃瓜去。你们还不知道茅厕在哪里吧？我先带你们去认一下茅厕，等会儿你们要是想解手的话就自己去。啊，我们好像撞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真的是太糟糕了啊！要不我们过去看一看吧？谁会在茅厕里干这样的事情啊？这绝对是在偷情。该不会是这户人家的女人在偷情吧？那个不远处忙活的男人就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4个人真的是各演各的，关键是还都没有发现对方的不对劲儿。真的是这户人家的女人跟别人在偷情，真的是太糟糕了。男主人人可好了，还给我送过果子。来，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这几个小鞭炮发给你们。救命啊！救命啊！各位，咱们任务成功。哎呀，你们俩又去哪里玩了？多大个人了，还把身上搞得这么脏。你就是带着他们去我的秘密基地烤番薯了，我还带了4个回来了。爹娘，你们尝一尝，另外2个给哥哥姐姐。除了烤红薯，还干了什么？真的没有干什么，就带着他们去烤了几个红薯。还看了别人偷情，帮别人抓了奸，还炸了人家的茅厕。什么东西？看别人偷情，帮别人抓奸，还炸了人家的茅厕？你们怕不是想上天？你们说小林大人带着你们去捉奸了，那堆人直接在茅厕里面偷情，小林大人带着你们去炸了茅厕，把那2个人炸出来了。爹，你是不知道有多好玩，小林大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他身上带了好多的小鞭炮，而且他的准头特别的好，扔小鞭炮的姿势也特别的帅气。你们没有被发现吧？没有，我们找了一个小土坡隐藏起来了。爹，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找小林大人玩了。是不是也觉得小林大人很好玩？他会的东西真的好多呀。完了，好像把人给送错了。你明天让人把沫儿今天去玩的那个宅子给修缮一下，把里面的物品也给置办一下，再安排2个人守在那里。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这么乱的事情发生，他是真怕出现意外。放心吧，今天这小混蛋回来，我就让人去安排了。不管怎么样，安全最重要。他考虑的还多一些，肯定不能让人守在宅子里面，那就得在附近安排几个人守着，最好生活在那里，时时的盯着，装作附近居民的样子，这样既能够不被发现，要是遇到了危险，还能够及时赶到。小林大人，你在我身边学习了，现在也该慢慢上手了。你不如开始学着记录一些事情吧。就是日记呗，我天天都写呀。说着，他就从怀里掏出来了一个小本子。早上起床什么心情也写了，早上吃的什么东西也写了，包括拉屎便秘都写了，还有面对各种事情的感想。确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日记本。小林大人，这样的东西我能随便交给别人看的，知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怕他学我一天的生活吗？我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给别人看了，你连拉屎的地点、拉屎的时候都要往里写，万一有些变态去你拉屎的地点蹲你呢，你还是要注意一点。有道理啊，还是我的安全感不太高。不过我在家里面，应该没人会去蹲我吧？谁想知道你这个呀？还有，你是一个姑娘家，怎么动口就是这些粗话？林家父子2个人已经习惯了，面对大家看过来的眼神，他们还能够很正常的看回去，那个眼神格外的坦荡。哟，这是小林记录的事情啊，这一天记录的还挺清楚的呀。朕最近正好缺一个记录的人，李公公那个徒弟最近生病了，小林爱卿要不过来忙活2天？所以这就让我干活了吗？不是说好我天天摸鱼就行了吗？这是欺诈。所以这就让我干活了吗？不是说好我天天摸鱼就行了吗？这是欺诈。小林爱卿也不需要太担心，就是过来忙2天而已。朕也知道小林爱卿是李大人的左膀右臂，等事情好了之后，就让你回来继续帮助李大人。林默呆呆的点了点头。小白，
我们能够去皇宫玩了，开不开心？兴不兴奋？我还能够见识皇帝的一天是什么样的。那你多带点吃的，皇宫里的吃的没有你家的好。你要不要这么诚实啊？他们当然知道皇帝是想看乐子，但是他们就怕自家这个小混蛋把皇上当乐子。皇帝到底是怎么敢的？居然敢把这小混蛋放在自己身边？莫儿去皇宫，万一惹祸了怎么办？你怎么当时就不知道阻止一下呢？当时那个时候也不是我能拒绝的呀。夫人，你也不必太过于担心了，皇上就是让木耳过去玩一玩而已，怎么可能把活真的交给他？就2天的时间，木耳很快就回来了。皇帝确实是没有真的把活交给林默，说是让林默记录，但是真正记录的是另外一个小太监。看着这一大包吃的，林家人这个心情一下子就平了。得了，他们在这里担心，这个小混蛋完全不上心。爹娘哥哥姐姐，我走了啊，你们不要想我，2天后我就回来了，我一定会把皇上派给我的活干得漂漂亮亮的。等回来我们就庆功。末时下午2点，皇上打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嗝，大葱味的。那个小林大人呐，这个事情就不用记了。为什么不要记？皇上的事情不是大事小事都要记录下来的吗？默默，你不用听他们的，你就记，这些可都是要记下来的。前朝的皇帝那是1天12个时辰，都让人记录得清清楚楚，吃什么菜，吃什么饭，什么时间上厕所，上厕所的时间，包括连便便的形状都要记下来。因为那个皇帝特别的怕死，要是生病了，可以根据这个马上找到病因，所以那个皇帝活了92岁。这么厉害的吗？这么厉害的吗？果然，人还是要活得谨慎一些比较好。活得谨慎，就是对自己负责啊。其实也不是不能记，生命安全最重要，不是吗？真的不用进去吗？不用记录吗？怎么想着把小林大人调过来做事情了？你哪来的胆子呀？现在好了，你睡觉人家都要守着你睡。真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情况。刚刚我出宫，他差点就跟着我进来了，还好李公公给拦住了。他还和我说，前朝的皇帝这些都是要记录的。真的是太尴尬了，以后还是让小太监来记录这些事情吧。里面有专门的小太监记录，这个事情就不劳小林大人费心了。小林大人毕竟还没有出阁，在这个事情上也不太方便，不如小林大人早点去休息吧。今天那个病了的小子就回来了，他那个病恢复的比较快呀，不如小林大人早点去休息吧。今天那个病了的小子就回来了，他那个病恢复的比较快呀。这样啊，那我就先回去睡觉了。虽然明天那个人生病好了，但是我还是想在皇宫里玩1天。这事都说好了，让我在这里玩2天，不能反悔啊。唉，干活真累啊。你看你今天写了这么多字，手都写累了吧？那个小太监确实病快好了，就是一点小小的风寒而已，不过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李公公突然派了很多人去照顾这个小太监，又是熬药又是伺候，难不成这个小太监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可是这也不对啊，要是这个小太监有什么特殊的身份，那我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小太监就是普通的小太监啊。难不成这个小太监跟李公公有关系？就像上一次李公公突然冒出来的那个儿子一样。你们两个的思维能不能不要这么发散呢？我儿时就入宫了，你们又想给我搞出一个儿子吗？师徒关系呗，和你一样，不过人家是真正的徒弟，不是你这个冒牌的。可不是，这个阉割圣手的名号还是你给我弄来的呢。快点快点，把吃的都拿出来，今天一天真是饿死我了。
还好听了你的话，带了点吃的过来，不然真的要饿死了。皇上吃的东西怎么还没有我家吃的好呢？之前在宫宴上面吃的东西味道还不错呀。那办宴会肯定要尽心尽力一点啊，好歹是皇家宴会，这自己吃的就没有宴会那么好了。毕竟得省着点吃饱就行，一切安全为重。确实，看到皇上吃的东西都是先有小太监吃了之后再给他吃的，那这么说来，他吃的都是别人剩下的了。白小停顿了一下，仔细的想了想，好像也是。吃完饭之后，两个人就睡觉了。你睡觉安分一点儿，不要堵着我的鼻子了，经常睡着的时候给我憋醒。知道了知道了，么么哒，赶紧睡觉了。人呢？早朝不上了？那小丫头该不会是还没有起床吧？好家伙，被4个宫女抬着，林默还睡得呼噜震天响呢。早啊，你们干嘛都在我房间啊？我是在做梦吗？怎么做梦还梦到皇上了？果然是日有所见，夜有所梦啊！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去上朝了。我说你这个人啊，怎么比我这个皇帝过得还要舒服呢？我在家里都是被我爹和我哥哥扛过来的，这大早上怎么起得来嘛？你说那个臭丫头昨天晚上没有惹事情吧？今天早上万一其他人叫她不醒怎么办？爹，你就别转来转去了，再怎么样皇上都不会和那个家伙多计较的。他什么样的德性谁还不知道啊？反正就这2天的时间，他总不能把皇宫给搅得天翻地覆吧。在正式上朝看到人的时候，这2个人才彻底放下心来。这皇宫怎么照顾人的？怎么1天不见，这小混蛋看上去精神都不好了，而且感觉都瘦了。皇宫的伙食有这么差吗？这皇宫怎么照顾人的？怎么1天不见，这小混蛋看上去精神都不好了，而且感觉都瘦了。皇宫的伙食有这么差吗？他早上的精神不是一向都不怎么好吗？你们这个滤镜开的有点太大了吧？而且就1晚上的时间不见，就算是不吃东西，应该都瘦不到哪里去吧？我们还是回家吧，今天晚上一定要在家里睡。虽然皇宫挺不错，但是早上还要自己起床。我也想今天晚上回家睡，所以等会儿就在皇宫好好的玩一玩，下午就回家。请问你把皇宫当成什么地方了？想玩就能玩的吗？今天有点没精神，不如吃个瓜精神精神。就赶紧说说呗，我现在真的是又饿又困，不想吃饭。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事，花孔雀和笨美人2个人凑在一起，把大理寺少卿府的茅厕给炸了。当时大理寺少卿就在里面上大号。这可真是个大孝子啊！大理寺少卿那个脸黑的呀，还不是和这个混世小魔王学的。他们2个说是要找一下那天和你在一起玩的感觉，然后就找到了一个没人的茅厕，刚巧大理寺少卿在里面一边看书一边上厕所，然后就从天而降几个炮竹。这个真的是灭霸，我都不敢干这样的事情，他们居然给干了。我要是在我老爹上厕所的时候炸他，他当场就能够把我塞进茅坑。这个时候就不要拿我举例子了，行不行？我要什么事情都往我的身上带入。我虽然平时会惹一点小祸，但还是有分寸的。什么人可以惹，什么人不可以惹，那我可是分得清清楚楚。在我家的话，地位最高的是我娘，然后是我姐姐和爹，最后是我哥。我哥打人也是最轻的，我姐虽然看着温柔，可是揍我的时候，那可就一点都不温柔了。都说了，让你别带入自家了，别再让你破坏你姐姐的名声。下朝之后，看着屁股后面的小跟屁虫，宣德帝那个愁的呀。林默呀，要不你自己去转一转吧，去皇后宫里或者是其他妃子宫里转一转都行，他们都对你很好奇呢。死道友不死贫道，先把这个混世魔王给支走再说。至于皇后他们，
他相信他们可以对付这个混世小魔王的。当初是你自己要把人留下来的，现在搞不定了，就要甩给皇后和其他娘娘。皇上你可真坑啊！小白，后宫的娘娘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吗？还可以吧，至少比你们皇帝这里好玩，去逛一逛也行。赶紧去通知一下皇后，让他们做好准备，记得把贵重物品全部都给收起来，万一给这混世魔王摔了怎么办呢？皇上放心吧，就算是小林大人真的摔了什么东西，他也是能够赔得起的。他貌似比您有钱。宣德帝听了扎心了。来，小林大人，这些点心都是我亲手做的，还有这个鸡也是我们自己养的，来尝尝看。小白，我感觉我简直到了天堂，这些娘娘们长得真的好看。皇后娘娘端庄大气，德妃娘娘清雅妩媚，安嫔娘娘清丽可人，其他的娘娘们也是各有特色。虽然这后宫的妃子不多，但是各种类型都有啊。皇上真的好福气。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我感觉皇上有点配不上这些美人。皇上配不上，就你配得上是吧？只可惜你没有这个硬性条件。美人姐姐是美人姐姐，你可千万不要沉浸在这些美色之中。别忘了，咱们今天还要回家的。这一上午的时间，林默在这里都快要乐不思蜀了。宣德帝处理完事情，本来想着来后宫看一看的，结果一到皇后的宫里，看到的就是自己所有的妃子围在林默身边，各种温柔小意。他都从来没有这种待遇，凭什么呀？喝水有人喂，吃东西也有人喂，还有人给他讲笑话。后宫着火了呀！他都是第一次知道后宫的娘娘们还能这么温柔。你们在这里玩得挺开心的呀，看来正来的不是时候啊。参见皇上。起来吧，该干嘛就干嘛吧。本来他以为讲了这句话之后，这些人能够消停一点，或者是他的女人们都会围到他的身边来。小林大人，这个鸡汤还不错吧？等会儿回去的时候捉2只鸡回去。我想吃鸡的时候，你们怎么这么不愿意呢？还想让他带走？小林大人，这个点心我看你挺喜欢的，我让人打包了2份，等会儿再回去吃啊。你居然不知道给我做吃的？我都不知道上一次吃你做的点心是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做了给他打包带走。淡定点，淡定点，你和一个小姑娘计较这么多干嘛？小林大人多可爱呀！我现在还不够淡定吗？我的妃子们都被他给抢走了。皇上，娘娘们实在是太好了，你真有福气。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怪呢？这皇帝到底是图什么呀？居然还把人给放进后宫，这和老鼠进了米缸有什么差别？皇帝呀，你硬气一点吧！你要是再不硬气的话，你妃子就被拐了。还摸，平时摸我的手还没有摸够吗？朝三暮四的小混蛋！什么叫做我硬气一点？你就不能硬气一点吗？早点把你家这个小混蛋给我带走吧！要是知道他进后宫像是老鼠进米缸，我怎么样都不可能让他进来。你这个小系统啊，真的是福冈不振，长得这么人高马大的，天天被牵着鼻子走。大气一点儿，我只是和娘娘们的关系比较好而已。我们女孩子都是这么交流的。女孩子们手拉着手怎么了？女孩子们还可以手拉着手一起去上厕所呢。皇上啊，要不咱们还是先走吧，等小林大人离开了之后再回来。哼，朕凭什么要走？朕是皇帝，皇后是朕的妻子，他们是朕的妃子，朕是他们的丈夫，凭什么让朕走？要走也是他走。咱们好像赶上好时候了。可不是嘛，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让父皇吃瘪吃成这样的人。母后和各位娘娘们，感觉好喜欢小林大人呀。我母妃都没有这样对过我，她居然还抱林默，她居然还喂林默吃东西。
赶紧找机会把这个混世魔王给带走。难得见到这样的一副大场面，干嘛要把人带走？哎呀，今天这个地的地板看起来挺好看的呀。父皇干嘛瞪他？他最近好像没有干什么事情吧？3个儿子，2个精明的看戏，这个傻的看不懂他的眼神，糟心呐。默默，玩够了也该回家了。你爹和你哥哥已经在宫门口了。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各位娘娘，下次再见。没事没事，我把这个令牌给你，以后你可以随意出入宫闱。你没事的时候也可以过来看看我们。我们在这后宫也挺无聊的。哎呀，小林大人真的是一个活宝，希望他明天也过来玩。你们不是还要赚钱吗？他要是天天过来玩，你们还有赚钱的时间吗？呀，哥哥，这些都是后宫的娘娘们给我的，她们可喜欢我了。可不是嘛，饭来张口的，左边抱着这个妃子，右边抱着那个妃子，还有个妃子伺候你吃喝，还有个给你讲故事，皇帝都没有你那么爽。不是，你直接抢了皇上的后宫啊！我这叫做人格魅力大。是，就没有见过你这么讨女孩子喜欢的姑娘。我看皇帝坐在旁边都快有气冒烟了。当天晚上，林默就让后厨把那2只鸡给烧了，老鸡用来炖，稍微嫩一点的就用来煮。这些可都是后宫的娘娘们手把手的伺候出来的菜呀，除了皇上，应该没人吃过吧？我也没吃过几回呀，平时都是靠偷菜偷鸡。吃啊！你们怎么不吃啊？这个鸡可好吃了。这个鸡炖的特别的入味，煮的也特别的香。是，这可才是真正的走地鸡，满皇宫跑地鸡，有谁能够吃到这样的鸡啊？这鸡确实是和我们平时买的不一样。我们要不也在庄子里面养一些鸡鸭鱼肉吧？平时要吃的话，就让庄子送上来。还用你说，早就养了，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长大而已。你们不能这样，给林默怎么就能够吃呢？朕可是你们的丈夫。皇上，您要是想吃的话，直接让御膳房做不就是了吗？御膳房鸡鸭鱼肉不都是有吗？干嘛非得盯着我们养的鸡？你也知道，我们养的鸡不多，今天又吃了这么多，又送了2只出去。要是再吃下去的话，这个数量就对不上了。新的小鸡还没有孵出来呢。你们这就是偏心，偏行至极。我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皇帝，我总不能还比不上那个小丫头吧？您确实是皇帝，但也是最没有钱的皇帝。都让姐妹们自力更生了，您还挑剔这么多干嘛？话说，你最近好像又藏了一些钱，是吧？不是，皇后怎么知道的呢？她就是藏了那么一点点钱而已。作为一个皇帝，身上没有钱那也是不行的。所以皇上您自个儿存下的钱就自个儿留着吧。平时给臣子赏赐东西的时候，也不要总是赏赐什么牌匾什么的了，也赏赐一些小玩意儿。每年全国各地不是会上贡上来很多东西吗？你也不要总是把这些东西卖了换钱。现在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国库也有钱了，该留的还是得留一下，皇室脸面还是得维护一下。这不是每年都卖东西卖习惯了吗？这一下子富起来了，心里有点改正不过来呀。喂，小白，避暑山庄真的凉快吗？他还从来都没有去过避暑山庄呢。前世在电视和小说里面看到过，每到夏季，皇帝就会带着后宫嫔妃去避暑山庄避暑。特别是小说里，一到避暑山庄避暑，就是一个重要的剧情节点，谁能够被带去那儿，就说明谁得宠。还好吧，就是比皇宫凉快一点儿，树多水多，通风系统做得比较好，而且冰库也大，储存了很多的冰，反正比皇宫凉快。毕竟皇宫都是一些高墙红瓦，植物遮盖的也比较少，肯定热啊。那有瓜吃吗？那边有瓜吃吗？放心吧，人多的地方瓜就多，而且你们这一次也很多人去的。
你要是想吃瓜的话，我现在就给你讲一个。快，赶紧来一个！好久都没有吃过大瓜了。密州刺史要上京述职，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不过他现在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什么麻烦？你别卖关子了，赶紧说。他在路上救了一个女子，然后被人给骗了。这人官是个好官，也很廉洁，但是做事比较死板。来的时候不多带一些人，现在连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那个女子是一个惯犯，人家把她救了之后，他就马上给人家下了药，然后扒掉了她的衣服，还故意大吵大闹的吸引所有人过来看。密州刺史这个人吧，嘴笨也不知道解释，最重要的是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也不见了，然后他就被抓了。被抓的时候连条裤子都没有，就穿着一条亵裤被抓的。不是，他手底下的官员都是这样的吗？堂堂一州刺史，这么蠢的吗？那他现在怎么样？人没事吧？可能傻人有傻福吧。他被抓的时候正好被树典刑。你知道树立典刑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那批犯人都会被送往京城，他也和那群犯人一样被送过来了。这群犯人都会交由京城来判罚。他真的很难得有无语这种情绪，但现在他心里是真的很无语啊！糟心呐，造孽呀！你放心，他要呈送给皇上的奏折没有被那女的弄走，也没有被人查到。他把奏折缝到了亵裤里面。心里的感受更加复杂了，怎么回事啊？看他是个好官的份上，咱们去救他吧。这个事情我也不好告诉其他人啊，总不能说我知道这些犯人里面有一个朝廷命官吧。还好这人脑子瓜子该聪明的时候还是聪明的，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丢掉。我觉得不用你，把犯人送到了之后，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谁了。认识密州刺史的人不少，这些人应该会被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少卿认识密州刺史，我这个时候能说不认识他吗？好丢脸呐！看到那个气质最端正的没有？那就是密州刺史。虽然浑身脏兮兮的，但是看得出来是一个正派人。看这个人的长相就知道，这个人很死板，很古板。大理寺少卿、刑部尚书两个人早就在后面等着他了。林默也听着白晓的话，找了个地方偷偷的混了进来，在旁边偷听。哎呀，你是怎么把自己给搞成这样的？不就是上京述职吗？你身边的人呢？身边跟着这么多人干嘛？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呢，我都让他们各归其位干活去了。我有手有脚，干嘛要这么多人伺候啊？是啊，你有手有脚，结果被一个女人给骗了，还被当成犯人押送到了京城。小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淡定的人。他难道就不怕自己在路上出事情吗？听到一个姑娘家的声音出现，密州刺史愣了一下，然后看向了屋子里的其他两个人。其他两人冲他微微的点了点头。所以我说这个人是个好官呐，但是古板也是真的古板，脑子不转弯的那种。奏折拿出来吧，你总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丢了吧？能否借我一把剪刀啊？我要去里面一下。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皇帝的。首先，当皇帝的度量必须大，而且承受能力得极强，不管是什么，忍受能力都得强。谁说不是呢？不然天天在朝堂上面被那个大臣说，被这个大臣说，这要是心不放宽一点，早就被气死了。这个奏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请两位大人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呈送给皇上。你和他的关系比较好，你帮他把这个送给皇上。关系好是关系好，但是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你是刑部尚书，你来。想不到大理寺少卿和刑部尚书功力居然这么深厚，他们居然还会无影手。你看他们的手都挥出残影了。不是吧？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
是想拒绝呢？不是吧？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是想拒绝呢？虽然吧，这个奏折味道有一点怪，但这里面写的东西那可都是实打实的事儿，都是需要给皇上看的。他现在这个形象也不能去见皇上呀，见皇上必须得沐浴更衣，穿戴整齐，这随便耽搁一下时间就长了。两位大人看看谁去送一下，这上面写的事情都很重要，还是尽快送到皇上手上比较好啊。大理寺少卿和刑部尚书对视了一眼，两个人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装作不在意地看上了某个角落。哎呀，小林大人，你怎么在这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呀，被发现了！小林大人也认识密州刺史？不认识啊，不过在外面看热闹的时候，看到他被一个人带进来了，我就跟着进来了。这个人看起来挺正派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犯人。那可真是谢谢你的夸奖了。那可真是谢谢你的夸奖了。小林大人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吧？现在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请小林大人帮忙。密州刺史是上京述职的，中途遇到了一些意外，他手上的这个奏折现在急需要呈给皇上，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吧，也不好去见皇上。我和刑部尚书两个，你也知道，最近送过来的犯人比较多，这段时间我们也忙得很，所以能不能请小林大人帮个忙，把这个奏折送给皇上？不是，我就是过来吃个瓜而已，怎么还给自己揽了一份活呢？你太倒霉了，他们两个都不愿意送，所以把这个事情推到你身上，你赶紧找个借口拒绝呀。不过这两个人的眼神倒是挺好的，居然看到你了，早知道就往里面躲一躲了。小林大人，拜托了，我们先带着严大人去换个衣服，等会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不就是让你们送一份奏折吗？干嘛要这么互相推脱，还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孩子身上？还说什么说呀？反正把东西交给这个混世魔王就行了，给我们还不如给他呀。什么东西到他的手上才是最安全的。哎呀，我的手脏了脏了，这个奏折是什么味道啊？爹，你快来救我呀！没事没事，那个东西把这个玩意儿给装起来吧。你只是碰一碰人家皇上还要看呢，而且还要仔仔细细看，还要在上面批注。这么一比较，你的心情是不是就好一点了？好个屁！我就是过来吃个瓜而已，为什么要碰这个玩意儿？自从我当官以来，我还没碰过奏折，这玩意儿我写都没写过。林默直接在外面找一块木板，然后把这奏折放到了木板上，双手捧着木板，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皇宫。哎呦，皇上，你快来救命啊！你能不能自己过来拿？我为什么要遭这种罪？我就是纯粹的过去吃个瓜而已，为什么这么对我？皇上啊，皇上啊！前面那个带路的太监满耳朵的都是皇上啊这三个字。人未到，声先至。宣德帝本来正在处理公务，结果突然就听到了各种皇上呀皇上呀的喊声。谁的声音这么凄厉？怎么还这么熟呢？小林大人，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的惨叫声怎么这么凄厉呀？启禀皇上，密州刺史的奏折已送到，请三皇子帮忙呈送。你送过来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差点被奏折对脸的皇帝一脸的懵逼。果然还是别人倒霉，看着心里痛快。皇上，这是密州刺史费尽心思送过来的奏折，他现在不方便来见您，所以就委托我把这个送过来了。我呸，委托我才怪了，分明就是把我抓壮丁了。明明是要大理寺少卿或者刑部尚书送过来的，那两个人嫌弃臭，就把我给抓了。我只不过就是凑热闹去吃个瓜而已，今天运气是真不好。没事没事，咱们在这里看视也一样，等会儿你就找机会在这里留着，
就看着皇帝怎么批阅奏折，看他怎么憋。真的，我还挺好奇你们皇帝能不能憋住的，还可以屏住呼吸，但是我不知道他能够憋多久。你礼貌吗？这混世小魔王总算是被惩治一回了。大理寺少卿刑部尚书做得好呀！妈耶，眼泪都要出来了，不是被感动的，是被熏的。和他们一对比，我其实送过来还好了，而且我还是放在木板上送过来的，就是大理寺少卿塞在我手上的那个，瞬间我碰到了。我看到皇上的脸都在抽搐，还有他那个颤抖的手指。你们皇上真是个好皇上。太子，密州的这个事情全部交由你去处理，老二辅助你大哥。我就知道父皇是绝对不会让我们轻松的。一个奏折害了多少人呐！爹娘，你们说大理寺少卿和刑部尚书是不是太过分了？居然让我去送奏折，我这个小小的官，他们真的不怕出事情吗？慢点吃，慢点吃，谁让你去偷听的？你要是不去偷听，不就没这些事情了吗？不过这是件好事，就是苦了密州刺史这一路了。他在外的名声还不错，就是为人有些古板。你以后见到他离远点，你以后见到他离远点。放心吧，爹，他看起来太古板了，我不和他玩，我和你玩的最好啊。本来是嘱咐你，怎么被你这么一说，就感觉我们好像嫉妒你和人家玩的好一样。你不是和我玩的最好吗？我们两个可是形影不离，谁都不能够越过我。是的，是的，我说错了，我和你世界第一好，我和其他人都是假玩。爱卿上京的这段路程辛苦了，奏折朕也看了，该需要处理的事情也让太子和二皇子去处理了，很快事情就会有结果的。严大人今天看起来精神好像还不错呀，比昨天看起来精神多了。这严大人人是真的不错，其实如果他要是花点心思，也不会这么快被抓起来。只是他听说这犯人要是被送往京城的，所以他就没有挣扎，反正都是要来京城。大哥，其实你真的可以再挣扎一下的，没有必要被当成犯人送来京城吧？有没有江南的官员上京述职啊？听说江南出美人长得有多好看呢？有没有我爹娘大哥大姐好看？你这思维跳脱的倒是挺快的呀。你想多了，虽然江南地区出美人，但是绝对比不上京城，毕竟谁不喜欢往皇都走呢？只不过那边长得好看的平均值比较高而已。你爹娘的颜值在这里算是顶尖的了。我就这么和你说吧，你娘要是早生几年，估计都会被先皇选入宫中。咦，那我得庆幸我娘生的晚，就先皇那样的，说句大逆不道的话，他根本就配不上我娘亲。别说配不上我娘亲了，就是随便一个正常的姑娘，她都配不上。她能够生下皇上这么好的儿子，那都是老天开眼让她中大奖了，不然这个皇朝迟早毁在她的手上。这么一个自私的人，潇洒了一辈子，这是拿国运在玩啊！玩归玩，结果把国库还给玩贫穷了。要不是皇上是明君，他们大庸估计真的要玩完了。这个小林大人确实是有一点放肆了，居然敢随意评判先皇，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其实皇上也挺想吐槽他那个老爹的，就没有见过这么坑儿子的人，既坑儿子又坑国家。所以每次林默说先皇的不是的时候，他的心里是真的太开心了。爹，我真的没有银子了，我今天还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呢，我总不能蹭人家吃的喝的吧？昨天才给了你钱，今天又要。你和小白不是时常都出去赚钱吗？钱呢？这不是给娘亲买礼物了吗？我还给爹爹你也订了一个砚台，不过要过段时间才能去拿。不要在外面乱玩，早点回家。
林默拿到钱之后，开心地抱着自家老爹的手臂摇了摇，正准备走呢，结果一转身就看到了古板的严大人。这个密州刺史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好像没有得罪过他吧？我昨天还帮了他的大忙呢。我也不知道啊，这人的脸色看起来也太吓人了吧？不知道严大人有什么事情？这人又抽什么风，又有什么毛病？没事干嘛吓孩子啊？我在密州就听说过小林大人了，林尚书也该多管教管教小林大人，有时候太过于宠溺孩子，也会害了孩子。小白，这个人没毛病吧？他这是不是恩将仇报？昨天要不是我去送奏折，他以为他能够这么好的休息一晚上吗？他居然向我爹告我的状。我爹宠我又怎么了？他自己没有爹吗？他爹不宠他，他就怪我爹宠我吗？可能这个大人觉得你太没规矩了吧？他出了名的古板，比你们家隔壁那个刘翰林还要古板。但是这话说起来也确实挺难听的。不过他年轻的时候，他爹确实也不怎么宠他，他爹更宠他弟弟。我觉得他这是在嫉妒你，不用管他，嫉妒使人丑陋，他会越来越丑陋的。这两个小混蛋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不过这样也好，简简单单的生活也好。小林大人年纪也不小了，有些事情也得懂得一些了，规矩不可破，希望小林大人以后行事做事要有所规范。你有毛病啊！你不要仗着年纪大就在我面前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我爹都不管我，你凭什么管我？规矩是什么？规矩是国家律法。我有杀人犯法吗？我说你这人真是奇怪了。昨天要不是我帮你送奏折，你以为你今天还能这么舒舒服服地站在这里吗？看你是个好官的份上，我才帮你一下，你可别给我得寸进尺。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严大人管的事情有点太多了吧？我家木耳虽然爱玩，但是也并没有严大人说的这么严重。规矩这个事情可大可小，严大人喜欢把什么事情都用规矩框起来，不代表别家也是这样。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教的，就不劳大人费心了。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教的，就不劳大人费心了。不是约了和别人出去玩吗？早点去吧，别让别人久等了。今天这个人的话你不用管，就当是耳旁风。哼，老古板，这么古板，难怪你妻子女儿都不喜欢你。你走的那一天，你家人还放起了鞭炮呢，活该。嘿，他这么讨人厌的吗？连妻子儿女都不喜欢他？可不是嘛，又古板又容易心软，受委屈的全部都是自家人，在外面当烂好人，自家人规矩特别多，这样的男的我瞧不起。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直接让周围路过的官员们都听见了。严大人白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你干嘛？我可没有对你动手，是你欺负我女儿的，想不到你居然要用这样的手段陷害我。是你欺负我女儿的，想不到你居然要用这样的手段陷害我。林尚书看到太医来了之后哼了一声，一甩袖子就走了。他就知道这人这么多年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但是没想到他还转移目标了。这人这么多年没被暗杀，也真的算他福大命大了。朕看这严谦真的是越老越古板了，人家林家妇女招惹他了吗？现在谁不知道林尚书夫妇是个宠孩子的？你当着人家的面这么说人家的女儿，还说让人家好好的管教女儿，这要是遇到一个脾气暴躁的，当场就打人了。皇上不要生气，严大人这脾气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都没有改变，改是改不了的了。不过皇上最好还是请他过来把事情说一下，免得他到时候在小林大人那里说漏嘴，那这就耽误大事了。最近他发现自己的姐姐总是出门，
以前除了她那些好姐妹举办的宴会，姐姐可是难得出门一次。可是这段时间3天2头就出门，本来她还没觉得有什么，可是昨天她居然发现姐姐在绣荷包，而且布料的颜色很沉闷稳重，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女孩子用的。你猜的没错，你姐姐在外面有狗了。这个狗长得好看，前途光明，还是你父亲的得意门生。不是，我姐姐才多大，她才10几岁呢。那个男人他是变态吗？长得好看又怎么了？我们家人长得都好看，前途光明。我们家现在前途不光明吗？还有我爹，怎么受一个这样的得意门生，居然勾引他女儿？你是不是忘记了，在你们这里10几岁就可以成亲生子，你姐姐18了，这里的姑娘17、18岁基本上都可以嫁人了。你赶紧告诉我，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有没有犯过什么事儿？绝对要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给说出来，从小到大的事情全部都给我说出来。能够娶她姐姐的人，他绝对是世上最完美的人，差一点点都不行。这个男人叫季千华，字之衡，今年20岁，镇南王义子，被称为常胜小将军，自幼跟着你爹爹学习，武艺高强，长相俊美，无不良嗜好，无小妾通房，而且从小就暗恋你姐姐。季千华，好啊，原来是他，难怪这家伙在他小时候总是3天2头给他送吃的，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就是因为这混蛋，他小时候有段时间都胖成了肉球。左想右想，没想到居然是兔子吃了窝边草。这家伙小时候把我害得可惨了，他为了见我姐姐，总是给我送吃的。你也知道我比较贪嘴，我7岁的时候简直胖成了一个肉球，要不是他把我喂得这么胖，我跳进我爹怀里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把他撞骨折啊？要不是他把我喂得这么胖，我跳进我爹怀里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把他撞骨折啊？都是那混蛋玩意儿，他就说这人怎么总是给他送吃的呢？而且每次都送到了他心坎上，送完了之后人就不见了。现在看来绝对是去找他姐姐了。这里怎么能怪得了人家呢？别人又没有逼你吃，你自己长得这么胖，怪得了谁啊？要我说，你爹是真宠你，你那时候都7岁了，还把你抱来抱去，不对，他现在也把你拎来拎去。哼，我姐绝对不可能看上他的，我姐怎么可能会看上一个大老粗呢？虽然他的颜值勉强达到了我们家的标准，但是他还是没有我们长得好看，他会拉低我们的基因。哎呦，这么操心干嘛？你姐姐的事情用你爹娘操心呢。而且这个人是真的很不错，脾气性格可好了，睚眦必报。那这个性格还可以，那种软柿子或者是窝里横的绝对不行。想不想吃瓜？今天季千华约着你姐姐出去吃饭了。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他还把花孔雀和笨美人2个人也找了过来。要是那个季千华对姐姐动手动脚，他就把这2个人推上去打他。你现在已经回到京城了，有什么打算？镇南王也会回来吗？父亲也会回来，边境已经平定下来了，而且还得和皇上禀告边境发生的事情，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走了。他怎么黑成这样了？这一眼看过去，就是看到2个眼珠子和1口大白牙，这么丑，可进不了我家的门。那丫头怎么来了？虽然这么多年都没有回京城，但是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还是知道不少的。确实是挺黑的，不过他的牙是真的白啊。这人绝对别有居心，他是不是就想把我姐姐给喂胖，就像小时候喂胖我一样？我姐姐胖了之后就不好找对象了，就只能嫁给他了。你真的想多了，而且你小时候长胖纯粹就是因为你贪吃好不好？我也不只是给你一个人送吃的，你们3兄妹我都送了，谁知道你一个人吃3份，我也没有逼着你吃啊。你这每次都一个人吃3份，你不胖谁胖啊？胖了之后还不允许别人说你胖，还逼着别人夸你苗条，不然你就用泰山压顶去压别人，
所以你每次问我的时候，我就只能说你没变胖啊，这能怪我吗？这丫头这么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有变，这胡话张口就来。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虽然晒黑了一点，但是男人黑一点也没什么吧。而且我看你姐姐的态度，好像对对方还挺满意的。什么满意？这人就是有心机。你不知道他小时候多可恶。小时候我让他偷偷带我出去玩，他口口声声答应了。我好不容易爬上了墙，准备翻下去让他接着我，他被我姐姐一叫就屁颠屁颠的跑了。我在墙上挂了一个下午。季千华摸了摸鼻子，有点不太敢和林然对视。林家兄妹两个对林默那可真的是打心底的宠爱。虽然说后面他也去把那个小胖墩给抱下来了，还用糖哄着他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那他还是提心吊胆了半个月。小白，你给我好好的查一查，我就不信这个人从小到大没有什么黑点。他在外面打仗，没有干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吧？默默，我把他从小到大发生的比较出格的事情和你说一遍呗。季千华5岁的时候往他义父镇南王的酒瓶里面撒尿，然后被镇南王狠狠地揍了一顿，还挂到了树上。他6岁的时候被狗咬了一口，还咬了回去。8岁的时候偷了你姐姐的荷包，嫁祸是你偷的。10岁的时候尿过床，还把床单换到了你床上。这混蛋玩意儿是逮着我一个人薅啊！他就说他4岁之后就没有尿过床了，为什么5、6岁的时候还尿过床？原来是这个混蛋。镇南王和他爹是至交好友，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带孩子也带不好，所以小时候季千华经常会住在他家。不得不说，这个季将军还是有点胆量的，居然敢求娶林大小姐。也不知道这个厉害的小姨子他能不能够承受得住。他13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喜欢的是您姐姐，也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了，所以就跟着镇南王出去历练，后来就开始上了战场。总体来说，这个人好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点坑你这个小姨子。哪里不错了？这人不诚实。他10岁了之后还尿床，万一以后跟我姐姐睡在一起，尿床了怎么办？你别听那小丫头胡说，我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尿过床了。4个人在这里埋伏了小半个时辰，最后是饿得不行了才走的。我就说这人在我小时候对我这么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他当时天天黏着我哥哥，我还以为他喜欢我哥，毕竟我哥哥长得这么好看，结果他喜欢的是我姐。不得不说，你真的是想多了。你是不知道，他那时候对我哥哥有多么殷勤，一下子问他诗文，还动不动就和他出去玩。我现在算是知道他为什么黏着我哥哥了，因为我姐姐那时候也经常在书房看书写字，这人实在是太有心机了。确实是挺有心机的，心机男。这件事情回家之后就瞒不住了，因为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林默心里那个吐槽的声音就一直没有断过。他们早就知道这2个孩子会有一点发展的，而且人家季千华也确实不错呀。女儿嫁过去之后，也没有什么婆媳关系，也没有什么妯娌之间的矛盾，多好啊！而且这孩子还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在人品方面还是可以放心的。就说那家伙小时候总是黏着他，原来是看中了他的妹妹呀！混蛋玩意儿，把我姐姐还回来！这丫头是做了什么梦啊？怎么表情这么凶狠？在做自己的姐姐被人抢走的梦。我得想个办法把她的注意力给引走。姐姐的事情让姐姐自己去处理就行了。季千华这家伙虽然挺坑的，但是对姐姐还真的不错。在上朝的时候，林默浑身都是黑气环绕，大家伙儿都看得出来他心情很不好。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一个大瓜吧。赶紧说说吧，如果这个瓜不满意，我还是要生气的。镇南王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他这么些年一直在外面打仗，也不知道林默居然混成了这样。兄长不必惊讶，小林大人现在可是红人，而且每天上朝可新奇可好玩了。好玩吗？他现在是还没有感觉到。
前2天京城开始流行了一个画本子，写的是信王和镇南王，2个人都是将军，而且都有战神之名，所以写画本子的人把他们给凑成一对了。这就是你说的好玩，这就是你说的好玩。吃别人的瓜确实是挺好玩的，但是前提是不要殃及自己。京城里的这些人是吃饱了没事情干吗？他和镇南王2个人管辖的地点都不一样，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林默听到这个立马就开始兴奋起来了。信王温文尔雅，镇南王英气勃发，确实是一对很好的素材呀。这是哪个姐妹写的？有眼光。嘿嘿，是信王妃让人写的。王妃，你又害我！林默现在心里那是痒得很啊，对于那个什么坑货姐夫的事情，早就被他给抛到脑后去了。他现在就想赶紧下朝，然后他要去买这个画本子，转移了注意力就好，其他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的事情就不是什么大事了吗？此刻的镇南王府管家看着送过来的一大笔钱，才一脸懵逼呢。还请管家帮忙收下，这是我们王妃让人送过来的。世子啊，这些都是信王府让人送过来的，我们该不该收下呀？收下吧，收下吧，这都是父王的卖身钱。不过父王确实是挺值钱的。什么卖身钱？王爷回来之后去卖身了？他不想收这些钱，可是这些钱世子说的是王爷的卖身钱，如果不收下的话，王爷不也就白干了吗？请世子放心，这些钱我一定会好好的用的，绝对不会浪费1分1毫，绝对不会辜负王爷的。季千华点了点头，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管家表现得这么痛苦。有钱入账，这不是好事儿吗？这有什么？不就是写个画本吗？镇南王想必早都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以他为原型写的画本，不说上百本，也有几十本了。而且我又不是白写的，钱也已经送过去了，还是给他拿的大头呢。而且我又不是白写的，钱也已经送过去了，还是给他拿的大头呢。这是钱的问题吗？镇南王这么多年在外面战场厮杀，这一点钱怎么能比得过他的尊严？不错不错，看来弟妹还是个实诚人呢。现在他们府上正是用钱的时候，而且儿子还得娶妻呢，不就是被人以原型写个画本吗？以前又不是没有被写过，而且以前的那些人可从来都没有送银子过来。弟妹的人品不错呀，信王真是好福气。王爷呀，虽然咱们府上不怎么富裕，但是也不至于贫穷到如此地步，还让您去卖身呢。啥玩意儿啊？哎呀，这是管家理解错了呀，但是这不关他的事儿。此卖身非彼卖身，他没有说错，只是管家理解错了。你仔细和我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卖身钱？你仔细和我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卖身钱？看着自家抬头望天，慢慢的往旁边挪的世子，老管家不动声色地挡住他的去路。是世子爷说的，他说这些钱是王爷您的卖身钱，你这么轻易就把我给卖了？哼，卖身钱是吧？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不一会儿，镇南王府就传出来了一阵阵的哀嚎声。林默过来送吃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一幕。这家伙是不是被揍了？瞧瞧这声音多么的美妙，这简直就是如同天上的仙乐一般呢。那可不，信王妃把这画本子赚的一大半的钱都送给了镇南王府。季千华口无遮拦说这是他爹的卖身钱，他这不被揍谁被揍啊？墨儿，赶紧救救哥哥我呀！只要你救了我，以后你做什么我都答应你。这人嘴里满嘴跑火车，讲出的话根本就不能信。咱们一边吃一边看吧。镇南王的身体素质是真不错，瞧把季千华给揍的。这貌似是林夫人让你送过来给我们的吧？你就这么吃起来了？林木儿，你好歹也是在我背上长大的，
你忘记你小时候是谁给你当马骑，是谁让你坐在脖子上的吗？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也胜似亲哥了。你就这样见死不救吗？当着我的面你还威胁你墨儿妹妹啊！我可真的是把你给打轻了。这一次父子交流感情交流的特别的充分，林墨和白晓两个人看着这个食盒，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完了，东西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小丫头，你还真的见死不救啊！你看我这被揍的，你要是帮我说说话，那我就不至于被揍得这么惨了。还帮你说话，我不火上浇油就不错了。觊觎我姐姐的男人都该打。墨儿啊，你过来找我们是有什么事情吗？还是你想找你的华哥哥出去玩啊？那个，我娘亲让我送吃的来，但我刚刚不小心把吃的给吃光了。榕树，你等一等，我再去家里拿一些。娘亲让我送吃的来，但我刚刚不小心把吃的给吃光了。榕树，你等一等，我再去家里拿一些。让你这个没出息的哥哥和你一起去啊！总是让你跑来跑去的，算什么呢？他这么鬼鬼祟祟是想干嘛？怎么跟个贼似的？我估计他是怕你姐姐看到他这个样子，这都快被他爹给打成猪头了。你们俩仗着可以在心里对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吐槽我是吧？季千华，你怎么到我家来了？我父王让我过来拿东西。过来拿什么东西啊？我娘让墨儿把吃的放在那个食盒里面送过去了呀。全部被这两个人给吃完了，所以我父王才让我过来的。你们两个不是在家里吃完了过去的吗？怎么还把别人的一份给吃了？季千华千万般遮掩，但最后还是让林然看到了自己这张鼻青脸肿的脸。林然把他拉过去上药了。这人分明就是故意的，他在用苦肉计。我看他刚刚那个眼神，那个表情，那可怜兮兮的样子，他不是去进修过了吧？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不要脸。季千华主打的就是一个能屈能伸呢，他和三皇子走的是同样的路线，真不愧是尿床二人组。你这敬佩的点可真不一样。三皇子殿下，这位就是朕的王世子。我今天介绍你们认识呢，是因为你们有相同的经历，我觉得你们肯定有话题可以聊。什么相同的经历啊？你们俩都尿床，还同样都喜欢嫁祸给别人。小丫头，我说你能不能少坑我？我从小到大对你还不错吧？你忘记谁小时候经常给你当马骑了？你是说，你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然后你爬到桌子底下，让我直接磕到桌子边是吗？这人从小就不靠谱，虽然对他很好，但是干的事情每一件都是缺心眼的。你们两个的相处还挺好玩的。可不嘛，一个比一个坑。林墨和季千华无语，你这系统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乱说话呢？我们两个哪里坑了？你们俩在这好好的玩吧，反正你们俩也是兄弟。三皇子殿下，你好好的和他玩啊，千万别让他有时间去找我姐姐。听到林墨后面这句心声，这两个人差点就没有绷住。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呀！你说我过去还能赶上那个瓜不？赶得上，赶得上。花孔雀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此刻的花孔雀躲在小池塘里，看着面前两个决斗的小老头，满脸激动。有一个小老头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太师，还有一个小老头不认识。他就说今天小林大人找他们出门，绝对不是等闲之事。师兄，这些年你的身法倒是倒退了不少啊。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啊？你看你这脸上的皮皱，看起来比我还要老啊。这俩小老头是师兄弟，太师的这个师弟啊叫杨开，从小就不受拘束，因为会观星。之前先皇还想让他入朝为官，但是被他给拒绝了。然后他就在外面游荡了几十年，外面的人都尊称他为杨天师。最近才回来的，太师和这个师弟已经将近20年没有见面，这不一见面就打起来了吗？师兄，你自己喜欢在这京城待着，你就好好待着，你干嘛非得让我留下来？我这还不是关心你？你看你现在年纪都多大了，
还在外面游荡，到时候死在外面，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我也不是让你入朝为官，就你这样的性格，让你入朝为官，我怕你祸害别人。你就好好的在京城待着养老不行吗？你看你这么大年纪还孤身一人，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些年，也不知道给自己找个妻子。哼，这小老头虽然没有妻子，但是一点都没有亏待自己。这小老头可花心了，他以优越的体力和技术，还有那舌灿莲花的本领，得到了不少女子的推崇，因此还有不少女人。这小老头这么厉害的吗？这可真的是真人不露相啊！他还以为这小老头和太师是一样的呢，他是真不敢相信这个师弟在外面居然这么花心，还以优越的体力和技术。什么体力什么技术啊，你这日子过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难怪这杨天师不愿意来京城做官，他可真是一个人才。那他和那些女人就没有闹过矛盾吗？怎么没有了？他那大门牙就是被一个女人给打掉的。这人吧，虽然不会脚踏几条船，但是他很多次都是无缝衔接。前2年和一个小老太太分开了之后，没过2天，他马上就找了另一个新小老太太，然后上一个小老太太就看不惯，当天晚上就把他打了一顿，还把他绑起来挂在树上挂了一晚。我原本以为这些小老头小老太太都挺古板的，没想到这只是我以为，人家是表面古板，实际开放，而且这开放程度好像有点太大了吧。原本以为这些小老头小老太太都挺古板的，没想到这只是我以为，人家是表面古板，实际开放，而且这开放程度好像有点太大了吧。可不是嘛，你别看这杨天师现在孤身一人，他在外面还有好几个儿子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有儿子？你有儿子？如果他有儿子，那为什么没有女人找上门来？人家为什么要找上门来？人家又不缺钱，又不缺男人，干嘛要找一个老男人？虽然这老男人技术不错，但是现在体力不行，人家干嘛要找他？孩子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怀的没有错，但这都分开这么久了，人家几个小老太太日子过得挺好的，干嘛要来找这个老男人？年轻的时候和这个男人玩一玩，还白得了一个孩子，多么美好的事情！而且人家几个小老太太因为他联系在了一起，现在还处成了闺蜜，他们3个儿子1个女儿也互相认了亲戚。厉害了，不得不佩服这些小老太太。这些小老太太日子过得有点太爽了吧？这些小老太太日子过得有点太爽了吧？而且总感觉这个杨天师干的好像不像正经活，靠体力和技术，这怎么有点像那个活呢？所以他是被当成借种的啦。真不愧是他的红颜知己呀，拿得起放得下，他欣赏。太师没忍住，又是一拳头上去了。师兄，我就这一颗门牙，你还要给我打断？你这也太狠心了！我要去师傅那里告你的状去。还想去和师傅告状？师傅那都80多的人了，还见你？要是知道你干的这些事情，我拿笤帚把你打出来，那都算是好的了。小白，你看，想不到太师这小老头居然还有这样的爆发力。他居然把他师弟的门牙给打掉了，本来人家就少一颗牙了，他还打掉另一颗牙。这要是以后和某个红颜知己见面了，这杨天师该有多丢脸呢？人家光鲜亮丽，他连笑都不敢对别人笑，因为一笑就是2颗缺了的门牙。你看他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大家还要去找师傅，他们的师傅是谁啊？刚刚太师说他们的师傅已经80多了，这可是高手。他的师傅是老国师，可以说先皇在的时候，整个朝堂就是老国师撑起来的。要是没有老国师，先皇早就把这天下给败了。现在老国师就在京城外面的忘忧山养老呢。
那这老国师可真的是大功臣，敬佩敬佩。反正你给我好好的在京城待着，都这把年纪了，你还想出去沾花惹草啊？师兄，你这话说的就有点难听了。什么叫做沾花惹草？我和人家姑娘那都是你情我愿，我们分开那也是和和气气的分开的。现在应该叫不了姑娘了，得叫那些小老太太，因为他现在找的都是些小老太太，还要照顾小老太太们，确实和那些小老太太都是你情我愿。你能不能不要说话呀？这讲的我和个什么似的。小白小白，和他有关系的那些女人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人啊？特别是生下孩子的那几个。他那些女人大部分可都了不得，京城的这个是工部侍郎家的老太太，全家的老祖宗呢。哦吼，这让他以后怎么去面对人家呀？我真是服了。京城的这个是最早的一个，当时杨天师年轻的时候还在京城的时候认识他，两个人当时可甜蜜了。既然这么甜蜜，最后怎么会分开呢？和平分手，和平分手，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因为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没有打过人家，人家女方爱打人，打不过，还被打哭了3回，最后告到了老国师那里，老国师让他们俩分开了。分开了之后，他还被套着麻袋揍了一顿，然后伤好了之后就立马离开了京城。想不到师弟在京城居然还有这样的过往，该不会是不在京城做官也有这个原因吧？杨天师自此之后找的都是喜好琴棋书画的姑娘了，绝对不找有武艺的。可能是这一次给他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吧。他离开京城之后，最先到达的是京云，然后和一个富商家的小姐相识了，两个人在一起交往了3个月，然后他就被踹了。不是说和那些女人都是和平分手吗？怎么还有被踹的呢？和平分手呀，只要是没有动用武力，那就是和平分手。我们对和平分手的理解和杨天师对和平分手的理解有些不太一样。对他来说，只要没有动用武力，那就是和平分手。除了额外几个，他和其他的姑娘也算得上是和平分手吧。这老头真的是越挖越让人吃惊，估计是被工部侍郎家的老太太给打怕了吧。那个小姐开始挺喜欢杨天师的，后来她觉得杨天师无趣，就把杨天师给踹了。不过她也弥补了杨天师一大笔钱财，杨天师很乐意的接受了。那个小姐还介绍另一个姐妹给杨天师，这就是杨天师的第3个红颜知己，一个知府的女儿。杨天师就是因为受到了推崇，所以这几10年过得还不错。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呢？他怎么感觉杨天师有种男宠的感觉呢？所以他就经常这样被转手。上一个和他没感情了，就把他介绍给下一个。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别人才会给钱让他过得这么潇洒呀。也有那么几个是他自己找的，那几个还靠他发家了。毕竟他还是会一些观心算命之术的。这究竟是什么神人呢？知道了吧？我的魅力就是这么大。这分明就是把你当玩物呀！你这老混蛋还一脸嘚瑟，人家把你玩够了，给你一笔钱财，然后又把你介绍给另外一个，你还真以为是你魅力大呀？我还真以为你是主动的那一个，没想到你居然是被动的那一个，被动的给别人介绍来介绍去，丢死人了！这哪里是外面有理呀？这分明就是给别人当男宠去了，还是玩够了立马就给你钱转手的那种。要是让师傅知道，非得被你气死不可呀！在外面游历呢，没想到他干的事情居然是这样的。早就听说杨天师继承了老国师的衣钵，当初我爹还说，可能以后杨天师也会留下来做国师，只是没想到，他居然外出游历去了，还是去给别人当男宠。林默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要是杨天师这件事情传出去，
那绝对能在京城引起极大的动荡。好啊你呀，我以为你是真的在外面游历，没想到你在外面居然是干这些事情，你对得起师傅吗？对得起啊。师兄，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这3个师徒之中另类的是你呢？啥玩意儿？什么叫做另类的是我呀？你以为我在外面干的这些事情师傅不知道啊？啊，他知道的可比你多得多了。你要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去见师傅。师傅不也没有妻子吗？你真以为他也是清心寡欲？你实在是太单纯了。哎呀，师兄，我只不过是对人生看得比较开而已，大家都是你情我愿的，想怎么过自然就怎么过呗，没有必要非在这里约束自己。师傅和我是一样的人，他红颜知己呢也不少，讲究的是你情我愿，可以说我们3个之中另类的是你。天师在外游历了这么久，也辛苦了，不知天师以后有什么打算？是留在京城，还是打算继续在外面游历呢？我师父师兄年纪都大了，我也不好意思在外面游历，所以还是留下来比较好。皇上的想法呢，我也知道，关心管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我只是想安安稳稳的在京城过好下半辈子，给师父养老送终，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管。我估计杨天师是不行了，不然以这人的性格，肯定会在外面继续玩的。他要是担心他师父和他师兄，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不回来？确实是不行了，毕竟年纪大了。他和最后一个老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就嫌弃他了。我说你们2个能不能不要总是把我的私事讲来讲去的？还有，我行得很，我懂医术，身体倍儿棒。小白，你说杨天师这男宠的一生也算是跌宕起伏吧？可不嘛，吃女人软饭吃了一辈子，明明自己有本事，可偏偏爱好吃软饭。不过他也着实是挺幸运的，这辈子没有受过什么挫折，顶多就是被打了那么几顿。这个女人和他感情淡了，马上就有下一个女人接盘，既能游山玩水，还有人负责自己的消费。毕竟啊，这人是靠技术吃饭的。他们好像听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了。不过杨天师还是比不过他师父，老国师那才是真正的厉害。他可真的是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能护住国家，不仅把自己的能力用到了极致，还把自身的身体用到了极致。还有老国师的事情，谁能来救救他呀？师父和师弟都是这个样子，其他人该不会以为他也是这个样子吧？他可是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呢。要是没有老国师，他们大庸早就败了。他们也想知道老国师为国家是怎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老国师的事情，这都已经把我的兴趣给勾引起来了。你别着急嘛，老国师这人是个很矛盾的人，他特别识大义，但是对于小事却不怎么看重。先皇多疑，所以老国师和他周旋也不容易，还要在他手上保下这么多清官大臣，这就需要消息来源了。所以他和后宫的妃子有往来，这就是你说的把身体运用到了极致。这是什么皇室心秘呀？你想到哪儿去了？老国师怎么可能会干这样的事情？先皇后宫的妃子个个都是蛇蝎美人，这沾上还得了？老国师是从各宫的大宫女入手，毕竟这些妃子干的事情，大宫女是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且大宫女还能给那些妃子们洗脑。老国师凭借一己之力，成了皇宫各大宫女的大众情人，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人脉。在皇上登基之后，他也把这些大宫女全部都放出宫去了。现在那些大宫女们过得还不错。在皇上登基之后，他也把这些大宫女全部都放出宫去了。
现在那些大宫女们过得还不错。林默听得嘴巴都张开了，只要不是和后宫妃子私通，那都好。虽然知道了也没事，毕竟那些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况且老国师做的都是为国为民，要不是老国师那么多年的贡献，先皇那个疯子不知道要杀多少人了。毕竟一个连自己的母亲和儿子都能够痛下杀手的人，你指望他能够有多少善心呢？可以说今天这个早朝上的真的是跌宕起伏。老国师和杨天师在他们心里的印象彻底的翻转了，大家心里对待老国师的感受更加的复杂了。先皇后宫的妃子那可是多的数不胜数，一个妃子身边至少有一个大宫女，先皇宠幸妃子那是看自己的心情，老国师的话那就得时时刻刻的安抚那些人，太难了。在皇宫门口，林默正准备跟着自家老爹老哥回去，结果突然被杨天师给堵住了路。林尚书是吧？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继承我的衣钵呢？这样的容貌要是和他学的话，那绝对能够赢得天下女子跟随，肯定会比他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去，这老道士居然挖我娘的墙角，继承他的衣钵，跟着他去当男宠吗？他刚刚还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他还以为继承衣钵是跟着杨天师学观星之术呢。你这样的容貌在这里做官真的是可惜了。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学当国师，而且还可以赢得天下女子的跟随。滚滚滚！你这人怎么还来破坏人家的幸福家庭呢？我爹才不需要什么天下女子的跟随，我爹已经有我娘了。就是，自己花心还要劝别人花心，我呸！哎呦，我不过就是这么提议一下，你爹要是不行的话，你哥也可以呀。林翰林容貌也极为绝色，现在应该也未娶妻吧？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了？滚滚滚！我哥才不会跟你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呢。我哥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就死心吧。小丫头，你总没有喜欢的人吧？你生得跟你爹爹似的，你愿不愿意赢得天下男人跟随？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我干啥要赢得天下男人跟随？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挺好的呀。臭道士，鬼道士，默默，绝对不要答应他。这男宠他要当就让他当去吧，咱们家有钱的很，不需要去吃软饭。是的，我们家才不需要吃软饭。爹爹大哥，你们可千万不要被那个臭道士给迷惑了，他这个人不行。爹爹大哥，你们可千万不要被那个臭道士给迷惑了，他这个人不行。你们简直都不知道他干的是一些什么事儿。反正你们不能和他多接触，你们要是和他多接触的话，那你们可就完蛋了。知道了。不过你对人家杨天师也要尊敬一点，人家可是老国师的徒弟，不用张口闭口就是臭道士，小心人家对你记仇。我怕他记仇，他的黑料我要多少有多少，小心我给他宣传出去。就是，这人当男宠的时候，各种花里胡哨的事情干得可多了，要多少有多少。到时候咱们给他宣扬出去，让他直接成为天下第一男宠，让他流芳百世。对，让他流芳百世。流芳百世是这么用的吗？哎，你们两个能不能多读一点书啊？小白，你好像要把成语给用错了，它应该叫做遗臭万年，怎么能够叫做流芳百世呢？对呀，不过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流传给后人。反正你不用担心，这臭道士虽然花心，但是人品还不错，不用担心他报复。算了，不想和这两个没文化的计较了，有时间还是多压着他们读一些书吧。他们好歹是清流世家，怎么能出两个那么没文化的人呢？林默和白晓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读书生涯要开始了。时间又过去了几天，大家正式出发去这避暑山庄了。大哥，
能见到大嫂，你开不开心啊？你现在还孕吐吗？大嫂不在身边，你现在应该不孕吐了吧？滚远一点！天天在外面疯玩，也不知道帮我做些事情。马上你侄子侄女就要出生了，你礼物准备好了没有？这还用你说？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亲自给我侄子和侄女做了木马，还有摇床呢。大哥，你说要是我的小孩出生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孕吐啊？你想这个事情有点太早了。你前2天不是跟我说你不想这么快生孩子吗？既然不想这么快生孩子，那就好好的帮我干活。这么大个人了，一点都不懂事。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去避暑山庄玩也要读书？爹呀哥呀，你们不能这么逼迫我们。不过就是让你们多看一些书而已，有必要这样哭得撕心裂肺吗？你看你们平时用的那些成语，说你们没文化吧，你们成语运用的还挺多的；说你们有文化吧，成语一个都不对。我对你们的要求也不高，能够给我好好的运用成语就行了，别丢脸。伯父，我觉得我成语运用的挺好的呀，你认真的吗？爹，就放过我们吧。你让我们看画本还行，对于那些文字多的东西，我是真的看不进去。你难道想看到一个被那些书逼得憔悴的女儿吗？行了行了，暂时放过你们。反正以后给我多看一些书，我们家绝对不能出2个没文化的。谁没文化？都不可能是我们2个没文化。我们2个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的，论有文化，谁能比得过我们？就是，刚刚你的成语用的好对呀，无所不知，这不就把成语用对了吗？你们的快乐是真的很简单。到达避暑山庄的时候，已经快要晚上了。哇哦，这避暑山庄怎么比皇宫还要好呢？这个地方是先皇修的，先皇喜好奢靡，追求舒适，所以避暑山庄修缮的就比较好。可不吗？天气刚刚转热，先皇就带着一大队人马来了避暑山庄，一直到了天气冷了才回去。1年有1/3的时间在这儿，可不得把这个地方修缮的好一点啊！小心一点，花草树木多的地方蛇也多，这园子里面还是有不少蛇的。花草树木多的地方蛇也多，这园子里面还是有不少蛇的。不应该啊，避暑山庄肯定会有工人看着的，怎么会有这么多蛇？人就算再怎么谨慎，也会有一丝疏漏。反正你不要往草木旺盛的地方去就行了，这里面还有果树呢，等会儿我们去摘果子。他们2个讲完之后，开开心心的找地方玩去了。让人把这个避暑山庄的上下全部都给排查一遍，仔仔细细的搜索，一定要一丝不漏。爹娘，我回来了。爹娘，我吃瓜回来了。你这是又跑到哪里吃瓜去了？就不能消停一点吗？你对这个地方又不熟悉，还总是乱跑，是真的一点都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想不到我哥还挺给力的嘛。果然，男人耍起心机来，那可是比女人厉害多了。我这未来嫂嫂可真帅气。果然，男人耍起心机来，那可是比女人厉害多了。我这未来嫂嫂可真帅气。他刚刚就是去吃自家老哥的瓜了。林七和花瑶县主2个人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约会，结果还是被这个人给找到了。花瑶县主做什么都很照顾林七，林七被迫柔弱了起来，2个人的角色完全就转换了。林默躲在暗处看着自家老哥这娇弱的样子，都快要笑翻天了。之前花瑶县主主要是招婿，因为那些高门大户都不愿意娶她。现在好了，花瑶县主要是嫁进来，那可就热闹了。可不吗？到时候他要天天缠着这个帅气嫂子，
孩子的事情让他们孩子自己去处理。花瑶县主年纪大一点，更加成熟，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到。如果他们想成亲了，自然会说的。我说他们两个天天没有一点事情干，就到处乱窜。皇上要不干脆安排一点事情让他们干算了。林七每天不是在给林默擦屁股，就是去擦屁股的路上，要不就是被当成瓜吃。皇上不是也给小林大人派过活吗？只不过小林大人着实不太适合干活。小林大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这辈子估计就是来享福的。可不吗？整个京城就没有比他更加闲、更加好玩的人了。每天什么烦恼都没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可是真正上面有人护着的。反正他干什么都有皇上他们顶着。这混世小魔王只要不杀人放火，那都不是事儿。小白，明天要不我们来卷个头发吧？要是把头发搞成异域风情的，那他走出去那就是最靓的仔，说不定还能引领京城潮流呢。随便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吧。不要把头发弄断了就行。不过你要注意点，把握好那个卷的度，这翻车的可不少。我现在是不是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异域风情？白晓闭上了眼睛，转过了身。什么鬼异域风情啊？都变成了异形了，还异域风情？真不愧是我居然成功了！你现在特别像印度高僧，再把脸涂黑一点就更加像了。只是外出之后，在面前被他吓哭的小朋友，林默也哭了起来。为什么这么丑？这怎么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我还化了一个美美的妆呢，为什么还是不好看？这小孩子谁家的呀？身边就没有一个丫鬟或者小厮看着吗？就让这么一个小孩子在外面乱跑，这多危险啊！你为什么要哭啊？他哭是因为被吓哭的。这个长得奇奇怪怪的姐姐为什么要哭啊？你看我这个样子，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哭了。那你不要哭了，长得比你丑的妖怪还有。我娘给我讲故事的时候，讲了很多很丑的妖怪，你不是里面最丑的一个。你可真是挺会安慰人的。小白他说我丑，他居然说我丑。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说我丑过。不丑不丑，你不丑，这小孩乱说的。你只是这个头发和这个妆化的有些不好看，能把这个头发弄直了，把脸擦干净了就好看了。人丑不是头发的问题，哥哥，你不要骗人。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小孩啊？这话讲的有点扎心。小孩还给他们两个讲起了大道理，说什么不要以貌取人，虽然长得丑，但只要心地善良，那就是美的。我要离开这里，这小孩实在是太侮辱人了，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哎呀，这妖怪虽然长得丑，但是实在是太脆弱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把自己丑哭的妖怪呢，我得回去和小伙伴们说一说。小白，先不要回去，现在大家都起床都出门了，我要是现在回去的话，那不是给大家看笑话吗？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吧，等晚上大家都睡觉了，我们再回去。林默也是难得一次要脸了。那行吧，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的玩一玩，看你脸上的这个妆能不能用水洗掉。洗不太干净的，现在这化妆的东西也有一点点防水的功能了，回去之后得用油来洗，用水洗的话只能够把它晕染开。这一天，在这城郊的村子里面传出了一个传言，说是山上下来了一个妖怪，脸白嘴红，发顶黑蛇，实际上是黑卷发，身边还有一个身穿白衣的俊美男子服侍。这妖怪见人之后，声音如女子哭泣一般，面容恐怖至极。听说他吃小孩抓美男，被他抓住的男子都会成为他的奴仆。这个传言一天就传出去了，傍晚的时候，这传言直接传到了皇上他们的耳朵里。
你们家小玲在家吗？这丫头也不知道是搞什么鬼，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天都快黑了还没有回来呢。好了，知道这个传闻中的妖怪是谁了。等会儿我们就找人少的角落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都回到房间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在外面游荡。几分钟后，看着围着他们的侍卫们，两人满脸的尴尬。是我呀，我不是什么妖怪，我是林默。这可真是太绝了，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山上山下村民们最忌讳的存在了。1刻钟后，白晓被带到了皇上面前，旁边所有人都在。林默，现在外面都传言山上有妖怪，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因为害怕吓到大家，所以才打算晚上回来的。早知道就不搞这个什么卷发了，也不化妆了。放宽心，放宽心，不就是丢脸吗？咱们已经习惯了。这小祖宗的想法是真的与众不同。你白天回来，别人还能看清楚你长什么模样，你晚上回来，你这个打扮，你这不是要吓死人吗？爹，你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过的。我今天吃了1天的野果子，根本就不敢下山。还有一个小孩嘲笑我丑，还有砍柴的人看到我就说我是妖怪。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受过这么多委屈，他们居然说我丑。我们俩长得这么像，他们说我丑就是说你丑。爹，你要给我报仇。看着抱着自己大腿哭的林默，林尚书挣扎了一下，可是腿上的这人纹丝不动。你把自己弄成了这样，别人不说你丑，说谁丑啊？连小孩子都嘲笑你了，你还要出去玩，你就不知道原路返回吗？行了，别哭了啊！这么大的一个丫头，还哭什么哭呀？以后不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出去，吓到了人家怎么办呢？林爱卿，赶紧把你家这小祖宗给带回去，明天绝对不能让他这样来见我，把他的脸洗干净一点。爹，我的小兜里面装了好多的野果子，我等会儿拿给你尝一尝啊。这个果子可甜了，比京城里面卖的果子还要甜，我们可以用来做果酱。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吃果子做果酱？看你回去怎么跟你娘交代。伯父，有鸡腿吗？我们今天1天都没有吃饭，我们想吃饭。一家有这么2个祖宗也真的是绝了。以前大家都觉得林尚书总是冷着脸，脾气肯定也古怪，可是现在看来他们都猜错了。这全京城就没有比林尚书脾气更好的人了，不然家里有这么一个小祖宗，非得被气死不可，怎么可能会这么宠上天？张二，原来你在这里呀！我去山下买了一些小零嘴，你要不要尝一尝？这人天天讨好我姐姐，不知道我姐姐不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吗？你这么多年了，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我姐姐，不知道我姐姐现在不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吗？哦，这猪肘子真香啊，感觉比京城里面卖的还要好吃。那个，我姐姐不吃这个东西，放着也浪费了，我就帮你解决了啊，不用谢我。千华哥哥，坐这里歇一歇吧，你看你额头上面的汗。男女授受不亲，你用白小的。你这多冒昧呀！2个大男人共用一条手帕，你怎么想的？后面不管2个人有什么接触，林默都得过来插上一嘴。然而，我突然想起来和默儿有一点事情要处理，等会儿我再过来啊。你不跟上去吗？不用，反正又不会出现什么事情。出什么事情我也可以感应得到的，反正距离也不远。这半个猪肘子还有猪蹄，要是吃不完，那可就没有了。要是等他们回来，我可就吃不到了。而被季千华扛走的林默就没有这么舒服了，但他还是给自己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季季哥，你这衣服怎么不吸油啊？感觉连我的手都擦不干净。你这小混蛋，给我安分一点，谁让你把油擦在我身上的？还有，不要叫我季季哥，叫我华哥哥或者千华哥哥。什么季季哥？小时候他还觉得季季哥这个称呼很正常，只是小孩子喜欢用叠音字而已。
可是自从看到这混蛋小丫头对着牛鞭叫牛唧唧后，他就再也不能直视自己这个名字了。嘿嘿，我从小到大都是叫唧唧哥，改不过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娶我姐姐，就必须得过我这一关。所以我劝你对我好一点，不然我就给我姐姐吹耳边风。把你的爪子从我的耳朵上拿下来，拿我的衣服擦，还拿我的耳朵擦手是吧？既然知道我对你姐姐有意，那你不应该帮我吗？好歹我们还是一起长大的，我从小到大都这么照顾你。实际上，今天这2个猪肘子也是特地为林默买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林然最近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每次来见这个小丫头，他的手上就没空过。他给林然准备的是口味清淡的点心，早就让人送到房间里去了。吃了我的猪肘子就得帮我说话，不然别想我给你送好吃的了。我不。哎呀，臭丫头，松手，松手啊！你这是怎么总爱抓人头发呀？你先把我的手放开，我就把你的头发放开。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都年纪这么大了还打架。挠他痒痒肉，挠他痒痒肉。下一秒，季千华就笑了出来，把身体弯成了一只虾。常胜小将军又怎么样？还不是打不过我？你开心就好。在林默和白晓开开心心的走后，他才可怜兮兮的从地上坐了起来。哎，这混蛋小丫头，有谁能治得住她呀？然儿，你看我被咬的。哎呀，我不是都说了，你少招惹他吗？默儿还是有分寸的，不然你的手上就不止这2个牙印了，你的头发可能都不在你的头上了。季千华哭唧唧地抱住了林然的手，林然细心地安慰着他。哼，那小丫头还想和他斗，不知道有个办法叫做苦肉计吗？他要是不想让自己被咬到，那这小丫头估计都进不了他的身。我的吃的呢？我才离开这么一小会儿，你就把我的吃的给吃了。我这是在帮你，要是等你回来的话，这些东西都凉了，不好吃了。你这人的嘴这么挑，到时候肯定吃不了的，那这不就是浪费了吗？所以我就帮你吃了。你是从哪里学的这么无耻的？明明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赶紧告诉我，是谁把你给带坏了？白晓没有说话，就只是默默地看着他。总不能是跟着我学坏的吧？我可没有这么无耻啊，我是最坦荡的人了。他们今天是准备下山去看一看的，还约好了人。银子都带好了没有？多带一些铜板，银子怕别人找不开。这还用你吩咐？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面赶过集呢。走走走，可千万别错过了。他们都是在京城土生土长的，京城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繁华，大家每天都在赶集。哎呦，这是哪里来的几个小仙童啊？我还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人呢。哎呦，这是哪里来的几个小仙童啊？我还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人呢。应该是来游玩的达官贵人吧？这附近不是有几个达官贵人的庄子吗？没有，各位大娘谬赞了，我们就是长得一般般的好看，可不是什么小仙童。这位大娘长得也好看呀，这里山清水秀，养出的人也是水灵的。你们倒是融入的挺快呀。他们这一路夸了别人，也吃了一路。村民们还挺淳朴的，还给他们免费送东西吃。不行，我们怎么能白吃里面的东西呢？我们有钱。整个人跟个散财童子似的穿梭在人群中，在他们没有看到的地方，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死死地盯着林默。青儿，你清醒一点，那几个都是富贵人家的公子，我们家的生活又不是过不下去了，你为什么非得做这样危险的事情呢？可是青儿还是纹丝不动，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林默。她是这几个村子里面最漂亮的姑娘，她也不想嫁给村子里的那些男人，她宁愿给有钱的人家做妾室，也不愿意嫁给这些人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娘，你就别管我了，你也不想我嫁给一个普通人搓磨一生吧？
我已经看好了，那个最矮的，那个年纪应该最小，而且大家好像都是以他为尊，所以他的身份一定最高。我只要能够把他给拿下了，那我这一辈子就有着落了。白晓因为怕这里有危险的人，所以把这边的人全部都给探查了一遍。发现这个青儿的时候，他也是挺无语的。他把林墨和花孔雀他们拉到了一边，把这件事情和他们说了。他看上了你，没有看上我，这什么眼光？虽然你生的比我俊美，但手比你高大，比你魁梧，这姑娘的眼光不行。这就是我的魅力比你大了。你比我高又有什么用？我长得好，魅力大。别得意了，你想好要怎么办了没？那人都快过来了。山人自有妙计。不一会儿，那个青儿就过来了，近距离的看着这4人，青儿的脸上都有点羞红了。越走近看这几个人，看起来就越好看了。他把注意力放在林墨身上，然后故意轻轻地撞上去。林墨关注到他的这个动作，直接一个蛇形走位扭开了。他这个动作丝滑至极，看得旁边3人那是目瞪口呆。你这小姑娘会不会走路？怎么横冲直撞呢？你说的是山人自有妙计，就是这个妙计。你要不说的话，我还以为你是蛇成精了，或者是被蛇附身了。一个人怎么能扭成这样？林墨从头到尾嘴角都带着一丝邪魅的微笑，他觉得自己这样更有魅力。最后那个青儿破罐子破摔，直接张开手扑了过来。哈，他虽然不会武功，但是这些技巧那可是学得杠杠的。这个方法就是他平时抓遮挡物的方法，毕竟爹娘揍人的时候，他都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到一个遮挡物替自己遮挡。拿着刀的屠夫惊呆了，莫名其妙躺在屠夫案板上的青儿愣住了，惊讶的3人嘴巴张的都能塞下鸡蛋了。拿着刀的屠夫惊呆了，莫名其妙躺在屠夫案板上的青儿愣住了，惊讶的3人嘴巴张的都能塞下鸡蛋了。你真的是每天都在刷新我的认知，我真的很庆幸在这全世界这么多人之中选中了你。大家都给我作证啊，我可没有想杀人，是这姑娘自己躺到我这里来的。青儿自己从案板上面爬了下来，可怜兮兮地看着林墨，像是受了多大的伤害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林墨是负心汉呢。哎呦喂，这个女的居然还敢瞪他，这小林大人是吃素的吗？只见林墨往自己的大腿上面一掐，然后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这可是他这么多年修炼出来的技能啊，每次爹娘打他的时候，他都是用这个招数。小林大人这眼泪怎么说来就来啊？这也太厉害了吧！有什么诀窍可以教我们一下吗？到时候我们爹揍我们的时候也能用得上啊。白晓眼疾手快的往他们手臂内侧掐了2把，还顺势拧了一下。就是用这个办法呀。虽然这个办法简单是简单了一点，但是绝对的管用。就是用这个办法呀。虽然这个办法简单是简单了一点，但是绝对的管用。大哥，你长了个嘴巴是干什么用的？就不能用嘴巴说吗？非得掐我们一把？手臂内侧的肉掐起来好痛的，知不知道？这一下流眼泪的变成了3个人了，青儿1对3，完败。你看着这几个小公子干什么？你这小姑娘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心思，刚刚那几下差点把我的骨头都撞散架。人家小公子洁身自好，你非得往人家怀里面撞，把你放到屠夫的案板上都算好的了，你还可怜兮兮的看着人家，你看把人家气的，把人家兄弟几个都给气哭了。哎，不是，这哪儿有泪不轻弹？你们怎么说流眼泪就流眼泪啊？我都还没哭呢，你们哭什么哭啊？大娘，你误会了，我没有这样的想法。哼，还想骗我？谁没有年轻过？要是我年轻几岁的话，哪还有你的份儿？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正常交流，大家也不是那么不开明的人，你正常过来和这几个公子交谈不就好了吗？这一来二往熟了之后，你们要结亲就结亲，要当朋友就当朋友，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儿。
这一来二往熟了之后，你们要结亲就结亲，要当朋友就当朋友，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儿。你搞这么一出是想干什么呀？不仅把自己的名声毁了，还毁了人家的名声。人家出来玩一趟，还被你这个狗皮膏药给粘住了，这是倒了什么霉呀？现在的年轻姑娘哦，哎，我看这人好像有点眼熟，该不会是程瞎子的女儿吧？不是说程瞎子的女儿知书达理，长得也好看吗？这哪里知书达理了？他们家还把女儿送个私塾呢，还上了几年学，结果就上了个这么个玩意儿。那几年的钱真是浪费了，连个礼义廉耻都没有学懂。听着这周围的嘲讽声，青儿掩面哭着跑了。他这捂着脸跑，真的能够看得清路吗？这里的路又不像京城那么平。这话是有什么魔力吗？说摔就摔了。来，刚刚多谢各位大叔大婶儿、哥哥姐姐们帮忙了，这些算是给大家帮忙的报酬。哎呀，小公子不要这么客气，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帮个忙也没什么。你们也难得来我们这里一次，这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把我们这边的名声也给带坏了吗？也就是，其实我们这里的姑娘还是很好的，那个就是个例外。我们对孩子的教养还是很看重的。我当然知道婶子们把儿女们都教育得很好，从婶子们的态度就能够看出来素养了。俗话说，好娘教好儿，家里的孩子们是什么样的人，看父母就能够看出来。那个小林大人，好娘教好儿是一个什么俗语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从今天开始你就听到了呀。这种俗话不都是第一个人说出来，后面的人传开的吗？我今天就当这个第一人。对的，你爹爹还总说我们没文化，这不是有文化的很吗？爹爹娘亲，我今天晚上要吃腊肉，我要爹给我做。你给我站住！怎么又把自己搞成这么脏兮兮了？别过来抱我啊，要抱就抱你爹。夫人，你真的还爱我吗？爹，我要吃腊肉，我要吃炒腊肉，还有烤乳鸽。你不会自己拿到厨房让人给你做吗？还有你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玩吗？怎么还买了这么多菜回来？这可不是买的，这是别人送的。难道这山下还有这小混蛋认识的人？他的交友范围这么广吗？爹爹娘亲，你们是不知道我的魅力有多大。有一个姑娘想要给我投怀送抱，她连撞了4、5回都想撞到我怀里，只可惜我身法卓绝，她这个想法失败了。说重点，夸赞自己的话就不用说了。什么叫做夸赞自己的话就不用说了？我这是实话实说好不好？得亏我这么多年一直在被揍的路上，所以我这个身法那可是修炼到了顶，一般人根本就摸不到我的边儿。就是，这叫做实话实说，一点都不是夸张。这两个小祖宗这讲着讲着又跑偏了，真的是日常偏题。经过了小一炷香时间的对话，夫妻两个也总算是把林默话里面的意思给搞懂了。总之就是他女扮男装出去，被一个姑娘给看中了，姑娘还想用手段粘上他，但是被他给拒绝了。明明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事情，这小混蛋硬是说了小一炷香的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吹嘘自己的聪明才智。爹娘，你们是不知道当时我的魅力有多大，不管是谁见到我都说我长得好看。我虽然身高矮，但是我的气场一点都不矮。行了，你不是要吃炒腊肉吗？我去给你做，赶紧回自己的房间洗个澡，把衣服换一下。你看你这个样子，给你一个碗，你都能出去乞讨了。林默讨好的笑了笑，拉着白晓就回自己的房间了。你说他们两个不会连洗澡都在一起吧？越想
他越觉得有这个可能。白晓最先是附着在自家这丫头身上的，那肯定是什么事情都知道。就算是变成了人，这两个人也是形影不离。虽然说他们给白晓安排了院子，但是这人也是天天往自家闺女的院子里钻。别以为他们不知道，这人晚上天天变小，和林默躺在一张床上，有时候两个人睡着睡着，晚上还会吵架。林尚书嘴角抽了抽，越想越觉得也有这个可能，可此刻的情况却不像是他们所预想的那样。林默一个人在浴房泡澡，白晓在杯子里面泡澡，两个人互不打扰，隔着一道屏风还在对话呢。到时候给我安排一个大一点的杯子，给我做一个小木桶也行。我这天天在杯子里面洗澡多寒酸。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呀，而且你也有零花钱，你出去买一个不就行了吗？自己定制一个，不要想着什么事情都让我来帮你做，我是一个女孩子。你现在想起来了你是女孩子了？之前怎么没见你有这个觉悟？两个人洗完澡后，林尚书的饭菜也做好了。你们两个在自己家里这么吃饭就算了，出去外面了可不能这么吃饭，多埋汰啊！这是什么方言？这好像是北方的方言吧？在现代的时候，东北话不就是说埋汰吗？难道这里也有东北人？或者说这东北人讲的也是东北话？爹，你这个埋汰是和谁学的？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说这样的话呢？前段时间有几个从北方来的官员，他们讲话就带着一点点口音，不知不觉就被他们给影响了，但是影响不大。这还叫影响不大呀？爹，你可千万别和他们学，你这举世无双的成熟公子音，一开口就是一口这样的话，这不行的。娘，你管一管老爹，绝对不能让他跟着别人学。吃你的饭吧，天天这么多事儿。爹爹，今天晚上皇上是不是要举办宴会啊？你知道今天晚上的菜色是什么吗？问这么多干嘛？你晚上带着肚子去吃就行了，不许喝酒。晚上你就坐在我身边，我会盯着你的。他还想到处去玩一玩呢，而且这种宴会上面一定有表演节目的，他肯定要到处去找一个好位置呀。每个节目最佳观赏的地点都不一样，总是坐在一边有啥意思呀？你屁股上是生疮了吗？坐着都不安分。爹，我想去那边坐着，等会儿可能要表演节目，你就别把我困在这里了吧。我已经看好了，季坑坑那边的位置才是最佳观赏位置。对，可是那边坐着的都是皇亲国戚，季千华是个王府世子，他坐在那个位置合适，你过去好像就有点不太合适了。要不要让皇上下来，把他的那个位置让给你？真是每天想一出是一出。可是看着林默这睁着大眼睛可怜兮兮的样子，不要到处乱窜，不要冲撞别人。爹爹你放心，我怎么可能会冲撞别人呢？我可是再稳重不过了。你对你自己还真是挺有自信的。饭吃了一半，确实有人开始表演节目了。先是宫廷教坊司表演的乐器和舞蹈，后面就有各家的公子小姐来表演。小白，被他们这一弹我困了是怎么回事？就没有那种节奏感强烈、比较有冲击性的曲子吗？绝对不能让这小祖宗瞧不起，等会儿就给他搞一个有冲击力的。下一个表演的姑娘表演的曲子确实是挺有冲击力的，但是林默还是觉得劲儿不够。不错不错，但就是杀气没有表演出来。你还开始评价起来了？原来这小祖宗也不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么没文化呀，还是有点可取之处的。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林默每天就吃喝玩乐，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也是吃喝玩乐，还有乱用成语，搞得大家真的以为他的文化不高。
实际上他的文化程度还是可以的，现代古代都懂得很多，就是懒得动脑子，什么都乱用。我想让我季季哥上去表演一下剑舞，就昨天跳给我姐姐看的那个，我昨天都没有看够。季季这人虽然挺坑的，但是武艺是真的不错。想让我满足你的愿望就叫季季哥了是吧？平时就是讨人嫌的坑货是吧？季千华看了一眼兴致勃勃的林默，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让他表演剑舞是可以的，但是他想把这个小魔头也抓上去一起玩。小白，你看季坑坑看我的眼神是不是有点不太对？我总觉得他心里是在打什么坏主意，我感觉他想扑过来咬我一口。他能打什么坏主意？放心放心，有我在呢，咬不着你。那是自然的。我干嘛要咬他？你这小系统怎么乱说话呢？皇上，我也想为大家表演一下。早就听说小林大人身子灵活，还多次救驾，不如也让他上来吧。小老弟啊，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居然敢让他上去跟你一起表演？你这是把自己的脑袋自己捆到了裤腰带上呀！你说这孩子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林尚书嘴角抽了抽，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就说这人在打不好的主意，不过我不怕，不就是表演一个节目吗？他表演剑舞，我也表演舞蹈，谁不会啊？你会跳舞吗？据我所知，你好像并不会跳舞吧？没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跑吗？不就是扭来扭去吗？谁能有我会扭？两个人走上台后，季千华彬彬有礼，林默抬着下巴，一脸的自信。这人怎么那么多戏，嘴角还带着一丝浅笑，这是想干嘛？想勾引其他的姑娘吗？不守难得。季千华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可以开始了。季千华拿着一柄剑，舞得虎虎生风，身姿挺拔，动作流畅。等着，看我等会儿怎么把他动作给复刻出来。我的记忆力那可是一流的，我觉得我的蛇舞肯定比不过他这个，我要复刻。等着，看我等会儿怎么把他动作给复刻出来。我的记忆力那可是一流的，我觉得我的蛇舞肯定比不过他这个，我要复刻。你要不就别给自己增加难度了吧，乖乖跳你的蛇舞吧。我不，我就是要把他给压下去。那好吧，你加油。很快季千华就表演完了，得到了一阵轰烈的掌声。他的剑舞观赏性十足，加上他长得又好看，所以这个效果杠杠的。下一个就是林默了，只见他拿着木剑1比1的复刻季千华的剑舞，精彩，确实是挺精彩的，动作也确实复刻的特别到位。可是明明是一模一样的动作，表情模仿的特别的到位，但就是为什么看上去这么搞笑呢？这到底是动作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好，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听到白晓的掌声，其他人这才回过神来，纷纷开始鼓掌。你过奖了，过奖了。不错不错，想不到小林爱卿居然还有这等才华，真的是非常不错。把这座圣的肘子赏给他。谢皇上。哼，想和我比，你还嫩了点儿。刚刚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有个词儿怎么说来着？震惊四座。哦，对，就是震惊四座。你简直是太厉害了，你这个记忆力真的是太好了，难怪每次看话本你都能够把里面的关键剧情记下来。那可不，我这个记忆力不说是过目不忘，那也绝不是虚的。既然你有这样的天赋，那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啊？还天天乱用成语。哎呀，想不到啊，我居然连小林大人都比不过。为了这个宴会，我可是准备了1天的时间，结果居然被小林大人给比了下去。我想过被很多人比下去，唯独没有想过会被他比下去，失策失策呀。他们都互相把对方看作对手，结果打败他们的
是一直被他们忽略的林默。今天晚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睡觉，晚上不要再给我搞什么事情了，不然别怪我揍你。这小混蛋丫头今天睡了大半天，晚上肯定会有精神搞事情的。你要是不管束着，她今天晚上都没得睡了。哎呀，我晚上不睡觉能干什么？画本也已经看完了，这边又没有新的卖。爹，你放心，我晚上绝对好好的睡觉。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能不能爱点干净？什么脏东西都往我的身上擦。我很爱干净啊，你看我今天吃饭都没把衣服弄脏，袖子也没有脏，干干净净的呢。是，你身上干干净净，把我身上弄脏是吧？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女儿？全京城都找不出一个和这一样的。说好的晚上乖乖睡觉，但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林默和白晓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开始打起了架。你放不放手？你要是不放手，我咬你了！你先放手，我再放手。你怎么总是抓我的头发？我的头发都是被你给扯断的。你女儿那边出事情了，赶紧去看一看。出事情了就是我女儿了，要不要这么现实？我要把你的牙打掉！听到那边的动静越来越大，夫妻两个才站起身来。爹，你赶紧过来收拾他！伯父，是默默欺负我。两个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就是说自己被欺负了。但是问他们矛盾的具体原因，两个人都不说。林尚书坐在凳子上，就默默地看着他们。最后这两个人打累了才消停的。现在可以说说你们为什么打架的原因了吧？都这么大个人了还打架？他说他比我有文化。爹，你评评理，他怎么可能比我有文化？我虽然没有看过多少正经书，但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书我还是看了不少的。我经历的事情比他多，所以肯定是我的见识更广，更有文化。谁说的？我才更有文化，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会给人家算命。这样吧，你们口说无凭，那就实干见真章。每个人给我写一篇文章或者做一首诗，我来给你们评价一下。爹，能不能不做诗不写文章啊？我可以写故事，我的故事写得可好了。对，我也会写故事，不管是爱情故事还是鬼故事，我都会写。得了，两个人半斤八两，半斤八两的人有什么可议论的？就你们两个这样子，还说自己有文化，赶紧给我好好睡觉。你们要是想有文化的话，明天我就给你们请老师过来教你们学习。这怎么能行呢？他们好不容易摆脱了每天学习的任务，这还要请一个老师过来教他们学习，这不是要了他们的命吗？我睡觉。爹，请老师过来教我们学习还是不必了，这不是耽误人家的时间吗？我们会自学的。是啊，伯父，我们两个会自学的，请老师过来的话就不必了。小样儿，这两个人居然还想和我斗，还是乖乖睡觉吧。老师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我可能还要向师长讨教这烤鸡的做法。啊！季坑坑，你居然抢占了我的位置，你不要脸！赶紧把手上的烤鸡给我放下！完了，混世小魔王来了！林默一屁股就把季千华给挤开了，还顺手抢过了他手上的烤鸡。爹娘，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们居然做好吃的不告诉我，居然还和这个家伙在一起，我还是不是你们最喜欢的小女儿了？你们这样做实在是太伤我的心了，真的是太过分了。这个烤鸡也太香了，爹爹的手艺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呀。你的吃的我已经让人送过去了，谁说我们不在乎你了？我的烤鸡有人送吗？刚刚我们不是和一个人擦肩而过吗？他手上捧着的就是你爹烤给你的烤鸡，我当时想叫住你来着，但是你实在是跑得太快了。
你不要和这丫头计较，你也知道，她一向就是这样的脾气。你不要和这丫头计较，你也知道，她一向就是这样的脾气。我知道啊，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她什么样的性格，我也是清楚的。当着我的面和我姐姐眉来眼去，这究竟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赶紧吃吧，吃吧。哦呦，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别看了，别看了，你都看成斗鸡眼了。其实人家还是不错的。什么不错？哪里不错了？你这人怎么这么快就倒戈了呢？反正要嫁人的不是你姐姐是吧？怎么不是我姐姐了？我在这个家里住着，那就是这个家里的一员。我也是把姐姐当亲姐姐的。你姐姐和季千华在一起，又没有婆媳关系，家里的人口又简单，最重要的是离你家还近，这不是挺好的吗？而且你看她那个样子，这以后绝对是一个妻管严。林默被劝着劝着，好像也觉得不错，不过他心里还是特别的不平。吃吧吃吧，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嘴巴就没有时间讲话了。赶紧多吃一点吧。在全家人的投喂下，林默这一次毫不例外的吃撑了。在回去的路上，林默捧着自己的大肚子，气喘吁吁。要不是肚子吃不下了，他还能够再干。白晓特别好奇地拍了一下他的肚子。不要乱拍我的肚子，我现在吃的已经到了喉咙眼了，万一我把东西都吐出来怎么办？我就是挺好奇，之前我看你肚子能伸能缩的，你这次为什么不把你的小肚腩给收回去了？啊，收不回去了，陪我在外面走一走吧，顺便消消食。在路过一个小亭子的时候，林默竖着耳朵听到了一段对话。一个少妇劝另一个更加年轻的少妇道：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生几个孩子，你嫁过去也有几个月了，怎么这肚子还没有动静？这个事情顺其自然就好，我现在还不着急。哎呀，这怎么能不着急呢？你不生孩子，怎么稳固你现在的地位？要是让哪个通房妾室先生下了长子，那你心里舒服吗？嫡长直接庶出占了一个长，你这以后的孩子还不是被压了一头？这两个夫人是哪家的呀？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还有这个人怎么总是劝别人生孩子呢？我看另一个夫人好像也不怎么着急啊，而且看上去也很年轻，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吧。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家里的后宅有些不太平静，她丈夫的妾室很多，虽然越不过她吧，但是后宅也不太安静。那个年轻一点的倒是夫妻恩爱，丈夫在婚前有2个通房，但是后面也给钱打发了。难怪了，前头那一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另一个传授经验，确实是好心好意，但是他们的丈夫不一样啊。那个年轻一点的就是油盐不进，不管那一个怎么说，他总是说顺其自然，把另一个给气的呀。那一个气的想看一下所有的风景，平复一下心情，结果一眼就看到躲在草丛里的2人。不是，你们2个这么大块头，2个头都在外面，有你们这么偷听的吗？小林大人，您能过来帮一下忙吗？我能帮什么忙？我又生不了孩子。白晓假装走开，但是脱离了他们的视线之后，马上又变小跑了回来，躲到了林默的身上。小林大人，你说一说，这女人成婚之后是不是得赶紧生孩子？水姐姐，小林大人还没有婚配，你和他说这个有点不太好吧？哎呀，这有什么？女人不都有这么一遭吗？小林大人以后也要生孩子的。林默在旁边坐了坐，很不喜欢这个人的眼神。不过小林大人还是要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你这脾气大，男人会不喜欢的，到时候就算是嫁人，以后日子过得也会不好。我的脾气关你什么事？我为什么要为了别人改变我的脾气？改变脾气之后，憋屈的活一辈子吗？自己憋屈还要劝着别人憋屈，坏人！我觉得我的脾气挺好的，我父母给我宠出来的脾气，我干嘛要去迁就一个男人？
我又不下贱。某个下贱的人骂骂咧咧。这个女人是读那些书读傻了吧？好好的一个正房夫人，被她说的跟个妾室一样。这个世界又没有什么以夫为纲以夫为天，其实夫妻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了。过不下去可以和离，和离之后女人可以再嫁。那个年轻的少妇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小林大人的想法很对呀，自己父母从小到大给你宠出来的脾气，你干嘛要为了一个男人去改变？这个男人觉得你脾气不好，那你就换一个呗，又不是世上只有这一个男人了。他都快要被这个人给烦死了。两个人其实也是不怎么熟悉的，只不过是丈夫之间有往来而已。小林大人，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夫妻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要相处出来的，你不迁就丈夫，那就有别的女人去迁就你丈夫。那就让他去迁就呗，这样的男人谁爱要谁要。你说这个女人的思维怎么这么古板呢？她干嘛要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这么低啊？她自己都瞧不起她自己，还有谁能够瞧得起她？好啊，小林大人，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我们就说生孩子。你以后总不能不要孩子吧？这得看我当时的想法了，想要就要呗。哎呀，女人没有孩子的一生是不完整的。林夫人不也生了你们兄弟姐妹3个吗？那是我娘愿意啊。我爹在我娘亲怀孕的时候，那是全天的伺候。听说就连处理事务都是和我娘亲待在一个房间。他们2个恩爱，那我娘自然就愿意生孩子啊。我要找一个像我爹这样的，他得在乎我。他不在乎我，我干嘛要生孩子？万一生了一个像他的，那我心里多难受。小林大人实在是太有趣了，难怪大家对他的评价都这么高。那就算是夫妻不睦，那你真的打算不要孩子吗？要啊。你生了几个孩子？2个。那你的孩子哪个长得更好看？我的大女儿生得娇巧可爱，小女儿生得像她爹，没有大女儿出众。那你喜欢的是你大女儿还是你小女儿？那你喜欢的是你大女儿还是你小女儿？她确实是更喜欢大女儿一些。她和丈夫之前虽然有恩爱过，但是现在感情已经不像那个时候了。现在看到小女儿，她立马就会想到丈夫，那个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你都这样了，你还劝别人？嘿嘿，你是真的绝。我说的没错呀，这要是找了一个不喜欢的男人，生了一个像他的孩子，那你说我是爱这个孩子还是不爱这个孩子？这直接冲突了呀。那要是婆媳关系不好，被婆婆搓磨，直接生了一个像婆婆的，那更膈应，而且对人家孩子也不公平。你把他生下来，你又不爱他，人家多无辜啊。说的没错。确实啊，小林大人有时候讲话确实是挺有道理的。那个女人都快要被气死了，难怪有很多人说这个小魔王招惹不得。这人说出的话能听吗？我知道你是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但是每个人的家庭都是不一样的。你的丈夫不好，不代表别人的丈夫不好，这是你丈夫的问题，不是其他人的问题。你当初要是眼光放好一点，找一个像我爹爹这样的人多好啊！你看你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还记得你未出嫁前是什么样子吗？女人被他说的也有点恍惚了，她都已经快记不得做姑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反正就知道比现在开心，比现在快乐。这位姐姐，你的丈夫还是不错的，生孩子这个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不需要太着急。之后怀孕也和心情有关，你太着急了反而还怀不上，放宽心态，慢慢来就行。就是，有时候心理原因也很重要。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有时候就是缘分没有到罢了。而且我嫁过来的时间也短，我也不担心他纳什么妾室。不管是通房还是妾室生下来的子女，名义上都是我的子女，都是要在我面前教养的。
你说的也对，我可以和他磨合，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他一直委屈我自己。生活是自己过的嘛，这一辈子还长着呢，总不能一直压抑自己。我做好我的正房夫人就行了。瞧瞧，这就是人家的心态，这心态多好啊！这个夫人一直都挺清醒的，她丈夫的人品也不错，现在也确实真是挺爱她的。现在？那你是说她以后会变心吗？人人都说她和丈夫情深意重，两个人是两情相悦，确实是两情相悦，但是情深意重那还是算了吧。她最爱的是她自己。感情上的事情谁能说得这么绝对呢？感情的深重他们其实自己也明白的。这一对夫妻可以说是举案齐眉，但是还达不到情深意重生死相许的地步，他们心里也都清楚。是啊，感情上的事情双方的心思基本上都清楚。有些人对感情看得比较重，有些人感情对他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这就看个人是怎么理解的了。林默在这里坐了一会儿之后觉得没意思，稍微打了一下招呼之后就走了。林默带着白晓在这里转了一圈，还摘了一些花做了花环。用他的话来说，现在这些花不摘的话，过不了多久也会枯萎的。人家那些姑娘看到这些花都是细心呵护，都是让他们在自己的枝条上也不会把它们摘下来。你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我没有他们那么细腻的感情，我觉得好看，我就想拥有，把它们编成花环戴到了我头上，这也是一种美啊。那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摧残生命吗？话不能这么说，花儿是生命，那我们吃的鸡鸭鱼肉那也是生命啊。它是我们自己种植出来的，摘一朵两朵又没有刨去它的根系，行为做事有个度就行，不要总是把自己框得这么死，你想的多了就会影响自己的心情。你吃什么都觉得这是个生命，玩什么都觉得这是个生命，那这不是纯粹的给自己心里找堵吗？林默已经辛苦了上辈子了，这辈子不想想这么多了，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就够了，行为做事有个度就行，不过分就行，其他的爱咋样咋样。你说的对，走，我给你做鲜花饼去。在避暑山庄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天气也渐渐的没有那么炎热了。宣德帝已经选择好了返回京城的时间了，在外面待了这么久，也确实是挺想念京城的繁华的。终于要回去了，我要去吃城北的猪肘子还有点心。季季哥，我们家的果子也快熟了吧？叫季哥哥，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好好的叫？果子是快成熟了，到秋天就成熟了。你要是不好好叫我的话，那我就不给你吃了。果子是快成熟了，到秋天就成熟了。你要是不好好叫我的话，那我就不给你吃了。哼，想的好像你能拦得住我似的。你这小丫头能不能给我一点面子？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镇南王府没有种什么花，种的全部都是果树。用镇南王的话来说，种这么多花干什么呀？种点果树结了果子还能吃，吃不完的还可以拿出去卖，花能干什么？王爷，今年有没有杨梅吃啊？去年杨梅有点酸，今年味道一定可以。去年我没有在家，所以也没有人施肥。今年我特地让管家还有你季季哥施了一些肥，所以味道一定比去年好。季季哥，父王，你怎么也跟着他叫季季哥了？季清华施肥的时候还在杨梅树下撒尿，还随地大小便。听到这话，林默眼神一下子就变得嫌弃了。你就是这么给我施肥的？那一天为了施肥干了一天的活，这不是为了方便吗？懒得再跑一趟了，反正都是施肥。爹娘哥哥姐姐，我回来了，给你们带了好多好吃的，都是在京城外面买不到的。给你的钱
你该不会今天一天全都给我花了吧？你这是有多馋呐？买了这么多样吃的，今天晚上你能吃得完吗？我和花孔雀他们在外面吃了，今天我们在外面吃的全部都是他们俩请客，这些我都是花自己的钱买的，都是带给你们吃的。大部分吃的都可以放上好几天了，明天吃也行。不过这个烤鸽子是真的好好吃，又香又酥。一边说着，他就一边把油纸包里面的烤鸽子拿了出来。是，这一队之中，就这个烤鸽子味道最好，老板的手艺可好了。这一顿饭真的是吃得格外的丰盛。林默按照自己和白小的食量买的烤鸽子，看着剩下的这2只鸽子，白小在心里小声地说道：他们吃的好少啊，居然连4个鸽子都吃不完。是啊，所以我是真的不理解，他们吃的这么少，为什么能够长得这么高呢？不知道啊，不过剩下这2只可以明天吃，明天当早饭吃。为了防止这2个家伙半夜偷吃，晚上林夫人把吃的全部都给锁了起来，钥匙放到自己床边。这该是有多不放心我呀！小白，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娘居然不相信我，你说我怎么可能会偷吃呢？就是，人与人之间还能不能有一点信任了？那烤鸽子明天留给你哥哥了，你哥哥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正好用来招待他们。我就不能带他们出去吃吗？为什么非得抢我的鸽子？这烤鸽子隔一天吃就没有那么香了，让他们出去吃嘛。伯父，把这剩下来的鸽子给别人吃有点不太好，还是我们自己吃吧，可以再让人买几只回来，现烤出来的才最好吃。你就惯着他吧。说的好像你不惯着他一样。林七朋友过来的时候，林默正在林七的书房撒泼打滚。快点把我的画本还给我，把我的书还给我。这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件事情你们应该去求爹。我要是私自把你们的书还给你们，那受惩罚的就会是我了。我只是一个代为保管的，我真的没有什么权利的。哥，你就可怜可怜我吧。你妹妹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看点书了。你们不是经常让我多看书吗？那为什么还要把我的书给没收呢？那可都是精华，可都是世间孤品。有一些画本在外面都没有卖的了，那都是有一本少一本的那种。我们是想让你多看一点书，但是没有让你看这样的书啊。行了，你们就别在我这里闹了，在我这里闹多久都只是一个结果。有这个时间，你们还不如去找爹。我那些同僚们也快过来了，到时候就让人家看着你们的笑话了。他们居然在偷听，他们好不要脸啊！读书人都是这么不要脸的吗？当然了，自古以来读书人都是厚脸皮，我们俩脸皮也挺厚的。门口的几人无语了，你们俩脸皮是挺厚的，我们都尴尬了，你们还没有尴尬。小林大人好啊，前段时间怎么没有看到小林大人在外面走呢？因为我才刚从京城外面回来，我昨天才回来的，当然不可能在外面走了。我要是前段时间在外面走，我吓死你！人在皇家避暑山庄，在京城里还能看到一个我，你看吓不吓死你？嘿嘿，林默京城分墨确实是挺吓人的。确实是挺吓人的，小林大人讲话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呢。你们两个还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求爹，让爹把你们的画本还给你们。今天爹要出门哦，要是晚了，那今天可就没机会了。听到这话，林默和白晓一个快闪，直接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画本重要。你快点，把你的腿倒腾起来。我已经走得很快了，你怎么不知道我爹今天会出门啊？要你还有什么用？见笑了，我家小妹就是爱闹腾。理解。
林默和白晓两个人在林尚书出门的最后一刻把他给堵住了。赶紧让开，我今天有事。我爹今天有什么事儿？他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你赶紧给我查一查。查到了，他今天要去见老王爷，就是那个和别人私奔的老王爷，当今皇上他皇叔。赶紧给我让开！等我回来之后，就让你哥把你的那些画本还给你。林默眼睛一眯，画本他也要，去看热闹他也要去。我要和你一起去。对，我们要和你一起去，别挡路。你们去找你们自己的朋友玩就是了，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们少掺和。什么叫你们大人之间的事情我们少掺和？那我当初不愿意去上朝，你还不是把我绑着去了？上朝难道就不是你们大人之间的事情吗？爹，你可不能这样，你这样也太过分了。你当初强迫我去上朝，我现在只是跟你去见一下你的朋友而已，难不成你这个朋友不能见人？说着说着，林默也觉得奇怪了起来。这个老王爷爱好男色，他老爹长得这么好看，该不会这两个人真的有猫腻吧？小白，和我查一下我老爹和那个王爷有没有什么奸情。不让我去是吧？那就绝对有故事。得嘞，马上给您查。不让你去就是我们之间有猫腻，那按照你这个说法，那整个朝堂上的官员都和我有猫腻了。经过我的仔细查询，你爹和老王爷之间没有什么猫腻，老王爷很爱他的伴侣，你老爹和老王爷是忘年交，当初老王爷离开京城的时候，你老爹也赞助了，那个老王爷向你爹借了钱。哟吼，这王爷也太厉害了吧，不仅骗了皇上的钱，还向我爹借了钱。京城里被他借钱的人多吧？多，怎么不多？所有和皇家沾亲带故的人家他都借了钱，你以为他为什么几十年没有回来？虽然他每家每户借的钱不多，但是这加起来也是一大笔数，所以他把那些他欠钱的人都给熬死了。你爹也是幸亏年轻啊，而且你爹借钱给老王爷的事情还是瞒着你娘的，到现在你娘亲都不知道。世上居然还有如此不要脸之人，简直是太厉害了。连尚书被说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他当时年轻，当时刚刚进入仕途，突然一个皇亲国戚向他借钱，他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爹，我要去，我就要去，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去。你要是不让我去的话，我就去问娘亲告状，我就说你跟别人幽会。林默这一句话直接对到了他老爹的心上，这到底是什么漏风的小棉袄啊？你简直是太厉害了，这一下你爹肯定就让我们去了。行，就让你们去，什么事情你们都得掺和上一脚。我今天是去问老王爷还钱的，这个事情我不能让你娘知道。哦耶，爹，你简直是太棒了，不就是需要别人还钱吗？要账这种事情就交在我们两个身上了。到了约定好的地点后，老王爷已经在等着了。呀，阿焕这么多年还是风采依旧啊！你这是吃了什么长生不老药？可不能藏私啊！嘿嘿，这怎么还有一个小号的你呢？和你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哎，听说你家有3个孩子了，3个孩子该不会都是用你这一张脸吧？那你这可就省心了。这么多年，这王爷的性格还真是一点都没变。这么多年，这王爷的性格还真是一点都没变。见过王爷，王爷是什么时候回到京城的？林尚书是真的想不通，这人怎么敢回来的？虽然说那些债主死了的有一大半了，但是活着的也不是没有，最大的一个债主还在上面坐着呢。你是真不怕被要账啊？这在外面游荡的时间久了就想家了，所以就回来了。
说完，他让下人拿了一大包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过来。这是几十年前借你的钱，连本带利还给你。看着这一大包银子，林默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这么多的吗？难怪老爹不敢跟娘亲说。这是连本带利，原本你爹没有借出去这么多，那就多谢老王爷了。不知其他的人家老王爷怎么处理，毕竟借了这么多人的钱呢。早就已经让人去还钱了。我这些年在外面转，也做了一些小生意，赚了一点小钱。我这又没有后人的，所以就打算回来养老了。我那个皇侄人还不错吧？当年我走的时候，像我皇兄还有我那些侄子都借了钱，就现在这个给钱给的干脆。他是最穷的一个，但也是给钱给的最干脆的一个。我对不起他呀。那你还拿了人家的钱走了，知道人家穷还拿人家的钱，皇上这几十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可不嘛，他走了之后没过2个月，先皇就死了，然后皇上登基之后就是不停的投入，本来就穷，登基之前还被借走了一大笔钱。关键当时他说穷还没有人相信，毕竟就算之前再穷，当上皇帝之后都不可能穷了。王爷，您当初是借了多少银子啊？那你这几十年都不敢回来，这到底是借了多少钱？不多，所有的加起来几十万两吧。几十万两？这么多？你们在外面是吃金子呢？这么多钱？光是皇上那边他就借去了20万了，直接把皇上一下子给干穷了。皇上辛辛苦苦存了这么久的钱，结果被叔叔一下子给骗去了。然后满京城的达官贵族，只要是他认识的，全部都借了，几百两几千两的借，还遇到一些富商想过来跟他攀关系，主动给他送钱，这加起来就这么多了。哎呀，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么久都不回来呀。我也只是想在外面游山玩水几年而已，可是这外面实在是太好玩了，那山水风景可不是京城这片小地方能够相比的。我这么些年一直在外面游玩，一边做生意，这些钱啊都给我投入做生意去了。刚开始亏了一些，后面就慢慢的赚了。这不是我的年纪也大了吗？在外面到处逛游也不太好了，所以就想着回来了。反正我也没什么后人后代，之前除了我自己花销，我都打算捐到国库里面去，也算是我补偿我那侄子了。其实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养老是一方面，主要也还是想看一看这个传说中的小林大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性格有趣，长相有趣，林焕倒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哎呀，时辰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我家那位比较黏我要是不回去的话，他可能又有的闹了。老王爷喜欢的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模样啊？居然能让老王爷这么喜欢？用脚趾头想一想就知道长得很好看咯，但并不是最好看的。人家在一起是因为三观契合，品性契合，容貌只是一方面。要是看容貌的话，那老王爷当初早就看上你爹了。老王爷和林尚书无语。哎呦，你们两个还真的是挺会讲话的呀啊！到底是在夸我们呢，还是在损我们呢？父女两个回去之后互相掩护，把银子给埋到了一棵树下。爹，你要记清楚是这棵树啊！说好了，这些钱是给我用的。爹，你可不能偷偷的把钱给挖出来。搞得谁稀罕似的。我想把钱收着，还不是怕你一下子把钱花完，就不能放其他的地方，非得埋到地下吗？这么多可以藏的地方不藏。半夜的时候，林默躺在床上，怎么都不安心。不行，我得把银子给挖出来，这也太不安全了。
有什么不安全的？我帮你监视着还不安全吗？有什么问题我会告诉你的，赶紧休息吧。万一你没有监视住呢？那这也太危险了，那可不是一笔小钱，我们2个好几个月的花销呢。你是打算用手掌把我给摁死吗？最终白晓还是拗不过林默，2个人半夜起来去挖银子去了。把银子挖出来之后，林默这才放下了心。他把自己床底下的那个箱子拖了出去，然后把银子给放了进去。这就安心了，还是放床底下最安全。现在可以睡觉了吧？太困了，你这精神真是太好了。半夜去吹凉风，最终还是遭到了报应。林默早上就开始发热了。爹，我要抱。怎么会发热呢？他昨天晚上没有盖好被子吗？林七和林然2个人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七儿，你赶紧去上朝，然后帮我们和皇上告个假。你妹妹着凉发热了，最好请个太医回来。林七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爹，我头痛。没事没事，等会儿大夫就过来了。这都多久没有生病了？怎么今天突然生病了呢？这个病情还这么凶。爹，我要背。娘，我要听故事。林默已经完全烧迷糊了。林尚书把他背了起来，在房间里转圈圈。林夫人小声地讲着故事。林然已经着人去煎药了。此刻皇上知道林默生病的时候，差点一个没忍住，直接从龙椅上冲下来。怎么会生病呢？那小丫头的身体这么好，怎么会生病呢？病得严不严重？你们还能在这里干嘛呀？赶紧让太医过去啊！多让几个太医过去。这可是真正的国之栋梁，栋梁要是生病了，这可是大事。赵太医、林太医全部都被派了过去。到了林府，看着林尚书背着林默哄着的样子，他们也是叹了一口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仔仔细细的看过之后，林太医松了一口气道：没什么大碍，就是昨天晚上受了凉，小林大人又很久没有生病了，所以身体比较差，这一下子才比较严重。等会儿几服药服下去就可以降温了。不过这段时间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夜里的温度比白天要低很多。小林大人这生了一场病，身体可能也会虚弱很多，需要细心的照料，不然也容易留下病根。林夫人赶紧和赵太医道谢。林默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小白，我肚子饿了。我的小祖宗，你终于醒了！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生病了？早上的时候吓死我了。哎呀，人哪有不生病的呀？有没有吃的？我肚子饿了。还有吃的？赶紧和我说说，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我们很担心呢。我也没想到昨天晚上就是出去挖个银子就能生病啊！明明感觉昨天晚上也没有多冷，就是吹了一点风而已。早知道就不把那个银子埋在树下面了。林夫人是真的快要被气笑了，把银子埋在树下面，也亏得你想得出来。算了算了，看在这丫头生病的份上，就不和她计较了。你这身体啊，要不就不生病，一生病就是大病，每次生病都很凶险。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就不能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吗？小胖墩，你要不还是每天和我练一练舞吧，正好锻炼一下身体。你说谁小胖墩呢？你才是小胖，我现在一点都不胖，好不好？他现在还生着病呢，你逗他干什么？季千华摸了摸鼻子，闭上了嘴巴。我觉得你这根本就不是身体的问题，你这个运动度，每天这个运动量，再怎么锻炼身体都已经够了。这应该就是你很久没有生病，所以这一次爆发出来了。
以后你晚上还是少出门吧，至少先把身体养好再出门。我也是真没想到，我吹了一下风就会发烧。小白，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啊？难道你的身体比我好吗？不应该啊！你忘记我是什么变的了吗？我现在虽然变成了人，但是身体也不是你们能够相比的。反正就这么说吧，我不会生病，但是我的命是系在你身上的。你如果死亡，我估计也会死亡。那这么说来，白晓这一辈子都只能和自家这个丫头在一起了。虽然他们心里已经默认这两个人在一起了，但是谁知道会不会出现意外呢？我记得你好像就只是绑定我吧，在我死了之后，你可以重新去找其他的宿主啊。你们这些系统不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吗？上一个宿主死了，你们就可以去找其他一个了呀。我现在和其他的系统不一样了，其他的系统没有实体，我和他们不一样。当初选择变成人的时候就有两个选项，变成人那就直接和林默绑定，他生他生，他死他死，他也不是什么不死不灭的系统了。就这么说吧，他现在就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反正白晓现在不后悔，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事情，他能够出去玩，能够晒太阳，能够吃东西，能够和家人打打闹闹，这就已经够了。这还是其他系统都做不了的呢。这些话白晓没有和林默说，他自己一个人知道就够了。2天之后，不管林默再怎么反对，他还是被打包去上朝了。哥，这个时候我需不需要夸你一声贴心啊？夸就不必了，你安分一点就行了，不要把我的头发弄乱。林默不服气地哼了一声，闭上了嘴巴，直接2只手放了上去，撸起了自家哥哥的头。血不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是吧？哎呀，小林大人怎么瘦了这么多呀？这生病了之后可得好好的补一补身体，可不能仗着年轻就觉得身体不重要。是啊，到时候年老了，这些后遗症就都出来了。瞧瞧小林大人这瘦的，病的时候很难受吧？哎呀，年轻人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有个人居然还觉得你瘦了。你刚开始生病那2天确实是瘦了，但是后来补回来了呀。你现在还胖了2斤。闭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这段时间，这个丫头天天在床上胡吃海塞，不胖才怪呢。有了林默，这整个朝堂氛围都不一样了。之前那几天的时间，氛围有点沉重，而且他们也觉得太安静了。我生病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比较香的瓜？说一个来让我听一听。行，那你要听什么瓜？京城里的瓜就这么多，最近确实是发生了几件事。就说说老王爷的呗，他不是回来还钱的吗？他还了人这么多钱，皇上就一点都不计较吗？怎么可能不计较？这几十年他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当初只是一个皇子呀，他存那么一点钱容易吗？你是不知道这老王爷有多搞笑，有几家他去送钱的时候，是把他给打着出来的。他回来的时候，皇上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人了。他回来这么让人震惊的吗？可不是吗？很多人都以为他死在外面了，毕竟这都多少年过去了，谁知道这人不仅没有死，还在外面做生意赚了这么多钱。皇上在知道他赚了这么多钱的时候，还和太子他们商量过去抢他的钱库。这话说的，给他们留点面子行不行啊？我觉得皇上和太子挺实在的，皇上的脾气还是太好了。要是我被别人骗了这么多钱，别人几十年后再回来，我首先什么都不说，就直接一脚过去了。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是这好歹是我的叔叔，亲叔叔。踢一脚是不可能的。老王爷在皇上的心理地位不一样，皇上小时候还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老王爷就一直在暗中接济他。
就这么说吧，这老王爷虽然不着调，但是心眼挺好的。先皇的儿子多，不受宠的也多，老王爷都是尽自己的能力照顾着那些孩子。当今的皇上和信王可以说都是老王爷照顾长大的，因为是心里一直尊敬的长辈，所以皇上才会被老王爷也借走这么多钱呢。小白，既然你说皇上和信王都是老王爷照料长大的，那为什么老王爷不向信王借钱？借钱那也得有钱才能借呀。老王爷去借钱也得信王有钱呢。信王当皇子的时候比皇上还不受宠，比皇上还没钱。老王爷别说去借钱了，他要是去见信王估计还得倒贴，你说这怎么借？信王腹诽，话说成这样干嘛？他也没有那么穷好不好？你是不知道信王当初有多穷，他有无心皇位，每天想着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只要他一没钱了，他就去找老王爷，这人嘴巴也不会说好话，就这么一直可怜兮兮地看着老王爷，看到老王爷给钱给他为止。想不到看起来老老实实的信王殿下，年轻时候的脸皮还挺厚的。可不得就脸皮厚一点吗？脸皮不厚的话，他就娶不到媳妇了。哟呵，感觉又是一个瓜呀！不是说皇上的事情吗？怎么说着说着说到我身上来了？那你和我说一说他和王妃的故事呗。我觉得信王妃这个人还挺好的嘞，又聪明又会赚钱，长得还好看，为人脾气还很豪爽。她到底是怎么嫁给信王的？你们这里皇家人找媳妇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要脸，可能这就是遗传吧。信王虽然没钱，但是他脸皮厚啊，而且还能够放下自己的身段。信王妃家的地位不太高，他也不怎么受宠，和信王就是在街上认识的，两个不受宠的人凑到了一起，在同一个摊子上吃了一碗馄饨，后来就直接看对眼了。认识的第一天，他就带人家姑娘去买簪子，问题是他还没钱，买首饰的钱全部都记到了老王爷的账上，他害得老王爷后宅差点着火。厉害呀，用别人的钱追自己媳妇儿，好手段。还不止呢，信王当初就是豁出去了，反正他自己也没有脸皮，算得了什么？他要是不自己努力一把的话，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娶妻，所以他就每天去见信王妃，没钱请别人吃饭，他就带着别人去各种宴会上面蹭吃的。反正他就算是再怎么不受宠，那也是皇子，去别人的宴会上面蹭点吃的还是可以的。信王真的是太值得我学习了，我觉得我就是太要脸面了，我以后也要去蹭席吃。我觉得这就不必学他了吧，我们又不是没有钱，人家去蹭吃蹭喝那是因为没钱，我们要是去的话，那还得送一份礼，毕竟人家也知道我们家不缺钱。继续说继续说，我还想多知道一些信王的事情。没想到看起来这么老实的人，年轻的时候居然也这么好玩。其实也没什么事了，就是信王厚着脸皮带着信王妃去各种蹭宴会，两个人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夫妻两个都挺厚脸皮的，要是换做一般人家的小姐，估计脸上早就挂不住了。可是信王妃就不一样了，她简直是如鱼得水，两个人就靠蹭吃蹭喝开始谈起了恋爱，后来自己就商量起了婚事。在皇上登基之后，信王就向皇上求了一道圣旨，这就被赐婚了呗。这一早上大家可是吃了一肚子的瓜。这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天气也慢慢的转凉了，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提亲？真的要去提亲吗？你要把我的帅气嫂子娶回来了？你们俩发展这么快的吗？我们俩都认识这么久了，这怎么还叫发展快呢？都已经大半年过去了，这发展要是快的话，
那京城里面见个2、3面就直接定亲的人算什么？他哥哥马上就要成亲了，他马上就有嫂子了，四舍五入就是他有小侄子小侄女啊。我有小侄子小侄女了，我马上要当姑姑了。默默，你的小侄子小侄女还早着呢，这现在还只是准备成亲，离你小侄子小侄女出生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有什么关系？有了嫂子，我的侄子侄女还远吗？一点都不远了。他早就想要帅气嫂子嫁过来了，可是每一次帅气嫂子过来，哥哥都一直防着他，真的是烦死了。终于到了成亲的那一天了，林夕意气风发，林默从头到尾都傻傻的跟着自家姐姐。以前都是去参加别人的婚宴，这一次是自家人成亲，这性质完全不一样。反正这一天下来，热闹是真的热闹，但是累也是真的累。他都这么累了，不用想新娘和新郎有多累了。我的天哪，这一天终于过去了，所以今天晚上就是传说中的洞房花烛夜了是吗？我们能不能去闹洞房？忙了一天了，还没好好的吃过东西呢，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自家哥哥的大好日子可不能让这个小混蛋给破坏了。确实是有闹洞房这个传统，别人闹洞房是闹洞房，这丫头闹洞房那简直就是闹天宫啊。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情过去的时候，林默和白晓2个人偷偷摸摸的去蹲墙角去了。林夕和花瑶县主2个人正准备喝交杯酒呢，结果就听到了一阵对话。我们躲这里真的不会被发现的吗？放心吧，不会的。现在你哥哥和你嫂子还没有进入正题呢，还早得很。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新娘子而已，偷偷的看一眼就走。不好了，你哥哥站起来了，他该不会是发现我了吧？那还蹲在这里干什么？赶紧跑啊！跑得倒是挺快的呀。没了这2个捣蛋鬼，后面的一切都水到渠成了。小白，你说亲嘴儿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是不是和我们自己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一样的感觉啊？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和自己亲嘴啊？你这个问题真的把我问住了。小白，你让我啃一下你呗。白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就感觉自己脸上被啃了一下，然后嘴上又被啃了一下。林默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不懂，大家话里话外都把他和小白凑成了一对，他自己也知道，之前也没有回应过，也没有阻止过，但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也是真的觉得白晓很不错。如果要选一个人一辈子在一起的话，那他一定会选白晓，而且就算是不选的话，他们也会一辈子在一起。还真的和自己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感觉不一样，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被亲了！这少年实在是太单纯了呀！小黄书看了这么多，怎么就不知道多学一点呢？说真的，我小黄书看的更多，对于男人的身体，我也确实挺好奇的。要不今天晚上就研究一下，大不了就对小白负责呗，顶多就是成个亲的事儿。说干就干，白晓被上下其手的时候，整个人都麻了。第二天一大早，林默神清气爽，白晓则像是被吸干了精气一样。小白啊，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不过你这身体也太虚了，我还什么都没干呢，一看你这脸色就不行了。昨天晚上还叫什么都没干呢，我都给你摸了一个遍了。什么研究男人的身体构造，什么从来没有见过这里，从来没有见过那里，什么借口都让他给用上了，这分明就是一个女流氓。对，就是这个表情，就是这个情绪，你越这样我就越开心。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我会把你娶了的。我谢谢你啊。
八瑶县主和林七2个人蜜里调油，感情看上去可好了。你看我哥那个表情，那眉毛都快要扬到天上去了，有这么开心吗？怎么没有了？金榜题名日，洞房花烛时。昨天晚上可是洞房花烛，这是人生中的极大的事。哼，等着吧，到时候我们俩成亲了，我一定表现的比他更加嘚瑟。这是开窍了？自家这个呆瓜是真的开窍了，大哥成亲把他给刺激到了。要是我们2个成亲，那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昨天那一天实在是太麻烦了。确实，咱们2个可以一切从简。从什么简？你们2个就不能具体说一说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难不成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不应该啊，这2个人生活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生米煮成熟饭，总不能昨天晚上就被刺激到了吧？该不会是这2个人之后没走，真的偷听墙角了吧？然后一下子把他们给刺激开窍了？墨儿，你姐姐和季千华2个的日子也不远了，你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什么？我姐姐和谁？咋回事啊？我姐姐和季康康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段时间啊，他已经过来下过聘了。前段时间我们2个不是在街上玩吗？然后街上有一队人马抬着很多聘礼和我们擦肩而过，那就是季千华来你家下聘啊。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这瞒得也太死了吧！你这表情是怎么回事？你爹问你话呢，赶紧回答。我还能怎么回答？我姐姐都要嫁出去了，你们都瞒着我是吧？要不是今天告诉我，估计要等她嫁人的那一天我才知道吧。季康康那个家伙何能啊，他不就长得帅了一点，有能力了一点，对我姐姐好了一点吗？这样的人在外面一抓一大把，我看他就应该一直黑下去。他如果是个黑炭，我姐姐肯定看不上他，可是为什么偏偏让他给白回来了呢？一个男人就这么白干什么？姐，你真的答应嫁给季康康了吗？他要是对你不好怎么办？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墨儿，你别这样，你季哥哥对我是真的很好，而且镇南王府就在我们家后面，要出门的话抬个脚就能到。你的那个小院子还和镇南王府是打通的呢。墨儿，你哥哥姐姐的事情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就到你了，你是怎么想的？爹娘，我想好了，我要娶了白晓。娶了白晓？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怪呢？你说的是嫁给白晓，让白晓入赘的意思是吧？对，这不就是娶了她吗？我还打算在我们成亲的时候，我穿哥哥那样的衣服，让白晓穿嫂嫂那样的衣服，我们调换过来，我穿男的，她穿女的，我长得像我爹，穿男装看上去也不会很奇怪。白晓也是男生女相，长得很精致漂亮，穿女装一定也很好看。我们要搞一个特立独行的婚礼。等等，虽然说你这个想法挺新颖的，但是你不觉得有些太过新颖了吗？就是因为新颖，所以我才喜欢呢。墨儿，你不觉得你的想法有点太另类了吗？从古至今，还从来都没有人干过这样的事儿。那我就做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呗。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想法特别的新颖，特别的好玩吗？小白，你答不答应？这主要看你我。我还能不答应吗？这已经完全由不得我了，好不好？小白啊，你没有必要跟他胡闹。你要是不愿意的话，可以直接拒绝，我给你撑腰，我都听默默的。真不要脸，你居然不声不响的来我家下聘，还不让我知道，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什么叫做我不声不响的来你家下聘啊？我都抬着聘礼在京城里走了一圈，我这叫做不声不响吗？在路上我还和你打招呼呢，你还和我聊了2句呢。是吗？
打了招呼，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现在没有白小在旁边，真的是一点都不方便。有白小在这儿，还可以拉个回放，回忆一下之前发生的事情。我还给你们买了2串糖葫芦呢，你忘了呀？我记得了，这一次我记得。他当时还问了季千华为什么在那儿，季千华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清，因为现场实在是太吵了。哎，小胖墩儿，你姐姐嫁给我不是很好吗？你看我们家离得这么近，从你那个院子一打开门就直接到我家了。你姐姐要回娘家，那也真的是方便得很，这就等于没有嫁出门呢。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我欺负你姐姐，我什么样的人品你还不知道吗？我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家里就只有一个父亲。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我们2家是世交，我要是欺负你姐姐的话，我父亲都不会放过我的。你真的会对我姐姐好吗？什么好吃的都先留给她，什么好玩的都先留给她，绝对听她的话。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她，什么好玩的也留给她，绝对听她的话。你可以每天监督我，反正我们2家离得这么近，要是你姐姐不愿意住镇南王府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住到林府来，反正我父王早就已经搬到你家了。这么一想啊，是不是还挺好的？嫁给我的好处这么多，而且我和你姐姐是两情相悦，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做了你的姐夫啊，肯定会对你更好的。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你想玩什么我都陪你玩，这样不好吗？这么一想的话，嫁给你确实是不错。那你们以后成亲之后搬到我家来吧，反正伯父都已经住在我们家了，到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多热闹啊。你们家那边就种果子吧，反正都是一片果树。想的还挺美的，我们家里边就那么几座房子，其他的地方全部都种满了果树还不够吗？我怎么感觉时间过得这么快呀？现在儿子也娶妻了，女儿也快要嫁人了，我们在外面买的宅子也没有用上。没有用上还不好吗？2个女儿都不用嫁出去，而且2个女婿都是知根知底儿的，这多好。感觉这孩子一瞬间就长大了呢，特别是墨儿，他自己都还是一个孩子，怎么就要成亲了呢？墨儿跟小白的事情先不用这么着急，他们的事情等明年再说吧。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墨儿这个性子，就算是嫁人之后也不会变的。你这个老父亲还可以继续操心下去。事实证明，林尚书这个担心真的是多余的。林默和白晓2个的关系确实是变化了，但是爱闯祸的性格那是一点都没有变。每天早上还是需要扛着他去上朝，2个人在外面闯祸还是需要他去擦屁股。美好的日子就这么继续的过着。白晓和林默2个人依旧是在外面玩天玩地，上朝的时候照样是在打瞌睡吃瓜。众人都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其实对于要不要告诉林默他们能够听到他们心声的事儿，他们还是有犹豫的，但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瞒下来。如果能瞒一辈子，那就瞒一辈子吧，就看着他快快乐乐的一辈子也挺好的。